天玄界太初圣地圣子殿内，陆圣子，还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哥哥。陆毅坐在大殿的主座之上，看着下方这位身材窈窕、气质清冷的绝美少女。这是什么情况？放过他哥哥？他哥哥是谁啊？自己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一直都秉持着儒雅随和的原则，什么时候针对过任何人？没错，陆毅是一个撞大运的穿越者。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一路奋斗，成为了太初圣地的圣子。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真相是他刚来到这个世界，就正巧遇到了外出游历的太初圣地老祖。太初老祖一见到他，便一眼定真，鉴定为旷世奇才，直接将他收为亲传弟子。而且不知为何，他这具来自地球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修炼起来居然奇快无比，然后他莫名其妙就成了太初圣地圣子。说实话，陆毅很讨厌这个称号，但凡遇到个得的地不分的人，这个称号就是在骂自己。而且在他的记忆中，对于太初圣地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好印象。流水的小说剧情，铁打的太初圣地，况且自己也不是萧、林、叶、楚这种自带气运的姓氏，再加上一直都没有收到任何叮铃咣啷之类的系统提示音，可以说自己这是 debuff 叠满了。自己这个设定放在任何一本传统玄幻爽文里都是妥妥的反派啊。所以自从成为圣子之后，他一向都是深居简出，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可是谁知道今天这个少女突然就来请求拜见自己，自己的侍女怎么赶也赶不走。陆毅只好让她进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谁知道还没等自己开口，他就先出声请求自己放过他哥哥。陆毅仔细打量了一下他，五官精致柔美，皮肤白皙娇嫩，身形窈窕青涩，年纪虽然不大，确实已经不小。虽然长得很好看，但是陆毅确实不认识他，更别说他哥哥了。于是陆毅招了招手，一个身穿黑色劲装、身材火辣的女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边，随后便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躬身的幅度不大，却连带着身前傲岸的弧度都向下沉了几分。陆毅看向他，然后指了指大殿中的少女，直接询问道：灵儿，这是什么情况？那名叫灵儿的少女起身回复道：启禀主人，他是审核大长老的亲传弟子林清玄，他哥哥是圣地的外门弟子林天。前几日林天在您的追随者面前对您出言不逊，随后便被众人擒住扔到凶兽园中，任他自生自灭。下方的林清玄听到自己哥哥被送到凶兽园中，不由心中一急。凭借哥哥现在的修为，在凶兽园中每多待一刻都有巨大的生命危险。于是他急忙向陆毅再次请求：陆圣子，我哥哥只是一时心急才出言不逊，还请您大人大量，放他一马。只是还没等陆毅做出回应，一道清脆的系统提示音便在他脑海中响起：叮，天命女主向你发出请求，请做出你的选择。选择一，林天出言不逊，必须予以重罚，否则宗门里法威严何在？奖励：星辰仙诀，天阶，可成长。选择二，今天留下，我就饶你哥哥一命。奖励：体质进阶，星辰体，星辰仙体。选项三，你走吧，我会放你哥哥一马，不过我不希望有下一次。奖励：斗转星移，神通。听到这道提示音，看着面前浮现的选项，陆毅心中一阵狂喜。系统终于来了。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每天除了1日3日就只剩下修炼，生活实在是太滋润且乏味了。不过他很快也反应过来，系统提示他天命女主对他发起请求，也就是说这个林清玄是天命女主，那岂不是意味着他那个哥哥林天大概率就是天命之子？姓林2个字名字，有妹妹，应该是没跑了。而自己归根结底还是个反派。陆毅不由得以手扶额，果然还是和自己预想的一样。不过问题不大，有了系统，这小小的天命之子何惧之有？随后他认真琢磨起自己该如何选择，这3个奖励都好想要该怎么办。而就在他犹豫该选哪个选项时，他却忽然灵机一动，这又不是在玩 Gal Game， 也没说自己只能选一个选项啊。于是他决定先大胆的尝试一下。随后他便佯装愤怒地拍了一下座位的扶手，然后声色俱厉地斥责道：这群人真是的，怎么能将他直接扔到凶兽园里呢？林清玄听到陆毅的话，以为他是在批评自己的追随者草菅人命，不由面露喜色，心想圣子果然宽宏大量。可是还没等他高兴起来，陆毅接下来的话却直接让他如坠冰窟，就不怕他反抗的时候弄伤了珍贵的凶兽？难道就不知道先废掉他修为，打断他武质再扔进去吗？随后陆毅便笑眯眯地看着林清玄说道：林天出言不逊，必须予以重罚，否则宗门礼法威严何在？你说是不是啊？林姑娘，没有系统时他唯唯诺诺，有了系统那就必须重拳出击。反正根据自己的设定，就算自己不找事，事也会找上自己，那还不如自己主动找事。
林清玄听到陆毅的话，不由更慌了。自己来找陆毅，本来是打算救自己哥哥的，可是谁知道反而有些弄巧成拙了。陆毅见林清玄因为慌张一时乱了阵脚，便决定再加一把火。随即他扭头对灵儿说道：“灵儿，现在就派人去把凌天修为废掉，打断五肢，可万万不能让他做出伤害凶兽之事。”等等，林清玄看着那个叫灵儿的侍女就要离开，急忙大声制止，并继续恳求道：“圣子，还请您饶我哥哥一命，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林清玄咬了咬牙，最后还是说出了自己最不愿说出的话：“哦，真的做什么都可以。”林清玄听着陆毅有些戏谑的声音，心里十分挣扎，但还是咬紧下唇点了点头。那么今天留下，我就饶你哥哥一命，如何？这林清玄自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虽然来之前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真到了这一刻，心中还是有些五味杂陈。林姑娘，你也不希望你哥哥成为凶兽饲料吧？最终林清玄还是咬着牙答应了下来。好，我答应你。陆毅看着他挣扎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心里莫名舒畅。好，那事不宜迟，现在就跟我回寝宫吧。说完这话，陆毅便直接起身朝着寝宫的方向走去。现在？可现在不还是白天？林清玄有些紧张，这岂不就是要白日？白天怎么了？对于你来说，不应该是能越早救出你哥哥越好吗？如果你想等晚上的话，我倒是也不介意，只不过不知道你哥哥能不能顶得住，说不定到时候他已经成为五谷轮回之物了，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你。随后陆毅便直接头也不回地朝寝宫方向走去。林清玄听完他的话后，便红着脸低着头，匆匆跟上了他的步伐。走在前往寝宫的路上，陆毅又换出了系统，系统上前2个选项已经泛起淡淡微光，但是显然没有进行结算，所以只要自己没有明确选择哪一个选项，系统就不会进行结算。好险，差点就被系统套路了，如果一上来就先做出选择，自己怕不是一辈子都要走单选路线了。哈基统，你这家伙！随后陆毅关闭了系统界面，决定先干正事。对了，你如今是何境界？陆毅一边在前方走着，一边头也不回地问道。子府境中期。林清玄有些心不在焉，磕磕巴巴地回答着。子府境中期啊！众所不周知，在这个世界下界的修行境界分为断体境、炼气境、灵海境、子府境、洞天境、归一境、不灭境、神魄境、通天境。达到通天境后可飞升上界，之后的境界又分为真王境、神王境、入圣境、圣人境、圣王境、成道境、至尊境、准地境、大地境。笑死，根本记不住。当初太初老祖给他科普修行境界的时候，他记了好久才勉强记住，毕竟这又不是在看小说，还可以长按划线，然后在目录的笔记里回看。子府境中期就当上了亲传弟子，想必林姑娘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林清玄听到陆毅的话，身体不由一颤，他能够以子府境中期的修为成为沈长老的亲传弟子，自然不是纯粹因为境界，主要还是因为他拥有特殊的体质，清灵之体。如果不是因为前几日师尊刚好闭关，好闺蜜也外出历练，她也不至于在走投无路之下来到这里。不过师尊曾告诫过她，有关她体质的事情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就连她哥哥也不知道此事。这林清玄被陆毅问到此事，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不想说便不必说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不是吗？陆毅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身为天命女主，有些特殊体质啥的自然是无可厚非，至于具体是什么体质，他也无需多问，等会儿自己调查调查就知道了。林清玄听到陆毅不再追问此事，还是稍微有些疑惑，他感觉自己有些琢磨不透这位圣子的脾性了。来之前他只听说圣子大人深居简出，以为他一心向道，不问俗事。来之后他被用哥哥的生命要挟肉偿，以为他道貌岸然，衣冠禽兽。可刚才他明可以刨根问底，却没有追问，又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善解人意。这一时让林清玄本就有些迟钝的小脑瓜有些转不过来。就当他还在边走边低头思考的时候，走在他前方的陆毅停下了脚步。正在深度思考的林清玄并没有注意到，直勾勾撞了上去。哎呦！林清玄惊呼一声，陆毅也感受到背后传来一阵弹性。对不起，圣子大人，是我没注意。林清玄一边说着一边躬身道歉，只是还没等他的腰弯下来，肩膀便被陆毅一把扶住。不要动不动就弯腰，你如今再怎么说都是亲传弟子，即便在本圣子面前也不必表现得如此卑微，外人若是见到了会有损圣帝颜面的。陆毅一脸严肃，义正言辞地训诫他，不过这当然不是为了什么圣帝颜面，主要是为了挽回一下自己的形象，为后续的攻略做准备，毕竟魔鬼藏在细节里，虽说他并不细就是了。是。
林清玄被陆毅这么一番训诫，只感觉自己愈发有些搞不懂圣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好了，我们到了，是时候开始办正事了。林清玄还没来得及多想，陆毅的声音便在耳边响起。他应声抬起头，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跟着陆毅来到了他的寝宫之中。寝宫中装潢十分简洁，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甚至可以说略显空旷，只有一张极致奢华的大床摆在寝宫中间，异常显眼。陆毅一向不喜欢没有意义的华丽装潢，坚持好钢用在刀刃上的原则。陆毅来到床边，直接坐下，然后拍了拍旁边的位置，示意林清玄坐过来。林清玄慢慢挪步朝着床边走去，他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脸红的仿佛要滴出血来。陆毅见他磨磨蹭蹭，便直接一把将他拽了过来，然后扔到床上。呀！林清玄惊呼一声，倒在床上，然后下意识双手抱胸，闭紧双眼，连眉毛都在颤抖。你确定你只有子府境中期的修为对吧？林清玄被这莫名其妙的询问问了一愣，眨着明亮的大眼睛，呆呆的回应：啊，是的。好，我只是再跟你确认一下，毕竟我已经归境中期了，我怕我待会儿把握不好分寸。把握什么分寸？你待会儿就知道了，来放松。修炼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这一点陆毅深有体会。不知不觉间，太阳都已经下山了。当清冷的月光透过寝宫的窗纱洒落在床上时，林清玄正蜷缩在床头，双臂抱膝，目光有些呆滞。月光照耀在他的白皙的肩膀上，透出淡淡的粉红色光泽，给本就白皙的皮肤蒙上了一层诱人的光晕。林清玄此刻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令人心痛的破碎感，而此刻身为罪魁祸首的陆毅正若无其事地整理着刚穿好的衣衫。随后他扭头对着林清玄说道：你走吧，我会放你哥哥一马，不过我不希望有下一次。叮，检测到宿主已完成全部选项，进入强制结算阶段，奖励已发放，随时可领取。满足了。幸亏自己心眼多，不然还真就差点着了系统的道。而听到陆毅放过他哥哥的话后，林清玄一时竟不知自己到底是该高兴还是伤感，他只能勉强撑起身子，颤巍巍地穿好衣服，然后默默地朝着门外走去。等等！林清玄离去的身影被叫住了，然后有些僵硬地转过身来。只是还没等他完全转过来，陆毅的身影便直接闪到他面前，吓了他一跳。你要干？陆毅没有等他问出问题，就直接将一颗丹药塞到了他的嘴里。丹药入口即化，等林清玄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化作一缕清流顺着喉咙流下去。林清玄急忙捂住嘴，焦急地询问道：你给我吃了什么？疗伤丹药罢了，何必如此大惊小怪？疗伤丹药？听到陆毅的解释之后，林清玄急忙内视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果然有一道充满生机的药力正迅速流过全身，慢慢渗透着他的肌肉，缓解着修炼带来的疲劳。林清玄的谢谢还没有说完，就被陆毅抬手制止。毕竟你这问题也是我导致的，姑且算是将功补过吧。这里还有一颗补充气血的丹药，你拿回去，等刚才那一枚丹药的药力散了再服下，可以避免气血亏空。陆毅一边说着，一边将一颗通体赤红的丹药塞到他手中。林清玄看了看手中这颗温热的丹药，下意识又想道谢，但是顿了一下之后，便只是咬着嘴唇对着陆毅点了点头。随后他便匆匆地离开了圣子殿。看着他匆忙离开的背影，陆毅眯着眼睛，嘴角勾起一抹阴谋得逞的微笑，嘴里喃喃自语道：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哦。通过昨天的深入交流，陆毅已经摸清了林清玄的体质是传说中的清灵之体，这种体质内心澄澈，男生心魔，天生拥有极高的灵气亲和力，修炼起来进步神速。同时清灵之体还有许多神奇的妙用，其中一点便是可以让在其附近修炼之人神清气爽，不易滋生心魔，距离越近效果越明显。这一点陆毅已经深有体会，毕竟已经负距离接触过了，效果很棒，润得很。而另一点便是可以抵抗不洁之物，对丹毒、诅咒、瘴气等都具有极强的抗性。这第二点便是陆毅此番计划的关键。林清玄临走之前，陆毅色给他的那枚丹药叫天火龙血丹，这自然不是什么毒药，而是实打实的补充气血的顶级丹药，只不过有那么一丢丢的副作用。副作用便是这枚丹药会在补充服用者气血的同时，导致服用者短时间内心情烦躁，极易动怒。这对于拥有清灵之体的林清玄来说，自然是等同于没有副作用。但是对于他那个所谓的哥哥林天来说，可就很不一般了。从之前的只言片语中，陆毅便已经确认，这个林天是个热血主角。他之前的行为，说好听点那是不畏强权，说难听点那就是不长脑子。对于这种一点就炸的主角来说，这个副作用就可谓是火上浇油了。为了确保林天能吃到这枚丹药，陆毅早已派灵儿去放林天出去，同时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说曹操，曹操就到。陆毅刚想完灵儿，灵儿的倩影便直接来到他的身前。
启禀主人，林天已经放回去了。不出主人所料，这林天确实十分抗揍。以他区区灵海境后期的修为，在凶兽园中竟然游刃有余，甚至还打伤了几只稀有凶兽，差点就击杀了。我便让看管凶兽园的弟子们以此为借口，打断了他一臂一腿，想必短时间内应该难以恢复。灵儿恭敬地向陆毅禀报着，同时眼睛的余光瞥见陆毅身后有些凌乱的床铺，他的心中感到十分不爽，早知道就再断那个林天二臂了，实在是便宜他了。做得不错，辛苦了，时间也不早了，去准备一下，伺候我沐浴吧。是。听到主人的命令，灵儿的声音都有些兴奋了，拱手应了一声之后，便离开寝宫，着手准备去了。林清玄离开圣子殿之后，神情还是有些恍惚，他晃晃悠悠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又低头看了看手里那枚散发着温热气息的丹药，心里可谓五味杂陈。清玄，就当他还有些迷茫时，一道充满疲惫感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这道声音他再熟悉不过，是哥哥的声音。随后他惊喜地转过身去，哥，你回。他转过身，看到自己哥哥的惨状，来了二字硬是堵在嘴边，没有说出口。只见此刻的林天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布满灰尘和血迹，整个人一瘸一拐地朝着林清玄的方向挪过来，一条胳膊也无力地耷拉着。看到林天如此惨状，林清玄急忙上前搀扶住他，然后焦急地询问道：哥，你没事吧？你怎么伤得那么重啊？林天看着自己妹妹那仿佛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急忙安慰道：没事，就凭那些凶兽还伤不到我。随后林天仿佛想到了令他气愤的事情，咬牙切齿地说道：本来我还能猎杀其中几头稀有凶兽，结果忽然有人趁我身上有伤出手阻止我，嘴上还说着什么稀有凶兽是保护动物不可猎杀，然后二话不说就出手打伤了我，太可恨了，可害害。林天嘴上一边抱怨着，一边因为气血攻心而咳出一口鲜血。好了，哥，别说话了，我先扶你进屋休息吧。随后林清玄便将林天扶到了他的房间里，然后将林天放倒在床上，刚放下林天便昏了过去。随后林清玄便探查起林天的伤势很严重，断了一臂一腿，气血空虚的厉害，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可能会留下后遗症。随后林清玄想起了陆毅给他的那枚丹药，根据陆毅的说法，那是枚补充气血的丹药。随后他便取出了丹药，毫不犹豫地塞入了林天的口中。丹药入口即化，很快林天的身上便泛起了淡淡的红色光晕，他紧皱的眉头也舒缓了一点。稍等了一会儿，林清玄又探查了一下，发现林天的身体确实已经开始有了好转的倾向。随后他松了一口气，悄悄退出房间，关上了门，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一回到自己的房间，林清玄整个人便像泄气了一样，今天一天实在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可把他给累坏了。他直接栽倒在床上，沉沉的睡去了。第二天日上三竿，林清玄从床上起来，伸了个懒腰。虽说有陆毅丹药的缓解，但是他还是感觉腰有点酸，身体有点虚。而就在他垂着腰缓解酸软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了剧烈的敲门声。他急忙起身去开门，门外是一名外门弟子，见林清玄开了门，他急忙禀报道：林清传，不好了，您哥哥他又出事了。什么？哥哥他又出事了？听到这名弟子的话，林清玄有些懵，哥哥昨天不还重伤在床吗？今天怎么又出事了？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随后那名弟子便告诉林清玄，林天今天一早就跑到凶兽园的管理处，跟几名弟子发生了口角，然后双方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林天打伤了其中几人，之后便被执法殿带走。结果林天到了执法殿还不断口出狂言，甚至还对执法殿执法长老口吐芬芳。之后林天便被制裁了，被执法长老亲手关进了幽冥水牢。什么？幽冥水牢？林清玄心中一凉，幽冥水牢可是太初圣地关押重刑犯的地方，相传其中幽冥寒气纵横，食人身魂，一般灵海境弟子关进去，甚至都扛不过一天就会灵海受损。他想不明白，明明昨天还奄奄一息的哥哥，怎么自己只是睡了一觉的功夫，就又闯出了大祸？原来今天一早服用了丹药之后的林天，很快便恢复了过来。毕竟身为天命之子，本身恢复能力就杠杠的，再加上丹药辅助，想不恢复都难。随后林天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想起了那几名看管凶兽园的弟子的所作所为，他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那几名弟子是故意找茬。想着想着，他就感觉心中莫名烦躁起来，然后便决定去找那几名弟子好好理论理论。之后便发生了林清玄从传讯弟子口中得知的事情。可是没有时间给他多想，他急忙让那名弟子带自己去执法殿，还是要先把哥哥救出来要紧。可是等他到了执法殿，向执法长老求情了许久，也无济于事。别说你只是一个亲传，就算是你师父，也要让我3分，别以为有几分天赋就了不起了，真当自己是圣女了吗？本就性情有些怯懦的林清玄被执法长老好一番训斥，差点没哭出来。
不过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了长老话中的重点，听长老话中的意思，圣女来求情或许有办法。可圣女此时正外出历练，他虽然与圣女关系甚好，却也不知道她究竟身在何处。而哥哥的情况拖延不得，他本就身上有伤，又被关在幽冥水牢，晚一分救出来就多一分危险。圣女不知去向，那剩下的就只能是……林清玄咬了咬牙，没有继续求情，转身便朝着圣子殿的方向飞去。目前除了去找圣子帮忙，似乎也没有别的方法了。只是自己昨天才刚找过圣子，今天接着就去第二趟，他也有些不确定圣子愿不愿意帮忙。就当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圣子殿外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满面红光刚从殿内出来的灵儿。林清玄心下一喜，看来圣子应该没有离开。随后他便焦急地向灵儿请求道：“灵儿姑娘，劳烦您通告一声，我有事要请求圣子大人帮忙。”本来心满意足美滋滋的灵儿见到昨天的那个女人竟然又来了，她的心里多少有些吃味，便直接垮下脸来询问道：“你怎么又来了？你哥哥不是已经被放走了吗？你还来干什么？”林清玄一时被他问得说不出话来，总不能告诉他自己哥哥又被抓住了吧。灵儿，莫要为难他，让他进来吧。就在林清玄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圣子殿内传来了陆毅的声音。灵儿努了努嘴，虽然心里有些不情愿，但主人都下令了，自己也不好继续刁难。同时听到陆毅让他进去的声音后，林清玄的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可是随着他跟随灵儿一同来到大殿之中，他又紧张了起来，自己该怎么开口呢？林姑娘，你怎么又来了？难道说昨天我手下的人并没有放了你哥哥？林清玄听着陆毅冰冷的询问，急忙摇了摇头：“不，他们放了我哥哥，只是……”林清玄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具体发生了什么，最后他只好咬了咬牙，将林天今早所做的事和盘托出。陆毅其实一早便知道了林天又被抓起来这件事，也一直在等着林清玄来找自己，但是他表面上还是表现出一副疑惑的样子，向林清玄询问道：“这貌似跟我没什么关系吧？林姑娘来找我是几个意思？”林清玄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与陆毅无关，自己也是病急乱投医，只好硬着头皮请求道：“我想请圣子您帮我救出我哥哥。”大殿中的空气仿佛也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而凝固起来，安静的让林清玄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嗤！陆毅发出一声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的嗤笑，打破了寂静。这声嗤笑令本就心跳加快的林清玄满脸通红，就差头顶冒烟了。林姑娘莫不是将我这圣子殿当成了善堂，还是说你觉得经过昨天的事情之后，咱们的关系就很亲密了？林清玄自然知道昨天的事是指什么，也明白自己的请求有些无理，可是他这确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没有，我只是……林清玄窘迫地低下了头，说话的声音也慢慢变小，最后变得细不可闻。看着他这副窘迫模样，陆毅知道火候差不多了，该大火收支了。让我救你哥哥也可以，只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听到事情有转机之后，林清玄没等陆毅的话说完，便直接惊喜地追问道。看着他这副急不可耐的样子，陆毅笑眯眯地对他伸出了3根手指，然后轻飘飘地说道：“3天，如何？”3……林清玄自然明白陆毅是什么意思，不过3天实在是有点。昨天那还只是半天的功夫，自己的腰就酸到了现在，这还是有丹药恢复的情况下，如果连这3天怕不是。不过最终对哥哥的担心还是战胜了恐惧，他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可以，不过要先把我哥哥救出来才行。林清玄害怕，如果真等3天之后再救出哥哥，恐怕就为时已晚了。毕竟幽冥水牢可不是闹着玩的，先救人那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得家中要这个数才行。然后陆毅默默伸出了5根手指。可以，不过能不能分开算？林清玄也认命了，不过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小请求，毕竟一口气5天，人是真的会废掉的。分期付款吗？当然可以，不过那得再加2天才行。陆毅可不会放过任何加码的机会，能多1天是1天，毕竟日久生情嘛。好，我答应你。那现在可以去救我哥哥了吗？林清玄咬了咬牙，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而陆毅自然也是爽快的同意了。当然没问题，你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带路吧，本圣子亲自陪你去一趟。执法殿外，长老与弟子们见到圣子陆毅亲临，纷纷躬身行礼，神态恭敬。陆毅则是神态淡然，对众人的反应视若无睹，径直向殿内走去。林清玄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心情复杂无比。不久前他还在这里被执法长老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顿，而现在跟着陆毅，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前后境遇上的巨大落差让他感到一阵恍惚，也更深刻地体会到陆毅在圣地中的地位。两人一前一后进入大殿，那位之前对林清玄态度强硬的执法长老立刻迎了上来，满脸堆着笑容，态度十分恭敬。不知圣子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还望恕罪。陆毅并未理会他，只是停下脚步，目光平静地看向前方，仿佛压根没看到执法长老一般。他没有说多余的话，但恰恰是这份沉默，让大殿内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执法长老的额头渗出细微的汗珠，圣子不开口，他也不敢随意揣测，只能躬身等候。沉默了许久，陆毅才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喜怒。林天冲撞执法殿，辱骂长老，按规矩当如何处置？执法长老心中一凛，连忙回答道：按圣地门规，当关押幽冥水牢10日，以儆效尤。陆毅听到此话后，平淡地回应道：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长老今日不妨给我一个面子，放他一马，如何？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意味。执法长老脸上露出为难之色，同时也瞪了一眼陆毅身旁低着头的林清玄，随后有些为难地说道：圣子殿下，这恐怕不合规矩啊。林天冲撞执法殿，又当众辱骂我，若是就这么轻易放了，实在有损我执法殿威严啊。陆毅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眼神却变得冰冷了起来。所以你的意思是，我的面子还不够大咯？不，在下绝无此意。执法长老被陆毅的眼神看得心头发毛，连忙摆手说道：圣子殿下的面子自然比天还大，只是也罢，既然圣子您亲自开口，在下自当遵从，我这就派人带您去提人。执法长老的妥协顺理成章，仿佛真的是迫于陆毅的权势才做出的无奈之举。他随即转身，亲自派人在前方引路，领着陆毅和林清玄朝关押林天的地牢的方向走去。地牢的入口略显阴森，透着一股潮湿与腐朽的气息。随着不断深入，光线也越来越暗，配合石壁上火把忽明忽暗的火光，显得十分诡异。林清玄跟在陆毅身后，只觉得地牢中的寒气仿佛能侵入骨髓，饶是他拥有轻灵之体，也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但是他心中却稍微安定了下来，早点将哥哥救出来果然是对的。就在陆毅和林清玄的身影消失在地牢入口的拐角处之后，一道火辣窈窕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执法长老的身旁。表现不错，灵儿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执法长老闻声转过身，刚才脸上那副为难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脸谄媚和恭敬。他对着灵儿躬身道：灵儿姑娘谬赞了，都是遵照圣子的吩咐办事，不知圣子对我的表现可还满意？主人很满意。灵儿点了点头，淡淡说道：你之前申请调往丹堂任副堂主一事，圣子已经吩咐下去了，老老实实等候调令即可。听到这个消息，执法长老顿时喜上眉梢，激动地拱手说道：多谢圣子栽培，多谢圣子栽培，以后但凡有任何差遣，在下定当万死不辞。原来从一开始，执法长老对林清玄的刁难和暗示全都是陆毅授意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他逼到走投无路，然后一点点引导到自己的面前。地牢最深处便是幽冥水牢，这里寒气刺骨，黑色的池水中不断冒出一缕缕幽冥之气，侵蚀着其中犯人的肉体与神魂。林天此刻正被链条禁锢在水牢中央一方小小的石台上，承受着幽冥之气的侵蚀。他身上昨日的伤势因为之前丹药的缘故已经恢复，但此刻的脸色却仍白得吓人。当他看到林清玄的身影出现在牢门外时，眼中顿时爆发出惊喜的光芒。清玄，你怎么来了？他挣扎着站起身，激动地看着自己的妹妹。然而当他看到紧随他一旁的陆毅时，那份喜悦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怒火。不知为何，自从来到圣地，林天便对陆毅没什么好感，甚至是有些厌恶。他之前会在陆毅的追随者面前出言不逊，也是出于对陆毅的厌恶，而这几天的悲惨遭遇也被他统统算到了陆毅的头上。长久以来积攒的怨念又被体内尚未消散的药力催化，让他恍惚间有些失去了理智。陆毅，林天双目赤红，死死地瞪着陆毅，咬牙切齿地低吼道：都是因为你，你来这里做什么？是特地来嘲讽我的吗？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地牢中回响，充满了怒气与恨意。面对林天的怒骂，陆毅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诧异，仿佛完全不明白对方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敌意。他甚至没有多看林天一眼，只是微微偏过头，用一种困惑又无辜的语气对着林清玄说道：你哥哥好像对我成见很深啊。这句轻飘飘的话却像一根针刺进了林清玄心里，他看着哥哥愤怒到扭曲的脸，又感受到身旁陆毅那玩味的目光，一时间让他不知该如何应对。陆毅欣赏着林清玄窘迫的表情，随即向后退了一步，彬彬有礼地笑了笑：碰巧路过而已，我就不打扰你们兄妹俩团聚了，稍后禁制便会解开，你们自行离开便是。他说完便转过身去，作势要离开。林清玄心中一紧，下意识地想要开口帮哥哥解释些什么，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陆毅走到地牢的拐角处，脚步忽然停了下来。
他微微侧过脸，用只有林清玄能听到的音量留下了一句：“别忘了我们之间的交易，我可不希望等太久，否则可是要收利息的哦。”话音刚落下，陆毅便再不多留，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来时的甬道中。地牢里只剩下刺骨的幽冥寒气，以及愣在原地身体略显僵硬的林清玄。他看了看禁制被解开后依旧对着陆毅离开方向怒目而视的哥哥，心中一片茫然。他不明白哥哥为什么对圣子有那么大的敌意。陆毅离开执法殿之后，便带着灵儿一同回到了圣子殿。落地之后，他没有理会沿途侍女们的行礼，径直穿过大殿，来到了净室之中。净室之中十分空旷，只有辅助修炼的阵法散发着淡淡的各色光芒。他来到净室中央坐下，准备领取之前的奖励。昨夜在灵泉中光顾着与灵儿玩闹了，竟把系统奖励这档子是给忘了。他随即静下心神，内视了一下自己意识中的系统空间，看着其中闪烁着不同光芒的3个待领取奖励，陆毅的心情颇为不错。看来以后还得好好探索一下系统的正确用法才行。随后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启动了净室中布置的能够隔绝气息的阵法。虽说在圣地内没人敢随意窥探他的寝宫，但小心一些总归是没有错的。做完准备工作，他首先选择了其中一个奖励：体质进阶星辰体、星辰仙体。随着他心念一动，一股难以言喻的玄妙力量从他血脉的最深处蔓延出来。这股力量仿佛来自遥远的星空，带着古老而磅礴的气息，开始迅速地改造他经脉与肉体。他原有的星辰体在这股力量的冲刷下开始发生质的蜕变，皮肤表面浮现出淡淡的星光，整个人仿佛被一层薄薄的星辉笼罩着，神圣而又深邃。不知过了多久，这股力量逐渐平息下来，尽数融入到他的血脉之中。陆毅缓缓睁开双眼，一道璀璨的星芒在他瞳孔深处一闪而逝。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与天地间灵气的亲和度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尤其是对于9天之上的星辰之力，更是有了愈发清晰的感知力。现在即便他不去主动修炼，星辰仙体也会自发地吸收周围的灵气与星辰之力，源源不断地增强他的修为。这就是仙体吗？果然不同凡响。陆毅满意的微微一笑，接着领取了第2个奖励：星辰仙诀天阶可成长。随后便是一股庞大的信息流涌入他的脑海，正是这门功法的修炼法门。陆毅目前修炼的功法是太初老祖传给他的圣阶功法，品阶上要比这门天阶的星辰仙诀要高，但陆毅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便决定转修。原因无他，只因这星辰仙诀与他的体质乃是绝配，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拥有可成长的属性。这意味着随着他之后领取系统奖励，这门功法的品阶也会随之提升。可成长的功法，未来的潜力远非圣阶功法可比。随即他便开始按照星辰仙诀的路线修改体内灵力的运行路线，整个转修过程顺畅的不可思议，体内的灵力仿佛找到了最契合的河道，几乎没有任何阻滞和损耗。陆毅轻松的便完成了新旧功法运行路线的转换。原本因为转修功法可能会带来的修为波动，在体质与功法的调和下也被完全抚平。当他完成最后一个周天的运转时，转修已然大功告成。他伸出手，一缕闪烁着星辉的灵力在指尖跳动，比之前更加凝实与灵动。最后他将目光投向了第3个奖励：神通斗转星移。神通并非特定类型的招式，而是一种特殊的能力。神通本身也没有品阶，它的威能会随着使用者修为的增强而不断提升。而斗转星移这一门神通是一门攻防兼备的神通，它可以在陆毅遭受攻击时，将一部分伤害通过星辰之力牵引，转移到其他地方或者人的身上。将3个奖励全部查收完毕，感受着体内脱胎换骨般的力量，陆毅嘴角的笑意更浓，一切都在朝着对他更有利的方向发展。随后他便继续投入到修炼之中，熟悉着新体质、新功法与新神通。就当陆毅还沉浸于修炼中时，林清玄搀扶着林天步履蹒跚地回到了外门弟子的住所。刚一进屋，林清玄便赶紧将林天扶到床上，让他好好休息。林天则是挣开了妹妹的搀扶，硬挺着坐正身子，然后得意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清玄，你放心，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脸上带着一丝炫耀的神色，对妹妹说道：我这可是蛮荒圣体，恢复能力强悍无比，这幽冥之气奈何不了我。你信不信，再给我1夜时间，我便能像昨晚一样完全恢复。林天将自己昨晚伤势能迅速恢复，完全归功于自己体质的恢复能力，但是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圣体强是强，却需要海量的资源才能发挥作用。林清玄看着哥哥那盲目自信的样子，嘴唇动了动，很想告诉他真相，想告诉他若不是陆毅给他的那枚丹药，他现在恐怕连下床都困难。可话到了嘴边，他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一想到哥哥之前看陆毅那充满仇恨的眼神，
再想到自己为了救他而付出的代价，他就更是无法将真相说出口。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那枚丹药的来历，更不知道如果哥哥知晓了真相，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自己。最终，他只能将所有的苦涩和委屈都自己吞下，只是低声嘱咐道：“哥，你就伤刚好又添新伤，还是要好好休息，别再出去惹事了。”林天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放心，我心里有数。再说了，他们不惹我，我会招惹他们吗？”林清玄沉默了片刻，对他的话不置可否。随后，他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深吸一口气，对林天说道：“哥，我最近有点事，未来几天可能没办法过来照顾你了。”有事？林天有些疑惑地追问道：“什么事这么要紧？”林清玄的双手被在身后悄然握紧，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掌心，但仍努力地挤出一个略显凄惨的微笑，用尽可能平稳的语气说道：“是师尊，师尊要对我进行单独的修炼指导，可能要持续几天。审核长老要单独指导你，那可是好事啊。”林天闻言，脸上瞬间露出喜色，完全没有察觉到妹妹笑容里的惨淡和痛苦。“那你快去吧，千万别耽搁了，一定要好好修炼。还有，记得离那个姓陆的远一点，我看他不像什么好人。”林清玄只是低低的应了一声，再也不敢多看林天一眼，便匆匆转身离开了房间。他怕自己再多待一秒，眼中的泪水就会控制不住的流下来。他要去履行之前与陆毅的交易，毕竟早一日还清欠债，自己才能早一日解脱。然而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现在已经是一只落入蛛网的蝴蝶，越是想要挣脱，就只会越陷越深。圣子殿深处的静室内，陆毅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结束了此次修炼。经过这番巩固，他已经将新获得的力量彻底融会贯通。星辰仙体带来的磅礴生机与灵气亲和力，让他举手投足间都仿佛引动着淡淡星辉。体内的灵力在星辰仙诀的运转下，如奔流江海，雄浑而顺畅。而斗转星移神通的玄奥法门，也已深深烙印在他的神魂之中。实力的大幅增长，让他感觉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果然变强才是根本。随后他忽然心血来潮，想学着曾经看过的那些小说主角一样，在心中默念一句系统面板，看看自己如今的具体数据。然而无论他如何尝试召唤，脑海中都没有任何反应，更别提什么只有自己能看到的属性面板了。有点奇怪。陆毅略感疑惑，一般来说系统都会配套有属性面板，方便作者水字数，这个系统竟然没有面板。不过很快他便将这点小事抛之脑后，有没有面板都无所谓，只要力量是真实握在自己手中的，那便足够了。他随手撤去了净室的阵法，推门而出，正准备动身去找林清玄收债，谁知刚一出门，就看到灵儿正候在门外。“主人，您出关了。”灵儿见到陆毅，立刻恭敬地躬身行礼。陆毅点了点头，随口问道：“你在此等候是有什么事吗？”“回禀主人，那位林姑娘来了，正在殿外等候。”听到这话，陆毅的眉毛微微一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哦，没想到还挺自觉的嘛。”他对林清玄的这份守时感到颇为满意，不愧是天命女主，诚实守信这一块拿捏得死死的。他略作思忖，随即对灵儿吩咐道：“让她进来吧，你带她去偏殿，好好打扮打扮，来都来了，不得换身衣服。”然后他顿了顿，他又补充道：“等她换好衣服，直接带到灵泉那边去，我要先去泡个澡，放松一下筋骨。”灵儿听到主人要让那个女人去灵泉伺候，心中顿时涌上一股酸意，那本该是属于自己的活，现在竟然被他给抢了。他不甘心地咬了咬下唇，心中暗骂了林清玄几句，但脸上却不敢有丝毫表露，依旧恭敬地领命道：“遵命，主人。”灵儿带着林清玄绕过主殿，来到了一间位置略显偏僻的偏殿前。“主人吩咐让你进去挑选一套衣服换上。”灵儿的语气有些生硬，他指了指殿门，便不再多言。林清玄心中忐忑，但他又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只能顺从地推开了殿门。然而当他看清殿内的景象时，整个人都惊呆了。这间偏殿之内竟然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服装，而这些服装的款式只能用奇异二字来形容，可谓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他们无一例外，布料都用得极少，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压根就算不上衣服。薄如蝉翼的轻纱，仅能遮住关键部位的皮甲，还有各种设计大胆、造型怪异的裙装，让林清玄看得面红耳赤，心跳加速。这间偏殿可是陆毅特地留出来的试衣间，里面的衣服都是他按照记忆中的款式令人专门裁制的。饶是灵儿，他当初刚见识到的时候，也是被这来自异世的服装文化狠狠冲击了一番。更不用说本就性格内像林清玄了，他这次可是狠狠开了眼了。他红着脸，在这一屋子的奇装异服中艰难地搜寻着，试图寻找一件布料最多、
看起来最正常的衣服。许久之后，他的目光才锁定在了一套挂在角落里的黑白相间的套装上。这套衣服有一条黑白配色的短裙，一件白色的材质丝滑的过膝长袜，还有一些配套的头饰、颈饰、腿饰组成，可以说十分复杂。但相较于其他那些过分暴露的服装，这套看起来已经是他能找到的最为保守的一件了。他深吸一口气，取下这套衣服，手脚僵硬地换上，因为不熟悉穿戴方法，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勉强换好。当他从偏店走出来时，在外等候的灵儿瞥了他一眼，看到他身上那套黑白相间的衣服，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可真会挑啊，这套可是被主人称之为女仆装的衣服。灵儿心中暗道，以为这套布料多就是好事了，殊不知这套衣服穿在身上，配合上那白色的过膝袜，等会儿他可有苦头要吃喽。不过他并未点破，只是冷冷地说道：换好了，那便跟我来吧。随后他便领着林清玄一路来到了灵泉。灵泉位于圣子殿后山，乃是一处灵气汇聚之地，泉水终年温热，蕴含灵气，雾气缭绕，如同仙境。来到灵泉外，灵儿停下了脚步，随后对着林清玄有些颐指气使地说道：主人就在里面，你自己进去好好伺候吧。说完，他便冷哼一声，扭头径直离开了，将满心羞涩与不安的林清玄独自留在了原地。林清玄看着前方朦胧的雾气，攥紧了拳头，做了好一番心理建设，才迈开小碎步。他一边走一边用手须压着不断晃动的裙摆，羞涩地走进了那片雾气缭绕的区域。透过朦胧的水汽，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了正靠在池边闭目养神的陆毅。那宽阔的后背，流畅的肌肉线条，让他不敢多看，连忙低下头。他慢吞吞地走到距池边还有一定距离的位置，用细若蚊呐的声音打了声招呼：圣子殿下，我来了。陆毅闻声缓缓转过头来，当他看到林清玄此刻的装束时，眼中闪过一抹赞许之色。黑白分明的衣饰将他青涩而窈窕的身形勾勒得恰到好处，配上他那副紧张羞窘的表情和虚压裙摆的动作，可以说别有一番风味。陆毅不由感叹，来到这个世界那么久，自己终于又吃上好的了。他的目光在林清玄身上停留了片刻，随即淡淡的开口道：不错，这身衣服挺适合你的，那现在就开始吧。听到陆毅的命令，林清玄身体一颤，他自然明白要开始干什么。随后他涨红着脸，咬紧下唇，小心翼翼地在靠近池边慢慢地蹲了下来。第二天正午，林清玄在一片温暖中悠悠醒来，感受着身下柔软的床铺，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丝淡淡的暧昧气息。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一时间有些茫然失神。随后他下意识地转过身去，就看到陆毅正半躺在他的身侧，他单手支着头，带着有些不怀好意的微笑，静静地看着他。被他这么一看，林清玄整个人都清醒了，昨夜的记忆也如潮水般苏醒过来。从灵泉边刚开始笨拙小心的伺候，到被陆毅突然拽入灵泉之中，再到后来在灵泉中那令人面红耳赤的纠缠，以及到了最后自己是如何在疲惫中失去意识，一幕幕羞耻的画面在脑海中闪回，让林清玄的脸颊瞬间变得滚烫。他惊呼一声，猛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来躲避陆毅的目光。与此同时，他下意识便想起身抓起被子将自己蒙住，然而身体深处传来的酸软与无力感却让手臂完全不听使唤，拼尽全力也仅仅只是勉强撑起了半个身子。下一刻，手臂一软，整个人便不受控制地向前倒去，正好趴在了陆毅坚实而温热的胸膛之上。他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陆毅那平稳而有力的心跳声。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林清玄的身体瞬间僵住，他红着脸缓缓抬起头，正好与陆毅那带着笑意的目光对上。陆毅用带着调侃的语气开口道：刚醒过来就这么急不可耐地靠过来，看来昨晚还是不够尽兴，要不要我们继续？不要了。林清玄被他的话吓得魂飞魄散，也顾不上身体的酸软，奋力地摇着头，眼神中带着一丝哀求：我不行了，真的不行了。看到他这副被吓坏了的小动物模样，陆毅轻笑一声，伸出手安抚性地摸了摸他的头：好了，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他的动作出乎意料的温柔，让林清玄紧张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然而还没等他完全放松下来，陆毅却突然话锋一转，他收敛了笑容，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困惑，故作不解地询问道：说起来我有些好奇，我之前明明给了你一枚补充气血的顶级丹药，按理说你的身体不该如此虚弱才对啊，为何昨晚会气血不足，竟还直接晕过去了？听到他的询问，林清玄的心猛地一跳，眼神也开始躲闪起来。在陆毅的追问下，他最终还是支支吾吾地道出了原委：我把那枚丹药给了我哥哥，给了林天。
陆毅佯装微怒地挑了挑眉，但很快又像是想到了什么，貌似随意地问道：说起来，你们二人真是亲兄妹吗？为何无论是脾气性格，还是天赋根骨，都相差如此之大？我们是亲兄妹。林清玄毫不犹豫地点头确认。陆毅看着他肯定的样子，心中却冷笑一声，那肯定就不是亲兄妹了。根据他看小说的经验，这绝对是伪兄妹的经典套路。一个是天赋异禀、身怀特殊体质的妹妹，另一个是天赋平平、大器晚成的所谓哥哥。这种组合十有八九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一般都是前中期兄妹之情慢慢变质，因为血缘的原因而陷入挣扎，到了必要时再揭开真相，然后情感爆发，最后收入后宫。幸亏自己插手的早，现在这两人还只是单纯的兄妹情，若是再晚一些，等他们的感情发酵变质，那可就麻烦了。那现在可得好好趁热打铁，给他们之间的关系松松土才行。既然是亲兄妹，那为何他的修为如此低下？陆毅继续追问道。林清玄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轻声说出了原因。因为哥哥他是蛮荒圣体。蛮荒圣体？陆毅闻言瞬间就明白了。所谓圣体，肉身强大无比，同阶无敌，诸般好处数不胜数，但却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圣体的成长是个不折不扣的资源无底洞。每一次突破所需要的资源都是同阶修士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饶是在上界一般的宗门也很难培养出成熟的圣体，更不用说在太初圣地这种下界宗门。宗门根本不可能倾斜资源去培养这样一个前途未卜的无底洞。身为圣体还是外门弟子，竟然都能修炼到灵海界。陆毅对此表示疑惑。应该是你把自己的修炼资源分给他了，对吧？陆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林清玄的身体微微一颤，眼神有些闪躲，但还是点了点头，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本以为陆毅会像其他人一样嘲笑他哥哥是个累赘，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陆毅并没有。他只是伸出手，再次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然后用一种充满了怜惜与心疼的语气轻声说道：你呀，也应该多为自己想一想才对。这句话如同一股暖流，毫无征兆地击中了林清玄心中最柔软、最无人触碰过的地方。这一刻，他呆呆地看着陆毅那温柔的眼神，心中莫名地产生了一丝奇异的悸动。看着他有些失神的模样，陆毅知道自己的话起作用了。他没有停下，而是继续用那温和的语气循循善诱地问道：你把自己的修炼资源分给他有多久了？林清玄下意识地回答：从我们一起拜入圣地开始，就一直如此。一直如此。陆毅轻声重复着，仿佛在为他感到惋惜。那你自己的修炼呢？若非如此，以你的天赋，恐怕早已突破紫府境，达到洞天境了吧？哥哥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帮他是应该的。林清玄的声音低了下去，话语中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底气不足。我并非在指责你不该帮他。陆毅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我只是觉得你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蛮荒圣体在下界就是一个无底洞，你给他的那点资源对他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除了拖慢你自己的脚步，对他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甚至时间久了，你的牺牲在他看来都会变成理所当然的。陆毅的话语不带任何攻击性，却字字诛心。他无法反驳，因为事实的确如此。哥哥刚开始还会感谢他的资源，越到后来就越是变得有些理所当然。看着他脸色渐渐变得苍白，陆毅知道火候差不多了。林天心性冲动，有勇无谋，如今他又得罪了执法殿，日后在宗门内得到的资源只会更少，实力无法寸进。以他的性格，只会将这份挫败感归咎于他人，变得更加偏激易怒。陆毅走到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依旧趴在床上的林清玄，声音里最后一丝温度也消失了。一个实力停滞不前，却又总以为自己天下无敌的惹祸精，你猜他下一次会闯出什么样的祸事？是打伤了某位长老的后人，还是触犯了更严厉的门规？林清玄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陆毅描述的未来他不敢去想象。而到了那个时候，你又能如何？陆毅的声音仿佛恶魔的低语在他耳边响起，你依旧会为了救他而奔走，可是你还剩下什么可以付出的代价？这最后一句话让林清玄如坠冰窟。看着林清玄没有回应，陆毅知道他成功了。成功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一颗名为不值的种子。这颗种子不久便会生根发芽，动摇他与林天之间那看似牢不可破的亲情。好了，你好好休息吧，如果在这里睡不着，也可以回自己住处去，等你恢复好了咱们再继续。陆毅扔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开了寝宫，留林清玄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圣子寝宫内，林清玄独自一人躺在那张宽大的床上，房间里很安静，只剩下他平缓的呼吸声。他侧着身，将脸埋在柔软的被褥里，
鼻尖萦绕着一股淡淡的属于陆毅的气息。这气息曾让他感到恐惧和屈辱，但此刻却莫名的让他纷乱的心绪平复下来，甚至感到了一丝安心。陆毅离开前的话语如同魔咒一般在他脑海中不断回响。你啊，也应该多为自己想一想才对。时间久了，你的牺牲在他看来都会变成理所当然的。你还剩下什么可以付出的代价？这些话像一根根尖刺扎进了他心中。一直以来，他都将为哥哥付出视为天经地义，从未想过值不值得。可陆毅的话却让他开始直面这个问题。他抱着被子，身体蜷缩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的付出产生了动摇。与林清玄的挣扎不同，圣子殿的主殿中，陆毅正惬意地靠在主座上，享受着身后灵儿力道适中的按摩。那个凌天现在情况如何？陆毅闭着眼睛随口问道。灵儿一边为主人的肩膀揉捏，一边恭敬地回答：回主人，根据眼线的回报，凌天昨晚休息了一夜，一早就又跑去演武场了。哦。陆毅睁开眼，略感诧异。他的伤势这么快就好了？灵儿思索一番后回答道：似乎并未痊愈，但他似乎仗着自己肉身强悍，今天一早就去了演武场，正在远打擂台，似乎是想通过擂台来获取修炼资源。陆毅闻言不禁轻笑一声，不愧是蛮荒圣体，果然皮糙肉厚。不过想通过打擂台来积累声望和资源，身为天命之子，想法倒是很正统，只可惜自己怎么能让他顺心如意呢？陆毅心中一个念头闪过，随即坐直了身体。走吧，我们也去凑个热闹。他站起身，眼中闪过一丝冷意，心中想到，也顺道去给他制造一点麻烦。太初圣地的演武场一向热闹非凡，数个巨大的青石擂台之上，总有弟子在切磋斗法，台下也总是围满了观战的弟子，呼喝声此起彼伏。演武场是供圣地弟子们切磋武艺的地方，但是单纯的切磋斗法多少有些乏味，于是弟子们便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那便是用修炼资源作为赌注。圣地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修仙界本就弱肉强食。当陆毅的身影出现在演武场时，看台区域的喧嚣声却为之一滞，所有看到他的弟子都立刻停下了手中的事，纷纷躬身行礼，参见圣子殿下。一众弟子得问候声响起，陆毅对此早就见惯不惊，不必多礼，继续吧。陆毅随意地挥了挥手，示意众人不必在意自己。与此同时，他的目光早已越过人群，精准地锁定在了最中央的一座擂台之上。擂台中央，凌天刚刚一拳将一名同阶对手轰下台去，他的面色上有一抹苍白，显然伤势并未完全恢复，但是他浑身的气血却十分旺盛，尽显圣体的强悍。就在这时，一道衣着华丽的身影从台下跃起，落在了凌天面前，随之一同落下的还有一道极其嚣张的声音：一个临海境的外门弟子竟如此猖狂，让我沈西来会会你。陆毅听着他报出自己的名号，觉得沈西这个名字颇为耳熟。主人，身旁的灵儿适时地提醒道，此人是沈河大长老的亲孙子，前不久刚刚晋升紫府境，平日里在宗门内专横跋扈，十分嚣张。沈河长老的孙子，那不好好利用一下不是可惜了？陆毅的眼睛微微眯起，一个阴险的计划在他心中悄然成型。与此同时，擂台之上的战斗已然打响，刚刚晋升紫府境的沈西与尚在临海境后期的凌天竞斗得旗鼓相当。凌天凭借蛮荒圣体强悍的肉身应接了沈西数次攻击，而沈西则依靠着更深厚的修为与凌天周旋，一时间场面竟陷入了焦灼，两人难分高下。台下的弟子们看得热血沸腾，谁也想不到一个外门弟子竟然能与沈长老的孙子缠斗至此。两人缠斗的正激烈时，凌天抓住沈西招式中的一处微小破绽，体内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开山掌！他低吼一声，右掌之上亮起土黄色的灵气光芒，裹挟着开山裂石之力，朝着沈西的胸口猛然拍去。这一掌有圣体加持，势大力沉，迅猛无比。以沈西紫府境的修为，若是全力闪避，本可以轻松躲过。他的嘴角甚至都已经露出了一丝不屑的冷笑，身体也做出了闪避的动作。然而就在他即将闪避开的一瞬间，他的动作却出现了一瞬间极其不自然的停顿。这停顿是如此的短暂和诡异，沈西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强行定在了原地。高手过招，胜负只在毫厘之间。就是这短暂到几乎无法察觉的停顿，让他失去了闪避的机会，随即硬生生地用胸膛接住了凌天的全力一掌。砰！一声沉闷的巨响，伴随着清晰可闻的骨裂声，响彻整个演武场。沈西整个人如同一只断线的风筝，倒飞了出去，他的身体重重地摔在台下，激起一片烟尘。擂台之上，凌天缓缓收回手掌，看着自己的战果，
脸上满是得意之色。林海境越级战胜了紫府镜，这应该足以证明他的实力。然而台下响起的却不是想象中的对他胜利的喝彩，而是一阵阵惊呼：天哪，沈师兄这是怎么了？怎么一动不动？沈西师兄！几名负责擂台的弟子连忙冲上前去，当他们驱散烟尘，看到沈西的惨状时，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沈西双目圆瞪，胸口处一个清晰的掌印深深凹陷下去，他胸骨已然尽碎，口鼻中不断有混着内脏碎片的鲜血涌出，已然是没有了呼吸。他竟然被林天给一掌打死了。在全场的惊骇与混乱之中，没有人注意到一直站在人群中冷眼旁观的陆毅，他的嘴角缓缓勾起了一抹阴谋得逞的冰冷微笑。亲手打死了自己妹妹师尊的亲孙子，我倒要看看你妹妹这次打算怎么救你。随后陆毅变装做被惊呼声吸引，朝着沈西躺着的方向走去。演武场上的气氛从喧闹变得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沈西那一动不动的身体上。陆毅分开围观的人群，缓步走到沈西身旁，他蹲下身子，装模作样的伸出2根手指搭在了沈西的脖颈上，探查对方的伤势。探查的结果显示，沈西伤势表面看起来很严重，胸骨尽碎，内脏破裂，但凭借着紫府进修士强大的生命力，仍有一息尚存，此刻只是陷入了深度昏迷，没死透。这可不行啊！陆毅的眼中闪过一丝无人察觉的狠厉。为了确保计划的万无一失，这个沈西必须死。反正他这种设定早晚要死在主角手里，与其当个炮灰，还不如就死在这里给自己当枪使。随后陆毅便调动了一丝星辰之力，顺着指尖悄无声息地渡入了沈西的体内。这股力量精准而优雅地摧毁了沈西体内本就紊乱的经脉，并在彻底抹去了他最后的一点生机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做完这一切，陆毅才缓缓松开手，站起身。他面向周围纷纷投来目光的弟子，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惋惜与沉重，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没救了，死透了。简简单单6个字，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全场哗然，人群中迅速爆发出一阵窃窃私语。擂台的执事弟子最先反应过来，他愤怒地指着擂台上的林天：林天，你竟敢在擂台之上下此毒手，残害同门！他的话语点醒了所有人，一时间众人的目光如同利剑一般，齐刷刷地射向了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林天。残害同门，这在太初圣地可是大忌，更何况死的还是长老的嫡孙，被废去修为逐出圣地，已经可以说是最好的结果了。林天此刻也彻底懵了，他脸上的得意之色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惊慌与愤怒。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那一掌虽然威力巨大，但自己毕竟有伤在身，绝对不至于能一击就将一个紫府境的修士当场打死。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搞鬼。他的目光猛地转向台下，看到了陆毅那一脸惋惜的模样，瞬间明白了所有事情。这一切肯定都是这家伙针对自己的圈套。是你搞的鬼！林天双目赤红，指着陆毅，用尽全身力气当众嘶吼道：陆毅，一定是你暗中出手害死了他，然后陷害我！他愤怒的声音在演武场上回荡。然而不等陆毅有任何反应，周围的弟子们便已经先炸开了锅，简直一派胡言。自己失手杀了人，竟然还敢血口喷人，贪污圣子殿下，真是疯了！圣子殿下从始至终都站在原地，何时出过手？潮水般的指责声将林天的控诉彻底淹没。在众人眼中，林天的行为只是不愿接受残害同门的事实，疯狗乱咬罢了。陆毅看着他这副模样，故作大度地抬了抬手，示意众人安静。随后他看向林天，语气平静地说道：林天，我知道你现在心神大乱，但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你说我暗中出手，可有任何证据？林天被他这句反问问得哑口无言。证据？他哪里拿得出证据？就连他刚才怎么动手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指控根本就站不住脚。见林天说不出话来，众人对他的指责声更甚。陆毅不再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借着众人之势，用不容置疑的语气下令道：来人，将这个当众行凶还妄图污蔑本圣子的杀人凶手抓起来，立刻押送执法殿，听候发落。是。几名执事弟子立刻领命，跃上擂台，朝着林天逼近。你们别过来，我没有杀人，我是被冤枉的。林天奋力挣扎，试图反抗，但在数名紫府境的执事弟子面前，纵使他有圣体也无济于事。很快他便被死死擒住，灵力也被彻底封禁。在被拖下擂台押送离开时，林天那充满了仇恨的目光死死地瞪着陆毅，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了一般。陆毅对他的目光视若无睹，瞪眼除了显得眼大还能有个屁用。他挥手遣散了演武场上心有余悸的众人，随后便转身回了圣子殿。
他刚回到主殿，就正巧遇到了从寝宫方向走出来的林清玄。他似乎已经休息好了，换回了自己原来的衣物，只是脸上还带着一丝扭捏与害羞。陆毅看着他这副模样，心情甚好，笑着走上前，主动问道：“怎么样，休息好了？想清楚了没有？”林清玄被他问得一愣，随即明白了他话中的含义。他的脸颊泛起一抹红晕，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但很快又像是想到了什么，迟疑地摇了摇头。看到他这犹豫不决的态度，陆毅知道他还是放不下那所谓的兄妹之情。随即他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没想清楚，那就赶紧回去，好好想清楚。说罢，他甚至没有再多看林清玄一眼，径直从他身边擦肩而过。那股压迫感让林清玄的身体有些不受控制的颤抖，他不敢多言，也不敢停留，匆匆离开了圣子殿。他回到了自己位于沈河长老山峰的住处，毕竟去找哥哥也不好跟他解释为什么回来的那么早，而且他也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好好静一静，想一想。然而他刚一回来，就敏锐地察觉到周围的气氛有些不对劲。那些平日里见到他都会恭敬行礼的杂役弟子，此刻却都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看着他。他们聚在一起，一边窃窃私语，一边还时不时对他指指点点。从他们零碎的只言片语中，他听到了一个噩耗：他的哥哥林天在演武场上当众打死了他师尊沈河长老的亲孙子沈西。这个消息令林清玄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他踉跄着后退了2步，扶着墙壁才勉强站稳。他没想到陆毅在寝宫中的那句警告竟然真的一语成谶，他心底里第一次对自己的哥哥升起一股强烈的怨念。为什么就不能安分一点？但救人的念头依然顽固地占据了他的理智。可这一次他又能去求谁呢？师尊的孙子被哥哥打死，师尊不杀了哥哥都已经算大发慈悲了，而陆毅那边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付出的代价了，自己总不能……林清玄用力摇了摇头，不愿继续想下去。就在林清玄茫然无措的时候，一个清脆、亲昵而又无比熟悉的声音带着一阵香风从远方传来：“清玄，我回来了，有没有想我？快过来让我抱一抱。”林清玄抬起头，只见一道亮丽的身影正朝着他飞来。她的好闺蜜太初圣地的圣女沈月瑶回来了。就在林清玄刚转过身时，那道声音主人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来者是一位气质优雅清冷的绝美女子，她身着一袭月白色的长裙，裙摆随风摇曳，不染纤尘。她的容颜精致无瑕，眉宇间带着如月光般的清冷，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然而这位仙子接下来的动作却与她外在的气质截然不同。她从天而降，稳稳地落在地面上，随后没有丝毫犹豫，便径直朝着还处于呆滞状态的林清玄扑了过去。她的脸上满是笑容，像个许久未见自家妹妹的贴心大姐姐。清玄，沈月瑶一把将林清玄抱在了怀里，用自己的脸颊亲昵地在他脸上蹭来蹭去，一边蹭一边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我可想死你了，快让我好好抱一抱。”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柔软的怀抱包裹住，林清玄焦急的内心终于得到了片刻的慰藉。她感受着闺蜜身上熟悉的气息和她热烈的拥抱，心中既感到无奈，又觉得温暖。整个太初圣地也只有沈月瑶会待她如此亲近了。沈月瑶抱着林清玄，正准备再说些什么，鼻子却忽然动了动。她那精致的眉头微微蹙起，在林清玄的身上仔细地嗅了嗅，随即有些疑惑地开口问道：“咦，清玄，你身上怎么多了一股陌生的气息？”说着，她的目光下移，随后伸出手在林清玄的胸前比划了一下，接着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而且几天不见，怎么感觉你这里还长大了不少呢？”沈月瑶这句无心的玩笑令林清玄想到了这几天在圣子殿的遭遇，想到了陆毅。那股陌生的气息不正是陆毅的吗？而身体的变化更是拜他所赐。随后一股滚烫的热流直冲头顶，林清玄的脸颊、脖颈乃至耳根都瞬间变得通红。月瑶姐，你别闹了。他惊慌失措地推开沈月瑶，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急忙后退了2步，与沈月瑶拉开距离，生怕他察觉出更多自己身上的异样。随后他慌乱地转移话题到正事上，声音都带着一丝颤抖：“我有急事，有非常紧急的事情想请你帮忙。”沈月瑶被他这剧烈的反应弄得一愣，但看他那腹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样子，也知道事情恐怕不简单。他立刻收起了玩笑的神色，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急忙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看沈月瑶正经起来，林清玄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是我哥哥出事了。”林清玄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沈月瑶具体发生了什么。“你哥哥，那个蛮荒圣体的林天吗？他能有什么事？修炼资源不够吗？”沈月瑶对林天稍微有些印象，
但大多停留在林清玄的只言片语中。说实话，他还是挺为林天感到惋惜的。身为圣体，却出身下界，多少有些生不逢的。如果是出生在他沈家，或许沈家还能……想到这里，他微微愣了一下，摇了摇头，努力将这个念头给甩开。自己现在已经不是沈家之人了，还操心那么多干什么？随后他定了定神，看向林清玄，等待着他的回答。林清玄深吸了几口气，整理好混乱的思绪，组织了一下语言，随后将林天在演武场上失手打死了自己师尊亲孙子的事情和盘托出。听完林清玄的讲述，沈月瑶脸上泛起凝重之色，他严肃地给林清玄分析道：圣地门规森严，残害同门更是头等大罪，更何况死的还是沈和长老的嫡孙，这件事不好办啊。沈月瑶顿了顿，继续解释道：我虽然身为圣女，但你也知道，我才动天境后期修为，能得到这个身份，多半是因为我的身世。宗门内的一些长老本就对我的身份颇有微词。说实话，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保下你哥哥。尽管如此，当他看到林清玄那双因焦急和无助而变得通红的眼睛时，心中还是一软。他叹了口气，拍了拍林清玄的肩膀，打气道：不过我们总得先试一试嘛。走，我现在就陪你去一趟执法殿。随后两人便一同来到了执法殿。但不出沈月瑶所料，那位执法长老在见到圣女亲临后，表面上态度恭敬万分，但在放人这件事上却异常强硬，寸步不让。圣女殿下，不是属下不给您面子，实在是林天当众行凶，还拒不认罪，影响恶劣，可谓罪大恶极。若是就这么放了，不符合宗门规定，属下无法向宗门交代，更无法向沈和长老交代啊。任凭沈月瑶如何分说，执法长老都用这套说辞来回应对，死活就是不肯放人。从执法殿出来，林清玄急得在原地团团转，连圣女出面都无济于事。哥哥这次难道真的在劫难逃了吗？难道自己真的得再去找圣子帮忙吗？可是自己之前欠的债都还没有还完，又怎么好意思再去请他帮忙呢？看着他急得跳脚的样子，沈月瑶在一旁思索再三，脑海中闪过一个人影。他眼神一凝，心想找他肯定可以。清玄，别急。沈月瑶拉住林清玄的手，用一种安慰的语气说道：跟我来，我知道现在谁能救你哥哥。听到这话，林清玄的心中猛地燃起了一缕希望。他任由沈月瑶拉着，朝着某座山峰的方向飞去。然而随着周围的景物变得越来越熟悉，他心中那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也一点一点地被浇灭，最终只剩下错愕与绝望。因为他们此刻竟然又回到了圣子殿的大门前，自己兜兜转转竟然又回来了。林清玄脚步僵住，整个人愣在了原地，仿佛被定了身一样。这个地方是他此刻最不愿面对也最不愿来的地方。月瑶姐，他犹豫着开口，声音微弱，带着些颤抖。我能不能不进去？沈月瑶诧异地转过头，看着他这副抗拒的样子，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道：不进去？为什么不进去？现在整个宗门除了太上长老们，就属陆毅地位最高，他是老祖亲传，执法殿不给我面子，也绝对不敢不给他面子。再说了，被关起来的是你哥哥，又不是我哥哥，你不去进去怎么行？说罢，沈月瑶根本不给林清玄任何反驳和挣扎的机会，抓着他的手腕，生拉硬拽的就将他拖向了圣子殿的方向。灵儿通传了一声之后，便引二人进入大殿。圣子殿的大门再次被推开，只是这一次进来的是状态迥异的两个人。沈月瑶拉着林清玄的手腕，步履坚定，而林清玄则低着头，脚步充满了抗拒，几乎是被半拖半拽了进来。与上次林清玄独自前来时不同，今日的陆毅并未高坐在主位之上，而是站在大殿中央，算是对圣女沈月瑶的到来表示了最基本的尊重。真正算起来，这还是陆毅与沈月瑶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当陆毅的目光落在沈月瑶身上时，他平静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异色。而在沈月瑶打量这位深居简出的圣子时，他的心中也同样升起了一股奇异的感觉。两人竟都在对方的身上感到了一丝仿佛源自血脉深处的契合感，但这感觉一闪即逝，快到让两人都以为是错觉，谁也没有深究。久闻圣女殿下大名，今日一见，果然风姿不凡。陆毅率先开口，客套地寒暄了一句：圣子过誉了。沈月瑶微微颔首，他不是拖泥带水之人，直接开门见山地道明了来意。今日冒昧来访，是有一事相求，想请圣子出手，保下我好友哥哥一命。此事若成，全当我欠圣子一个人情。就在沈月瑶话音落下的瞬间，陆毅的脑海中那道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天命女主向你发出请求，请做出你的选择。选择一，同意沈月瑶的请求，出手保下林天，奖励下品灵石1万。选择二，同意沈月瑶的请求，并要求她用身体偿还这个人情，
奖励。洗髓丹1，选择3，同意沈月瑶的请求，但要求林清玄的服务时间再加10天，奖励。聚灵阵图1。看着眼前这3个选项，陆毅的眉头瞬间就皱了起来。这些奖励，无论是零食、洗髓丹还是阵图，对他而言都毫无吸引力，简直如同鸡肋，让沈月瑶肉偿基本不可能。他可不像林清玄那么怯懦好拿捏。至于林清玄的服务，等自己彻底拿下了，那还不想要多久有多久。而且无论选择哪一个，最终的结果都是对林天有利的。这狗系统是上次被自己薅羊毛薅得太狠，这次故意在制裁自己吗？陆毅心中迅速思索起来。根据他的推测，像沈月瑶这种大气运之人，很可能只能触发一次系统选项。若是为了这点无关紧要的奖励，就浪费了这次宝贵的机会，未免太过可惜。既然上次可以多选，那这一次是不是可以不选呢？他决定再大胆地尝试一下，无视系统给出的选择。只见陆毅的脸色瞬间一沉，他看着沈月瑶，用一种义正言辞、充满了宗门大义的口吻，坚决地说道：“圣女殿下，你的请求我不能答应。林天残害同门，拒不认罪，此等祸害绝不能姑息。”沈月瑶显然没想到他会拒绝得如此干脆，不禁一愣，追问道：“圣子此言何意？”林天只是一时失手。失手？陆毅冷笑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圣女殿下久处历练，对近来宗门之事恐怕不甚了解。那我就来告诉你，这个林天都干了些什么好事。他的声音陡然拔高。数日前，他因对本圣子出言不逊，被扔进凶兽园思过，此为其一，目无尊卑。被救出后，第二天便因小事与同门争执，大打出手，甚至在执法殿辱骂执事长老，被关入幽冥水牢，此为其二，性情暴戾。而这一次，他才刚被救出，便在演武场上当众行凶，将审核长老的嫡孙一掌毙命。事后非但没有丝毫悔意，还妄图攀污本圣子，嫁祸于我，此为其三，屡教不改。陆毅每说一句，声音便提高一分，那义正言辞的样子，仿佛这些事情都跟自己没有关系一般。他盯着沈月瑶，语气变得严厉起来：“圣女殿下，这样一个屡教不改、目无法纪的宗门祸害，你现在还要我出手保他？你将宗门门规置于何地？又将你圣女的职责置于何地？如此意气用事，你对得起宗门对你的栽培吗？”这一番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指指点点，把沈月瑶直接收懵了。他对林天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他转头看向身旁的林清玄，用眼神无声地询问着：“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林清玄早已羞愧得无地自容。他本以为凭借圣女的身份足以轻松救出哥哥，便刻意隐瞒了之前那些不光彩的事情，谁知竟被陆毅当着闺蜜的面全部揭了出来。于是只能将头埋得更低，恨不得地上能裂开一道缝钻进去。看着林清玄的反应，沈月瑶便知陆毅所言非虚，而他也被陆毅这一番为了宗门的道德绑架说的脸上也是青一阵白一阵，心中既有几分气愤，又觉得尴尬无比，却偏偏还无法反驳。随后他深吸一口气，拉起林清玄的手说道：“既然如此，那便不劳烦圣子了，只能先离开这里，再另寻他法了。”然而就在两人转身准备告辞时，陆毅的声音却从身后悠悠传来：“等等，我也没说不愿意帮忙啊。”沈月瑶的脚步一顿，咬紧银牙，明明刚才骂得那么起劲，现在又愿意帮忙了。只听陆毅继续说道：“帮忙可以，但有个前提，要等林姑娘把欠的债先还干净了，再谈后续的条件。”欠债？沈月瑶更加迷茫了。她转过身看着陆毅，下意识的便要开口：“他欠了你什么债？我帮他还了便。”还没等是字说出口，旁边的林清玄却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不要！”他惊叫一声扑了上来，死死地捂住了沈月瑶的嘴，然后拼了命地将自己这个满头问号的闺蜜往殿外推：“月瑶姐，求你了，你先出去，让我和圣子殿下单独谈谈，求你了。”沈月瑶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更猛了，但看着林清玄那充满了哀求的眼神，最终还是放弃了抵抗。被推出大殿门外后，因为放心不下，决定就在门外等候，想等林清玄出来再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现在满脸都是问号，实在搞不明白自己不在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沈月瑶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殿门外的那一刻，陆毅的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检测到请求者已离开，本次选择无效，选项已重置。”陆毅心中一喜，赌对了，果然不能被这狗系统牵着鼻子走。他收回思绪，将目光投向前方，只见林清玄在将闺蜜推出门外后，缓缓地转过身来，低着头，一步一步地朝着陆毅走了过来。大殿随着沈月瑶的离开再度恢复寂静，空旷的大殿中，
只剩下陆毅和林清玄2个人。林清玄低着头，慢慢朝陆毅走过来，内心则正在天人交战，羞耻、绝望，还有对哥哥那愈发浓烈的失望，种种情绪在心中翻腾。她还能怎么办？闺蜜已经为了她出面，却被陆毅驳斥得哑口无言。如今她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所有的路似乎都已经被堵死。随后她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紧紧地闭上了眼睛，用力咬住了自己的下唇。她没有再走向陆毅，也没有继续开口求助，而是猛地迈开脚步，朝着那个存放着无数奇装异服的偏殿方向径直跑了过去。她准备主动还债，这是她唯一剩下的可以用来交易的筹码了。就在她即将从陆毅身旁跑过时，陆毅的手臂猛地伸出，精准地抓住了她的胳膊，让她无法再前进分毫。你这是要去哪？陆毅的声音平淡中带着些许疑惑。林清玄的身体一僵，他不敢回头，只是磕磕巴巴地回答：去换衣服，还债。换衣服？陆毅有些惊讶地挑了挑眉。好家伙，不用调教就已经那么自觉了吗？只可惜按照计划，还债这一项还得往后推一推。随即他用力一拉，将林清玄整个人拽了回来，按在了一旁的椅子上。他居高临下地看着眼前这个渲然欲泣的少女，随后用一副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训斥道：林清玄，都这种时候了，你脑子里想的还是为了那个不争气的家伙牺牲你自己吗？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为了他，你一而再再而三地作践自己，你对得起他，可你对得起辛苦培养你的审核长老吗？你哥哥打死了他的亲孙子，你现在不想着如何去求得他的原谅，却还想着救林天。陆毅的一番话如同利刃，他被训得哑口无言，委屈、羞愧、迷茫，各种情绪涌上心头，眼泪再也控制不住，顺着脸颊滑落下来。见到他的眼泪，陆毅知道火候已经差不多了，他叹了一口气，声音和神情都变得温柔下来。他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他不住颤抖的头。事到如今，想救你哥哥，其实还有一个办法。他话锋一转，缓缓说道：就看你愿不愿意了。这突如其来的转机让林清玄猛地抬起头，他急忙用手背擦干眼泪，看着陆毅，眼神里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我愿意，他毫不犹豫地说道，只要能再救哥哥这最后一次，我什么都愿意做。他话语中那个最后一次的字眼带着显而易见的疲惫与失望。陆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心中暗自发笑。他抛出了一个看似荒唐却又充满了暗示意味的条件。很简单，这件事情之后，你只需要把我那间偏殿里的衣服全部穿一遍就可以了。林清玄整个人都懵了，他的脑海中瞬间就回想起了偏殿里那成百上千件布料稀少、款式奇异的服装，全部穿一遍。他当然明白穿一遍背后所代表的真正含义，肯定不是简简单单的字面意思，那将是一个何等漫长而又屈辱的过程，他甚至都不敢继续往下深想。他死死地咬着牙，最终他还是艰难地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很好。陆毅看着他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心中不由冷笑一声。开玩笑，那偏殿中的衣服都是定期更新换代的，他这辈子估计都别想全部换完。所以说同意条件之前还是得弄清前提，不然只有被拿捏的份。在他答应了这个条件之后，陆毅才不紧不慢地说出了自己的方法。林天数罪并罚，按门规理应处死。他的分析冷静而残酷，唯一的生路就是得到最大的苦主，也就是你的师尊审核长老的谅解。林清玄屏住呼吸，认真地听着。至于如何得到他的谅解吗？陆毅给出了具体的方案，由你亲自去将你师尊请出关，然后当着他的面与林天断绝兄妹关系，从此划清界限。你只求师尊看在你们往日的师徒情分上，饶他一命，留他一条性命即可。听到这个方法，林清玄的脸色变得惨白。与哥哥断绝关系，划清界限。陆毅又补充道，你放心，我会派人随你同去，他会向审核长老说明原委，就说此事是我这个圣子的意思，卖我一个面子。如此一来，有你这个亲传弟子当众求情，又有我这个圣子的人情在，审核长老大概率会同意，最终只会废去林天的全部修为，将他逐出宗门了事。废去修为，逐出宗门，这个结果虽然残酷，但比起被处死，无疑已经是天大的恩赐。林清玄在短暂的犹豫和痛苦之后，很快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厉害。他明白，这确实是眼下唯一能够保住哥哥性命的方法，或许这也是对他最好的结果了。他抬起头看向陆毅，眼中虽然还带着痛苦，但更多的却是一种下定决心后的决绝。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好，我照你说的做，去吧。陆毅立刻让殿外的灵儿进来，吩咐他随林清玄出发。
在灵儿转身之际，陆毅给了他一个不易察觉的眼神。灵儿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随后默默地跟在了林清玄身后。店外一直焦急等候的沈月瑶见到两人出来，连忙迎了上来。当他听完林清玄转述的整个计划后，虽然对店内发生的事情依旧一头雾水，但也认可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清玄，这确实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就你哥哥的性格，废去修为也未尝不是件好事。他拍了拍闺蜜的肩膀，鼓励地说道：你别怕，我陪你一起去，他一定不会为难你的。就这样，三位在太初圣地中身份各异却同样风华绝代的女子，一同朝着审核长老闭关的山峰飞驰而去。圣子殿内，茶香袅袅，陆毅端坐在主位之上，悠闲地品着杯中的灵茶。他神态自若，仿佛毫不在意林清玄此去会不会成功。没过多久，灵儿的身影便出现在殿外，他的身后跟着面色复杂的林清玄。此刻的林清玄脸上虽然还带着一丝苍白，但眉宇间却也多了一分解脱之色。求情之事显然已经成功了。陆毅心中思索着，只有2个人回来，沈月瑶想必是已经回去了，自己改日得寻个由头，亲自去登门道歉一番。毕竟沈月瑶怎么说也是天命女主，维持好关系总归是利大于弊。他放下茶杯，起身迎了上去，确认道：事情办妥了。灵儿恭敬地回答：回主人，一切顺利。审核长老已经答应，只废去凌天的修为，将他逐出宗门。陆毅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看向身旁的林清玄，用一种略带关怀的口吻告知他：既然如此，我现在便亲自前往执法殿一趟，监督他们执行判决。林清玄的身体微微一颤，他咬紧了下唇，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默然的点了点头。对他而言，能保住哥哥的性命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在飞往执法殿的途中，灵儿从储物戒中取出了一枚流影石，恭敬地呈了上来。主人，这是按照您的吩咐录下的影像。陆毅接过流影石，指尖催动一丝灵气注入其中，下一刻，一道光幕便在半空中展开。影像中，林清玄正跪在一名老妪面前，脸上挂着泪痕，声音决绝地宣布着与凌天断绝兄妹关系。陆毅面无表情地看完了完整的影像，随即他指尖的灵气变得更加精纯，如同一把无形的剪刀，开始对这段影像进行精准的裁剪。他剔除了所有前因后果，剔除了林清玄的哭泣与求情，只留下了最关键也最有意义的那一小段。最终，光幕上只剩下林清玄抬起头，用清晰无比的声音说出那句：我林清玄自今日起与凌天断绝兄妹关系，从此划清界限，再无瓜葛。做完这一切，陆毅才满意的收起了这枚流影石。主人，一旁的灵儿看着陆毅的操作，忍不住好奇的问道：您为何如此笃定审核长老一定会答应林清玄的请求呢？陆毅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随即解释道：很简单，我查过，审核长老的孙子随他姓的不随他姓的足足有30多个，沈西不过是其中一个平日里比较嚣张跋扈的罢了。若他真对这个孙子疼爱有加，在沈西身死的那一刻，血脉感应之下，他就该怒不可遏地破关而出了，可他没有。这便证明，在他心中，一个天赋异禀又懂事听话的亲传弟子，远比一个不成器的孙子要重要的多。我们给他一个台阶，给他一个卖我人情的机会，他没有理由不接受。灵儿听着陆毅叽里咕噜的分析，他的关注点却完全跑偏了。30多个孙子，他的小脑袋里瞬间被这个数字震惊了，竟开始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某种甜蜜的遐想之中。主人这么强大，以后自己要给主人生多少个孩子才好呢？二人很快便抵达了关押凌天的地牢。阴暗潮湿的地牢深处，被捆绑在石柱上的凌天在看到陆毅出现的那一刻，瞬间如同疯魔了一般，他疯狂地挣扎，口中发出意义不明的嘶吼，双眼充满了无尽的仇恨与怨毒。陆毅对他的反应视若无睹，面无表情的直接对旁边的执法殿弟子下令：动手。是。执法殿弟子领命上前，没有丝毫犹豫，数道灵力手印狠狠地拍在了凌天的丹田之上。啊！一声凄厉的惨叫在地牢中回荡，凌天的身体剧烈地抽搐着，随即又软软地瘫了下去，浑身的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来。他的丹田被毁，经脉寸断，一身修为就此化为乌有。剧痛过后，沦为废人的凌天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汗水浸透了他破烂的衣衫。他抬起头，用最后一丝力气提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我要见我妹妹，我要见林清玄一面。陆毅等的就是这一刻。他缓步走到凌天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用一种充满了轻蔑与怜悯的语气说道：见他？你以为他还会来见你吗？别做梦了，你的好妹妹早就与你划清界限了。不可能，你胡说，清玄他绝不会。凌天闻言仿佛回光返照一般，用尽全力咆哮着，他不愿意相信陆毅的任何一句话。不信。陆毅轻笑一声，
缓缓取出了那枚被精心剪辑过的留影石，催动灵气，将那段诛心的影像投射在了林天面前。我林清玄自今日起与林天断绝兄妹关系，从此划清界限，再无瓜葛。清晰的影像，熟悉的声音，林天脸上的咆哮之色瞬间凝固了。他死死地盯着光幕，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观看，最终他确认了，那就是他的妹妹亲口所言。为什么？他眼中的光芒迅速暗淡下去，整个人如同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彻底瘫倒在地，口中只是不断地喃喃自语着：为什么？为什么？他的精神在这一刻仿佛崩溃了。陆毅挥了挥手，对执法殿弟子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把他拖走，扔出山门。在太初圣地山门外的一处山崖上，陆毅正搂着林清玄的纤腰，两人一同注视着远方山门的方向。只见一个瘦弱的身影正一瘸一拐地朝着山下走去，背影无比凄凉。林清玄看着那道熟悉的背影，眼中终究还是流露出一丝不忍与愧疚。就在这时，陆毅温热的气息吹拂在他的耳畔，轻声低语道：我已经按照约定救了他一命，接下来该轮到你履行你的承诺了。林清玄的身体微微一颤，脸颊瞬间飞上2抹红霞，他羞涩地垂下眼帘，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后二人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圣子殿的方向飞了回去。太初圣地山脚下茂密的树林之中，林天漫无目的地游荡着，修为被废，被逐出宗门，妹妹也跟自己断绝关系，一连串的打击已经快将他所有的精气神都抽空了。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身体的伤痛远不及内心的绝望。他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直到身体再也无法支撑，眼前一黑，重重地摔倒在地。在他意识彻底模糊之前，他隐约听到了一个清脆的带着几分惊喜的女孩的声音：爷爷，你快看，这里躺着一个人。林天在山下遭罪的同时，他妹妹林清玄也在山上遭罪，兄妹双双把罪受了，属于是。当夜幕降临，明月高悬于天空时，圣子殿的寝宫大门才缓缓打开。陆毅穿戴整齐，神清气爽地从中走了出来。林清玄完成了1的承诺进度，他抬头看了看天色，不禁自嘲地笑了笑。没想到即便穿越到了这个修仙世界，自己最终还是过上了这种黑白颠倒的生活。主人，一道窈窕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正是灵儿。他向陆毅行了一礼，随即开始禀报自己刚刚收到的消息，但语气中却明显带着一股子怎么也掩饰不住的酸味。主人，您吩咐要关注的那个林天有最新动向了。哦，说来听听。陆毅随意地应了一声。眼线回报，他在山下的树林里晕倒了，然后被一个糟老头子给捡走了。陆毅听到老头2个字后，先是微微一愣，随即一个经典的剧情套路瞬间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追问了一句：那个老头是不是还有个长得不错的孙女儿？灵儿闻言，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主人，您怎么知道？眼线说，发现林天的确实是一个小姑娘，看起来约莫是3、4岁的年纪，容貌清秀。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陆毅冷笑一声，心中已经明白了，这种主角重伤昏迷，被隐士高人所救，高人不仅无偿为其疗伤，传授绝世功法，最后还要把自家水灵灵的孙女也陪进去的经典小说套路，他上辈子都看腻了。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也如此缺乏新意。传令下去，陆毅对灵儿下达了新的指令，让我们的人继续严密监视林天那边的情况，但必须保持好距离，藏匿好身形，切勿被对方察觉。是。灵儿恭敬的领命，但脸上却写满了不解。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开口询问道：主人，恕灵儿愚钝，您为何不趁此机会直接派人将那林天杀了，以绝后患呢？他如今已是废人一个，杀他易如反掌。陆毅闻言转过身，好笑地看着他，随后伸出手指轻轻地弹了一下他的额头。你这丫头年纪轻轻的，怎么戾气这么重？灵儿不服气地捂着额头，撅着嘴反驳道：这不正是主人您以前教导我的吗？您说对待敌人就必须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陆毅被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噎了一下。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也有过这个想法，毕竟这种天命之子一般情况下都是打不死的小强，同时他们的战斗力也像弹簧一样，被虐得越惨，回弹得越猛。但是陆毅能感觉到林清玄此刻对于他这个所谓的哥哥只是失望，还没有完全死心，这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必须想办法让他对林天彻底死心，甚至亲手杀了林天才行。随后他轻咳一声，掩饰住自己的尴尬，随即又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派头，一本正经地教育道：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别拿以前说现在。今天本圣子再教你一个新的道理，叫放长线钓大鱼，你可要好好学着点。
他决定将林天这条已经翻不起什么风浪的鱼，作为一条长长的鱼线去钓出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些更大的鱼。陆毅随后继续吩咐道：另外，你去调查一下天玄界近期可有什么重大的秘境即将开启，亦或者是各方势力将要举办的盛会之类的，整理好之后报给我。如果放在以前，陆毅是不会参加这些乱七八糟的秘境比试什么的，不过现在他有了系统这个外挂之后，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为了避祸而深居简出。如今的他必须主动出击，没事找事才行。只有不断的在各处趟浑水，才能触发更多的系统选项，获得更多的奖励，争取早日榨干系统的奖励。还有就是好好调查一下沈月瑶的身世背景。是，主人。灵儿再次领命，但这一次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却用细若蚊那的声音小声地嘀咕了一句：光让马跑，不让马吃草。以陆毅的修为，他这点抱怨一字不落的全被陆毅听了进去。陆毅故作威严地沉下了脸。你说什么呢？本圣子没听清，你再说一遍。灵儿身体一僵，知道自己的小声嘀咕被抓包了，但他非但不怕，反而转过身，大胆地抬起头，迎上陆毅的目光，理直气壮地说道：哼，没什么，实话实说罢了。实话实说。陆毅玩心大起，走到他面前，捏了捏他气鼓鼓的脸颊，笑着调侃道：我看你这丫头是皮痒了，成天叽里咕噜的，信不信本圣子把你送上天？不信。灵儿毫不示弱地昂起头，眼中满是挑衅。他从不怕陆毅真的会对自己怎么样，甚至可以说还有点期待他会把自己怎么样。看着他这副娇憨又大胆的模样，陆毅心中的那点旖旎心思也被勾了起来。他指了指后山灵泉的方向，眉毛一挑：不服，开一局。灵儿闻言先是一愣，随后便很快反应过来开一局是什么意思。他脸上瞬间多出2抹红霞，但嘴上却依旧不肯认输。他爽快地一挺胸脯，应下了战书：开一局就开一局，谁怕谁？你等着，我这就去换衣服。之后的数日，陆毅彻底沉浸在了修炼的快感之中。不要误会，是正儿八经的修炼。毕竟他也明白一个道理，打铁还需自身硬，尤其是坐实了自己反派的身份之后，无论计谋多么精妙，自身的实力才是立足于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根本。之前对付林天那纯粹是仗势欺人，以后如果遇到有啥大背景的天命之子，那还是得靠拳头说话。这也让他对修炼有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在星辰仙体与星辰仙诀的双重加持下，他闭关数日，终于突破了长久以来的归一境中期的修为桎梏。归一境后期成了。陆毅缓缓睁开双眼，感受着体内那比之前雄浑了数倍的灵力，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神清气爽地走出境室，正准备去后山灵泉泡个澡，好好放松一下。谁知刚一出门，灵儿便行色匆匆地迎了上来：主人，您出关了。他先行了一礼，随即急忙传话道：老祖那边派人传话，让您出关之后立刻去境地见他，说是有要事相商。老祖找我。陆毅的眉头微微一挑，心中有些纳闷，自己这个便宜师傅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除了刚开始教自己修炼那会儿之外，就几乎没怎么管过自己。今天怎么突然就想起自己来了？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虽然心中疑惑，但老祖的传召他也不好拒绝。他点了点头，随即动身朝着宗门禁地的方向飞去。太初圣地的禁地并非什么险恶之地，而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小世界。这里灵气浓郁到近乎液化的地步，是老祖和几位太上长老常年闭关清修的场所。一般情况下，就算是宗门内的长老，没有传召也是不得擅闯的。陆毅凭借着记忆中的路线，熟门熟路地穿过一片氤氲的雾气，沿着一条小道来到了一处深不见底的湖泊前。湖泊边，一位须发皆白、仙风道骨的老者正手持一根青翠的竹竿，悠闲地垂钓着。此人便是太初老祖。陆毅走到他身后，没有丝毫行礼的意思，反而毫不客气地直接开口问道：老头，你找我有什么事？有话快说，我可忙得很。太初老祖闻声连头都未回，只是发出一声中气十足的笑骂：没大没小，你这臭小子除了修炼还能忙什么？那可说不准。陆毅撇了撇嘴，催促道：快说，到底什么事？说完我还要回去办正事呢。老祖这才缓缓转过头，用一种我懂的眼神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调侃道：办正事？是忙着跟你那几个小姑娘胡闹吧？陆毅闻言非但不觉得尴尬，反而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瞧你这话说的，双修也是修炼，你不会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你小子！老祖被他这番歪理说得哭笑不得，摇了摇头，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顺口问道：对了，沈月瑶那孩子前些天你是不是也见过了？陆毅点了点头，随即反问道：那丫头究竟是什么背景？凭她动天境后期的修为，
虽然在年轻一辈里也算得上天才，但距离成为圣女，感觉还是差了点意思吧。老祖解释道，她本是上界一个大家族的庶女，因为族内斗争被放逐到了下界。老夫前些年外出游历时，正巧遇到了，看她天赋根骨极佳，便忽悠了回来，给了她封了个圣女之位。说不定等她哪一日回归上界，也算是给圣地结下了一段善缘，不是？听到这话，陆毅的嘴角忍不住抽了抽，用一种极其无语的眼神看着自家师父，吐槽道：你怎么就能那么碰巧的出现在这些地方呢？合着咱们圣地这圣子圣女，全是你从外面捡回来的呗？哈哈，缘分都是缘分。老族打了个哈哈，笑谈过后，终于说出了今日叫他来的目的。玄武国近期将要举办一场年轻一辈的修士交流大会，届时天玄界各大宗门的天才弟子都会参加，场面颇为盛大。我希望你能代表我们太初圣地。他的话音还未完全落下，陆毅便想也不想的直接拒绝，我不去。其实他内心对这种能大概率遇到天命之子的热闹场合还是挺感兴趣的，但表面上他必须拿捏好姿态。这老头无事不登三宝殿，主动送上门来的差事多半有什么隐情，若是不趁机从他身上捞点好处，自己岂不是亏了？太初老祖似乎早已料到了他的反应，对此毫不在意。自己捡来的这个便宜徒弟，性格跟自己年轻时很像，修炼天赋更是万古无一，但就是有个毛病，喜欢成天窝在宗门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不紧不慢地收回鱼竿，抖了抖空空如也的鱼钩，才缓缓说道：别急着拒绝，这次让你前去，并非是为了去跟那些小兔崽子们争什么名次，而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陆毅顿时来了兴趣，追问道：什么任务？老族转过头看着陆毅，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为老不尊的笑容，慢悠悠地吐出了两个字：泡妞。哈，这两个字直接把陆毅给逗笑了。老头，你没跟我开玩笑吧？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吗？老祖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他看着陆毅，一字一句地说道：我需要你去泡到手的目标是我的师妹。是师妹。陆毅听到这两个字，脸上的笑容瞬间就绷不住了，他用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惊愕地看着太初老祖，整个人都往后退了一步。我靠，老东西，你整的这是哪一出？他一脸嫌弃地说道：我可没有嫩牛吃老草的特殊爱好，你师妹那得是多大年纪的老妖怪了？太初老祖知道他肯定是想歪了，被他这剧烈的反应搞得哭笑不得，连忙摆手道：你这臭小子，想到哪里去了？我还能害你不成？别急，你先听我将其中原委细细道来。太初老祖看陆毅冷静下来，便开始解释起来。所谓的师妹只是辈分上的一个称呼罢了，当年我师尊飞升上界之前，曾留下了一处传承秘境。10几年前，一个女孩无意中闯入，得到了师尊他老人家的完整传承。我寻迹找去，发现她天赋根骨皆是万中无一的绝佳之选，便将她接引来了圣地，代师教导，悉心培养。但按辈分，她还是我的师妹。这位师妹的天赋，说实话，比你小子也不遑多让。老祖的眼中流露出一丝追忆与惋惜。他年仅20岁，便一路势如破竹地修炼到了不灭境，直接成为了宗门最年轻的长老。只可惜，可惜什么？陆毅追问道。可惜就在7年前，他家族遭遇危机，向我辞行，离开了圣地，自此一去不返，杳无音信，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所以呢？就这？陆毅听明白了，随即又问道：那这跟玄武国的大会有什么关系？老祖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些许。我近日心血来潮，为此次交流大会掐指算了一卦，竟算出此次玄武国的交流大会与他有莫大的关联，并且卦象显示他将会在近期面临一场劫难，所以我才希望你能亲自走一趟，帮他破除劫难。通过这一番解释，陆毅也大致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但他关注的重点却不在事情本身。他好奇地看着老祖，问道：我说老头，你这掐指一算的本事是不是有点过于精准了？当初你把我从外面捡回来，还有那个沈月瑶，该不会也是你提前算出来的结果吧？太初老祖正准备继续烘托气氛的严肃表情，瞬间被这个问题问得一僵，嘴角都忍不住抽搐了一下。臭小子，让你关注正事，你东拉西扯些什么？嘿嘿，这不是好奇吗？陆毅笑嘻嘻的将话题又拉了回来。行，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那这跟泡妞又有什么关系？总不能是让我顺便就把人给泡了吧？还有就是他既然早就不灭境了，什么劫难能轮得到我一个归一境的帮忙？听着陆毅的追问，老祖轻咳了一声，随后神情严肃地解释道：我仔细推演过，我那师妹此次的劫难并非源于仇家，而是一场桃花劫。桃花劫？
陆毅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没错，老祖一脸凝重地点了点头。卦象显示，他的这场桃花劫与他收的徒弟有关。我思来想去，也不知如何解决，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前去破解。陆毅用一种你继续编的眼神看着他，对这扯淡的理由表示了深度怀疑。被他这么一看，老祖也觉得自己的这个说法有点站不住脚。他干咳了2声，只好压低了声音，凑到陆毅耳边道出了自己那真实的私心。好吧，老夫就跟你说实话，你想想，我堂堂太初圣地老祖活了不知几百年了，整天却要叫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师妹，这传出去，我的老脸往哪个？实在是有损颜面啊。所以你要是能把她追到手，让她成了我的徒弟媳妇儿，这辈分不就理顺了吗？到时候我心里也能好受些。听到这个堪称操蛋的理由，陆毅的嘴角疯狂抽搐。他看着眼前这个好面的便宜师傅，终于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老祖，您可真不愧是太初圣地的老祖，实在是太出圣了。就因为这点破面子，您就把自己师妹给卖了？瞧你这话说的，怎么能叫卖呢？老祖眼睛一瞪，我这是在为他寻觅良婿。你小子占了天大的便宜还不知足？行了，别跟我瞎掰扯了。陆毅懒得跟他掰扯，直接伸出了手。好处飞呢，我可不给你打白工，我都把师妹卖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老祖吹胡子道。陆毅嗤笑一声，那也得我能拿得下才行啊。我要是凭本事把人追到手了，那是我的战果，跟您老人家有什么关系？少废话，没点实在的好处，这是免谈。你这臭小子，真是半点亏都不肯吃。老祖嘴上骂骂咧咧，但还是有些不情愿地从自己的储物戒中取出了一个紫金色的葫芦，扔给了陆毅。诺，这紫金吞天壶乃是准圣阶的法宝，攻防一体，妙用无穷。老夫当年用过的宝贝，现在便宜你了。陆毅接过葫芦，在手里掂了掂，嘴上还吐槽着：准圣阶啊，有点不够看啊，算了，就当是跑路费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勉为其难地将葫芦收了起来。吐槽过后，交易也算基本达成。陆毅问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宁位师妹长得如何？你可别给我找个歪瓜裂枣，那我可不干。太初老祖闻言，挺起胸膛，拍得砰砰作响，打包票道：你放心，她可是个倾国倾城的绝世美人，定能让你小子满意。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得到保证后，陆毅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他不再停留，转身便离开了禁地，着手准备前往玄武国的事宜。看着陆毅离去的背影，湖泊前太初老祖脸上的笑意缓缓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邃与凝重。他再次伸出手指于身前掐算起来，但眉头却越皱越紧。果然又开始算不透了。他之所以费尽心思，甚至不惜自损颜面的忽悠陆毅前去，真实的原因是他根本算不透自己这个便宜徒弟的命运。他对自己的天机推演之术有着绝对的自信，哪怕是上界来的沈月瑶，他也能隐约窥探到其命运轨迹的1、2。唯独陆毅，从他被自己捡回来的那一天起，他的命运就始终是一团无法看透、无法解析的迷雾。他推算出自己的师妹将来必定会因为与他徒弟的不伦之恋而陷入危局，此乃定数，几乎无法更改。如今将陆毅这个最大的变数横插进去，不知能否将这既定的死局搅成浑水，从而谋求一线生机。陆毅从禁地出来，准备返回自己的圣子殿，但是他的脑子里还在回味着老祖刚才那番堪称离谱的让他泡师妹的言论。这老头的话怎么听怎么都觉得扯淡，什么桃花劫，什么为了理顺辈分，这些理由听起来一个比一个不靠谱。不过陆毅也懒得去深究这老头真正的目的，凭借这几年断断续续的接触，他对这个便宜师傅的为人还是十分信得过的。毕竟以他那深不可测的实力，如果真想害自己，自己恐怕连一丝还手的余地都没有，根本用不着拐弯抹角的设下这种离谱的圈套。想不通便不再多想，他转而用自己前世看网络小说的丰富经验，对这件事本身进行了一番专业的推测。老祖口中那位天赋异禀、身世坎坷的师妹，十有八九又是另一位天命女主，而他那个将要给他带来劫难的徒弟，想必就是与他配套的天命之子了。一想到老祖所说的桃花劫，再结合这两人之间的师徒身份，陆毅的嘴角就忍不住勾起一抹古怪的笑意。该不会是什么师徒虐恋的狗血戏码吧？他小声地吐槽了一句。随后陆毅不再纠结于这些有的没的，回到圣子殿之后，他便直接叫来了灵儿，吩咐道：去准备一下，过2日随我动身前往玄武国参加修士交流大会。玄武国修士交流大会。灵儿一听这话，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自从跟了主人之后，他几乎就没怎么离开过太初圣地，每日的生活不是伺候主人，
就是在修炼，可把他这个活泼好动的性子给憋坏了。现在一听能出远门，还是去天玄界最繁华的几大古国之一的玄武国，同时还有修士交流大会这种热闹可看，他整个人都差点欢呼了起来。是，主人，我这就去准备。他兴冲冲地应了一声，转身就要走。等等，陆毅叫住了他。灵儿疑惑地回过头，主人，您还有什么吩咐吗？陆毅看着他，想了想，随后开口道，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需要准备的，你就多带几套衣服吧。多带几套衣服？灵儿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有些不解地吐槽了一句，主人，我们是去参加修士大会，带那么多衣服干嘛？更何况玄武国本就繁华，还愁没有卖衣。他的话还没说完，声音便戛然而止。衣服这两个字没有说出口，却仿佛触动了某个开关，瞬间就让他联想到了偏殿里那些款式奇异、布料稀少的特殊衣服。他瞬间就明白了自家主人话语中的深层含义。这些衣服平日里在圣子殿内穿也就算了，难道还要带出去吗？不过仔细想一想，多少还真有点刺激呢。灵儿轻咳一声，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尴尬，一张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涨红。他不敢再看陆毅，只是低着头回应道，是，主人，灵儿明白了。说罢，他便迅速离开，前往偏殿收拾衣服去了。2日后，圣地中央的巨大广场之上，几艘体型庞大、通体由特殊陵墓打造而成的仙舟正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之中，舟身之上篆刻着复杂的阵法纹路，纹路之上还散发着淡淡的灵气光芒。陆毅带着灵儿以及他的一众追随者来到了广场之上，他没有理会周围弟子们投来的敬畏目光，径直登上了为首那艘最为宏伟的仙舟。然而他刚一踏上甲板，便迎面撞见了2个熟悉的身影，正是结伴同来的沈月瑶和林清玄。陆毅的目光第一时间便与林清玄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仅仅是这一瞬间的对视，林清玄便仿佛一只受惊的小鹿，身体猛地一颤，他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像是熟透了的苹果，羞涩地慌乱地低下了头，根本不敢与陆毅对视。毕竟直到目前为止，陆毅也还是他的债主。虽然前几日陆毅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并没有来找自己讨债，让他心中存了一丝侥幸，但这笔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清的债并不会因此而凭空消失。每一次见到陆毅，都会让他清晰地回忆起之前那些羞耻的画面。一旁的沈月瑶显然没有注意到自己闺蜜的这点异样，她的注意力全都在陆毅的身上。她看了一眼陆毅，立刻就想起了前几天在圣子殿被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好一顿训斥的场景。虽然事后她也承认陆毅说的有几分道理，但身为圣女，被人当着闺蜜的面如此不留情面的说教，她心中那份怨气可没有那么容易消散。她不由得对着陆毅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冷哼，随即她拉起林清玄的手，看也不看陆毅，径直绕过他，走进了前方的船舱之中。被当面甩了脸子，陆毅倒也不生气，他无奈地摸了摸鼻子，看着沈月瑶那带着几分傲娇的背影，心中暗道，这位圣女大人还真是记仇啊，看来真得找个时间好好跟她道个歉才行，毕竟她可是天命女主，早晚应该都是会回归上界的。他心中继续盘算着，万一以后自己真有机会飞升上界，他要是仗着回归后的家族势力给我穿小鞋可怎么办？他将这件事默默记下，盘算着合适的时间，随后便带着灵儿来到了负责安排此行的弟子为他们准备的船舱。让他有些意外的是，负责安排的弟子还挺用心，竟然只给他们主仆2人安排了一间宽敞的船舱。哟，还挺上道的嘛。陆毅满意的点了点头。待所有参加此次交流大会的弟子都登船完毕后，几艘仙舟的阵法核心便被催动，伴随着阵阵低沉的轰鸣声，巨大的仙舟缓缓升空，随即便开始加速，化作数道流光，破开云层，朝着遥远的玄武国方向急速飞去，很快便消失在了天空的尽头。玄武国与太初圣地相距甚远，即使依赖仙舟也需要2-3天时日。夜幕降临，巨大的仙舟在云层之上平稳地飞行，舟身两侧的阵法将高空的夜风隔绝在外。陆毅走出船舱，来到空无一人的甲板上，他抬头仰望着璀璨的星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与亲切。他甚至不需要主动运转功法，星辰仙体便自发地与星空产生共鸣，一丝丝精纯的星辰之力便会源源不断地从星空垂落，汇入他的经脉之中。看来星辰仙体在夜晚的修炼效率要比白天要高出不少。陆毅感受着体内星辰之力的增长，心中暗自盘算着，看来以后得让灵儿调整一下作息时间了。在甲板上欣赏了片刻星空后，陆毅想起了自己的另一桩正事，他决定趁着这个机会去向那位还在记着自己仇的圣女大人好好道个歉。打定主意后，他便不再停留，转身朝着沈月瑶的房间走去。咚咚咚，他来到沈月瑶房门前，
抬手轻轻敲响了房门。片刻后，房门被从内打开，沈月瑶那张清丽绝伦的脸庞出现在门后。当他看到门外站着的竟然是陆毅时，脸上明显露出了诧异的神色。陆圣子，他有些意外地问道。深夜来访，不知有何贵干？沈圣女，陆毅脸上带着一丝礼貌的微笑，开门见山地表明了来意。深夜打扰，有2件事，其一是想与圣女商讨一下此次交流大会的相关事宜，其二则是为上次在殿内之事专程来向你致歉。道歉？沈月瑶闻言更疑惑了。你有何事需要向我道歉？陆毅见状，顺势请求道。此事说来话长，不知可否进屋详谈。沈月瑶虽心中不解，但对方毕竟是圣子，姿态也放得很低，他不好直接拒之门外，便侧过身让他进了房间。然而令陆毅没想到的是，当他走进房间后，却发现林清玄竟然也在这里。他不动声色地朝着林清玄随意地打了声招呼。林姑娘也在啊。林清玄此刻如同受惊的兔子一般，在看到陆毅进来的那一刻，便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听到陆毅跟自己打招呼，他更是紧张的手足无措，磕磕巴巴地回应了一句圣子。沈月瑶关上房门，走到主位坐下后，再次追问道：好了，现在可以说了吧？陆圣子究竟要为何事道歉？林清玄也随着沈月瑶的落座，小心翼翼地重新坐回了原来的位置，只是身子坐得笔直，双手紧张地放在膝上。陆毅找了个位置坐下，脸上带着诚恳的歉意，说道：上次圣女为林天一事来我殿中求情，我当时站在宗门的立场上，言辞或许有些过重，并未顾及到圣女你的感受，事后想来多有不妥，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沈月瑶怔住了，她完全没想到陆毅会为了这种在他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的小事，专门在深夜登门道歉。身为老祖亲传，又是圣子，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这份郑重其事，反而让他对自己之前那点小小的怨气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我并未放在心上。他的语气不自觉地柔和了下来。你说的本就是事实，是我当时考虑不周。他对陆毅的观感在这一刻大为改观，印象也好了不少。既然最尴尬的话题已经化解，房间里的气氛也随之缓和下来，两人开始讨论起关于玄武国交流大会的正事。然而聊着聊着，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在许多修行的见解上竟然都异常的投机，从对功法的理解到对天地大道的感悟，两人总能说到一块去，甚至能从对方的话语中得到新的启发。话题逐渐深入，气氛也变得热烈起来。看着座位上那相谈甚欢的两人，一个神采飞扬，一个眼眸发亮，旁征博引。一旁的林清玄感觉自己格格不入，他们谈论的那些高深理论，他有很多都听不明白。他就像一个局外人，完全插不上话，只能安静地坐在一旁，听着他们越聊越投缘。这种感觉让他如坐针毡，浑身都不自在。最终他还是找了个借口，站起身对着沈月瑶轻声告辞：月瑶姐，我有些乏了，想先回去休息了。沈月瑶此时也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些冷落了这位闺蜜，但她与陆毅的交谈正值兴头上，实在有些意犹未尽。她略带歉意地点了点头：好，那你先回去吧，好好休息。林清玄应了一声，转身朝着房门走去。当他打开房门即将离去时，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房间内，陆毅和沈月瑶的交谈并未因他的离去而中断，两人依旧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看着那幅和谐的画面，林清玄的心中没来由地升起了一抹莫名的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酸涩情绪。他默默地关上了房门。林清玄走后，房间内的交谈仍在继续，两人越聊越深入，很快便谈到了各自修行的根基体质。不瞒圣女，我的体质乃是星辰仙体，陆毅坦诚地说道。星辰仙体？沈月瑶起初只是下意识地复述了一句，但下一秒她便猛地反应了过来，她的神情瞬间变得无比震惊，甚至带着几分难以抑制的激动。她身体前倾，盯着陆毅，声音都有些颤抖地说道：你是星辰仙体？我是皓月神体。陆毅不明白他为何会突然如此激动，他只是淡淡的哦了一声，还开玩笑地表示：那我们两人还挺有缘的。沈月瑶见他反应如此平淡，心中更加急切，追问道：你难道不知道这两种体质意味着什么吗？陆毅茫然地看着他，反问了一句：意味着什么？看到他这副全然不知情的样子，沈月瑶这才意识到他似乎真的对其中的奥秘一无所知。他张了张嘴，那句呼之欲出的话到了嘴边，却又被他犹豫地咽了回去。最终他还是摇了摇头，说了句：没什么。此后的交谈，沈月瑶明显变得有些心不在焉，时常走神。陆毅也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知道今夜的谈话该到此为止了，便主动起身告辞。陆毅离开后，房间里只剩下沈月瑶一人。
他陷入了犹豫与纠结之中，不知道该不该把那个关于只有星辰仙体与皓月神体才能共同修炼的秘法告诉他。他思虑良久，最终还是决定暂且观望一下，毕竟自己也没有那么着急突破修为，此事关系重大，还是等再多了解一下对方之后再做决定吧。他熄灭了房间里的灯火，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只是不知为何，今夜的他却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了。又经过2天2夜不间断的飞行，在第3天的傍晚时分，陆毅一行人终于抵达了玄武国。数艘巨大的仙舟缓缓驶入了玄武国的疆域，抵达了齐都城的上空。陆毅站在甲板的最前端，负手而立，他低头俯瞰着下方那座灯火通明的宏伟城池，鳞次栉比的楼阁，纵横交错的街道，以及那冲天而起的繁华气息，无疑不再彰显着这座古老都城的底蕴。即便是陆毅，也不禁在心中感叹一句，不愧是天玄界最繁华的几大古国之一，这繁华程度比起地球的大都市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仙舟的体型过于巨大，不宜直接驶入城中，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骚动。在陆毅的示意下，仙舟缓缓下降，最终平稳地降落在距离都城一段距离的城外的一片山林之中。陆毅遣散了随行的太初圣地弟子，让他们自行入城，自由活动即可。同时他还站在甲板上，用一种冠冕堂皇的语气告诫众人，此番前来，我等代表的是太初圣地的颜面，入城之后务必谨言慎行，切勿惹是生非，仗势欺人。他表面上一副正派领袖的模样，实则心里巴不得这群弟子惹上点什么麻烦，最好是能踢到铁板，引出些不畏强权的天命之子，也好让他顺藤摸瓜，看看有没有新的机缘可以触发。待一众弟子纷纷散去之后，一直乖巧地站在陆毅身后的灵儿立刻恢复了活泼的本性。他兴奋地一下扑了上来，亲昵地拽着陆毅的胳膊，用一种撒娇的语气央求道：主人主人，听说玄武国的夜市是整个天玄界最热闹的，我们快去逛逛吧。看着他那副兴致勃勃的样子，陆毅笑着正准备答应，一个清冷的声音却从一旁传来。沈月瑶带着林清玄也从船舱中走了出来。沈月瑶前几日与陆毅交谈甚欢，他也刚打算陪林清玄一块出去逛逛，正巧看到了陆毅，便想邀请他一同前去。他看向陆毅，主动发出了邀请：陆圣子，若不嫌弃，要不要与我们一同去城内逛逛？没等陆毅回答，灵儿便如同护食的小猫一般横插到了陆毅和沈月瑶的中间，隔开了两人的视线。他鼓起脸颊，眼神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敌意，看着沈月瑶酸溜溜地说道：就不劳烦圣女大人了，主人要陪我一起去逛。这突如其来的强烈醋意让场面一度有些尴尬。陆毅见状，只好无奈地对沈月瑶报以一个歉意的微笑：抱歉了，沈圣女，我们还是改日吧。好吧。沈月瑶看了看灵儿那副这是我的男人的吃味模样，了然地耸了耸肩。他并非不识趣之人，便不再强求，只是拉着旁边一直低着头的林清玄转身离开。玄武国的都城之内，夜市早已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街道两旁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笼，将整片区域照得亮如白昼。小贩们的叫卖声，食客们的谈笑声，孩童们的嬉闹声此起彼伏，充斥着人间烟火气。陆毅带着兴奋不已的灵儿一同漫步在这片喧哗之中。主仆二人走在街上，回头率极高，但绝大多数路人那惊艳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灵儿的身上，只因她那火辣的身材实在是太大了，太显眼了，即便是在宽大的长服之下，也无法掩盖那惊心动魄的弧度。果然，不论在哪一个世界，人都是视觉系动物。公子，你快看这个！灵儿正拿起一个稀奇古怪的木雕，兴奋地扭过头，想招呼陆毅一同观看。就在此时，人群之中，一个衣着华贵、身形娇小的身影窜了出来，他兴高采烈地一边回头向后看，一边向前跑，随后便不偏不倚，一头撞上了刚刚扭过头来的灵儿。更巧的是，那小姑娘的脑袋还精准无比地一头扎进了灵儿身前那柔软的山谷之中。下一刻，她便被一阵汹涌澎湃的波涛给狠狠地弹了出去，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哎呦痛呼。灵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有什么人胆敢非礼自己，下意识的转身便是一掌，但却拍了个空。而那一掌虽未动用灵气，所带起的掌风仍是让他前方的一众人群都趔趄了一下。随后他低下头，才看到摔倒在地上的那个小姑娘，想来她应该是被自己给弹倒的。随后他便俯下身去，伸出手想要将她拉起来，同时嘴里还一边问候着：小姑娘，你没事吧？那坐在地上的小姑娘摔得有些发懵，她揉着屁股抬起头，当看清了灵儿的模样以及那对将自己弹倒的凶器之后，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她从地上一跃而起，指着还笑眯眯的灵儿，娇蛮地呵斥道：你是什么人？走路不长眼睛吗？
敢拦本宫小姐的路。灵儿看着他那负气鼓鼓的娇蛮样子，反倒觉得有些可爱，便没有与他计较，还好言好语地道了歉。对不起啊，小姑娘，是我没注意，你没事吧？谁料那小姑娘却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主，她双手叉腰，威胁道：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在这玄武国还没人敢拦本小姐的路，你信不信我把你？她嚣张的话语还未说完，一个温润儒雅的男子声音便从人群后方传来，打断了他还没说出口的话。明月，休得胡言。只见一位同样衣着华贵、气度不凡的年轻男子走上前来，他先是板着脸训斥了那名叫明月的少女几句，随后便彬彬有礼地向灵儿拱了拱手，致歉道：这位姑娘，实在抱歉，舍妹被家中长辈惯坏了，有无礼之处，还望海涵。陆毅此时也慢悠悠地凑了过来，当他的目光与那名上前致歉的男子的目光在空中对上的瞬间，陆毅顿时有了一种一见如故的奇妙感觉。这家伙穿着打扮十分得体，言行举止儒雅随和，说话都带着笑意。身为反派的直觉告诉他，这家伙绝对是个反派同行吧。看着眼前这对兄妹，一个彬彬有礼，一个娇蛮跋扈，陆毅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从后面走了上来。他站到灵儿和那对兄妹的中间，不着痕迹地将灵儿护在身后，随即对着那名男子温和地笑了笑，主动打起了圆场。一场误会罢了，小孩子家家的，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兄台不必如此介怀。那名男子见状，也立刻再次向灵儿诚恳地致歉，随后转过头，用一种不容置疑的严厉眼神制止住了那个还想开口争辩的妹妹武明月。灵儿见主人出面，便立刻收起了自己所有的情绪，乖巧地退到了陆毅身边。他伸出双臂，亲昵地挽住了他的胳膊，他将头轻轻靠在陆毅的肩膀上，摆出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全听主人做主的纯良无辜模样。只是那眼神的余光还在示威般地瞥着对面的武明月。相逢即是有缘，陆毅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柔软触感，继续笑着提议道：既然令妹也受了惊吓，不如我们便去这旁边的醉仙楼小酌一杯，全当是和解了，如何？他的真实目的自然不是什么赔礼道歉，而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试探一下这对兄妹的底细。毕竟能让他在看到第一眼时就产生同类感觉的人可不常有。武明熙也正有此意，他早已察觉到挽着眼前这男子的红衣女子修为不俗，而这个自己完全看不透深浅的男子更是让他心中充满了忌惮与好奇。他也想借机摸清对方的来路，便接受这个提议。阁下言重了，该是我为舍妹的鲁莽赔罪才对，请。四人一同来到了旁边那座灯火辉煌、足有7层之高的醉仙楼。陆毅抬头看了一眼那龙飞凤舞的招牌，心中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这名字一听就像是小说里那种专门用于惹是生非、打脸反派的地方。进入酒楼，在小二恭敬的引领下，几人来到了3楼的一处雅致包厢。落座之后，武明熙坚持要尽地主之谊，点上了一桌玄武国最具特色的酒菜。酒过3巡，他便主动开口，开始了自我介绍：还未请教阁下高姓大名？在下武明熙，这是舍妹武明月。哦，姓武。陆毅听到这个姓氏，好奇地询问道：玄武国的国姓似乎便是武吧？不知二位与玄武国皇室是否有什么关联？武明熙闻言坦然一笑，承认道：阁下好眼力。不瞒阁下，在下正是玄武国当朝太子，而明月则是我的小妹，也就是小公主。听到太子这个身份，陆毅心中毫无波澜。毕竟区区一个世俗古国的皇权继承人，与太初圣地这种超然物外的修炼宗门相比，根本不值一提。随后他便像想明白了什么，吐槽道：怪不得这小丫头如此蛮横跋扈，原来是被惯坏了啊。武明月听到他这话，又看到他脸上那副浑不在意的随意态度，在他看来，这便是对自己皇室身份的蔑视，当即就不乐意了。砰！他猛地一拍桌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怒视着陆毅：你说谁嚣张跋扈？别以为自己长得好看就了不起了。明月，坐下。武明熙急忙一把将炸毛的妹妹按回了座位，连声向陆毅道歉：阁下息怒，舍妹无状，在下代他向你赔罪。他心中却是愈发震惊，眼前这个男子在得知自己的身份后，竟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敬畏之色。这份从容与淡定愈发笃定了他之前的猜测，对方来历绝对不凡，定是某个前来参加交流大会的顶尖宗门的弟子。于是他的姿态放得更低，更加客气地拱手询问道：还未请教，阁下是来自哪个宗门的高徒？陆毅端起面前的酒杯放到唇边，轻轻抿了一口，随即他才用一种随意到近乎懒散的语气，轻飘飘地吐出了4个字：太初圣地。这4个字如同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武明熙闻言瞳孔骤然一缩，脸上满是震惊之色，尚未来得及说些什么，
一旁的武明月却噌的一下又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但这一次他脸上非但没有了丝毫的怒气，反而充满了极度的兴奋与崇拜，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里几乎要冒出光来。太初圣地，那么说太初圣地的弟子已经来了吗？那传说中的圣子大人来了没有？陆毅看着他这180度大转弯的态度，直接被逗乐了。他放下酒杯，笑着反问道：怎么，你对他很感兴趣？当然了。武明月激动的脸颊通红，双手握拳放在胸前，如同一个见到了偶像的小粉丝。那可是太初圣子啊，相传他修炼天赋举世无双，容貌俊美，而且几乎从未在外露面过，神秘得很。我当然感兴趣了。他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急切地追问道：哎呀，你别问那么多了，快告诉我，他到底来了没有？陆毅看着他这副急不可耐的样子，嘴角的笑意更浓了。当然来了，看你这么感兴趣，要不要我带你去见见他？谁知前一秒还娇蛮泼辣兴奋不已的小公主，在听到这句话后，突然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整个人都扭捏了起来。她红着脸，双手的手指不安地搅动着，用一种细弱文娜的声音小声问道：这会不会太冒昧了？圣子大人他愿不愿意见我啊？陆毅被他这副反差巨大的模样给逗乐了，合着这刁蛮的小公主竟然还是自己的小迷妹。这时一旁的武明熙也立刻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冠，随后对着陆毅用一种比之前恭敬了数倍的姿态郑重地行了一礼：方才多有失礼，还未请教阁下尊姓大名。陆毅放下酒杯，目光平静地扫过眼前这对神情各异的兄妹，随后他便缓缓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便是太初圣地圣子陆毅。陆毅此话一出，整个包厢内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武明熙和武明月兄妹二人如同被定身了一般，僵在了原地，他们的脸上还残留着前一刻的情绪，但此刻这些情绪都被一种更为强烈的名为震惊的情绪所覆盖，他们的大脑都有些转不过弯来。今晚他们兄妹二人只是随便出来逛个街，与人发生了一点小摩擦，没想到竟然就遇到了传说中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太初圣地圣子，这实在是太过于梦幻，以至于让他们一时半会儿有些反应不过来。就在包厢内的气氛一度有些凝滞之时，一阵喧哗与骚动声忽然从包厢外的大厅之中隐隐传来，打破了这份寂静。这阵突如其来的喧哗对于武明月来说简直就是天降甘霖。刚刚还因为自己是圣子小迷妹而兴奋不已的他，此刻正为自己在偶像面前的种种失态而感到尴尬万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抓住这个绝佳的机会，几乎是第一个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快步跑出包厢。我去看看外面发生什么事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夺门而出，趴在了栏杆之上，向下方的大厅张望着。武明月踮起脚尖，一眼就看到了楼下大厅的中央，一个他颇为熟悉的清秀男子身影。此刻那名男子正与他对面的一男一女两名身穿统一宗门服饰的弟子激烈的对峙着，双方互不相让，眼看就要打起来了。而在他们的周围早已里三层外三层的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将整个大厅堵得水泄不通。当看清那名清秀男子的面容之后，武明月不由得秀眉微蹙，随后便用一种带着几分厌烦的语气小声地嘀咕了一句：怎么又是武阳这家伙？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他的身后。陆毅也从包厢里走了出来，站到了他的身后。他很是自然地便伸出双手，轻轻地搭在了武明月那娇小的肩膀之上。武明月的身材本就娇小玲珑，此刻又踮着脚尖，头顶也才刚到陆毅的下巴处。当他感觉到那双温暖而有力的手掌搭在自己肩上，以及身后那逐渐靠近的属于陆毅的男子气息时，他的身体瞬间就僵住了，一股热气直冲头顶，脸颊烫得惊人。这可是太初圣子啊！而且自己刚刚还在他面前说了那么多崇拜又失礼的话。随后陆毅微微弯下腰，将头凑到他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吹拂在他敏感的耳廓上。他用一种带着磁性又有些蛊惑意味的声音轻声询问道：你认识下面那个与那二人对峙的家伙？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令武明月浑身不受控制的轻轻一颤，他心中更是如小鹿乱撞，害羞到了极点。他磕磕巴巴地回答道：那个人叫武阳，是宁王府的庶子，也姑且算是我和哥哥的师兄吧。哦，师兄。陆毅闻言顿时来了兴趣。那你们的师傅是谁？当然是国师大人了。武明月老老实实的回答。不过我和哥哥只是记名弟子，而武阳他是亲传弟子。陆毅立刻抓住了他话语中的另一个重点，继续追问道：那你刚才说又是他，是什么意思？他自从拜了国师为师之后，武明月的声音颤巍巍的，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害羞，就总是会与其他人发生冲突，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听完武明月的这番解释，陆毅心中瞬间明了，他要找的那个便宜师姑，老祖的师妹，应该就是这位神秘的玄武国国师了。而楼下这个名叫武阳的家伙，出身宁王府，众所周知，宁王向来不宁，还是庶子，想来应该不受家里待见。再加上这容易惹祸招灾的体质，十有八九就是新的天命之子，也是师姑收的那位宝贝徒弟，同时也是师姑那场所谓的劫难的来源。就在陆毅锁定目标之时，他的目光也扫过了与武阳对峙的那一男一女2名弟子，他们身上穿着的赫然便是太初圣地内门弟子的服饰。看来这些弟子们果然没有令自己失望，这才刚出来没多久，就已经惹上了天命之子。陆毅松开了搭在武明月肩上的手，嘴角勾起了一抹玩味的笑容。随后他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袍，径直从一旁的楼梯朝着楼下的大厅走了下去。他穿过外围那些还在议论纷纷的围观人群，不紧不慢地来到了对峙双方的旁边。他平静的目光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那2名自家弟子身上，淡淡的开口问道：怎么回事？这是发生什么事了？那名正与武阳争执的面红耳赤的太初圣地男弟子，在听到这个声音时，下意识地转过头来。当他们看清来人的面容时，顿时大惊失色，脸上的嚣张与委屈瞬间被敬畏与恐慌所取代。他们立刻恭敬无比的躬身行礼，声音都带着颤抖：拜见圣子。此言一出，本就喧闹的大厅更是人声鼎沸，周围的看客们瞬间爆发出比之前强烈了10倍不止的巨大喧哗与骚动。什么？圣子？他难道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太初圣子？没想到太初圣子竟然也来了，这次修士交流大会可有看头了。那小子可要惨了哦，人家自家的圣子都来了。与此同时，那名面容清秀的男子武阳，他的目光也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这位突然到来的陆毅身上。就在2人目光交汇的那一瞬间，武阳的心中没来由地升起了一股极其强烈的凶兆，他只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但他本能地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是个危险的家伙，这家伙绝对不是什么好人。就在武阳感到危机感之际，他对面的另一名太初圣地的女弟子已经抢先一步，带着几分委屈向陆毅告起了状，启禀圣子。事情是这样的，方才我与沈师兄在此处饮茶，邻桌的这个家伙一直在高谈阔论，吹嘘自己拜了国师为师，是何等的天纵奇才。这也就罢了，可他说着说着，竟敢将您也拿出来作为对比，言语间多有拉踩之意，说您的名声不过是宗门吹捧出来的。沈师兄一时气不过，便斥责了他一句自不量力，随后他便非要与沈师兄理论一番。谁知沈师兄也像是着了魔一般，非要与他理论，这才升级成了对峙，惊扰了圣子殿下，还望圣子恕罪。陆毅听罢，心中已然了然，这又是天命之子的经典套路。武阳在这里吹牛吸引仇恨，而那位倒霉的沈师兄则不幸被主角降智光环笼罩，受到了气运的影响，被强行失了智，化身为主动挑起冲突的无脑反派，为主角接下来的打脸环节搭建好了舞台。此刻那名被点名的沈师兄也终于从方才那股莫名的冲动中彻底清醒了过来。他回想起自己刚才那些完全不像自己的言行，只觉得一阵后怕与莫名其妙。他连忙走到陆毅面前，惶恐地躬身道歉：圣子殿下，弟子刚才也不知为何一时冲动，惊扰了圣子，实在罪该万死。陆毅随意地摆了摆手，脸上看不出喜怒：小事一桩，不必放在心上，既然是误会，说开了便好，都散了吧。他想给自家这2位倒霉弟子一个台阶下，让他们先离开，免得又做出什么失了智的举动。谁料对面的武阳却不干了。武阳听到陆毅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准备接过此事，梗着脖子用一种充满了冒犯的语气斥责道：等等，他难道不应该跟我道歉吗？此言一出，刚刚才有所缓和的场面再度变得尴尬起来。那2名太初圣地的弟子都用一种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武阳。陆毅心中暗笑，老子给你台阶下，你非但不下，还要自己跳上来作死。他缓缓转过身，脸上带着一丝笑眯眯的表情，看着一脸傲气的武阳。哦，你是觉得他刚才说的话没有道理吗？不等武阳回答，陆毅便继续说道：可我倒是觉得他说的都是事实，你确实自不量力，对于事实又有什么需要跟你道歉的？这番话比之前沈师兄那句自不量力侮辱性还要强上10倍。武阳被激得满脸通红，血气直冲头顶，他怒喝道：是不是自不量力，要比过之后才知道。行啊。陆毅嗤笑一声，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你如果能接下我一招，我便让他跪下来给你磕头道歉，如何？少看不起人了。武阳怒吼一声，体内子府境后期的灵力瞬间爆发，刚刚摆好了攻击的架势。然而他的话音还未完全落下，陆毅的身影
已经如鬼魅一般，跨越了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只裹挟着璀璨星辰之力的磅礴手掌，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结结实实地印在了他的胸口之上。砰！武阳整个身体不受控制地倒飞而出。然而，就在陆毅那一掌将要印在他胸口的瞬间，一道璀璨的光芒猛地从他怀中爆闪而出，形成了一道坚韧的光幕，硬生生地抵消了陆毅这一击中的大部分威力。饶是如此，那股恐怖的穿透力仍旧震得他气血翻腾，当场喷出了一口鲜血。他怀中的一块绿色玉佩也在光芒散去之后，咔嚓一声，表面布满了细密的裂痕。武阳摔倒在地，看着怀中那块碎裂的玉佩，双目瞬间变得赤红，目眦欲裂。这可是师尊亲手赐给他的护身法宝，是他最珍视的宝物。愤怒与屈辱在这一刻彻底冲垮了他所有的理智。他从地上一跃而起，口中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他竟不顾双方之间那如同天堑般的实力差距，朝着归一境后期的陆毅发起了攻击。陆毅看着朝自己冲来的武阳，嘴角的嗤笑更浓了。他缓缓抬起右手，掌心之中一道足以将武阳瞬间轰杀成渣的恐怖灵力开始凝聚。然而他这足以致命的一掌却迟迟没有轰出。他在等。从他走下楼梯的那一刻起，他就感觉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神识，一直在暗中窥探着全场。那股神识十分隐晦，想来那必定就是自己的那位便宜师姑了。果然，就在武阳的攻击即将触及陆毅的衣角，而陆毅也作势要拍下那必杀一掌的瞬间，一声清脆的女声响彻了整个醉仙楼。住手！伴随着声娇喝而来的是一股柔和却又无法抗拒的磅礴灵力。这股灵力精准的作用在正在向前冲的武阳身上，将他猛地向后震飞了出去，但同时又巧妙地卸去了所有的力道，没有让他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紧接着，那道声音再度响起，这一次话语中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口吻：今天的事情就此结果，众人都散了吧，还望陆圣子能上楼一叙。武阳被震退后，感觉这道声音异常熟悉，但没有多想。那股上头的怒火退去之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刚才的行为是何等的冲动与鲁莽。他从地上爬起，咬了咬牙，用一种极度不甘的眼神瞪了陆毅一眼，放了句今日之辱，我记下了的狠话。随后便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狼狈地离开了醉仙楼。陆毅见正主已经出面，便顺势散去了掌心的灵力。一位酒楼的侍女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旁，对着他恭敬地弯腰，做出一个请的手势。他跟着侍女朝着楼上走去，心中暗道：师姑，你可终于出手了，再不来我可就真把你那宝贝徒弟给打死了。与此同时，他也在好奇自己这位师姑到底长什么样子，毕竟他可还记着老祖给他安排的任务。等会儿自己可得先瞧瞧这位师姑合不合自己的胃口。在侍女的引领下，陆毅顺着楼梯一路来到了醉仙楼的最顶层。与楼下的喧嚣热闹截然不同，整个顶层显得异常安静。这里似乎只有一间房，房间的装饰极为简洁，甚至可以说有些冷清，与整座酒楼的风格格格不入。侍女将他引至门口后，便躬身退下，并关上了门。陆毅的目光穿过那层薄薄的随风轻动的纱帘，隐约见到一道倩影正端坐于古琴之后。那身姿窈窕，气质出尘，即便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也足以称得上是倾国倾城。悠扬的琴声因他的到来而戛然而止。纱帘后的女子率先开口，她的声音清冷如月，却与之前的声音有些不同。你便是如今的太初圣地圣子，为何你身上所修并非我太初圣地的功法？陆毅随意地摊了摊手，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道：有更好的，为什么不选更好的呢？纱帘后的女子沉默了片刻，她的声音便再度响起：看来你是有自己的特殊机缘。陆毅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直接反问道：你想必便是我那便宜师傅的师妹了吧？按辈分，我是不是该喊你一声师姑？女子显然对陆毅知晓她的身份感到颇为诧异，轻疑了一声。而陆毅此时才猛然想起一个极其尴尬的问题，自己光顾着问那老头师姑长得怎么样，却压根忘了问对方的姓名。他只好厚着脸皮当场补救：那个，敢问师姑尊姓大名？噗嗤，纱帘后传来了一声极轻的笑声，虽然很快便被压了下去，但还是让那冰冷的气氛融化了些许。你师父竟没告诉你我的名字吗？这个，陆毅挠了挠头，甩锅道：没有。女子似乎是被他这番坦率的操作给逗乐了，沉默片刻后才缓缓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冷凝霜。陆毅在心中默念了一遍。冷凝霜，人如其名，果然和他这冰山美人的气质很配。冷师姑。陆毅从善如流地改了称呼，随即切入正题，开始了自己明知故问的试探：敢问师姑，方才为何要出手救下那名少年？冷凝霜坦诚相告：他是我新收的徒弟。哦。
原来是师姑的高徒。陆毅点了点头，继续追问道：那师姑刚才为何不直接出面，还要刻意改变自己的声音呢？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一次冷凝霜犹豫了片刻，才缓缓解释道：我暂时还不想让武阳知道我在这醉仙楼里消遣。消遣，陆毅下意识地追问了一句：消遣做什么？卖艺。冷凝霜吐出了这两个字，陆毅彻底愣住了。堂堂不灭境的强者，太初老祖的师妹，玄武国的国师，竟然喜欢在这种地方消遣卖艺，这是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不成？陆毅想不明白，也不敢问，就当这是自己这位师姑空闲时期的小爱好吧。冷凝霜似乎也察觉到了陆毅那古怪的眼神，他轻咳了两声，主动转移了话题：师兄他近来可好？他……陆毅回过神来，随口答道：成天在禁地里钓鱼，好得很。听到老祖无恙，冷凝霜似乎也松了口气。随后陆毅便询问冷凝霜滞留玄武国还成了国师的原因。我之所以会担任这玄武国的国师，是因为皇室手中有一件对我修行很有作用的东西，再加上玄武国皇室对我的家族有恩，不方便强取，我为了换取此物，便答应了他们，以担任10年国师为条件进行交换。陆毅这才了然，原来背后还有这么一出交易。一番寒暄过后，冷凝霜终于说出了邀请陆毅上楼的真正目的。陆师侄，今日之事是我那徒儿鲁莽了。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请求的意味，希望你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再与他计较。武阳他年纪还小，有些意气用事，并非有意冒犯。师姑说笑了。陆毅很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我自然不会跟他一般见识。见他答应得如此干脆，冷凝霜也松了口气。但陆毅随即话锋一转，也给出了自己的底线。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只要他不主动来招惹我，我是不会拿他怎么样的。但若是他自己不识好歹，非要凑到我面前来找死，那到时可就别怪我这个做师侄的不给你面子了。冷凝霜一心只想着护住徒弟，并未听出陆毅话语中那隐藏的警告意味。在他看来，陆毅已经给了他面子，答应不再追究，这便足够了。随后他轻声道：夜深了，我便不多留陆师侄了。陆毅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言，转身便离开了。他顺着楼梯下楼，发现楼下大厅的食客们早已散去，而在大厅的一角，灵儿、武明熙以及武明月3人竟然一直没有离开，似乎是在专门等他。主人。灵儿见到陆毅的身影，立刻快步迎了上来，很是自然地再次搂住了他的胳膊，将头靠在他的肩上，姿态亲昵无比。陆毅刚下楼，便看到武明熙兄妹和灵儿居然都没有离开，似乎一直在等他。武明月在一旁看到灵儿与陆毅如此亲密的姿态，明亮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酸味。他轻哼了一声，随即也走上前来，对着陆毅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陆圣子，今日之事多有得罪，为了表示歉意，明月想邀请圣子明日与我同去参加一场拍卖会，不知圣子可否赏光？拍卖会。陆毅一听这3个字，顿时来了兴趣。这可是玄幻小说里经久不衰的经典场景，是主角捡漏，反派装逼，引出新冲突的最佳舞台。这种热闹自己可不能错过。哦，是什么样的拍卖会？他故作好奇地问道。武明月见他感兴趣，立刻兴奋地介绍道：是天宝阁举办的年度大型拍卖会，届时会有许多来自天南海北的奇珍异宝出现，非常热闹的。陆圣子，你出来玄武国，正好可以去见识一下。既然公主殿下盛情相邀，在下岂有不从之理？陆毅笑着答应了下来。太好了！武明月闻言，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他连忙说道：那明日一早，我们便在这醉仙楼会合，你可不许爽约哦。有劳公主了。约定好明日的行程后，武明熙也上前与陆毅客套了几句，随后便带着心满意足的妹妹离开了醉仙楼。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陆毅嘴角的笑意愈发玩味。拍卖会、天命之子，还有那位神秘的师姑，这玄武国之行似乎要比他想象中有趣的多了。离开醉仙楼后，夜色已深，陆毅带着灵儿返回了停靠在城外山林中的仙舟。回到那间为他们2人准备的宽敞船舱，陆毅随手布下一道隔音禁制，正准备与灵儿一同休息时，灵儿却带来了一则重要的情报：主人，有件事需要向您禀报。哦。陆毅看着他那副严肃的表情，示意他继续说下去。灵儿点了点头，神情凝重地说道：我们安插在凌天身边的探子回报，凌天他也已经抵达了玄武国都城。他顿了顿，补充了最关键的一点，而且根据探子的观察，他之前被废掉的修为似乎已经完全恢复到了从前的境界，只是气息上有些不稳，根基不牢。听到这个消息，陆毅脸上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意外之色，他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心想果然如此，这正是天命之子的标准待遇，身受重创，修为尽废，然后便会触发奇遇。
林天遇到的便是那个隐士老头，不仅伤势尽复，还能破后而立，修为更进一步。这种套路他实在是太熟悉了。他来此的目的查清了吗？陆毅随口问道。因为需要保持安全距离，尚不明确。灵儿摇了摇头，随后继续说道。不过他和救他的那个老头以及老头的孙女一同落脚在了天宝阁附近的一家客栈里。我推测他们的目标应该也是明日即将开始的那场拍卖会。拍卖会？陆毅闻言心中一喜，这可真是巧了，看来明天的拍卖会注定不会无聊了。他对灵儿的情报工作表示了满意，走到他面前轻轻捏了捏他的脸颊，笑着说道，做得不错，既然工作完成的那么好，那也该轮到本圣子好好的奖励你一下了。灵儿的脸颊瞬间飞上2抹红霞，她娇羞地应了一声，随即转身准备去熄灭房间里的灯火。然而她的手还没碰到灯罩，便被陆毅阻止了。别熄！灵儿不解地回过头，只见陆毅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缓步向她走来。摸黑多没意思，我啊更喜欢亮着灯。与此同时，在天宝阁附近的一家客栈内，林天正盘膝坐在床上，默默地运转着功法，感受着体内那失而复得，甚至比以往更加澎湃的灵力，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回想起这几日的奇遇，自从被逐出太初圣地，在那山林中昏迷之后，他便被一位姓钱的老者所救。那位钱老不仅修为不凡，更是医术高超，仅仅用了数日的时间，便用各种他闻所未闻的方法，将他被废的丹田与经脉修复的8、9不离10，修为也恢复了大半。他缓缓退出修炼状态，握紧了拳头，感受着那股熟悉而又强大的力量。滔天的恨意如同火焰一般再次在他胸膛中燃烧。陆毅，他永远也忘不了陆毅带给他的屈辱，忘不了对方废掉自己修为时的眼神，还有清玄。他心中充满了执念，他必须找到妹妹，当面向她问清楚那段断绝关系的影像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绝不相信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妹妹会真的如此绝情。就在他心潮起伏之际，房门被轻轻敲响了。林天大哥，你休息了吗？是钱老的孙女，那位名叫晴儿的少女。林天收敛起心中的恨意，起身打开房门。对于这位几日来对自己悉心照料、温柔体贴的女孩，他颇有好感。晴儿姑娘，这么晚了还没休息？我是来替爷爷传话的。晴儿有些羞涩地说道。爷爷让我嘱咐你，你刚经历大起大落，经脉虽然重塑，但尚未完全稳固，切不可急于求成，过度修炼，否则极易留下隐患，甚至走火入魔。应当等到明日在拍卖会上购得所需的那几味灵草，用药浴彻底巩固经脉之后，方可继续修行。林天闻言，心中虽不以为然，但口头上还是满口答应下来。多谢晴儿姑娘提醒，也替我多谢钱老关心。我知道分寸的，你快些回去休息吧。然而在晴儿带着关切的目光离开之后，他关上房门，却立刻再次进入了修炼状态。他不愿浪费任何1秒宝贵的时间。他自信地认为自己的蛮荒圣体强悍无比，如今的经脉强度完全可以承受得住。钱老的警告多少是有些过于谨慎了。林天与陆毅都在修炼中度过了这短暂而漫长的一夜。次日清晨，天色渐亮，陆毅从床上坐起，看着身旁累得昏睡过去，连手指都懒得动弹一下的灵儿，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不禁在心中吐槽了一句：这丫头浑身上下也就鼠嘴最硬了，真到了顶不住的时候，连半句求饶的话都不说。他决定让灵儿好好休息，今日的拍卖会便自己一个人去就好了。穿戴整齐之后，陆毅独自离开了仙州，来到了与武明月约定的醉仙楼前。此时武明月早已在此等候多时，正有些焦急地来回踱着步。他今天显然是特地精心打扮了一番，换上了一身俏丽的鹅黄色裙装，甚至还将一头秀发扎成了2束可爱的双马尾，随着他的动作一甩一甩的，与昨日那个娇蛮任性的小公主形象判若两人。陆圣子，你来了。见到陆毅的身影，武明月惊喜地迎了上来，还期待地在他面前转了个圈，询问道：我今天的打扮怎么样？陆毅看着他这副少女怀春的模样，忍不住打趣道：看起来倒是真的像一个公主了。武明月自然明白他是在调侃自己昨天的刁蛮，但他此刻心情极好，毫不在意。他反而不客气地直接上前，很是亲昵地搂住了陆毅的胳膊，将他朝着街道的另一头拉去。他一边走一边还好奇地向后张望，问道：咦，昨天那位大姐姐今天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陆毅摸了摸鼻子，意有所指地轻咳一声，说道：她昨天累坏了，让她多休息一会儿。武明月显然没有听懂他话语中的深层暗示，只当灵儿是舟车劳顿，身体疲乏。他心中不由得暗暗高兴，那个极具威胁的大敌不在，今天自己就可以独占圣子了。心情大好的武明月随即拉着陆毅
一同朝着天宝阁的方向快步走去。陆毅在武明月的引领下来到了天宝阁的门前，眼前的这座建筑只能用宏伟2字来形容。整座阁楼雕龙画凤，飞檐斗拱，通体由某种不知名的金色陵墓打造而成，在夕阳的余晖下反射着璀璨的光芒，其奢华与气派的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太初圣地内的一般殿宇建筑。不愧是天玄界赫赫有名的商业组织。两人前脚刚刚踏入那流金的门槛，后脚凌天、晴儿以及钱老一行3人也恰好抵达了天宝阁的门口。此刻的凌天身上穿着一袭宽大的黑袍，将整个身形都笼罩其中。他还对自己的容貌进行了简单的易容，使其变得平平无奇。他抬头望着眼前这座金碧辉煌的建筑，眼中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只要能在此次的拍卖会上得到那几位重塑经脉的灵草，他的根基便能彻底稳固，自己也能早日踏上复仇之路。凌天大哥，我们为何要如此打扮啊？一旁的晴儿看着他这副藏头露尾的模样，有些好奇的小声问道。出门在外，谨慎一些总是好的。凌天随口解释了一句，他自然不会说自己是因为听闻了陆毅昨日在醉仙楼露面的消息，他心中忌惮，生怕会在此处与那个家伙相遇，所以保险起见还是要隐藏一下。走在最后方的钱老见凌天行事如此谨慎，浑浊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暗自点了点头。他心中暗忖，自己果然没有选错人，此子天赋卓绝，身负大气运，将来必能成长为一方强者，想来足以在自己大限到来之后代替自己保护晴儿周全。只是他如今的心性还是稍差了一些，心中的仇恨执念太重，这是一个极大的隐患。看来在自己寿元耗尽之前，必须得想办法帮他解开这个心结才行，否则一旦滋生心魔，更甚者堕入魔道，可就不好了。天宝阁内部更是别有洞天。陆毅在武明月的引领下，没有在大厅停留，而是径直通过一条专属通道，来到了位于3楼的玄武国皇室专属包厢。这里的视野极佳，透过面前那面巨大的单向水晶窗，可以清晰地俯瞰整个宏伟的圆形拍卖会场，而楼下的人却无法窥探到包厢内的分毫。陆圣子，请坐。武明月指了指包厢内那张华贵的椅子，陆毅随意地落了座，随即也示意武明月坐下。武明月看了看陆毅旁边那张同样华贵的椅子，又看了看陆毅此刻正坐着的那张，他的小脑瓜里忽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这里的椅子为什么要做得这么小呢？要是再大一些，自己是不是就能和他坐同一把了？这个大胆的念头一出现，便如同野草般疯长。就在他即将坐到旁边那张椅子上时，他的小脑瓜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错的想法。只见他身形一转，竟直接来到了陆毅的面前。在陆毅那有些发愣的目光之中，这位前一刻还娇俏可人的公主殿下红着一张俏脸转过身去，然后一屁股便坐到了陆毅的怀里。陆毅被他这番大胆的操作直接给整了一愣，他心中暗道，这小妮子那么放得开吗？他低下头看了看怀中这个身体僵硬连耳根都已红透了的娇小身影，不禁轻笑一声，看来也没那么放得开啊。他很是自然地伸出双手，顺势扶住了他那不盈一握的纤细腰肢，随后用一种充满了调侃的语气说道，既然你想坐，那便坐吧，只要别闲个得慌就行。陆毅心中则感叹着，这小妮子的腰是真细啊。而武明月感受到他手掌上传来的灼人温度，听着他的话，身体不由得微微一颤，心中更是羞涩到了极点，心中暗道，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会做出这么大胆的事情来？就在这时，拍卖会场内的灯光微微一暗，预示着拍卖会即将开始。陆毅的神识也悄无声息地扫过全场拍卖会场，鱼龙混杂，也不必担心神识扫描会被那老头发现。他几乎没有耗费任何力气，便轻而易举地就在下方座位之中锁定了凌天一行人的位置。他心中忍不住吐槽起来，凌天这家伙竟然还易容了，还挺谨慎的嘛。不过谨慎并没有什么卵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再加一个穿着黑袍生怕别人注意不到他的青年，这种组合放在拍卖会实在是太显眼了。尤其是那身黑袍，谁家好人来参加拍卖会会穿成这样？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所有人我有问题吗？与此同时，他也在计划如何对付凌天，肯定不能让他顺顺利利的修复经脉。随即一个计划在陆毅的心底悄然升起，他凑近怀中武明月的耳畔，在他那羞红的耳边用极轻的声音说道，明月，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武明月被他呼出的温热气息弄得更加害羞，整个人都快要软倒在他的怀里。他磕磕巴巴的笑声询问道，什么忙？很简单。陆毅低语道，一会儿拍卖会开始后，我需要你帮我针对一伙人，无论对方拍什么东西，你都只管加价，务必要将东西从他们手中抢下来。武明月虽然不明白陆毅为何要如此行事，毕竟还有什么人敢跟他抢东西不成，
但圣子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这个念头却在心底油然而生。他毫不犹豫，连原因都没有问，便红着脸重重地点了点头，回应道：好。见他答应得如此干脆，陆毅满意的笑了，这小妮子也太容易拿捏了。他告诉了明月、林天一行人所在的具体位置，对方坐在甲区第3排第5号位，他们一行3人，其中一个穿黑袍，很明显的。随后他轻轻拍了拍武明月的纤腰，示意他亲自过去看看，认清目标，可别认错了人。武明月咬了咬嘴唇，这才有些恋恋不舍地从陆毅那温暖但有些个人的怀抱中起身，走到了包厢的水晶窗前。他踮起脚尖，压在扶手上，顺着陆毅所指的方向向下望去。凭借着那身极其显眼的黑袍，他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他回过头，向着陆毅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已经认清了。就在此时，伴随着一阵喧闹声和一声清脆的锣响，一位风姿绰约的女拍卖师走上了中央的高台。拍卖会正式开始了。拍卖台之上，风姿绰约的女拍卖师简单的说了几句开场白之后，拍卖会便正式开始了。随后她便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声音介绍着一件件拍品。然而刚开始的这几件拍品不是些寻常的矿石，便是一些品阶不高的丹药，显然只是为了暖场，引不起太大的骚动。皇室包厢内，武明月将小巧的下巴搁在栏杆上，百无聊赖地用手指在窗沿上画着圈。他的目光时不时地飘向楼下的那个黑袍身影，心中不住地嘀咕着，怎么还不出手呀？到底什么时候才出手？再不出手，我就要回去坐找了。终于在又一件平平无奇的法宝被拍出后，拍卖师的声音陡然高昂了数分。接下来要呈上的是一株100年份的龙涎草，此草乃是补充气血、淬炼肉身的绝佳灵物，对于体修或是受伤的修士而言，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药。起拍价3000下品灵石。随着这株灵草的登场，楼下林天身旁的钱老终于举起了手中的号牌，3500，来了，终于出手了。一直趴在栏杆上的武明月瞬间精神一振，原本有些慵懒的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他毫不犹豫地遵照陆毅的指示参与竞价，随后他清脆的声音响彻全场，1万。这个价格一出，整个会场都出现了短暂的安静，直接将价格翻了近3倍。这种财大气粗的竞价方式显然是来自楼上的贵宾包厢。林天一行人所在的区域，林天的拳头瞬间就攥紧了，显得有些焦急。这龙涎草正是他重塑经脉所需的辅药之一。不必着急。一旁的钱老却表现得很镇定，他拍了拍林天的手背，低声安抚道：只是辅药罢了，类似的灵药后面还有很多，1株2株影响不大。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未如钱老所预料的那般顺利。在接下来的几轮竞拍中，另外2株对林天同样重要的灵药血玉髓和九叶兰，依旧是被楼上同一个包厢用同样不讲道理的加价方式给截胡了。这下林天彻底急了，脸上满是怒容。他不明白楼上那个女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为什么偏偏要跟自己过不去。钱老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他也意识到情况不对劲。1次2次是巧合，3次便是有些刻意为之了。他们这是被人给刻意针对了啊！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在下一轮一件名为玄光盾的防御法宝开始竞拍时，钱老眼中金光一闪，竟也主动出手参与到了竞价之中。他要以此来试探楼上之人真正的目的究竟是那些灵草，还是他们这几个人。包厢之内，武明月听到楼下又响起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就要再次喊价。但在此时，陆毅却出声制止了他：等等，先别急。他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武明月的身后，双手搭在他肩膀上，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他大概洞悉了楼下那个老头的意图，多半是在试探武明月。这个老家伙还挺精明，陆毅心中暗道，随即调整了策略。他凑到武明月耳边轻声吩咐道：接下来就不必再全面狙击了，你只需盯准那些价值连城、功效特殊且名字听起来就很稀有的灵草下手即可，其他的一概不要理会。武明月虽然不明白陆毅为何要突然改变计划，但他还是乖巧地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圣子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就行了，直接放弃思考就行了。楼下钱老见自己喊出价格后，楼上的包厢迟迟没有动静，最终让他以一个正常的价格拍下了那件玄光盾。他心中稍稍放下了戒心，看来对方应该只是碰巧也需要那几位灵草。在随后的拍卖中，他也顺利地拍下了几株功效普通的灵草，楼上再未传来任何声音。然而当拍卖会进行到后半段，拍卖师呈上本次拍卖会压轴拍品之一时，钱老的脸色再度变得无比凝重。各位，此物名为九窍玲珑草，乃是传说中可以重塑修士根骨、再造经脉的无上神药，其价值无需我再多言。起拍价5万下品灵石。
这正是他们此行最关键也最核心的目标。6万，钱老毫不犹豫地举牌。15万，那个清脆而又霸道的声音再一次从楼上的包厢中传了出来。这声音如同一盆冰水浇在了林天和钱老的头上，但钱老还是咬了咬牙。16万，还没等他话音刚落，包厢中的声音继续响起。20万，最终为林天重塑经脉所需的那几株最为关键、最为稀有的灵草，无一例外，全部被武明月以一个他们根本无法企及的高价拍走。拍卖会结束，钱老看着手中那几株无关痛痒的普通药材，无奈地摇了摇头。仅凭这些，根本不足以完美的重塑林天的经脉，尤其是缺少了那最关键的9窍玲珑草，最多只能起到一些修补作用，还会留下巨大的后遗症。他思虑再三，对林天和晴儿说道：“我们先不回客栈，就在这天宝阁门口守候。待会儿楼上那位贵客出来，我希望能与对方商议一番，看能否以合适的价格从其手中购得那几株灵草。”与此同时，在玄武国皇室的专属包厢内，武明月刚刚拍下的所有灵草都已经被天宝阁的侍者恭恭敬敬地送了进来，摆满了整张桌子。陆圣子，他好奇地拿起其中一株灵草，满心疑惑地询问道：“我们买这么多灵草是要做什么呀？”陆毅神秘一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储物戒中取出了一个晶莹剔透的小玉瓶。他还是太喜欢下药了，只是瓶中装的并非什么灵药，而是一种清澈如水的液体。这正是陆毅在太初圣地的炼心秘境中获得的，不含丝毫灵气，却能极大程度激发修饰心魔的阴阳灵池池水。你看着就好。陆毅指尖凝聚起一缕精纯的星辰灵力，小心翼翼地挑起一滴阴阳灵水，将其无声无息地注入到了一株灵草之中。灵水入内，瞬间便被灵草吸收消失不见，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为不确定林天重塑经脉最需要也最关键的是哪几株，他干脆决定力大专飞，加大药量。他将每一株灵草之内都注入了好几滴灵池之水，尤其是那株9窍玲珑草，被他重点关照，直接注入了小半瓶。这一番操作之后，原本满满的小玉瓶竟直接空了一大半。随后他便朝着武明月招手说道：“来，再给你安排个任务。”满心疑惑的武明月只好来到他身边。陆毅俯下身，在他耳边轻轻吩咐了几句。天宝阁外，林天、钱老和晴儿三人就这么静静地驻足在门口的人群一侧，耐心地等候着。三人之中，林天显得尤为焦急，他双手负于身后，在原地来回踱步，眼神时不时地望向天宝阁那金碧辉煌的大门。那些灵草关系到他能否完美的重塑经脉，是他踏上复仇之路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由不得他不紧张。没让他们等太久，一道娇俏的身影便从天宝阁内走了出来，正是武明月。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陆毅特地让天宝阁的管事安排了几名修为不俗的侍从，让他们毕恭毕敬地将他送出门。那副阵仗尽显其身份的尊贵与不凡。武明月心中还在嘀咕着，真的会有人主动上来买灵草吗？万一他们不来怎么办？这个念头刚刚落下，他的眼前便出现了3道身影。林天一行人快步上前，拦住了他的去路。武明月心中一喜，竟然真的来了，圣子果然料事如神。他心中虽然雀跃，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学着平日礼宫中那些贵妃们的样子，秀眉微蹙，用一种带着几分不耐烦的语气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拦住本小姐的去路，想干什么？”钱老听到这个虽然娇蛮却又无比熟悉的声音，立刻便确认了，眼前这位珠光宝气的小姑娘就是方才在拍卖会上屡次3番截胡他们的人。他不敢有丝毫怠慢，连忙上前一步，对着武明月恭敬地拱手行礼，姿态放得极低。这位小姐，老朽并无恶意，只是想与小姐商议一件事，希望能从您手中高价回购方才在拍卖会上拍得的那几株灵草。哦，回购？武明月佯装不解，随即又换上了一副不耐烦的表情，反问道：“既然你们那么需要，刚才在拍卖会上为什么不继续加价呢？本小姐可不缺那点灵石。”钱老只能露出一脸苦笑，继续奉承道：“小姐说笑了，您身份尊贵，财力雄厚，我等自知不是对手，这才出此下策，希望能求小姐行个方便。”方便？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方便？武明月哼了一声，将刁蛮任性的姿态演绎得淋漓尽致。钱老见状，只能小心翼翼地继续试探，希望能找到突破口。不知小姐购买这些灵草可是有什么特殊的用途？比如说为家中长辈疗伤治病，老朽略通一些医理，或许能帮上些许小忙。这个问题瞬间就把武明月给问住了。圣子只教了他要怎么刁难对方，可没教他该怎么回答这种问题啊。他的小脑瓜急速运转，灵机一动之下，索性直接蛮不讲理地说道：“我买这些东西做什么？需要向你汇报吗？我乐意，我买回家把它们一字排开当盆栽，不行吗？”
这个回答让钱老和一旁的林天不由得嘴角狠狠一抽。这小姑娘是有钱烧得慌吗？将外界无数修士争得头破血流的稀有灵草买回家里当盆栽。钱老心中无奈，但也知道与这种被惯坏了的千金大小姐是讲不通道理的。他只能再次放低姿态，用近乎恳求的语气说道：小姐，那些灵草对我们而言有救命之用，还望您能大发慈悲，割爱卖出几株，以解我等的燃眉之急。老朽愿意重金酬谢。武明月假装认真地思考了片刻，似乎是在权衡利弊，最终他才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般，勉强同意了。好吧好吧，看你这老头一把年纪了，也挺不容易的，卖给你们也可以。他话锋一转，狮子大开口道：不过要在你们刚才拍卖会上所出的最高价的基础上再加价一半。钱老闻言心中猛地一沉，他身上剩下的灵石本就不多，若是按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将所有需要的灵草都买下来。他权衡再三，最终只能忍痛做出了决定。他对着武明月躬身道：多谢小姐，不过我们的灵石有限，只能先购买最急需也是最无法替代的那一株九窍玲珑草。哪个是九窍玲珑草？武明月也不知道是哪个，他不耐烦地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掏出了一大摞一模一样的精致木盒，直接堆在了地上。都在这里了，你们自己找吧。林天看着那些近在咫尺却又无法全部得到的灵药木盒，急得双眼都有些发红。每一株都是他完美重塑经脉，踏上复仇之路的关键。可此刻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可奈何。钱老迅速从那堆木盒中找到了装有九窍玲珑草的那一个，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完成后，钱老不敢再多做停留，立刻带着林天和晴儿匆匆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林天一步三回头，目光死死地盯着武明月以及他脚边那些剩余的木盒。他的心中对这个嚣张跋扈、仗势欺人的女孩也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怨念。待林天一行人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街道的尽头后，陆毅才从天宝阁的阴影中慢悠悠地走了出来。他心中不禁感慨，不愧是天命之子相关的人物，行事作风还真是正派。这要是换成自己，估计就直接上手开抢了，谁管你这个那个。他走到武明月身边，笑着伸出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毫不吝啬地夸赞道：做得不错。武明月被他这亲昵的举动和温柔的夸奖弄得心花怒放，感觉比自己修为突破了还要高兴，十分受用。陆毅随即又说道：这次拍卖让你破费了不少吧，回头我让灵儿把消耗的灵石都给你送过去。谁知武明月听了这话却扭捏了起来，他红着脸摇了摇头：我不要灵石。哦。陆毅有些好奇：我能不能？他抬起头，用一种充满了期待的眼神看着陆毅：能不能换成你满足我的一个需求？不过具体什么需求我还没想好。陆毅看着他那副小女儿的姿态，心中觉得有些好笑，他便随意地答应了下来：可以，只要不是太离谱的需求，我都可以满足你。与此同时，他心中也不禁想到，这小妮子还能有什么离谱的需求不成？听到陆毅答应了下来，武明月不禁心花怒放，同时还特意叮嘱道：咱们可说好了，到时候你可不许食言哦。陆毅看着他那副可爱模样，继续宠溺地揉了揉他的脑袋，答应道：好，绝不食言。林天一行三人返回客栈，房间内的气氛显得有些压抑。钱老没有多言，立刻将从武明月手上得到的九窍玲珑草取了出来，同时也把之前拍下的那几株普通灵草连同自己多年的储备全部从储物戒中取出，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了桌上，随后便开始仔细的清点和归类。林天站在一旁紧张地看着钱老的每一个动作，连呼吸都下意识地放轻了。这些药材便是他复仇的希望，是他能否重新崛起的关键。许久之后，钱老清点完毕，他看着桌上那些灵光闪烁的药材，最终还是凝重地摇了摇头。林天见状，心中猛地一紧，焦急地追问道：钱老，是不是灵草不够？钱老先是点了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解释道：凑齐的这些药材可以勉强一试修复你的经脉，但是因为缺少了几味至关重要的用于中和药性的灵药，整个过程的把握不大，且将会万分痛苦，远超常人想象。那有几成把握？林天追问道，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与执着。钱老沉思了片刻，伸出了3根手指，沉声答道：大约3成。3成。林天听到这个数字，眼中非但没有退缩，反而爆发出了一阵惊人的光芒。3成，不低了。他毫不犹豫对着钱老郑重地说道：钱老，我愿意一试，无论过程多么痛苦，我都愿意承受。你可要想清楚了。钱老本想再劝说几句，让他不要如此冒险。若是失败，你的经脉将会彻底崩毁，到时便是神仙下凡，也再无回天之力。
但当他看到林天那双充满了决绝之意的眼睛时，他知道任何劝说都是多余的。最终他还是叹了口气，同意了这场豪赌。好吧，既然你心意已决，那老夫便陪你赌上这一把。钱老随即吩咐晴儿，晴儿去准备一个最大的浴桶，打满热水送到房间里来。一切准备就绪后，钱老开始在房间内当场为林天调制药液。他将一株株灵草按照特定的顺序投入水中，口中念念有词，双手不断打出玄奥的法诀。整个调制过程一切顺利，浓郁的药香很快便弥漫了整个房间。然而当钱老小心地拿起桌上那株从5名乐手中高价购得的9窍玲珑草时，他的手忽然停在了半空中，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钱老，怎么了？林天急忙上前询问。钱老将那株灵草拿到眼前，仔细地端详着，疑惑道：奇怪，这株9窍玲珑草似乎太新鲜了点。按理说此等灵物从采摘到保存再到送来拍卖，药性会有一定的流失，色泽也会略显陈旧，可这一株却仿佛是刚刚才从土里拔出来的一般。林天此刻早已被即将重塑经脉的渴望冲昏了头脑，哪里还顾得上这些细节。他急忙催促道：嗨，新鲜一点岂不是药效更好？钱老您不必在意这些细节，快些开始吧。钱老听他这么一说，虽心中仍有一丝挥之不去的疑虑，但在林天的再三催促之下，还是将这株过于新鲜的灵草混入了药液之中。当所有药材都调制完毕，原本清澈的热水已经变成了一桶散发着奇异光泽的墨绿色液体。他让晴儿先行回避，然后对着林天示意：脱去衣物，入桶。林天没有丝毫的犹豫，3下5除2便脱得赤条条，随即扑通一声直接跳入了那满是药液的浴桶之中。药液入体，起初并未有任何不适，片刻之后，他便感觉到自己的4肢经脉之中传来阵阵酥麻之感，仿佛有千万只蚂蚁在上面缓缓爬过，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酥麻感。他心中狂喜，药浴起作用了。然而这份喜悦仅仅持续了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一股难以想象的如同火山爆发般的剧痛忽然从他的丹田处传来，瞬间席卷全身。林天感觉自己整个人都燃了起来，是字面意义上的燃了起来。他感觉自己整个人由内而外都在狂暴而滚烫的燃烧，连浴桶中的药液都开始咕嘟咕嘟的剧烈沸腾起来，冒着滚滚热气。啊！林天再也忍不住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钱老见状脸色大变，他立刻双手结印，在房间周围布下了一道隔音阵法，以免这骇人的惨叫声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随即他对着浴桶中的林天厉声喝道：顶住！这是药力在强行重塑你的经脉，一旦放弃，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林天咬碎了满口的钢牙，鲜血顺着嘴角流下，与墨绿色的药液混在一起。他拼命地坚持着，将陆毅那张可憎的脸庞在脑海中反复回想，以此来作为自己忍耐的动力。可是在药液修复他经脉的同时，一股无色无形的奇异能量也随着药力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他的经脉，甚至渗透进了他的神魂之中。这股能量正是陆毅注入其中的阴阳灵水。这力量如此奇异，就连在一旁护法的钱老也未曾察觉到丝毫的异常。这一场酷刑般的煎熬足足持续了一整天。当天黑时分，浴桶中的药力终于耗尽，那墨绿色的药液也重新变得清澈。林天猛地睁开双眼，从浴桶中一跃而出。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皮肤上虽然还残留着被灼烧过一般的痕迹，但体内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他握了握拳，感受着经脉中的灵力，脸上露出了狂喜的表情。他的经脉不仅完全恢复，甚至比之前更加坚韧宽阔，而他的修为更是在这破而后立的痛苦之中，势如破竹般的一举突破到了子府境。钱老，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林天激动地向着一旁满脸疲惫的钱老道谢。钱老欣慰地摆了摆手，看着眼前的年轻人，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老夫时日无多，只希望在我寿元耗尽之后，你能保护好晴儿。钱老放心，晴儿便是我林天的亲妹妹，只要我林天在一日，便绝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林天一口答应了下来。最后钱老再次叮嘱他：你境界刚刚突破，经脉也尚不稳固，这几日切勿再急于修炼，当以稳固神魂为主，以免心魔入侵，走火入魔。林天满口答应下来，但在送走了疲惫不堪的钱老之后，他脸上的感激与谦逊便立刻被强烈的复仇欲望所取代。他感觉自己又行了，他一刻也不想多等，立刻盘膝而坐，再次进入了修炼状态。客栈内，林天进入了修炼状态，然而他非但无法像往常一样静心凝神，脑海中反而不受控制地涌现出陆毅那张带着轻蔑微笑的可恨脸庞，以及妹妹在沈长老面前亲口与自己断绝关系的留影时影像。那画面
那声音如同复古之躯，在他的脑海中翻腾，令他体内的灵力都开始不受控制的变得狂躁起来。呼呼，他越是想集中精神去修炼，心中的烦躁感便越是强烈，仿佛有一团无名之火在经脉中燃烧，让他激欲发狂。最终他狼狈不堪的强行退出了修炼状态，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额头上满是冷汗。他将这一切都归咎为了钱老口中所说的心魔入侵。看来钱老说的没错，我确实是太急于求成了，他自言自语道。心境不稳，强行修炼也无济于事，或许我该出去走走，放松一下。他这么想着，便起身推开房门，离开了客栈。他运起刚刚恢复的灵力，冲天而起，在玄武国都城的上空漫无目的的飞行着，试图以此来排解心中的烦闷。不知不觉间，他竟一路飞出了城外。当他回过神来时，赫然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几艘静静停泊在山林之中的庞大仙舟前。他缓缓降下身形，好奇地朝着仙舟的方向靠近。然而他还没走几步，便被2名负责看守的圣地弟子拦住了去路。站住！太初圣地仙舟，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太初圣地这4个字如同火星掉进了油锅，瞬间就点燃了林天心中的怒火。他一听这名字就气不打一处来，拳头在袖中捏得咯咯作响。但残存的理智告诉他，现在还不是冲动的时候。他只好强行压下心中的怒火，咬着牙对着那2名弟子告罪一声，佯装转身离开。实际上他却并未走远，而是悄悄地潜入到了一旁的暗处，在林中徘徊着。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仙舟，试图寻找一个可以潜入进去的机会。清玄或许就在仙舟之中。这个念头一出现，便再也无法遏制。他要找到清玄，他要当面问个清楚。然而林天的这点小动作早已被陆毅安插在暗处的探子尽收眼底。一则讯息被迅速地通过传讯预检发送到了灵儿的手中。仙舟之上，陆毅的房间内，灵儿正准备换上一件从未尝试过的崭新的衣服，好好的伺候一下自家主人。然而手中的传讯预检却突然亮了起来。在读取了讯息的内容后，他那张本还带着几分期待和娇羞的俏脸瞬间就垮了下来。他撅着嘴，有些不情不愿地走到陆毅面前，并报道：主人，那个林天鬼鬼祟祟地摸到仙舟外面来了。哦，陆毅闻言一笑，稍一思索，便立刻猜到了林天的来意。看来大概率是来找林清玄的。一个恶劣的念头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当即对灵儿下令：你立刻去把林清玄叫到我的房间里来，然后想办法去把林天潜伏位置附近的那几个看守弟子给支开，故意给他放开一个空隙。是，主人。灵儿虽然心中有些不情不愿，但还是忠诚地领了命。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陆毅却又叫住了他，等等。灵儿回过头，只见陆毅指了指他手上那件刚才准备换上的衣服，笑着说道：把这个留下。仙舟之外，林天正因看守过于严密而焦急万分，心中盘算着要不要干脆硬闯进去。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不远处那2名一直守在入口处的弟子似乎被一名身着红衣的女子给叫到了一旁训话。那个位置瞬间就露出了一个无人看守的空档。机不可失，他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刻施展身法，如同一道鬼影，悄无声息地溜进了仙舟之内。仙舟内部空间巨大，房间众多，如同一个巨大的迷宫。他在其中小心翼翼地穿行，不知道清玄可能在哪个房间。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他的眼角余光忽然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清玄，是清玄。他心中一喜，正准备开口呼唤，然而没等他来得及开口，他就看到林清玄正红着一张俏脸，一副既紧张又羞耻的模样，走到不远处一个房间的门前，抬手轻轻地敲响了房门。随后房门从内打开，他低着头走了进去。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林天的心头。他缓缓地一步一步地靠近那个房间，最终将耳朵轻轻地贴在了冰冷的门板上。房间内，林清玄正扭捏不安地站在陆毅的面前。他本来还在为这几天陆毅没有来找自己而暗自窃喜，以为自己或许能躲过一劫。可是没想到，今天自己刚准备休息，灵儿便敲响了他的房门，让他立刻来圣子的房间。这个时间点找自己要做什么，自然是不言而喻。他来到陆毅面前，磕磕巴巴地打了声招呼：圣子，我来了。陆毅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抬了抬下巴，示意了一下被灵儿特意留在了旁边椅子上的那套衣服。林清玄看到那件衣服，脸颊更红了。他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认命般地走了过去，拿起了那件衣服。他本能地想去房间内的屏风后面进行更换，却被陆毅那平淡的声音开口阻止了：就在这里吧。与此同时，陆毅的眼中含着一丝深意，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房门的方向。他早已察觉到了门外林天的气息，并命令随行的长老不必在意此人，
他自有定夺。同时，他还特地关闭了房间的隔音阵法，他倒要好好看一看，当这位天命之子亲耳听到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时，会作何反应。门外的林天起初还听得云里雾里，不明白妹妹为何要深夜来找陆毅，还有那句就在这里吧是什么意思。但很快，从门缝之中传出了衣物摩擦的悉悉索索声，伴随着妹妹那压抑的声音，同时还有陆毅那时不时传来的带着几分玩味的低笑声。这一切让他瞬间就明白了一切，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如同火山爆发一般，从他的心底直冲天灵盖。林天感觉自己硬了，拳头硬了。门内是欢愉的天堂，门外是煎熬的地狱。林天将耳朵死死地贴在冰冷的门板上，听着从门缝中渗透出的那足以将他理智撕碎的靡靡之音。他双拳紧握，指节因过度用力而捏得发白，手臂上的青筋如同囚笼般暴起，整个人都在微微的颤抖。为什么？为什么？清玄为什么会和陆毅？他想不明白，也无法理解。在他的认知里，妹妹是他唯一的亲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纯洁无瑕的存在。可现在，这最纯洁的存在却正在与他最痛恨的仇敌共处一室，做着那等苟且之事。在阴阳灵水那奇异药力的影响下，他本就因修为突破而不够稳固的心绪，此刻更是被嫉妒与狂怒彻底填满，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思考能力。他只想冲进去，将那对狗男女撕成碎片。然而，还没等他被这股滔天的怒火彻底吞噬，远处便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娇喝：“你是何人？鬼鬼祟祟的，是怎么来到仙州上的？快来人啊，有外敌入侵！”这一声呵斥，如同一盆冷水从头顶猛地浇下，瞬间就浇灭了林天那即将爆发的怒火，让他亡魂皆冒。被发现了，短暂的理智暂时回归，他立刻意识到此地绝对不宜久留。以他现在的实力，若是被太初圣地的弟子围住，绝对是死路一条。他不敢再有丝毫的犹豫，立刻转身朝着仙州之外的树林方向仓皇逃窜。在身体即将引入黑暗的前一刻，他仍旧不甘心地回望了一眼那扇紧闭的房门，硬生生摧毁了他心中最后的一丝信念。房间之内，林清玄被门外那突如其来的呼喊声吓得浑身一颤，身体也随之僵住。他磕磕巴巴的带着一丝惊恐向陆毅询问道：“圣子，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陆毅则在心中暗骂了灵儿这丫头一句，太心急了，自己这边才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呢，就这么把人给吓跑了，岂不是浪费了自己的一番精心布置？不过他对林天能忍住不直接破门而入也感到了一丝小小的意外，看来被废过一次修为之后，多少还是长了点记性。但他判断此番刺激已经足够让那枚心魔的种子在林天的心中生根发芽了。他转过头，脸上重新挂起了那副温柔的笑容，看着怀中惊魂未定的林清玄，轻声安抚道：“没什么，不过是溜进来一只不知死活的小老鼠而已，不必在意，咱们继续。”他一边说着，一边将他搂得更紧了些，心中则在想着：你哥哥走了，那接下来的好戏就只能由你一个人双倍承受了。与此同时，仙州之外的树林中，林天正在疯狂地逃窜。灵儿的那一声呼喊如同信号一般，立刻引来了众多负责守卫的太初圣地弟子，他们纷纷从仙州各处冲出，对林天展开了围追堵截。贼人休走！站住！林天将身法施展到了极致，在林中左冲右突，狼狈不堪。而在后方负责指挥追捕的灵儿却像在指挥一帮演员，他不断地调动弟子封堵林天的逃跑路线，但每一次林天却都能发现微小的破绽，众多弟子始终无法将林天抓住。灵儿心中有些郁闷，他是真的想抓住这家伙，可是这些弟子们就像在演自己一样。他心中不由嘀咕着：哎呀，今天的任务好像没有完成好，让那家伙给跑了。主人不会因此处罚我吧？但随即他又仔细地想了想，若是被主人处罚，那貌似也挺好的。林天他又数次改变方位，最终有惊无险地摆脱了所有追兵，彻底消失在了夜色之中。他一路逃回城内，躲进了一条无人的幽静小巷中。刚想松一口气，那扇紧闭的房门以及门内传出的声音便如潮水般再次上头。刚刚才因逃命而冷静下来的心绪，瞬间便被更为狂暴的怒火所点燃。啊！他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痛苦与不解，开始疯狂地攻击着周围的一切。坚硬的墙壁被他一拳轰出蛛网般的裂痕，堆放的木箱被他一脚踢得粉碎。他如同受伤的野兽，陷入了无能狂怒之中，嘴里不断地嘶吼着：为什么？为什么？在一阵歇斯底里的疯狂发泄之后，林天忽然停下了所有的动作，他就这么衣衫褴褛地呆立在了原地，双目无神。不知过了多久，他缓缓地转过身，一步一步地朝着客栈的方向走去。当他回到客栈时，眉宇之间多了一丝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狠戾之色。
整个人的气质变得比之前更加阴翳冰冷，仿佛将所有的怨念与仇恨都尽数压缩，隐藏在了内心深处。与此同时，他体内的那股奇异能量阴阳临水，正与他心中新积蓄的这股庞大的怨念产生着一种奇妙的反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的一切。林天刚回到房间没多久，房门便被敲响了。是晴儿。林天大哥，你休息了吗？我爷爷有事让我来通知你。林天应了一声，晴儿便推门而入。然而他刚一进门，便被林天那双冰冷刺骨的眼神给吓了一大跳。他感觉眼前的林天大哥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那眼神中不再有之前的坚毅与感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他感到陌生甚至恐惧的阴冷。你来做什么？林天冷冷地问道，声音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晴儿被他这副模样吓得不轻，身体都忍不住颤了颤。他颤巍巍地转达了钱老的话：爷爷让我来告诉你，修士交流大会再过几天便要正式开始了，问你有没有参加的意向。林天想都没想便直接开口，声音冰冷僵硬。我参加。他的心中此刻只剩下了一个念头，他要在交流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好好的报复那对狗男女。很显然，此刻的他已经被心魔彻底入侵，他已经完全不顾及往日的兄妹情分，也彻底放弃了任何理性的思考。他的理智已经被复仇的念头完全吞噬了。短短数日，转瞬即逝。修士交流大会正式开始的当日，整个玄武国都城都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非凡。无数来自天玄界各地的修士将这座古老的都城挤得水泄不通。陆毅一行人在皇室侍卫的引领下，抵达了国主武长风为此次大会专门建造的宏伟会场。然而还没等陆毅刚一踏入会场的大门，一道娇小的鹅黄色身影便从旁边急速冲了出来，在一阵香风之中直接飞扑过来，并挂在了他的身上。来者正是武明月。陆圣子，你这几日都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找我玩？武明月挂在陆毅身上，双腿盘着陆毅的腰，双臂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娇嗔地抱怨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周围不少年轻修士都投来惊艳的目光，随后便露出了羡慕嫉妒恨的神情。陆毅有些无奈地拖住他，以免他真的掉下去。他摸了摸鼻子，看着怀中这张写满了我不高兴的俏脸，意有所指地回答道：这几天在忙着讨债。不远处正跟在沈月瑶身后的林清玄在听到讨债这两个字时，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一颤。他自然明白陆毅话语中的深层含义，毕竟他就是这几天被他讨债的人。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他的一张俏脸瞬间羞得满脸通红，悄悄地低下了头，不敢再看这边一眼。武明月自然没有听懂其中的玄机，他只是有些纳闷地哦了一声，没有再继续深究下去。就在这时，灵儿走了过来。灵儿看着自家主人被这小妮子如此亲昵地抱着，心中那股酸味顿时就冒了出来。他上前一步，伸出双手抓住武明月的后衣领，毫不客气地就将她从陆毅的身上拎了下来。公主殿下。灵儿皮笑肉不笑地告诫道：还请自重。你管我？武明月被他破坏了好事，当即就不乐意了，双手叉腰与他拌起了嘴。我乐意抱着，你能拿我怎么样？有本事你也来抱啊！不会是因为太重了不敢吧？大奶牛，好了好了，多大的人了，还跟小孩子一样。陆毅出声制止了这场即将升级的战争。灵儿见主人发话，只好不情不愿地松开了手，而武明月则立刻如同打了胜仗的公鸡一般，得意地哼了一声，随即又重新搂住了陆毅的胳膊，拉着他朝着视野最好的主看台走去。陆圣子，我们去那边坐。由于此次交流大会规定，参赛弟子的修为不得超过洞天境，因此陆毅自然只能作为一名看客。他刚在主看台那视野绝佳的位置上坐下，一道带着淡淡清香的倩影便紧挨着他坐了下来。来者正是沈月瑶。陆毅有些诧异地看着他，询问道：沈圣女，以你的修为，应该是可作为我们太初圣地的代表上台参赛，为何也来当看客了？沈月瑶闻言得意的一笑，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随后他解释道：那晚与你畅谈一番之后，我心中便隐隐有所感悟。经过这几日的闭关修炼，我的修为已经成功突破，如今也超出了参赛的限制。哦。陆毅闻言有些惊讶，随后打趣道：这么说来，我们俩现在都不算是年轻一辈了。他的话音刚落，一个清冷的声音便从他的另一侧传了过来：论修为，你们俩当然不能算。两人转头看去，只见国师冷凝霜不知何时也已经来到了主看台，随后便坐在陆毅的另一边。师姑，你也来了。陆毅笑着跟他打了声招呼，随即向身旁的沈月瑶介绍道：月瑶，这位便是我那晚跟你提起过的那位师姑冷凝霜。沈月瑶连忙起身，对着冷凝霜恭敬地行了一礼。月瑶见过师姑。
听着这两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年轻人一口一个师姑的叫着，冷凝霜清冷的脸颊上难免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他不自觉地端起了长辈的架子，轻轻地点了点头，了一声，算是回应。呀，原来国师大人是陆圣子的师姑吗？我原本还以为国师大人是散修来着。一旁的武明月发出一声惊呼，毕竟国师从未透露过自己师承何处，平时也没人敢问。你们也没人问起啊？冷凝霜理所当然地回应道，毕竟他本就不是一个喜欢到处张扬的人。他太初圣地长老兼老祖师妹的身份，就连自己的徒弟都不知道。陆毅见状再次打趣道，师姑也不比我们大几岁，总是叫师姑，未免也太显老了。不如咱们换个称呼，叫姐姐怎么样？姐姐。冷凝霜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姐姐叫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自小便被老祖带到了太初圣地，再加上他身为老祖师妹的身份，圣地之人对他均是毕恭毕敬，被称呼为姐姐，这还是第一次，难免有些不适应。他轻咳了一声，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窘迫，随即故作矜持地将目光投向了下方的会场，说了句随便你吧。陆毅心中暗道，计划通。总是顶着各师姑的称谓，难免会有一些芥蒂，改变称呼便是迈开了攻略的第一步。就在这时，原本还喧哗无比的会场逐渐安静了下来。在万众瞩目之下，一位身穿龙袍、面容威严的中年男子登上了主看台的正中央，正是玄武国的国主武明熙与武明月的父亲武长风。他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鼓舞人心的开幕讲话，引得下方无数年轻修士热血沸腾。然而陆毅却并没有仔细去听他讲话的内容，毕竟这种场面他穿越前就见识多了，领导发言而已，直接当作鸟叫就好。只不过他的目光从始至终都锁定在武长风的身上，凭借着敏锐的直觉，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丝异样。这位看起来威严正派的国主身上正萦绕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极为隐晦的凶煞之气。这股气息虽然被他不知用什么方式掩盖得很好，但却瞒不过陆毅的感知。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悄然升起，这武长风也不是什么好人啊。而就在陆毅盯着武长风的同时，台下也有两道目光正恶狠狠地盯着陆毅，其中一道是凌天，另一道是武阳。看台的下方不起眼的角落里，两位天命之子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锁定在了主看台上被众美环绕的陆毅身上。凌天对陆毅的仇恨自然不必多说，而武阳对陆毅的怨念则更为复杂。他先是在醉仙楼被陆毅当众羞辱，师尊赐予的护身宝玉也被毁去。回到国师府后，他本以为师尊会为自己出头，谁知等来的却是师尊一顿严厉的训斥，告诫他日后绝不可再行事如此张扬，并警告自己不许招惹陆毅。如今他又亲眼目睹陆毅与自己敬若神明的师尊并肩而坐，相谈甚欢，甚至他还引得师尊露出了那种他从未见过的带着一丝无奈与不好意思的表情。这对他而言是比当众羞辱他更难以忍受的折磨。武阳从10几岁起便被师尊冷凝霜收入门下，他从小身为宁王府的庶子，受尽了白眼与冷遇，只有师尊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他好的人。随着年龄的渐长，这份如沐之情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别样的他不敢宣之于口的心思。师尊在他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谪仙，可现在这位谪仙却似乎要被陆毅这家伙给染指了。嫉妒与怨恨交织成的怒火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大会的比试在国主武长风慷慨激昂的讲话后正式拉开了帷幕。赛制极为简单粗暴，按照灵海、子府、洞天这几个大境界进行分组，然后进行随机抽签，直接进行一场定胜负的淘汰赛，胜者晋级下一轮，败者直接淘汰出局。同为子府境的凌天与武阳被安排好了一般的被抽签分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半区，只要他们能一路赢下去，似乎就注定要在最终的决赛上相遇。可能这就是天命之子命中注定的安排。主看台上，陆毅对于下方擂台上那些初期的比试毫无兴趣，他甚至懒得去看具体的对阵表，因为他笃信这两位天命之子在遇到彼此之前绝不可能输给这些籍籍无名的龙套角色。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当他随意扫了一眼对阵图时，一个有趣的对阵引起了他的注意。林清玄竟然和凌天被分在了同一个半区，而且靠得还挺近。这个出乎意料的安排让他对接下来的兄妹相残充满了期待。毕竟如今的凌天虽然易容了，但还是用着自己的名字。陆毅本以为他会使用化名，或者干脆把名字倒过来，可能这就是所谓的行不更名吧。就在陆毅眼看着他们兄妹二人一步步晋级即将相遇时，前些时候发表完讲话的国主武长风面带微笑地走到了陆毅的面前。陆圣子莅临本国，实在荣幸，招待不周，还望海涵。国主客气了。陆毅起身与他客套了一番，两人寒暄过后，
陆毅有些好奇地询问道：“不知国主给此次大会设置的奖励究竟是何物，竟能吸引整个天玄界的年轻才俊不远万里齐聚于此？”陆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泡尸菇，因此并没有具体了解这个交流会的详细信息。武长风闻言，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自豪与惋惜，他解释道：“不瞒圣子，此次大会每个分组的前10名优胜者将获得进入我玄武国老祖所留传承秘境的资格。”哦，玄武国老祖，正是。武长风点了点头，继续解释说道：“我玄武国的老祖曾是一位神魄境巅峰的绝顶强者，距离通天境也只有一步之遥，只可惜被天赋所限，未能突破通天境，最终难敌岁月蹉跎。而自老祖仙逝之后，我玄武国皇室后人血脉凋零，资质愚钝，千百年来竟无一人能在那秘境之中获得老祖他老人家的认可。如今老祖留在秘境中的那缕残魂即将溃散，朕也是不得已，才广邀天玄界的年轻才俊，希望能有人继承其衣钵，也算是不让老祖的传承就此断绝。”他这番话说得情真意切，仿佛自己真的是一位为了老祖传承而殚精竭虑的子孙后代。陆毅听罢，表面上笑着夸赞道：“国主陛下心胸宽广，实在令人佩服。”心中却早已瞬间看穿了这番言辞背后的真相。传承说的倒是好听，是不是获得传承后的副作用就是会丧失自己所有的记忆呢？这不就是要给自家那个快要魂飞魄散的老祖残魂找一具天赋绝佳的完美躯壳来进行夺舍吗？说的跟真的一样，偏偏修仙界之人还都不长记性。果然修仙的人心都脏得很。虽然看穿了对方的阴谋，但陆毅非但不准备揭穿，反而决定主动入局。他笑着对武长风提议道：“听国主这么一说，在下对这位老祖的传承也颇感兴趣，不知我能否也去这传承秘境之中尝试一番？”武长风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他会这么说，毕竟对于修仙之人来说，机缘这种东西永远都是不嫌多的。他面露欣喜之色，爽快地答应下来：“圣子愿意屈尊尝试，乃是我玄武国天大的荣幸，朕岂有不允之理？圣女若是有兴趣，也可一同前往。”一旁的沈月瑶听到他的话之后想了想，既然陆毅要去，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外面也没什么意思，他便也点了点头，表示既然陆圣子要去，那我也去凑个热闹好了。听到两人都同意入局，武长风表现得更加荣幸与高兴，但他的眼底深处却划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充满了贪婪与算计的阴狠之色。这转瞬即逝的阴狠，恰好被一直留意着他的陆毅精准地捕捉到了。就在陆毅思索着这位国主的阴谋究竟在哪一层时，一双小手小心翼翼地拽了拽他的衣角，是武明月。他不知何时来到了陆毅的身旁，小小的身体还有意无意地躲在了陆毅的身后，似乎面对他自己的父皇并没有陆毅想象中的亲近，而是有种发自心底的畏惧的感觉。他怯生生地用极小的声音提醒陆毅：“陆圣子，那个叫林清玄的姐姐，她的比试好像要开始了。”陆毅也意识到自己光顾着聊天了，差点忘了这一出兄妹相残的正戏就要开场了。他与武长风别过之后，便回到了座位上，准备欣赏这出好戏。擂台之上，易容后的林天与林清玄两人来到了台上。当林清玄看到对阵名单上林天这个名字时，心中着实惊讶了一下，但他很快便释然了。毕竟天底下同名同姓之人不在少数，自己的哥哥早已被废去修为，逐出宗门，断然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他只当这是一个巧合，并未再多在意。然而当两人一同登上那座巨大的青石擂台，距离拉近之后，林清玄的心中却不由自主地升起了一丝异样。眼前这个穿着黑袍的男子，不仅名字与哥哥相同，就连那身形体态都与他记忆中的哥哥极为相似，只是此人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却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阴翳与冰冷，与他印象中那个虽然冲动却也阳光的哥哥大相径庭。而在擂台的另一端，林天看着眼前这张熟悉的绝美脸庞，心中早已没有了半分曾经的兄妹之情。他的脑海中此刻仍然在疯狂地回荡着那天在仙舟之上从门缝中听到的那足以将他所有理智摧毁的声音。在心魔的影响之下，他偏执地认为林清玄就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太初圣地的地位，为了荣华富贵，才毫不犹豫地与自己划清界限，转而又卑躬屈膝地位深于陆毅那个畜生。这个念头一点点侵蚀他，最终彻底突破了他理智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看着林清玄那张清丽的脸，恶狠狠地在心中怒骂了一句：“贱人！”比试开始。就在裁判的声音刚刚落下的那一刻，甚至还没等双方按照惯例相互行礼，林天便悍然出手。他口中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吼，直接催动其体内狂暴的灵力，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朝着尚在准备行礼的林清玄猛冲而去。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让林清玄大惊失色，他完全没想到对方竟会如此不顾规矩，连最基本的礼节都省了，直接发动了偷袭。仓促之间，他下意识地便抽出长剑，横于胸前进行格挡。当，林天那赤手空拳的一拳重重地打在了林清玄的剑身之上，发出一声金铁交鸣的巨响，一股难以想象的巨力顺着剑身疯狂地涌来。林清玄只觉得虎口一麻，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后滑出了数步，才勉强稳住身形。他心中骇然，完全无法理解，对方区区一个子府境初期的修士，赤手空拳的一击，凭借自己子府境后期的修为，竟然险些都招架不住。他不知道的是，林天此刻乃是寒怒出手，再加上蛮荒圣体的肉身之力，结合他体内那股与怨念结合后变得异常狂暴的灵力，其瞬间爆发出的威力早已远超同阶。一击不成，林天没有丝毫的停顿，后续的攻击如同狂风暴雨般连绵不绝地朝着林清玄攻来。一时间，擂台之上全引掌风呼啸，剑光灵气四溢，兄妹二人就这么缠斗了起来。主看台上，陆毅看着擂台上那激烈无比的战况，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他不由得在心中感叹，这个林天还真是一点都不顾及往日的兄妹情分啊，招招都冲着要害而去。看来自己给他下的那点药，效果比预想中还要厉害。随着打斗的持续，双方的灵力都在被飞速的消耗着。林天虽攻势凶猛，但根基不稳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而林清玄更是感到愈发吃力。就在这时，陆毅那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清晰地从主看台传了下来：清玄，加把劲啊，你要是能赢了这场，可是有奖励的哦。这句看似在加油的话语落入林清玄的耳中，却变了味道，让他瞬间想起了这几天在仙州之上那些令人羞耻的被讨债的日日夜夜。如果不是因为他，自己又怎会灵力虚浮，身体疲惫，以至于与一个境界远低于自己的人打得如此难舍难分。想到这里，他的脸颊上不由自主地飞上了一抹潮红。这一抹潮红落在对面早已失去理智的林天眼中，却成了另外一层意思。他在心中疯狂地怒骂道：不知羞耻的狗男女，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在比试过程之中还不忘当众调情。嫉妒与愤怒让他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丝克制。啊！他发出一声怒吼，攻势变得比之前更加猛烈，更加疯狂，甚至已经完全放弃了防守，招招都是以命搏命的打法。林清玄本就应对得十分吃力，此刻面对林天这完全不顾后果的疯狂进攻，更是节节败退，只能狼狈地挥剑招架。终于，一个不注意之下，他的剑招出现了一个微小的破绽。林天精准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猛地欺身而入，右掌之上灵力汇聚，带着一股必杀的气势，直冲林清玄的面门而来。这一掌来得太快太猛，林清玄瞳孔一缩，再想变招防守已然是来不及了。绝望之中，他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双眼，等待着那意料之中的致命一击。然而预想中的剧痛并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温暖而又熟悉的怀抱。他感觉到自己被一双有力的臂膀轻轻地揽入怀中，那股熟悉的让他又羞又怕的气息将他完全包裹。他慢慢地睁开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陆毅那张英俊的脸庞。没事吧？陆毅低头看着他，笑着问道。没事。林清玄红着脸摇了摇头，声音细若蚊啊。陆毅这才将他缓缓地放下，让他在自己身边站稳。这英雄救美的一幕瞬间引得周围看台上一众女弟子们发出了阵阵羡慕的惊呼。而擂台之上，一击落空的林天看着眼前这对狗男女，心中的怒火更是难以克制。他指着陆毅，对着擂台下方的裁判嘶吼道：他擅自插手比试，这不公平！可是还没等他说完，那名裁判便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并用一种极其严厉的语气斥责道：闭嘴！方才你那一掌分明是想下死手，比试切磋点到为止，你却下手如此不知轻重，再敢多言一句，立刻取消你的参赛资格。这位裁判显然非常明白什么叫审时度势，也非常明白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公平。林天被裁判毫不留情地斥责下台之后，陆毅这才带着一丝满意的微笑冲着裁判点了点头，随后很是自然地搀扶住了那根本不需要搀扶的林清玄的手臂，将他扶下了擂台。清玄，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他们刚一走下台，沈月瑶便立刻焦急地迎了上来。他拉着林清玄的另一只手，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着，眼中满是关切。我没事，月瑶姐。林清玄摇了摇头，回应道。沈月瑶这才松了一口气，但随即他的目光便开始在陆毅和林清玄之间来回的看来看去，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怀疑与好奇。你们……他刚想开口问出自己心中的疑问，林清玄却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急忙挣脱开陆毅搀扶着的手，然后向后退了一步，与他拉开距离，对着他躬身行礼道：“多谢圣子出手相助。”陆毅则是笑了笑，丝毫不在意他这刻意疏远的行为，毕竟他的心思还是很好猜的。随后便用一种调侃的语气，意有所指地说道：“不客气，毕竟你要是死了，欠我的债可就没法还了。”这句话再次让林清玄羞得满脸通红，悄悄地低下了头。一旁的沈月瑶却是将债这个字眼听得清清楚楚，他立刻向林清玄问出了自己的疑问：“债？又是债？清玄，你到底欠了陆胜子什么债啊？怎么感觉他每次都那么在意？”没什么。林清玄急忙摆手解释。可他越是这样，沈月瑶就越是好奇，抓着他的胳膊一直追问个不停，大有不问出个所以然来便誓不罢休的架势。陆毅没有继续关注他们二人的打闹，因为还有更重要也更有趣的事情需要他去关注，那便是武阳与林天马上就要相遇了。此次交流大会的比试环节安排的相当紧凑，需要在1天之内便决出最终的胜负。在林清玄那场比试结束之后，又经过数轮激烈的淘汰，武阳与林天果然如同陆毅所预料的那般，一路过关斩将，双双杀入了最终的决赛。两个天命之子的对决自然是不同凡响。当裁判宣布决赛开始的那一刻，整个会场的气氛都被推向了高潮。武阳手持一柄清风长剑，剑招灵动飘逸，而林天则赤手空拳，一双铁拳大开大合，势大力沉，一个耍剑，一个打拳，两个人硬是打得难舍难分，剑气与拳风在擂台之上疯狂碰撞，激起阵阵气浪。这场景令台下的观众看得也十分过瘾。而在此时，主看台之上一直乖巧地坐在陆毅身旁的武明月却冷不丁地站起身，随后他用尽全身力气为台上的武阳加油助威。武阳，加油！打死对面那个穿黑袍的家伙！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加油，确实令台上的武阳有些意想不到。他一边挥剑格挡着林天的攻击，一边在心中纳闷，自己跟武明月这个刁蛮的小公主交情似乎并没有那么深厚吧，而且平日里在国师府他都挺不待见自己的，怎么今天还会想着给自己加油呢？而就在此时，听见了这声加油的林天下意识地朝着主看台的方向瞥了一眼，只一眼他便认出了那个正兴奋地挥舞着小拳头的少女，她就是当初在天宝阁抢走了自己重塑经脉所需灵药的那个蛮横小姑娘。一瞬间，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由此断定对面这个叫武阳的家伙肯定和那个刁蛮公主也是一伙的，关系定然不浅。这就更令他气不打一处来。今天倒是好了，所有跟自己有仇的，所有看自己不顺眼的，全都凑到一块儿来了啊！林天怒吼一声，心中的那股偏执与狂怒被彻底点燃，他完全放开了手脚，不再有任何的保留，每一招每一式都朝着武阳的要害攻去，甚至有时不惜以伤换伤，完全是一副以命相搏的疯狂架势。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武阳大惊失色，他感觉对面这家伙肯定是疯了，这只是个比试而已，至于这么拼命吗？而且凭借他们两人现在的决赛排名，已经双双确保了能够进入传承秘境的资格，这家伙难道是想不开，非要在这里跟自己分个生死不成？而看台上的武明月看到两人打得比之前更加激烈了，顿时兴奋地搂住了陆毅的胳膊，邀功似的说道：“陆圣子，你说的果然没错，可是为什么我给武阳加油，反而感觉对面那个叫林天的更兴奋了？”陆毅揉了揉他的小脑袋，打趣地说道：“兴许是他单纯的看你不顺眼吧。”武明月被他这话直接说懵了，他下意识地看着台下那个如同疯魔般的林天，嘀咕了一句：“这家伙有病吧？”伴随着台上二人的比试愈发激烈，武阳也被林天这副不要命的打法给打得节节败退，这令他心中不由得也升起了一股好胜之心。他本来自持修为比对方高出2个小境界，所以一直有所收手，并未使出全力。但是看着对方愈发得寸进尺的疯狂进攻，他也不好再继续留手了。既然你想玩命，那我便奉陪到底。武阳眼神一凝，体内的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两人又经过了一番缠斗，最终根基不稳、修为也更低的林天，在武阳的全力反击之下，还是渐渐地败下了阵来。但他却依旧不肯开口认输，硬是战至体内最后一丝灵力耗尽。在被武阳一剑拍在胸口后，两眼一黑，硬生生地昏死在了擂台之上。钱老与晴儿见状，连忙冲上台去，二人将不省人事的林天给拖了下去，带去医治。陆毅看着这一幕，不禁在心中感叹道：“不愧是天命之子，就是死鸭子嘴硬，怎么都不肯认输。”随后，伴随着其他几个赛场上的比赛相继落幕，最终决出了所有可以进入传承秘境的人员名单。国主武长风再次登上高台，朗声宣布：“
3日之后5时，传承秘境将正式开启，请所有获得资格的青年才俊准时到皇宫正门集合。3日的时间转瞬即逝，在这3日之间，也进行了一些其他修行技能的比试，比如炼丹、符箓、阵法，也选出了许多可以参加传承秘境的年轻一辈修士。修士交流大会的最后1日，也是传承秘境开启之日，整个玄武国都城的气氛都被推向了顶点。这一天的午时，所有通过比试获得了进入秘境资格的青年才俊，都怀着激动与期待的心情，齐聚于那宏伟壮丽的皇宫正门之前。在皇室侍卫的引导下，获得资格的众人验明身份后，便被引入了皇宫之中。在他们周围还聚集了数倍于此的其他修士，这些人多半是来凑个热闹，想亲眼见证一下这难得一遇的秘境盛况。玄武国对此也没有阻止，而陆毅他们一行人作为特邀嘉宾，早已在皇宫内的一处偏殿中等候多时了。除去那些通过激烈比试获得资格的众人之外，其他被特别允许进入此次秘境的就只有陆毅、沈月瑶以及玄武国的太子武明熙与公主武明月。这对兄妹身为皇室血脉之中少有的拥有上佳修炼天赋的人，自然也被允许进入这老祖的传承秘境之中寻求机缘。但是武明月显然对此次的秘境之行没有半分兴趣，他可不认为以自己这点微末道行有能耐去获得那位神破境老祖的传承。他之所以会来，纯粹是为了能够多和陆毅待一会儿。毕竟此次秘境结束之后，陆毅他们便要返回遥远的太初圣地了。到那时天各一方，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他一边这么想着，心中一个大胆的计划正在悄然地酝酿着。他可还记得陆毅还欠他一个需求没有兑现，等到这次秘境出来之后，他可要想想怎么好好利用一下这个需求。而武明熙显然与自己的妹妹不同，他对此次的秘境之旅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热情与期待，就连武明月都在陆毅耳边小声吐槽，说自己这位哥哥这3天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整天神神秘秘的，想来应该都是在为此次的秘境之旅做着万全的准备。陆毅听到武明月的吐槽之后，也看了一眼不远处那个眼神中带着几分急不可耐的武明熙，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位太子殿下对于秘境的热情似乎有些超乎寻常了。此次秘境之旅应该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待所有获得资格的人都到齐之后，国主武长风才在一众侍卫的簇拥下缓缓来到了众人面前。他命侍从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发了一份用织锦绘制的地图。诸位，武长风的声音沉稳而洪亮，响彻整个广场。此乃我皇室先辈们在数次探索秘境之后所精心绘制的秘境路线图。地图之上那些大小不一的红色圆点便代表着一份机缘，圆点越大代表着机缘越是丰厚，但同样的也代表着其周围的危险越大。随后他开始义正言辞地告诫众人，此次秘境之行危险重重，其中不仅有老祖当年设下的考验，更有许多未知的凶险。若有自愿放弃之人，现在便可以退出。一旦进入秘境之中，除非等到7日之后秘境结束被强制送出，便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离开。希望诸位都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切莫因为贪图机缘而失了性命。但是听到他这番充满了善意的告诫之后，场上的这些年轻修士们非但没有一个人流露出退缩之意，反而一个个都愈发的跃跃欲试，他们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修仙一途本就是逆天而行，与天争，与地斗，与人夺，这种危机四伏的地方也往往注定了拥有着更加丰厚的机缘。富贵险中求，这个道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懂。看着并没有人主动退出，武长风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不再多言，缓缓从储物戒中取出了一枚通体金黄雕刻着玄武神兽的厚重玉玺。这枚玉玺正是玄武国的镇国法宝，一件品阶高达半步圣阶的至宝玄武印，只是它的具体功能外界无人知晓。武长风将玉玺托于掌心，随即划破手指，将自己的一滴血滴落在了玉玺之上。鲜红的血液瞬间便被玉玺吸收，整枚玉玺开始散发出璀璨的金黄色光芒。在酝酿了片刻之后，一道无比粗壮的金色光柱猛地从玉玺之中射出，直直地轰击在了前方那紧闭的皇宫大门之上。嗡！伴随着一阵奇异的嗡鸣，皇宫大门前的空间开始剧烈的扭曲，最终形成了一条深邃不见底、缓缓旋转着的空间通道。秘境入口已开。武长风的脸色似乎因催动玉玺而变得有些苍白，他用一种略显吃力的声音对着众人催促道：“迅速进入，此通道持续不了多久。”话音落下，早已按捺不住的武阳、凌天以及其他一众获得资格的修士纷纷化作流光，争先恐后的飞入了那空间通道之中。随后陆毅和沈月瑶以及武明熙兄妹2人也相继进入了通道。
看着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通道之中，武长风的嘴角忽然勾起了一抹阴谋得逞的冰冷微笑。下一刻，他竟然也直接飞身而起，毫不犹豫地冲进了那即将关闭的秘境之中。伴随着他的进入，那枚失去了控制的玉玺光芒也随之暗淡下来，空间通道迅速闭合，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那枚玄武玉玺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之中。随后，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那枚玉玺竟仿佛拥有生命一般，化作一道金光，直接飞入了皇城深处，消失不见。场上发生的这一切都太快，太过于突然，周围那些前来凑热闹的修士们都有些没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玉玺消失之后，场面寂静了数秒，随即忽然爆发出了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喧哗之声。怎么回事？国主陛下怎么也进去了？秘境不是只允许年轻一辈进入吗？难不成刚才国主陛下是因为没有抵抗住秘境通道的吸力被吸进去了？一众修士们众说纷纭，大家都在疯狂地讨论着方才那诡异的一幕，所有人的心中都升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穿过那扭曲而深邃的秘境入口之后，进入秘境的众人只感觉眼前一阵天旋地转的扭曲之后，下一刻便已经身处在一处鸟语花香的独立世界之中。这里的天空湛蓝如洗，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气与草木的清香，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近处则是广袤的草原。如果不是进来之前国主武长风再三嘱咐此地危险重重，他们可能都不会觉得这个看起来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会有什么危险。而更加奇怪的是，与陆毅预想中不同，所有进入秘境的人竟然都被整整齐齐地传送到了同一个位置，落在了这一片草原之上。这令陆毅不禁感觉有些奇怪。在他的印象中，一般玄幻小说里这种大型秘境的开启，为了保证公平，所有进入者都会被随机传送到秘境的不同地点，然后大家好各凭本事，浑水摸鱼，寻找机缘。像这样把一群心怀鬼胎、互为竞争对手的人全都传送到同一个起始点，多少有些不自然。就在众人还有些发懵，纷纷拿出武长风分发的地图，准备寻找一下参照物，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之时，一道身影却猛地从人群之中急速地窜了出去，化作一道流光，朝着某个方向疾驰而去。那道身影不是林天，也不是武阳，而是之前一直对此次秘境表现得最为期待的玄武国太子武明熙。他的行动如同一根导火索，瞬间点燃了在场所有人的情绪。一些反应迅速的人立刻也催动灵力，紧随着武明熙所去的方向一同飞了出去。就在这时，不知道是谁在人群之中缺心眼地扯着嗓子高喊了一句：大家分头行动，各自谋求各自的机缘吧。这一声喊彻底引爆了本就蠢蠢欲动的众人，剩下的大部分修士瞬间作鸟兽散，生怕自己落后于其他人。他们一个个都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朝着四面八方飞了出去，眨眼间便消失在了天际。受到他们这股子狂热气势的影响，就连武明月都有些跃跃欲试起来。他看着那些四散而去的身影，也学着他们的样子作势下蹲，似乎是准备随便挑个方向起飞寻宝。然而就在他刚刚作势下蹲准备起飞的时候，一只大手却从天而降，一把摁住了他的小脑袋，让他所有的动作都戛然而止。咚！陆毅的手指屈起，直接朝着他的头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哎呦！武明月吃痛一声，捂着被敲的地方，不满地回过头询问陆毅：圣子，你干什么呀？咱们再不出发，好东西岂不是都要被他们给抢先了？陆毅看着他那副急不可耐的样子，只觉得有些好笑。他反问了一句：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修为，就跟着他们一起往外冲？你这不是分头行动，你这是分头送死。自己叫陆毅可不是路易16，可没有分头送死的爱好。被陆毅这么一说，武明月也立刻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是有些冲动了，以他那点三脚猫的修为，真要是一个人跑出去，别说寻宝了，恐怕随便遇到一头厉害点的妖兽都得交代在这里。他吐了吐舌头，随即又很是自然的直接上前搂住了陆毅的胳膊，用一种撒娇的语气说道：那我还是跟着你吧，有你保护我的安全就够了，嘻嘻。陆毅则是无奈的摇了摇头，算是默许了下来。他抬头结合着之前武明熙毫不犹豫飞去的那个方向，再对比了一下手中的地图，心中立刻便有了猜测，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此次秘境最终的目标——传承大殿所在的方位。周围连绵的山势地形也印证了他的这个猜想。他决定也去那传承大殿凑一凑热闹。如果不出所料的话，武阳和林天那两个家伙在外面转悠一圈之后，最终也会不约而同地被各种机缘指引着到达那处传承大殿。他有些好奇，两个天命之子同时到达一座传承大殿，那这老祖的传承到底该给谁呢？总不能把一个完整的传承硬生生的劈成两半，一人分一半吧？这等好戏，自己可得好好去凑一凑热闹。
当然，他对那所谓的神魄境传承本身并不感兴趣，但是对2个天命之子为了抢夺机缘而互殴的场面还是很感兴趣的。不过更令他感兴趣的其实是国主武长风，这家伙到底会在这个秘境之中准备些什么后手？他总不至于真就把自家老祖的毕生传承拱手相让给外人吧？陆毅可不觉得他是像安倍一样心胸开阔的人。这一切的疑问恐怕都得等到自己到达了那座传承大殿之后才能揭开真相了。随后陆毅便指了指传承大殿所在的方向，对着一旁的沈月瑶说道：月瑶，不出意外的话，那里应该就是最终的传承大殿所在的位置了。走，咱们也去凑个热闹。沈月瑶本身对于这所谓的传承并没有什么兴趣，毕竟她来自上界，眼界远非下界修士可比。在她看来，区一个神魄境的传承也算不上什么多了不起的机缘。再加上她本身就拥有皓月神体所自带的功法，对于其他传承自然也不感兴趣。但是一听陆毅说有热闹可凑，他顿时就来了兴趣。传承本身我倒是没什么兴趣，他笑着说道，不过热闹嘛，我倒是挺感兴趣的。见他同意，陆毅便不再耽搁。他看了一眼身旁还抱着自己胳膊的武明月，摇了摇头，就他那点修为很难跟得上自己和沈月瑶的速度，还是直接带着他飞比较方便。下一刻他不顾武明月的一阵惊呼，直接伸出手一捞，随后便将他那娇小的身躯轻松地携在了腰间，就像是抱着一个稍微大点的布娃娃一样。随后他们3人便化作2道半流光，朝着传承大殿所在的方向急速飞去。随着陆毅和沈月瑶催动其体内的灵力，他们也逐渐感受到了这个秘境之中那无处不在的境界压制效果，一股无形的枷锁似乎笼罩了整个小世界。他们2人可是货真价实的归一境修为，在这片秘境之中竟然也只能发挥出动天境的威力。陆毅感觉有些无奈，看来这就是那所谓的战力平衡压制。为了让那些境界较低的主角不至于被境界远超于己的敌人直接打死，陆毅还是第一次亲身体会到这种修为被强行压制的感觉。这感觉就像是冲了好久之后却怎么都出不来的感觉，就连飞行的速度都无法拉满，只能以一种半快不快的速度向前行进。飞行了一小会儿之后，反正闲来无事，陆毅便开始询问被自己携在腰间的武明月。明月，之前在秘境之外的时候，我看你似乎对你的父皇有些畏惧，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你父皇平日里对你不好吗？听到陆毅主动询问这件事，武明月那本还带着几分新奇的表情不由得也有些低落了下来。他将头靠在陆毅的腰侧，闷闷地开始向他解释道，不是的，因为我母妃去世的早，所以父皇从小到大待我都是极好的，甚至可以说是溺爱。只是不知为何，就在父皇决定要举办这一次的修士交流大会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就感觉父皇他跟变了一个人一样。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平日里他都很喜欢我对他撒娇的，总会笑着摸我的头，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的，他便开始表现得有些厌烦，甚至到后来开始严厉地训斥我，让我不要有事没事就来找他，说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而且父皇他看我的眼神也变得越来越冷，所以我最近才有些害怕他。陆毅听完他的话之后，心中想了想，看来这武长风的性情大变应该就与他身上曾经流露出的那一丝若有若无的凶煞之气脱不开关系。就在陆毅还在思索着这武长风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阴谋的时候，在他们前方不远处的山林之中忽然传来了一阵激烈的灵力碰撞与打斗声。陆毅本来不是很在意，这种秘境之中修士之间为了争夺机缘而大打出手，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本想直接调整方向绕过他们，以免浪费时间，但是一旁的沈月瑶却是看着那个方向疑惑地发出了一声咦，竟然是他。陆毅闻言也顺着他的目光定眼一瞧，他发现对战的双方其中一人正是武阳，而他的对手则是一名身穿轻薄紫色衣裙，身段妖娆，一举一动都散发着致命魅惑力的绝美少女。陆毅只看了一眼，便在心中断定这个女人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人，毕竟这画风都不一样。随后他便开口询问身旁的沈月瑶，怎么，你认识那名少女？沈月瑶点了点头，回答道，她是我之前外出历练的时候偶然结识的瑶池圣地的圣女楚倩倩，只是我不记得她有来参加这次的交流大会啊，而且她的境界怎么回事？我记得上次见她时，她已是洞天境后期的修为，与当时的我不相上下，怎么现在感觉只有子府境巅峰的样子？陆毅听到沈月瑶的回答之后，并没有在意她后面那些疑问，反而是对瑶池圣地圣女这个身份瞬间提起了兴趣。毕竟瑶池圣地虽说比不上太初圣地，
但在整个天玄界也是数一数二的顶尖宗门圣地。再加上瑶池圣女这个名头，十有八九是个天命女主，那自己可就不得不去瞧一瞧了。他随即找了个借口对沈月瑶说道：“既然是你的熟人，那我们便过去帮个忙吧，总不能坐视不管吧。”说罢，两人便调整方向，朝着那处战圈飞了过去。随着他们的靠近，场中两人的对话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只听那名紫衣少女率先娇喝道：“武阳，你不要不识好歹，本圣女看上你的东西是你的福气，快把东西都交出来。”而武阳则是手持长剑，一脸警惕地回应道：“哼，你这妖女，休要猖狂，当真以为我怕你不成？”听到他们的对话，陆毅感觉有些不对劲。这楚倩倩身为堂堂瑶池圣地的圣女，地位尊崇，怎么整得跟个山贼一样，当街不当着秘境抢武阳这家伙的东西？不过先不管这些了，先帮忙再说。随即他不再有任何的犹豫，身形一闪，直接出现在了还在与楚倩倩对峙的武阳身后。武阳只觉得身后一阵劲风袭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只脚便已经重重地踹在了他的屁股上。砰！他整个人如同滚的葫芦一般，被陆毅一脚直接踹飞了出去，姿势狼狈不堪。而在他身体失控的瞬间，陆毅还顺手一把就将他腰间的储物袋给夺了过来。武阳从地上爬起身来，正准备含怒反击，但是当他看清来者的面容之后，所有的怒火都化为了犹豫。又是他！武阳知道自己绝不是陆毅的对手，再留下来也只是自取其辱，更何况那储物袋里也没有什么十分特别的东西。随即他咬了咬牙，用一种充满了怨毒的眼神瞪了陆毅一眼，放了句狠话：“陆毅，你给我等着！”随后便匆匆逃走了。陆毅也没想到这家伙竟然那么谨慎，他现在难道不应该奋起跟自己拼命吗？随后他掂了掂手中的战利品，这才与沈月瑶一同来到了那位紫衣少女的身边。“倩倩，你没事吧？”沈月瑶一上来便直接关切地询问到：“你的修为为何会下降了如此之多？”他一边说着，一边习惯性的做事要去拉住对方的手。然而那位楚倩倩却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一样，她猛地后退一步，一脸嫌弃的直接拍开了沈月瑶伸过来的手。他愣了一下，随即上下打量了一番沈月瑶，脸上露出了气呼呼的表情，用一种极其不爽的语气说道：“你认错人了，本圣女是合欢宗圣女楚芊芊，才不是那个自视清高装模作样的家伙呢。”看着眼前这位自称楚芊芊的紫衣少女那副气呼呼的极力与楚倩倩撇清关系的模样，沈月瑶这才意识到自己大概是真的认错人了。毕竟眼前之人的气质与她熟悉的那位清冷如仙的瑶池圣女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但看着她与楚倩倩那几乎一模一样的绝美容颜，沈月瑶还是不由自主的试探性的询问道：“难道说你是倩倩的妹妹吗？我竟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妹妹。”听到沈月瑶的这句话，本就有些生气的楚芊芊更是瞬间就绷不住了，当场炸毛：“谁跟她是姐妹？我跟她才没有半点关系！”她双手叉腰，气鼓鼓地反驳道：“再说了，要论长幼，我才是姐姐。”听着她这番不打自招的话，还有那副仿佛被踩了尾巴一样的激烈反应，沈月瑶竟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的沉默。而就在这时，一直在一旁看戏的陆毅来到了他们身边。方才的对话，他自然是一字不落的听到了。他心里不禁觉得有趣，没想到这瑶池圣女楚倩倩竟然还有个亲姐姐，而且这个姐姐竟然还是合欢宗之人。他先是将武明月轻轻放下，随即脸上带着几分打趣的笑意，开口说道：“没想到堂堂瑶池圣地的圣女，她的亲姐姐竟然是合欢宗的圣女，有趣，着实有趣。”楚芊芊听到陆毅的话，又想了想他方才一脚就将武阳踹飞的强悍实力，想来此人修为定然不低，毕竟在之前的比试之中，他费了9牛2虎之力，最终还是惜败于武阳之手。于是他收敛起方才的怒气，用一种谨慎的目光看着陆毅，询问道：“你又是何人？”还没等陆毅开口，一旁早已重新搂住他胳膊的武明月则是挺起小胸膛，用一种极其骄傲的语气说道：“哼哼，他可是太初圣地的圣子陆毅，怎么样，害怕了吧？”听到太初圣地圣子这几个字，楚芊芊的心里猛地一惊。他早就听闻那位神秘的太初圣子也来了此次的修士交流大会，只是没想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碰到。随后楚芊芊便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奇的玩具一般，像个好奇宝宝似的围着陆毅转了好几圈，一双妩媚的桃花眼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着他，看得一旁的武明月都不由自主的将陆毅的胳膊搂得更紧了。转了几圈之后，楚芊芊停下了脚步，她仿佛下定了什么主意，
原本谨慎的眼神瞬间被一片浓浓的魅意所取代。他莲步轻移，身形款款地朝着陆毅贴了过来。陆毅只觉得伴随着一阵醉人的香风，然后便是一具柔软温热的娇躯，直接投入了自己的怀中。楚芊芊的玉指开始在他的胸口上若有若无地画着圈，声音也变得柔媚入骨。圣子大人出手相助，小女子感激不尽，实在是无以为报。他话里话外所要表明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不过陆毅可没有那么容易就上套。他看着怀中这个媚眼如丝的女人，随即直接伸出双臂，一把搂住了她那纤细的腰肢，另一只手则开始不怎么规矩的上下其手。他明显的感受到，在他开始动作的瞬间，楚芊芊那看似柔软的身体出现了一刹那的僵硬。看来这楚芊芊也就是个嘴强王者，多半是有什么别的想法。随后他便用手指轻轻挑起了他的下巴，让他与自己对视，意有所指的询问道：那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呢？楚芊芊脸上的笑容变得有那么一丝僵硬，但她还是强行佯装出一副娇羞的模样，表示只要是圣子大人想要的，小女子必定满足。哦，这话我爱听。陆毅笑了，随后继续说道：我听说你们合欢宗的双修秘法非常有独到之处，我对此非常感兴趣。这话陆毅倒是没有说谎，他对合欢宗的秘法确实很感兴趣。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弄过来，让灵儿那丫头好好修炼修炼，提升一下业务水平，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门路。而事到如今，这机会不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吗？但是他这话听在楚芊芊的耳朵里，却完全是另一个意思了。他心里冷哼一声，哼，男人果然，这天底下的男人都是一个尿性，满脑子都是那点龌龊事。但他表面上仍是假装出一副娇羞无限的模样，对着陆毅抛了个媚眼。圣子大人果然是不拘小节，只要圣子大人愿意帮小女子一个忙，到时候小女子必定扫榻相迎，任君采撷。陆毅便接着他的话询问道：哦，需要我帮你什么忙？楚芊芊柔声解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忙，只是需要圣子大人陪小女子回合欢宗一趟，不知圣子大人愿不愿意？听到他这话，陆毅心里可是乐开了花。这感情好啊，自己正愁没机会呢，他这倒好，直接邀请自己去他老家了。他对合欢宗这个宗门可是非常感兴趣，他当即便愉快地答应了下来。既然是美人相邀，本圣子岂有不从之理？他还特意补充了一句：到时候可一定要让我好好见识一下合欢宗秘法的精妙之处啊。一旁的沈月瑶听着这两人没羞没臊的对话，又看着他们那副搂搂抱抱亲密无比的举动，不知为何心里竟升起了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他不由得轻咳了两声，随后便提醒这两个已经旁若无人的家伙：嗨，我们是不是该继续赶路了？传承大殿应该就在不远处了。随后他们一行四人便继续朝着传承大殿的方向飞去。在这途中，沈月瑶犹豫了许久，但最终还是忍不住对陆毅传音询问道：你真打算跟他回合欢宗？陆毅也传音回答道：要不然呢？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事，你就不怕？沈月瑶继续询问道：那合欢宗是什么名声？你难道不清楚吗？你就不怕你去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陆毅心中一笑，表示：你想多了，他们还能把我吃了不成？我这个人对女色其实没什么兴趣，我只是单纯的馋她的功法而已。沈月瑶听到他这番解释，不禁翻了个白眼，心中吐槽道：我信你个鬼！很快，陆毅他们一行四人便不紧不慢地来到了那座散发着古老气息的传承大殿之前。只是还没等他们靠近，远处便已经传来了阵阵激烈的灵力碰撞与打斗声。抬眼望去，只见大殿之外的空地上有两道熟悉的身影正在疯狂地缠斗，正是之前在交流大会上刚刚分出胜负的武阳和凌天。你这家伙真的有病吧？一边打斗，武阳还在一边愤怒地咆哮着：不就说了你两句，至于跟疯狗一样追着我拼命吗？武阳现在的心情可以说是郁闷到了极点，先是刚才被陆毅那个煞星给一脚踹飞，还被夺走了储物袋，然后他一路循着方向，好不容易来到了这最终的传承大殿之前，谁知又遇到了之前在擂台上那个一直要跟自己拼命的凌天。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忍不住便出言挖苦了对方两句，嘲讽他是手下败将。可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二话不说直接暴起，又一次跟自己拼起了命，而且招招都比擂台上更加狠辣。而陆毅他们一行人落地之后，便在一旁饶有兴致地围观了起来。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在这片区域除了他们之外，其他的旁观者只有寥寥数人，想必其他大部分进入秘境的修士都去争夺地图上标注的其他机缘了。毕竟这最终的传承只有一份，竞争太过激烈。
如果在这里争取不到，再去捞其他的机缘，可就来不及了，未免有些得不偿失。就在这时，路易的目光扫过那几个同样在看热闹的人，最终落在了其中一道身影之上。那道身影明显没有受到场中激烈打斗的任何影响，那便是从进入秘境开始就一路直奔此处的5名续他的眼睛，此刻正直勾勾地盯着那座紧闭的传承大殿石门，完全无视了身旁不远处那正在激烈战斗的2人，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异乎寻常的专注。就在武阳与凌天还在激烈战斗难分难解的时候，咚咚咚，大殿之内忽然传来了几声沉重而又古老的钟鸣之声，紧接着那2扇雕刻着玄奥符文的沉重石门忽然有了动静，在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之中缓缓地向内开启。看到大殿的石门终于开启，武阳显然没有兴趣再与凌天这个疯子继续打斗下去，他虚晃一招，借着后退的架势猛地催动灵力，转身便朝着那开启的大门方向急速飞去。而凌天则是锲而不舍的如同复古之躯一般在他身后紧追不舍。其他一众早就在此地等候的修士们也纷纷化作道道流光，飞身冲入了那座大殿之中。然而之前一直紧盯着大门的5名续在石门开启之后却反而停下了脚步，依旧站在原地，并没有第一时间进入。路易自然也没有进去的打算，先不说他对这所谓的神魄境传承本身就没什么兴趣，更何况他早已知道了这是一场精心布置的阴谋，总不至于还要以身入局，亲自去当那条被钓的鱼。他扭头看了看还紧紧搂着自己胳膊的武明月，开口询问道：“你不打算进去吗？”武明月则是吐了吐舌头，很是无奈的表示：“还是算了吧，就我这点修为，就不去奢望什么老祖的传承了。”此刻飞身进入大殿之中的一众修士们，在进入大殿的那一刻，便感觉到一股如同山岳般沉重的威压猛地从天而降，狠狠地压在了他们的身上。实力稍弱者当场便被这股威压压得跌落在地，狼狈不堪；实力稍强者也只能勉强半跪在地上，一个个面色沉重，冷汗直流。但他们的眼神却愈发的炽热，死死地盯着大殿最深处那一道若隐若现的散发着金色光芒的虚影。显然这应该就是获得传承之前的考验了，能够顶住这股威压，顺利抵达大殿尽头的人便可以获得最终的传承资格。随后众人便纷纷咬紧牙关，朝着大殿的尽头开始了艰难的蠕动。而在这群人之中，当属天命之子武阳顶在最前面，中途也不断有修士因为顶不住这恐怖的威压，而被一股力量直接弹出大殿之外，失去了资格。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凌天，他本就在之前的比试之中留下了不轻的内伤，方才又与武阳进行了一场高强度的打斗，灵力消耗巨大，此刻再受到这股强大威压的冲击，新伤就伤并发，他只觉得眼前一黑，便也被那股力量给弹了出来。被弹出大殿之后，他更是直接昏死了过去。路易走到他身边，伸脚踢了他2下，发现他没有任何反应，于是路易啧了一声，用一种充满了失望的语气吐槽道：“之前饶你一命，指望你能多起点作用，结果你这也不顶用啊！看来等秘境结束之后，便该是你发挥最后作用的时候了。”与此同时，大殿之中，武阳已经遥遥领先于众人，强大的威压令他的嘴角都渗出了一丝鲜血，但他仍旧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坚持来到了那道虚影之前。在他抵达的瞬间，那道虚影顿时金光大作，笼罩整个大殿的恐怖威压也随之烟消云散。除了武阳之外的所有人均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弹出了大殿之外。此刻大殿之中，那道玄武国先祖的残魂直接发出了威严而古老的声音，命令武阳放开心神，接受本座的传承。武阳刚开始心中一喜，心想这最终的传承终究还是让自己得到了，但是他很快便从巨大的惊喜之中回过神来。放开心神，接受传承，什么时候需要放开心神了？这与常理不符啊。随后他便恭敬地问出了自己的疑问，敢问前辈接受传承为何还要放开心神？那虚影也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没有被这天大的惊喜冲昏头脑，还保持着警惕，没有上当。他只好解释道：本座的传承无比庞大，蕴含了本座一生的修为与感悟，必须放开心神方能完整的接收，只是这个过程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什么副作用？武阳继续好奇地询问。副作用便是在接受传承之后，你会失去你全部的记忆。还没等虚影的话说完，他便悍然出手，那股消失的威压以比之前强大了几倍不止的强度，猛地朝着武阳压了过去，想要强行夺舍。武阳见状直呼好家伙，这是演都不演了。他立刻催动起师尊赐予的护身法宝，拼命地抵抗着那股恐怖的威压。这道残魂虽说曾经是神魄境的强者，但是
终究也只是一道残魂，且经历了1000年的时间消磨，早已虚弱不堪。再加上武阳身上有他师尊冷凝霜所赐的诸多法宝护身，一时半会儿，这道残魂竟也没办法直接拿下武阳。而就在武阳即将支撑不住，那残魂剩余的力量也被消耗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大殿之外忽见一道妖异的血红色光芒，如同利箭一般，带着破空之声，朝着那道金色的虚影直接射了过去。大殿之内，只见那道妖异的血红色光芒精准无比地洞穿了那道不可一世的玄武国先祖残魂，同时带着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将其死死地钉在了大殿后方的墙壁之上。啊！残魂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本就有些暗淡的金色光芒又淡了几分，笼罩在武阳身上的恐怖威压也随之烟消云散。他整个人瘫软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背后早已被冷汗湿透。他扭头朝着大殿门口的方向看去，他本以为出手相助的会是陆毅那个家伙，心中甚至还在想着，若是陆毅救了自己，那之前在醉仙楼和刚才的恩怨要不要就此一笔勾销。然而当他看清那缓缓走进来的身影时，整个人都大跌眼镜。来者竟然是玄武国的国主武长风。此刻的武长风与之前那个威严仁德的国君形象判若两人，他身上不再穿着象征皇权的龙袍，取而代之的是一身血红色的长衫，浓郁的血红色灵力如同雾气一般在他周身弥漫着，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凶煞之气。他就这么背着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这座本该是他先祖的传承大殿。多谢国主陛下救命之恩。武阳挣扎着想要起身道谢，然而武长风却连看都未看他一眼，他径直走到了那被钉在墙上不断挣扎的先祖残魂面前，脸上露出了冰冷的充满了快意的笑容。老东西，你还认得我吗？他冷笑着揭露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当年你也是在这里断定我血脉驳杂，乃是皇室之耻，是个不堪造就的废物。你可曾想过会有今天？孽障，你竟敢弑祖！残魂看着眼前这个散发着魔气的后人，愤怒地斥责道：弑祖！武长风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不屑地反击道：你一个为了活命不惜设下传承骗局，妄图夺舍后人躯壳的老鬼，也配谈祖字？他不再与这虚弱的残魂废话，猛地伸出手，一把便将那道已经虚弱至极的虚影从墙上抓了下来。在残魂惊恐的嘶吼声中，血红色的灵力瞬间将其包裹，顷刻之间便将其彻底炼化，化作了一股精纯的魂力，被武长风吸入了体内。解决完这个最大的麻烦之后，武长风才缓缓转过身，用一种充满了狞笑的看死人一般的眼神看着殿内唯一幸存的武阳。接下来轮到你了。他舔了舔嘴唇，笑容愈发狰狞。哦，不对，应该说是你们。今天所有进入这个秘境的人，一个都别想活着走出去。话音落下，他猛地将双手高高举起，血祭大阵起。伴随着他一声令下，一股磅礴的血色灵气以他为中心轰然爆发。这股灵气顺着大殿地面上那些早已篆刻好的不为人知的阵法纹路，如同奔腾的血河一般，瞬间传遍了整个秘境的每一个角落。下一刻，地图上所标记的每一处资源点，无论是大是小，都同时升起了一道冲天而起的无比邪异的血红色阵法光柱。秘境各处，那些正在为了机缘而争斗，或是正在欣喜的采摘灵药的修士们，纷纷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所困。修为较低的灵海境界修士，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便被那血色的光柱瞬间抽空了全身的血气，当场化为一具具姿势各异的干尸。而那些修为稍高者，也只能拼了命的催动灵力，苦苦抵抗着那血色阵法的炼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力被一点一点的抽走。无数道精纯的血气从秘境的各个角落升腾而起，最终如百川归海一般，朝着传承大殿的方向疯狂地汇聚而来。大殿之外，陆毅一行人自然也受到了阵法的影响，但这等程度的炼化之力对他而言不过是清风拂面。他只是随意地撑开一道灵力护罩，便将自己和身旁的3位女士都护在了其中。他看着远处那地狱一般的景象，听着那些此起彼伏的凄厉惨叫，不由得啧啧感叹：好家伙，还真是个反派啊！怎么感觉跟他比起来，我自己倒是显得挺正派的呢？父皇他身旁的武明月早已被眼前这恐怖的一幕吓得浑身颤抖，脸色惨白。陆毅伸出手，一记手刀将他直接打晕，还是不要让他看到之后发生的事情为好。只见不远处的太子武明旭虽然也在奋力地抵抗着阵法的侵蚀，但他那张英俊的脸上却挂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近乎癫狂的兴奋之色。就在这时，大殿之内传来了武长风那充满了错愕与惊怒的咆哮：不对，这阵法有问题！
殿外的武明旭闻言，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狂喜，发出了癫狂至极的大笑。父皇，您终于发现了，可惜已经晚了。是你！大殿内，武长风的声音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愤怒。你对我部下的阵法做了什么？在武长风那愤怒的质问声中，武明旭揭晓了这出大戏最后的真相。我没做什么，父皇，我只是稍微修改了一下阵法的核心而已。他脸上的笑容充满了病态的快感。这阵法现在不仅仅会吸取那些人的血气，更会引动您体内那多年来通过血祭之法修炼所积攒下来的全部煞气。实在抱歉了，我亲爱的父皇，孩儿实在是太想当这个皇帝了。若是让您突破成功，估计我这辈子都别想当上皇帝了。所以就委屈父皇您赴死了。武长风气愤无比，但却只能吐出一句：你这个逆子！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皮肤表面浮现出一道道血红色的裂痕。他体内那积攒了数百年的庞大煞气，此刻正在疯狂地反噬着他自己。最终，在一声充满了不甘与怨毒的悲鸣声中，再也无法承受那股恐怖的力量，轰然爆开，化作了一团无比浓郁的血雾。随着主阵者的死亡，那笼罩了整个秘境的血祭大阵瞬间停止了运转，所有的血色光柱都消散一空，秘境又恢复了最初的那鸟语花香的平静模样，仿佛方才那场人间炼狱从未发生过一般。与此同时，在武明旭的身后传来了陆毅清脆的鼓掌声。他一边鼓掌一边调侃道：好啊好啊，真是好一出父慈子孝的大戏啊。大殿之内，随着武长风爆成一团血雾，那股令人窒息的煞气也随之消散。武明旭看着走进来的陆毅，脸上那癫狂的笑容缓缓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复杂的苦涩。他先是紧张的戒备着，但随即又像是放弃了一般，自嘲地说道：陆圣子莫要打趣我了，说到底我也只是个为了皇位而是父世祖的逆子罢了。令他没想到的是，陆毅脸上非但没有流露出丝毫的鄙夷或不屑，反而走上前去，很是熟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瞧你这话说的，我这个人可是非常欣赏你这种心狠手辣、做事果决之人的。这句发自内心的欣赏让武明旭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没想到这位圣子的行事风格竟会如此与众不同。两人刚说上两句，整座传承大殿乃至整个秘境都开始了剧烈的天崩地裂般的颤抖，无数的裂痕如同蛛网一般在天空中蔓延开来。不好！武明旭脸色一变，急忙解释道：血祭大阵被我强行中断，导致整个秘境的灵力运行都陷入了紊乱，这里即将彻底崩塌。事不宜迟，他立刻从怀中取出一枚刻有空间符文的令牌，毫不犹豫地将其捏碎。伴随着令牌的碎裂，一道与来时一模一样的散发着柔和白光的空间光门在他的身后迅速开启。走！陆毅招呼了一声，让楚芊芊跟上，又示意沈月瑶抱好武明月，而他自己则毫不客气地一把拎起地上那个早已昏迷不醒的林天，如同拖着一条死狗一般率先走进了光门之中。殿内幸存的武阳也紧随其后，不敢有丝毫耽搁，逃离了这个即将崩塌的秘境。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寥寥数人重新回到了皇宫的正门之前。在此地苦苦等候了许久的众多修士，在看到秘境入口重新开启时，本还是一阵欣喜，但当他们看清最终活着从里面走出来的竟然只有这么几个人时，整片广场瞬间爆发出了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喧哗与骚动。怎么回事？怎么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出来了？其他人呢？我们宗门的弟子呢？秘境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陆毅无视了周围那鼎沸的混乱，他知道如何安抚和应付这些人是新任国主武明旭接下来该头疼的事情。他的目标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他拖着昏迷的林天，径直走到了正与沈月瑶站在一起的林清玄面前，随手将林天扔在了他的脚下。林清玄看着这个在擂台上对自己痛下杀手的黑袍男子，有些不解地望向陆毅。陆毅没有解释，只是随意的一挥手，一道灵力拂过，瞬间便卸去了林天脸上那层粗浅的易容。当看清那张既熟悉又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容时，林清玄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在擂台上招招致命，恨不得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竟然真的是自己的哥哥。陆毅没有给他太多震惊的时间，他指尖弹出一道灵力，没入林天的眉心，将他从昏迷中强行弄醒。林天刚一睁开双眼，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陆毅那张带着玩味笑容的脸，以及站在他身旁的林清玄。仙舟之上，那扇紧闭的房门，那足以将他理智撕碎的声音，瞬间便如同潮水一般填满了他的整个脑海。贱人，受死！心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咆哮着从地上一跃而起，
不知从何处抽出了一柄长剑，用尽全身的力气朝着近在咫尺的林清玄狠狠地刺了过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本就处于巨大震惊之中的林清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他呆立当场，甚至忘记了躲闪，忘记了抵抗。就在那锋利的剑尖距离他白皙的咽喉只剩下最后1寸距离之时，一只手如同铁钳一般闪电般的伸出，精准无比地擒住了林天持剑的手腕，让他再也无法前进分毫。看清楚了吗？陆毅擒住状若疯魔的林天，扭过头对着脸色煞白如纸的林清玄冷冷地说道：你这个好哥哥已经彻底走火入魔，没救了。他随手一扭便卸掉了林天手中的长剑，反手将其塞进了还处于呆滞状态的林清玄的手中。随即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如同命令般的语气对着他说出了2个字：杀了他。林清玄愣愣地看着自己手中那柄冰冷的长剑，又看了看眼前这个双目赤红口中不断发出野兽般咆哮的哥哥，他用力地疯狂地摇着头，泪水夺眶而出。不，如果你不杀了他，陆毅的声音如同来自9幽的寒冰，厉声喝道，他就会成为你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心魔，让你日日夜夜都活在他的阴影之下。一旁的沈月瑶看着眼前这残酷的一幕，心中实在不忍再看下去。他刚想出手替林清玄了截掉这个已经彻底疯魔的林天，却被陆毅一道冰冷的眼神给死死地制止了。在陆毅那一声又一声如同魔咒般的威逼之下，林清玄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了。啊！他闭上双眼，发出一声绝望到极致的悲鸣，双手紧握着剑柄，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将那柄长剑狠狠地贯穿了林天的心脏。噗嗤，利刃入体的声音清晰可闻。在生机飞速溃散的最后一刻，林天那双充满了疯狂与怨毒的眼眸忽然褪去了所有的色彩，恢复了曾经的那份独有的清明。他低头看着从自己胸口透出的剑尖，又抬头看着眼前这个亲手杀了自己的妹妹，他用尽了最后的气力，从口中艰难地吐出了3个字：怎么会？话音落下，他眼中的光芒彻底熄灭。林清澈再也支撑不住，松开了手中的长剑，整个人也瘫软在了地上。他的心中除了无尽的悲哀之外，竟也鬼使神差地多了一丝卸下所有包袱的解脱。陆毅见状，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对着一旁的沈月瑶说道：带他回去休息吧，然后好好开导一下他。3日后，那场秘境风波被新皇武明旭以雷霆手段完美地解决了。他将一切的罪责都推给了那位早已化为血雾的已故国主武长风，称其晚年为求突破，不惜修炼邪功，妄图血祭天下英才。由于他准备得实在太过充足，各种证据确凿，再加上他身为太子的正统身份，整个权力的交接过程显得异常流畅。对于那些在此次事件中陨落了天才弟子的各大宗门，他也展现出了极大的诚意，连那足以让任何一个皇室伤筋动骨的巨额赔偿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到位。如此一来，各大宗门也不好再多追究，此事便就此尘埃落定。风波平息之后，绝大多数前来参会的修士也都陆续离开了这座见证了一场惊天阴谋的都城。陆毅让太初圣地的弟子们先行乘坐仙舟返回宗门，沈月瑶与林清玄也一同登上了返程的仙舟。在这短短的3天里，依靠着闺蜜沈月瑶无微不至的开导，以及陆毅那更为直接更为深入的深度开导，林清玄已经基本从亲手师兄的巨大阴影之中恢复了过来。他的脸上虽然依旧没有什么血色，但眼神中已经多了一种释怀与解脱。陆毅终究还是有些不放心，便郑重地拜托沈月瑶，希望他能带林清玄一同返回圣地，并在路上多加照拂。而陆毅自己则以身负太初老祖交代的重要任务为由，独自一人留在了这玄武国的都城之中。仙舟缓缓升空，逐渐远去。陆毅正准备动身前往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一道带着香风的倩影便款款地走到了他的身边。是楚芊芊。他对着陆毅柔媚一笑，用一种腻得发酥的声音询问道：陆圣子，现在是不是该和我一起回合欢宗了呀？陆毅看了他一眼，先是摇了摇头，随即又点了点头。合欢宗肯定是要去的，但不是现在。说罢，他不再理会楚芊芊，径直便朝着国师府所在的方向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楚芊芊见状愣了一下，但随即毫不犹豫地便迈开步子跟了上去。反正他已经认准了，无论如何都必须把这个无论是修为样貌都堪称极品的男人带回宗门去，到时候可要狠狠利用他，让那个自视清高的家伙知道什么叫后悔。2人一前一后，很快便来到了那座清幽雅致的国师府外。通报之后，片刻府门被从内打开，然而率先出来的却不是府中的管事，而是脸色阴沉如水的武阳。他一开门
便看到了门外站着的那对狗男女。这两个家伙此刻竟然还站在了一起，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瞬间便从武阳的心底直冲天灵盖。他咬牙切齿地拦在了两人的面前，声音如同从牙缝中挤出来的一般：“你们这两个家伙来国师府干什么？”陆毅看着他那副恨不得将自己生吞活剥的模样，脸上却依旧带着那副风轻云淡的笑容。“当然是来找你师尊的，我师尊不见客。”武阳心生警惕，正要开口强硬驱赶，府内却及时地传来了冷凝霜那清冷不带一丝情感的声音：“武阳，带他们进来。”师尊的命令如同不可违逆的圣旨，武阳不敢有丝毫的违逆，他只能强行压下心中那滔天的怒火与屈辱，然后黑着一张脸，不情不愿地侧过身，将二人带了进去。在国师府的庭院之中，陆毅再次见到了那位便宜师姑冷凝霜，他没有丝毫的客套，直截了当地便提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奇怪的请求：“师姑，我想在你的国师府暂住一段时间。”冷凝霜清冷的眼眸中也闪过了一丝好奇，他询问道：“你为何不随圣地的仙州一同返回，反而还要在我这里借住呢？”陆毅则故作神秘地伸出食指在唇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用一种神神秘秘的语气说道：“师父他老人家交给了我一个保密的任务，需要在玄武国多留些时日，具体是什么任务，恕我不能多言。他总不能直说，老头子给自己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把你泡到手吧？”听到是太初老祖的安排，冷凝霜便没有再多问，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随即便吩咐下人去为陆圣子安排一间上好的厢房。等等，陆毅补充道：“是2间。”他这么说着，指了指身后那位一直跟着自己的楚芊芊。一直跟在后面如同一个透明人般的楚芊芊见状，也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那意思仿佛在说：“我也要住在这里。”陆毅看明白了他的意思，随后歪头看了他一眼，接着说道：“要不然呢？还是说你想和我住一间？当然我是不介意的。”楚芊芊想了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干脆也就在这里住下好了，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和这位陆圣子好好的增进一下感情。不过住一间还是算了，要是自己直接白给了，到时候他再不跟自己一块回去怎么办？最好是让他最终心甘情愿的跟自己回合欢宗去。于是他也对着冷凝霜妩媚一笑道：“那就要叨扰国师大人了。”冷凝霜看着眼前这两个行事古怪的家伙，虽然心中不解，但最终还是没有拒绝，默认了他们的留下。而这可把一旁的武阳给急坏了。先不说他本身就对陆毅这个家伙没什么好感，而且这个家伙还屡次找自己麻烦，再加上他越来越觉得这家伙看自己师父的眼神就跟在看一个猎物一样。不过他刚才听陆毅喊自己师尊一声师姑，也就是说师父他也是太初圣地之人。他虽然待在师父身边那么长时间，但是却从来没有打听过师父师承何处。如果他们真的是师姑和师侄的关系，那陆毅应该不至于以下犯上吧？应该不会吧？一大清早，国师府那清幽的庭院之中，陆毅正悠闲地坐在石桌旁，品着新送来的香茗，仿佛自己才是这府邸的主人一样。在他的身旁，武明月默默地趴在桌子上，他那双曾经明亮灵动的眼眸，此刻却显得有些空洞，神情低落到了极点。自秘境中亲眼目睹了自己父兄相残的惨剧之后，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便一直不太稳定。新皇武明续派人送来了各种问候与珍稀的安神补品，即使堆满了他的房间，他也一概不理。这几日他只是寸步不离地，依赖地守在陆毅的身边，仿佛在这崩塌的世界里，只有这个男人是他唯一的依靠。这份带着几分悲伤的沉静，很快便被一阵不请自来的香风打破了。楚芊芊来了，她今天特意换上了一身极为大胆惹火的紫色薄纱衣裙，那半透明的纱料将她那妖娆惹火的身段勾勒得若隐若现，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力。她不请自来，手中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散发着浓郁药香的汤羹。在她看到陆毅之后，便径直走到了陆毅的面前，在武明月那有些呆滞的目光注视下，楚芊芊无视了旁边空着的石凳，直接身形一转，直接便坐到了陆毅的大腿之上。陆毅感受到腿上传来温润柔软之感，不由心中感叹，不愧是合欢宗圣女，是真的润啊。他一手端着汤碗，一手揽住陆毅的脖子，用一种能让男人骨头都酥掉的娇滴滴的声音柔声说道：“陆圣子，这是人家一大早亲手为你熬的大补汤，你快尝尝吧。”而这香艳而又暧昧的一幕，恰好被一位刚刚走进庭院的长辈尽收眼底。前来寻陆毅的冷凝霜看着眼前这不成体统的画面，眉头瞬间便紧紧地锁了起来。国师府向来清冷幽静，是他潜心清修之地，可陆毅他们住进来才第2天就如此有伤风化，要是再住一段时日，那还得了。这令他心中升起了一股强烈的不悦。
嗨嗨！冷凝霜轻咳一声，那清冷的声音打破了这暧昧的氛围。他端起了长辈的架子，目光落在陆毅的身上，用一种带着几分训诫的语气说道：“陆师侄，此乃清修之地，还望自重。”师侄！还没等陆毅有所反应，他腿上的楚芊芊立刻就抓住了画柄。他非但没有半分起身的意思，反而将身体贴得更紧了些。他转过头，一双妩媚的桃花眼，媚眼如丝的看向冷凝霜，掩嘴笑道：“哎呀，原来是师姑大人啊！您这声师侄叫的可真生分，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多大年纪了呢。”他说着，还故意用手指在陆毅的胸口画着圈，继续挑衅道：“我们陆圣子可不喜欢那些古板又老气横秋的女人哦。”这句话精准无比地刺中了冷凝霜之前就感到不适应的地方。她正值青春年华，风华绝代，却因为一个该死的辈分，平白无故的就比这些同龄人老了一辈。她的脸色瞬间一冷，周身的气息都下降了几分。但碍于国师的身份，她又不好与楚芊芊这种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宗门出身的妖女当众计较口舌之争，一时间竟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就在冷凝霜陷入这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之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陆毅终于有了动作。只见他伸出手，将赖在自己身上还在不断散发着魅力的楚芊芊轻轻地推了开来。随即他站起身，不着痕迹地挡在了冷凝霜的面前，将他与楚芊芊那充满挑衅的目光隔绝了开来。他看着一脸错愕的楚芊芊，用一种半开玩笑的语气说道：“芊芊，休得无礼。”紧接着他转过头，对着身后同样有些发愣的冷凝霜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随后用一种极为自然的语气说道：“凝霜姐，他这个人说话不过脑子，你别介意。我明白你不喜欢别人拿你的辈分开玩笑。”随后他又笑着对冷凝霜补充道：“冷霜姐，我看咱们以后还是各论各的吧。我管你叫姐，你呢，高兴就管我叫侄儿，不高兴直接叫我名字也行，你看如何？”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凝霜姐瞬间就改变了两人之间的局势。他既向楚芊芊明确地宣示了自己与冷凝霜之间的关系要比他想象中更为亲近，又给了正处于尴尬之中的冷凝霜一个完美的台阶下，同时还将这个称谓的改变巧妙地包装在了共同应对外敌的行动之中，显得自然无比，毫不突兀。冷凝霜听到这声称呼，先是微微一愣。虽说当时在大会现场时陆毅便提过一嘴，但他当时以为只是开玩笑。但当他意识到陆毅明显是在为自己解围时，到了嘴边的纠正话语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姑且算是默许了这个让他稍微感觉舒服了点的称谓。为了打破这微妙的僵局，他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旁那个从始至终都呆坐着的武明月身上。他清冷的声音也随之柔和了下来，轻声询问道：“明月她这几日都是这样吗？”陆毅见状，立刻顺着他的话茬，用一种带着几分无奈的语气请求道：“是啊，这丫头精神状态极不稳定，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就只认我一个人。凝霜姐，你见多识广，不知可有什么办法能帮忙开解一下她？”冷凝霜想了想，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并表示道：“她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让她自己好好想一想吧。既然她现在只认准你，那你便多陪陪她便是。”陆毅听到他这话也是点了点头，不过他在意的重点并不是你要好好陪陪武明月，而是冷凝霜现在已经默认接受了凝霜姐的称呼，师姑已经变成了姐姐，那距离下一步还会远吗？白天的国师府一改往日的清冷，陆毅开始无微不至地关怀起了那个精神状态极度低落的武明月。他仿佛化身为一个极具耐心的兄长，陪着他在那清幽的庭院之中一坐便是一整个下午。陆毅他对武明月其实还是挺有好感的，毕竟未穿越之前他就一直曾幻想过有一个他这样可爱的妹妹，所以现在也不由得想要她重新活跃起来。他耐心地陪她下棋，任由她毁棋耍赖，陪她翻阅那些枯燥的古籍，为她轻声讲解其中的典故，甚至还亲自走进了厨房，为她做了几样卖相不佳但味道还算过得去的简单点心。在这份从未有过的温柔陪伴之下，武明月那双空洞的眼眸终于逐渐恢复了些许神采。在品尝到那块有些烤焦了的点心时，他的脸上露出了这几天来第一个久违的笑容。他对陆毅的依赖也随之愈发深重，这一切都被国师府的下人们以及那位在暗中默默观察的冷凝霜尽收眼底。冷凝霜的心中充满了诧异，他这个师侄竟然还有如此温柔可靠的一面。他看着庭院中那个耐心安抚着武明月的背影，心中对他的印象在不知不觉间又发生了些许改变。夜幕降临，陆毅好不容易才将精神好了许多，也因此变得更加粘人的武明月哄睡着。他回到自己居住的庭院，正准备盘膝而坐，好好感受一下这夜晚浓郁的星辰之力，着手修炼一番，顺道也可以想一想该怎么攻略自己这位清冷师姑。
就在这时，他忽然敏锐地察觉到一丝异样，一股极寒刺骨的气息正从不远处冷凝霜的卧房之中失控地泄露了出来。这股寒气是如此的霸道，就连他庭院中的花草树木都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被一层白色的冰霜迅速覆盖。陆毅瞬间意识到不对劲，他立刻身影一闪，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朝着冷凝霜的卧房冲了过去。敲了一会儿门，见没有反应，随后便一脚便踹开了那扇紧闭的房门。刚一进门，看到正蜷缩在床上瑟瑟发抖的冷凝霜，他便立刻意识到，这恐怕就是小说剧情中那种女主角常见的寒气爆发了。这可赶巧了不是？刚刚还想着怎么攻略，这好感度事件就自己送上门来了。房间之内早已寒霜遍地，宛如冰窖。冷凝霜正盘坐在床榻之上，他的浑身都被一层厚厚的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冰晶所覆盖。陆毅没有多想，立刻上前绕到他的身后，将自己的双掌重重地贴上了他那冰冷而又顺滑的后背。随即他将自己那至阳至刚的星辰仙体之力毫无保留地源源不断地注入了他的体内。他的力量正巧可以克制这股阴寒之气，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极致的力量在冷凝霜的体内展开了激烈的冲撞。他身上那层厚厚的冰晶在星辰之力的冲击下开始迅速的融化，化作蒸腾的滚烫的白色水汽。水汽慢慢将两人的衣衫尽数打湿，紧紧地贴在了身上。在这一片朦胧的水雾之中，冷凝霜的肌肤仿佛散发阳之玉一般的光泽。也不知过了多久，那股在他体内肆虐的恐怖寒气终于被陆毅那霸道的星辰之力强行压制回了他的丹田深处。而冷凝霜也因力结合两种力量的剧烈冲击，再也支撑不住，口中发出一声闷哼，彻底昏迷了过去。陆毅此刻的消耗也是十分巨大，毕竟两人整整差了一个大境界。陆毅操作起来还是有些吃力，额头上满是汗水，随后他便看了看已经陷入昏迷的冷凝霜，他略作思忖，索性将他那柔软无骨的娇躯直接抱在了自己的怀中，继续用自己的体温和持续不断的灵力充当起了一个人形暖宝宝。第二天清晨，当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这间恢复了正常的房间时，冷凝霜悠悠转醒。他睁开双眼，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陆毅那张近在咫尺的英俊的睡颜，紧接着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此刻正如同八爪鱼一般，手脚并用地紧紧地抱着他。昨夜的记忆逐渐苏醒，他想起了自己寒气爆发时的痛苦，想起了那股突如其来的温暖力量。随后他便感到身上有些不适，原来两人的衣衫都还半湿着。羞恼、感激、尴尬，种种复杂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他强行压下心中的波澜，故作镇定地轻轻推开了陆毅的身体。陆毅也在此时慢慢醒来，冷凝霜从他怀中挣脱出来，声音清冷的道了声谢。多谢你昨晚出手相助，我也没想到这寒气昨夜会突然爆发。陆毅倒是很坦然的起身，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身体，随后便带着一丝调侃的笑意看着眼前这位正假装淡定的师姑。没关系，举手之劳罢了。他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继续说道，看样子凝霜姐你这毛病还挺麻烦的，下次要是再发作，随时可以来找我。放心，我的火力很足。随后两人一同走出了卧房，准备换身衣服。因为昨夜水汽的蒸腾，他们两人的衣衫都还带着明显的潮湿和褶皱，看起来颇为狼狈。而这一幕正好撞上了那位一大早便前来向自家师尊请安的武阳。他刚走进庭院，便看到自己那朝思暮想、冰清玉洁、视若神明的师尊，竟然和陆毅这家伙衣衫不整顿，从同一间卧房里一同走了出来。武阳只觉得自己像是被雷劈了一下一样，大脑一片空白。我明明才刚介入进来，怎么就和师尊搞到一间房里去了？嫉妒与愤怒如同火山在他心中爆发，将他的理智烧成了灰烬。他双目赤红，伸出颤抖的手指指着眼前的二人，随后用一种近乎崩溃的审问的语气咆哮道，你们昨晚做了什么？面对武阳那充满了嫉妒与狂怒的质问，陆毅没有反驳，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他只是恰到好处地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咳嗽。与此同时，他那本还带着几分调侃笑意的脸庞也变得疲惫了几分，身体也随之微微晃动了一下，仿佛昨夜为了给冷凝霜疗伤消耗过度，此刻已是强弩之末。他这副虚弱的模样，就仿佛之前那句我火力很足完全不是他说的一样，完美的装出了一副白莲花的姿态。他没有去看暴怒的武阳，而是用一种疲惫、失望又带着几分委屈的复杂眼神望向了身旁的冷凝霜，缓缓说道，凝霜姐，看来武师弟是误会我们了。这一声轻语立刻将冷凝霜从方才的尴尬与不知所措中拉了回来。他看到陆毅那苍白的脸色和虚浮的气息，心中猛地一紧。他立刻上前一步，扶住了他那微微晃动的身体，
陆毅也借势靠在他身上。冷凝霜语气中充满了关切与担忧：“你没事吧？是不是灵气亏空了？”他心里想着的是自己跟陆毅差了一个大境界，想来昨晚帮自己运功应该差点把他榨干了吧。随即他那双清冷的秀眉倒竖起来，猛地转向武阳，语气中带上了前所未有的严厉与责备：“武阳，不得无礼！陆毅他昨晚是为了助我修炼才会在此的。”他本想解释是为了缓解寒气爆发，但此事关系到自己的体质，他并不想让武阳知晓。仓促之间只能用助我修炼这样蹩脚的理由来搪塞，毕竟这也算是一种修炼嘛。然而这句话对于武阳来说却无异于火上浇油。看到自己心中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师尊，第一时间便上前去维护那个仇敌，甚至不惜与他产生如此亲密的肢体接触。他跟随师尊这么多年，连师尊的衣角都未曾碰到过，这家伙真是可恨到了极点。妒火中烧之下，他直接打断了冷凝霜那苍白的解释，用近乎咆哮的声音怒吼道：“修炼？师尊，你不要被他骗了。此人巧言令色，油嘴滑舌，他分明就是心怀不轨。”面对这般赤裸裸的指控，陆毅只是苦笑着，轻轻地摇了摇头，什么话也没有说。他这种懒得辩解，仿佛受了天大委屈，连解释的力气都没有的姿态，在冷凝霜看来，更是坐实了武阳此刻的无理取闹与蛮不讲理。武阳看着师尊，非但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话，反而一脸心疼地看着那个正在演戏的陆毅。他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都在崩塌，他顿时感觉自己心如刀绞，随后便愤然转身，头也不回地冲出了这个让他感到窒息的庭院。武阳，冷凝霜见状又气又急，下意识地便想要去追，然而他的手腕却被陆毅温暖的手掌及时地拉住了。陆毅的声音带着几分虚弱，轻轻响起：“凝霜姐，别去了，让他自己冷静一下吧。”他顿了顿，在那双充满了愧疚与担忧的目光注视下，继续用那虚弱的语气卖惨道：“你现在去，能解释什么？解释我们之间清清白白。在冲动的人眼里，任何的解释都只会是掩饰。我没事，只是消耗了些许本源之力，休息几日便好。只是没想到，我一片好心，却被他如此误解。”他恰到好处地停顿了一下，随即用一种充满了困惑的语气问出了那句早已准备好的话：“只是我有些好奇，他为何会如此生气？他气的是我这个外人唐突了你，还是气我这个男人出现在了你的房间里？”这句话精准无比地刺向了问题的核心。武阳他为什么会生气？他又凭什么生气？这个问题让冷凝霜整个人都愣住了。是啊，自己方才光顾着生气和解释，却一直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武阳他为什么会那么激动？那已经超出了一个弟子对师尊该有的关心范畴。难道说，接下来的想法令他不敢再继续往下想？另一边，武阳失魂落魄地冲出了庭院。就在他经过一处花园的拐角时，正好撞见了正四处寻找陆毅的楚芊芊。楚芊芊被他这副匆匆忙忙的姿态吓了一跳，连忙向后跳开一步，抚着胸口娇声道：“哎呦，这不是国师大人的高徒吗？怎么行色匆匆，火急火燎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老婆被人抢了呢。”这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语，如同最锋利的刀子，瞬间就击碎了武阳那本就摇摇欲坠的心理防线。他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脚步也猛地一滞，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楚芊芊见状，那双妩媚的桃花眼中闪过了一丝了然的媚笑。哟，难不成还真让自己给说中了？他莲步轻移，缓缓走到武阳的面前，用一种充满了善意的语气提议道：“男人嘛，有时候光靠一颗真心可是不够的哦。”他随后继续诱惑道：“姐姐这里有些合欢宗特制的小玩意儿，能帮你让他看清楚自己的内心，你要不要试试看？帮你让他看清自己的内心，这种说法远比帮你增进感情更具迷惑性，也更能击中武阳此刻那偏执的内心。”武阳刚开始还没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但很快他便猛地回过神来。他看着眼前这张妖媚入骨的脸，心中一阵恶寒。师尊在他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岂容这等污秽之物玷污？他恶狠狠地瞪了楚芊芊一眼，如同被触及了逆鳞的野兽，怒斥道：“滚开！你这妖女！”说罢，他再也不敢停留，头也不回的逃也似的离开了国师府。楚芊芊看着他那狼狈的背影，撇了撇嘴，不以为意。而独自一人走在都城大街上的武阳，虽然依旧对楚芊芊充满了厌恶与鄙夷，但不知为何，那妖女的话语却不受控制地开始在他的脑海中反复的回响，让他看清自己的内心，让他看清自己的内心。庭院之中气氛微妙，陆毅依旧维持着那副虚弱的姿态，脸色苍白，
气息虚浮，仿佛随时都可能倒下。而冷凝霜则搀扶着他，清冷的脸颊上满是担忧与茫然交织的复杂神色。就在这时，一道带着淡淡香风的紫色身影款款地走了进来，正是楚芊芊。他一进庭院，便看到了正依偎在一起的陆毅和冷凝霜。那双妩媚的桃花眼先是微微一愣，随即脸上便露出了惊喜的表情。陆圣子，你可让我好找呀。他提着裙摆快步走到两人面前，用一种幽怨的语气说道：昨晚我找了你一夜，都快把整个国师府翻过来了，也没寻到你的踪影。原来你是和国师大人在一起啊。他一边说着，一边注意到陆毅那苍白的脸色，又看了看两人那都还带着几分潮湿、衣衫不整的模样上，来回打量了几下。随即他像是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一般，然后他用手掩着嘴，发出了一阵娇媚的笑声，意有所指地打趣道：哎呀呀，看你这虚了吧唧的样子，难道说你们昨天晚上？他故意拉长了语调，最后才用一种恍然大悟的语气继续说道：我还真是小看了国师大人啊，啧，原来国师大人喜欢鸳鸯浴啊。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冷凝霜自然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他毕竟未经人事，守身如玉了这么多年，何曾被人当面如此直白地调侃过。一时间，他那清冷的脸颊上不由自主地飞上了两抹动人的红霞。他急忙松开搀扶着陆毅的手，向后退了一步，试图解释道：你想多了，我们只不过是在修炼罢了。然而他这番苍白无力的解释听在楚芊芊的耳朵里却更像是欲盖弥彰。楚芊芊捂着嘴笑得花枝乱颤，对着他连连摆手：哎呀，国师大人不必解释，修炼我懂的，我都懂，我们和欢宗最擅长的就是这种修炼了。看着楚芊芊那副懂得都懂的狡黠模样，更是让冷凝霜又急又气。他们二人昨晚可是真的什么都没干啊，怎么到了他嘴里就变得如此不堪了？可偏偏自己又无法将寒气爆发、肌肤相贴的真实情况说出口，一时间竟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站在原地羞恼交加。就在这时，一直在一旁看戏的陆毅轻咳了一声，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他对着楚芊芊有气无力地询问道：楚圣女，你找我可是有什么要事？楚芊芊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她不过是想抓紧机会与这位极品圣子加深一下感情罢了。但她自然不会这么说，只是对着陆毅抛了个媚眼，柔声道：没什么事就不能找你了吗？找你深入交流一下不行吗？陆毅对此也没有再追问，楚芊芊这妮子也就嘴上功夫了得了。他转过头看向一旁还在生着闷气的冷凝霜，用一种关切的语气将话题引到了正轨之上。凝霜姐，你体内的那寒气爆发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听到陆毅询问正事，冷凝霜也暂时压下了心中的羞恼，他神色一暗，轻轻地摇了摇头，声音中带着几分无奈：此乃我娘胎里带出来的顽疾，并无根治之法，只能依靠修为强行压制。然而一旁的楚芊芊在听到寒气爆发这4个字时，脸上的媚笑却收敛了些许。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冷凝霜，忽然开口问道：寒气爆发？国师大人，你莫不是寒煞之体？冷凝霜闻言，清冷的眼眸中露出了极为意外的神色。他惊讶地看着楚芊芊，反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楚芊芊了然地点了点头，解释道：我们合欢宗的藏经阁内对此等特殊体质多有记载，我宗门之内也曾有一位长老身具此等寒煞之体。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这种体质在怀胎之时对母体的伤害极大，极易损耗母体本源，所以身怀寒煞之体的胎儿很容易便会导致先天有缺。这样的后果便是，一旦踏入修炼一途，体内便会周期性的爆发寒气，且修为越高，爆发得变越是频繁，程度也越是剧烈。冷凝霜听得直点头，眼中满是震惊。楚芊芊所说的每一个字都与她的情况完全吻合。她的母亲当初便是因为怀她，导致本源大损，产后不久便撒手人寰。她再也顾不上之前的羞恼与尴尬，急切地上前一步，抓住了楚芊芊的手腕，询问道：那可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不瞒你说，我体内的这股寒气最近爆发的确实越来越频繁了。看着他那充满了急切与期盼的眼神，楚芊芊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了那抹熟悉的笑眯眯的表情。他的目光在陆毅和冷凝霜的身上来回的扫了扫，最后意有所指的缓缓开口：方法吗？倒是有，而且还是能够根治的方法。他故意拖长了语调，才慢悠悠地说道：就是要看你们愿不愿意了。陆毅和冷凝霜听到他的话，皆是一愣，两人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随即又一同看向了楚芊芊，异口同声地问道：我们？没错，就是你们。
楚芊芊不怀好意的在两人身上来回扫视，笑盈盈的解释道：“我们合欢宗的那位长老解决此问题的法子，便是通过宗门内的秘法采阳补阴，以此来弥补血脉中的先天不足。”他的目光最终停留在陆毅身上，带着几分毫不掩饰的火热。我先前便感应到陆圣子你体质特殊，体内阳气之厚重，简直是谦谦生平仅见。若是国师大人能与你一同通过我们合欢宗的秘法进行修炼，阴阳调和之下，想必很快便可以彻底补足他先天的血脉不足，根治这寒气之症，说不定修为也能更进一步。他看着表情各异的二人，最后双手一拍，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道：“所以啊，来双修吧。”冷凝霜与陆毅两人听到楚芊芊的双修暴论之后，表情各异。陆毅表面上恰到好处的露出了一丝尴尬与错愕，仿佛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提议给惊到了。实际上，他的内心早已对楚芊芊默默的点了个赞，同时忍不住感叹道：“还得是你啊！我正愁着该怎么推进攻略进度呢，你这是直接省略了所有过程，开局即王炸啊！”他清了清嗓子，正准备顺水推舟，用一种虽然我很为难，但是愿意付出的语气表示：“如果凝霜姐不介意的话，我个人倒是没有什么意见。”然而他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却被一旁早已羞愤交加的冷凝霜用一声暴喝给强行打断了。胡闹！冷凝霜清冷的脸颊上此刻早已被红晕染透，他瞪着楚芊芊，声音都因为激动而有了一丝颤抖：“你休要胡言！再怎么说，我也是他的师姑，我们怎么能……”虽然他之前已经默认了陆毅对他姐姐的那个称呼，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依旧没有忘记自己是他师姑的这个事实。楚芊芊这个双修的提议着实令他无法接受，说白了，这不就是乱？看着冷凝霜这一副又羞又急、窘迫万分的模样，楚芊芊的心中升起了一阵莫名的窃喜。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像冷凝霜这种整天一副清冷孤傲、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形象，整天端着个高高在上的架子。看到他，就让楚芊芊莫名其妙的想到了自己那个同样自视清高的姐姐，于是他心中那股恶作剧的因子便被彻底激发了出来，非要捉弄一下他不可。随后楚芊芊便故意露出一副狡黠的表情，继续火上浇油道：“哎呀，国师大人，你是不是对双修这两个字有什么天大的误解啊？”他故作无辜的眨了眨眼：“我说的双修就是很单纯的，通过我们合欢宗的秘法，引导陆圣子体内的至阳之力度化到你体内，弥补不足而已。”他说着还故意挺了挺胸脯，用一种暧昧的眼神在两人之间来回扫视，补充道：“当然了，如果是国师大人刚才心里想的那种双修方式嘛，那效率自然是更高就是了。”冷凝霜自然明白楚芊芊话里说的自己想的那种方式到底是指什么，他这才意识到似乎是自己的想法有些激进了。看着楚芊芊那眼含深意的狡黠微笑，更是令他窘迫到了极点。我还有要事处理，先失陪了。他再也待不下去了，只能匆匆的找了这么一个蹩脚的借口，随即也不等陆毅回应，便如同逃跑一般匆匆离开了庭院。看着他那落荒而逃的窘迫背影，楚芊芊不由得得意的双手叉腰，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轻哼道：“哼哼，让你在我面前装清高，还不是被我几句话就给说跑了。”与此同时，一旁的陆毅则是轻咳了两声，将楚芊芊的注意力拉了回来，并询问道：“所以说，你之前提到的那个秘法也是在开玩笑的？”“那当然不是。”楚芊芊收起了得意的表情，正色道：“秘法是真的，也确实能解决他那个寒煞之体先天不足的问题。”陆毅闻言便直接对着他伸出了手。楚芊芊疑惑地询问道：“干什么？”陆毅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道：“秘法拿出来呗。”“不给。”楚芊芊却是笑着一口回绝了，随后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我要让他自己亲自来开口问我要。”陆毅无奈地摇了摇头，倒也不准备强求。随即他又换了个问题，询问道：“那你这有没有那种对双方都有益的双修功法？”楚芊芊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你要这个干什么？”陆毅摆了摆手说道：“这你就别管了，你就说有没有吧。”楚芊芊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当然有，我们合欢宗难道还能缺了这种功法吗？”他说着也不知从哪里的储物法宝中掏出了一大堆东西，有书籍，有卷轴，还有玉简，然后一股脑的全都塞到了陆毅的怀里。陆毅随便打开了其中一卷，看着上面那图文并茂、花样繁多的各种招式，不由得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他下意识的问了一句：“这些功法效果怎么样？”楚芊芊也下意识的回答道：“这我哪里知道，我又没……你又没什么？”陆毅追问道：“没什么。”楚芊芊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连忙岔开话题：“总之合欢宗出品必定是精品，
你试试就知道了。陆毅点了点头，又问道：还有吗？多来点。楚芊芊的嘴角忍不住一抽，这些还不够吗？你是真爱学啊。陆毅用一种充满了求知欲的眼神看着他说道：这些功法好啊，得学。楚芊芊看着他这副好学的模样，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仿佛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他笑眯眯地凑近了陆毅，压低了声音，悄咪咪地说道：等你跟我回合欢宗，你再多帮我一个忙，我就破例一次，让你去一趟我们合欢宗真正的藏书阁，如何？那里的好东西可比这些大陆货色多多了。帮你什么忙？陆毅好奇地问道。楚芊芊则神秘兮兮地摇了摇手指：这你就不用管了，反正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陆毅想了想，去合欢宗的藏书阁，这个诱惑确实不小，他便点头同意了下来。见他答应，楚芊芊也心满意足地准备离开了。在即将离开庭院时，他还不忘扭过头对着陆毅提醒道：对了，如果那位国师大人做好了心理准备，就让他亲自来找我哦。哼哼，我还是很期待看他到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楚芊芊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庭院之中又恢复了安静。陆毅坐回到石桌旁，将那堆楚芊芊留下来的功法秘籍放在石桌上，拿起其中一卷，开始仔细地钻研着。不得不说，这合欢宗的功法果然是非同凡响，什么龙翻、虎步、圆搏、缠缚，这些招式倒是与他穿越前在地球上时从某些途径里学习到的知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另外一些则确实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了。比如需要双方同时运转灵力，在空中才能完成的飞天游龙，又或是需要借助特殊法器才能施展的九转玉环。不愧是修仙者啊！陆毅看得津津有味，心中不住地感叹。就在他看得入迷，正研究到一个名为倒挂金钩的高难度招式时，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他的身后。灵儿处理完陆毅交代的杂事，回来复命，却见自家主人正对着一幅画卷看得目不转睛。他也俯下身来，好奇地将目光投向了那卷轴之上，想看看自家主人到底在看什么。然而当他看清了那上面绘制的姿势怪异、难度极高的人物招式图谱时，他那双纯真的大眼睛里瞬间充满了震惊。他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惊呼：哇，原来还可以这样！这突如其来的一声惊呼可把看得入迷的陆毅给吓了一大跳。他手一抖，啪的一下便直接把那卷轴给拍在了桌面上。他猛地回过头，看到灵儿正一脸大开眼界的表情站在自己身后。饶是陆毅脸皮厚，还是不由老脸一红，轻咳了一声，以此来缓解自己的尴尬。随即他立刻板起脸，转移话题，用一种严肃的语气询问道：什么是这么大惊小怪的？交代你的事情办完了，还是说又有什么事情要禀报吗？灵儿这才猛地回过神来，差点忘了正事。他连忙收起了脸上的好奇，站直了身体，恭敬地开始禀报：回主人，之前您让我派人继续盯着的那个钱老又有新的动静了。哦，上次他在皇宫外狼狈离开之后，就一直带着他那个孙女停留在这都城之内，闭门不出，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但是就在今日，探子回报说他又带着那个小姑娘出门了。灵儿顿了顿，补充了最关键的信息，而且他们去的地方还是那家醉仙楼，只是不知为何，探子说这次他出门，整个人的气息都萎靡了很多，头发也变得花白，走路都有些摇摇晃晃的，仿佛随时都会倒下一般。陆毅听着他的禀报，陷入了沉思。这老头又是闹哪一出？醉仙楼那里是自己和武阳发生冲突的地方，这老头跑去那里，难不成是又盯上了武阳这个天命之子？如果是的话，他又是怎么锁定武阳的呢？陆毅对此表示非常的好奇。毕竟这个钱老先是精准的在山林中捡到了灵天，现在似乎又盯上了新的目标。这种能够精准锁定天命之子的能力，对自己这个立志要当大反派的人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弄到手的。想到这里，他便决定亲自去会一会这个神秘的钱老。他当即便站起身来，准备前往醉仙楼。临走之前，陆毅还不忘指了指桌面上楚芊芊留下的那一堆功法秘籍，对着灵儿吩咐道：这些你拿去好好认真学习一下啊。灵儿一愣，随后陆毅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并继续说道：等我晚上回来，可是要亲自检查一下你的学习成果哦。灵儿扭过头看了一眼桌子上那一堆书籍、卷轴和玉简，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么多都要学完吗？可是等他一回过头，陆毅的身影便早已经消失在了庭院之中。他只好无奈地撅了撅小嘴，认命般的走到桌前，拿起了陆毅之前还没有来得及合上的那一卷轴，小脸微红的认真学习了起来。与此同时，醉仙楼内，钱老正独自一人坐在靠近大门的一张桌子旁，
神情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他整个人的气息都萎靡到了极点，花白的头发凌乱地披散着，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就连端起茶杯的手都在不受控制地微微发颤。这都是强行使用天机推演秘法所付出的惨痛后果。之前他便是耗费了自己本就不多的寿元推演天机，这才推演到了能够与凌天相遇的那个位置。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凌天的心性竟然会如此的不稳，不仅没有成为自己孙女的依靠，反而还让自己搭上了身上大半的积蓄。无奈之下，他只好另寻下家。前几日他再次不顾身体的亏空，强行施展秘法，试图寻找另一位拥有大气运之人。终于他发现在这玄武国都城之中便还有一位大气运之人，只是因为有了凌天的教训，为了保险起见，他尝试着想要继续推演一下此人的未来运势，看其心性如何。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人的命途竟然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混沌，他根本无法窥探分毫。就在他试图强行窥探的那一刹那，他便受到了天道那恐怖的反噬。此等秘法本就是逆天而行，每一次施展都在消耗本就所剩无几的寿元，而这一次又遭到了如此强烈的反噬，钱老那本就快要油尽灯枯的身体更是险些当场耗尽了所有的生机，直接一命呜呼。今日他才刚刚从那濒死的状态之中缓过来一口气，他便迫不及待地带着晴儿来到了他推演出的唯一能够遇到此人的地方，也就是这家醉仙楼。他已经没有多余的寿元进行下一次的推演了，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也是他为孙女未来所能进行的最后一次豪赌。他只能寄希望于这一次自己没有看错人，希望这个即将出现的人是个值得托付之人。他又估摸了一下时辰，时间差不多了，人也应该来了。武阳失魂落魄地冲出了国师府后，他整个人的感觉都不好了。一想到清晨师尊搀扶着陆毅，并且用那般严厉的语气斥责自己的画面，他就感觉气不打一处来，胸口仿佛堵着一块巨石，闷得他几乎喘不过气。嫉妒与愤怒疯狂地蚕食着他的理智，但是在狂奔了一段路，被都城的冷风一吹之后，他也逐渐冷静下来了一点。他细细地回想起来，也觉得自己早上的反应似乎是有些太激动了。师尊是何等冰清玉洁、修为高深的人物，他可不觉得师尊那么容易就会被陆毅那个油嘴滑舌的家伙拿下，多半是陆毅那家伙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以协助修炼为借口，故意接近师尊。师尊一定是受害者，他一定是受了蒙蔽。想着想着，他不禁又咬紧了牙齿。这样可不行，他必须想个办法揭穿陆毅的真面目，让师尊看清他的险恶用心。随后他决定先去喝2杯，让自己彻底冷静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对策。等自己完全冷静下来之后，就回去跟师尊诚恳的道歉，然后再向他痛陈其中厉害。至于去哪里喝酒，他下意识的便朝着醉仙楼的方向走去，倒不是因为他对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回忆，恰恰相反，那里有他被陆毅痛扁一顿的屈辱经历。他之所以还选择去那里，原因很简单，凭借他国师亲传弟子的身份，在那里吃饭喝酒不用花钱。至于醉仙楼为什么不收他钱，这个具体原因他并不清楚，但他本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原则，即使上次在醉仙楼被陆毅痛扁了一顿，他今天还是选择来这里。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才刚一脚踏进这醉仙楼的大门，就有一个被清秀女孩搀扶着的颤颤巍巍的白发老头子突然拦在了自己的面前。武阳本就心情极差，此刻更是没好气。然而还没等他开口呵斥，那老头便率先开口了，声音虽然虚弱，却带着一种莫名的笃定。少年，我看你骨骼惊奇，定是万中无一的修仙奇才。打住打住！还没等钱老的话说完，武阳便不耐烦地抬手制止了他。他用一种看白痴一样的眼神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气息奄奄的老头，随后说道：我说老头儿，你是不是穷疯了？骗人怎么还骗到这醉仙楼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用这套老掉牙的话术？真当我有3岁小孩那么好骗是不是？钱老被武阳这一顿抢白直接给说愣住了。骗子？听他这意思是觉得自己是个江湖骗子。他正想开口解释自己绝非此意，可是武阳根本没有给他开口解释的机会，他的目光又落在了旁边那个一脸紧张正搀扶着钱老的晴儿身上，随即更是毫不客气地继续呵斥道：我说你也都一把年纪了，怎么就那么想不开，非要出来行骗呢？骗人也就罢了，竟然还带着自己的孙女一起，真是为老不尊，恬不知耻。说完之后，他便再也不看这祖孙2人一眼，直接越过了钱老，随便找了个靠近窗边的位置坐下，心中还在不断地吐槽着，真是倒霉，出来喝个酒还能遇到这种不长眼的骗子。而钱老则是呆呆地愣在了原地，
难道如今这世道真有那么多招摇撞骗的骗子吗？难道真是自己隐居太久，落伍了，连这套说辞都已经被用烂了吗？待他回过神来，急忙摇了摇头。现在可不是在意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已经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他的寿元都赌在了这一次的推演之上，可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错过了。随后，他便又在晴儿的搀扶之下，颤巍巍的走到了武阳的那张桌子前，之后便不请自来的坐了下来。你还想干嘛？难不成还想蹭吃蹭喝？武阳不由皱起眉头询问道。公子误会了。钱老强行提起一口气，开始解释。老朽绝对不是什么江湖骗子。他看着武阳那依旧不屑的眼神，不再多做铺垫，而是直接将自己推演出的内容娓娓道来。公子名为武阳，乃是当金宁王府的庶子，出身卑微，年幼之时在王府之中备受欺凌。武阳刚开始还并不在意，以为这老家伙就是来套近乎的，毕竟自己的身世在这国都之中随便打听一下便会知道。但随着钱老讲的越来越详细，他的脸色也开始逐渐凝重了起来。直到你12岁那年偶遇国师大人，被他看中天资，收为亲传弟子，你的境遇才得以改变。你15岁突破灵海境，18岁凝结子府，期间钱老将他过往的经历，无论是出身、年幼时的境遇，还是拜师的时间，乃至他突破各个境界的具体时间，都说得一斑无二。这下武阳彻底无法淡定了，他脸上的不耐烦与鄙视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震惊。他意识到眼前这个看似随时都会咽气的老头儿，貌似是真的有点真本事在身上的。他坐直了身体，将信将疑的开始重新审视起眼前的钱老，开口询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钱老见他终于肯相信自己，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他正要开口将自己托付孙女的来意说出，却不料就在此时，一道充满了调侃与戏谑的声音从醉仙楼的大门处传了过来。哟，这不是武师弟吗？怎么在这醉仙楼喝起闷酒来了？那声音顿了顿，用一种明知故问的充满嘲讽的语气继续说道：莫不是失恋了？这个声音，武阳听着陆毅这可恶到了极点的声音和他那充满了恶意的嘲讽话语，他那本来已经稍微缓解了一下的心情顿时又炸了。他咬着牙，脸上的肌肉都在不住的抽搐。他缓缓地扭过头去，恶狠狠地看着那个正一脸微笑朝着自己走来的陆毅，从牙缝中挤出了几个字：陆毅，你这家伙来这里想干嘛？陆毅平淡地回应着武阳：这里又不是你家开的，难道我就不能来？随后他径直来到了武阳他们那一桌，很是自然地坐在了晴儿的对面，然后自顾自地提起茶壶倒上了一杯清茶。武阳见状恨不得立刻就起身走人，可是如果自己现在就这么走了，岂不是显得自己怂了？输人不输阵，他心一横，决定就跟陆毅这家伙耗下去。他倒要看看这家伙到底还想耍什么花样。可是他没想到陆毅在坐下之后竟然就完全不鸟他了。陆毅直接开始与钱老和晴儿搭话。钱老之前就从林天的口中听说过这位太初圣子，之前在修士交流大会的看台上也远远的见过一面，但像现在这样面对面的交流，这还是第一次。因为林天的缘故，钱老对陆毅并没有多少好感，只是保持着表面上的警惕与客套。但是陆毅接下来的表现却让他大为改观。这位老先生身体似乎有些不适，陆毅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关切，没有丝毫的冒犯。钱老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没有多言。陆毅也不在意，他转而看向一旁有些紧张的晴儿，脸上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小姑娘，别紧张，你叫什么名字？晴儿面对陆毅这突如其来的询问，显得十分害羞。她磕磕巴巴的小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我叫晴儿。陆毅点了点头，笑着夸赞道：真是个好名字，你这么细心的照顾你爷爷，可真是孝顺。凭借着穿越前在公园里与那些老大爷们插科打诨练就出来的一身本事，陆毅很快便找到了切入点。他从夸赞晴儿的孝心入手，很快便让钱老的戒备之心稍稍放松了一些。钱老对陆毅的印象也大有改观。他原以为能让林天那般怨恨的人定然也是个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主，却没想到眼前这位圣子竟会如此的谦逊有礼、平易近人。谈着谈着，两人便自然而然地聊到了这醉仙楼之上那清冷的琴声。钱老侧耳倾听了片刻，捋了捋自己那花白的胡须，感叹道：这弹琴之人技术已臻化境，只是这琴声之中似乎藏着几分心事，郁结于胸，难以疏解啊。陆毅闻言心中暗笑，他自然知道这弹琴之人便是冷凝霜，也更知道他的心事多半就是因为今天早上的事。他当即便对钱老的看法
表示了赞同。老先生说的是，我也觉得这琴声虽美，却少了半分灵动，多了3分愁绪。看来弹琴之人今日的心情并不怎么好。他随即又不动声色地夸赞了钱老一句。没想到老先生对于琴艺竟也有如此高深的见解，佩服。钱老被他这么一捧，心中也是颇为受用，捋着胡须正准备谦逊2句，而此前一直被晾在旁边完全被当作空气的武阳此刻再也忍不住了。他听着陆毅和这老头之间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吹捧，他忍不住出声嘲讽道：哼，装模作样，2个大男人在这里咿咿呀呀的讨论什么琴声，也不嫌肉麻。这突兀的插话引得钱老不由得紧皱起了眉头。他转头看了一眼武阳，心中暗自摇头，哎，怎么自己遇到的天命之人这心性与气度都有些一言难尽呢？如果眼前这位谦逊有礼的陆圣子才是自己推演出的那个拥有天命之人，那该多好。而陆毅则做出一副为钱老打抱不平的姿态。武师弟此言差矣，我与钱老只是单纯的欣赏音律罢了，何来装模作样一说？他顿了顿，又笑着提议道：再说了，我们在这里瞎猜也没什么意思，不如我们直接找这弹琴的本人当面问问，不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心事了。武阳闻言冷笑一声，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着陆毅，嘲讽道：找本人？你以为你是谁？这琴师在这醉仙楼弹琴数年，还从未在外人面前显露过真容，没有任何例外。你真当自己脸大不成？在武阳的心中还是认为上一次在醉仙楼出手救下自己的多半是这醉仙楼的楼主或是管事，为了不得罪自己师尊，也不得罪太初圣地，这才出手救下自己，并且叫陆毅上楼赔礼道歉。反正绝不可能是这位琴师。陆毅此时心中已是乐开了花，这武阳还真是个捧哏啊，自己还没开始设套呢，他就自己先把头给伸进来了。他当即心生一计，笑着对武阳提议道：既然武师弟如此笃定啊，你我便打个赌，如何？我如果能见到这位神秘的琴师，那武师弟你便即刻回你的国师府闭关修炼，在修为没有突破至动天境之前，不许再踏出房门半步。武阳虽然很诧异陆毅为什么会提出这种奇奇怪怪的赌约，但是他仔细想了一想，这个赌对自己貌似也并不会吃亏，于是他便冷笑着答应了下来，并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好，我跟你赌了，但如果你见不到，你便要立刻滚回你的太初圣地，不许再出现在我师尊面前。陆毅直接答应道：好，一言为定，希望你到时候能遵守承诺。说罢，陆毅便叫来了一旁侍候的侍女，让他去向楼上的琴师通传一下。他相信以冷凝霜的修为，肯定已经将楼下自己与武阳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了。果然不出所料，那名侍女才刚上楼没多久，便又款款走了下来，对着陆毅恭敬地行了一礼：陆公子，我们家主人有请，让您上楼一叙。砰！武阳听到这话，直接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然后猛地站了起来，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这怎么可能？陆毅则是笑着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袍，对武阳说道：武师弟，你是不是该履行承诺，滚回去好好闭关修炼了？武阳的嘴角一阵抽搐，他恶狠狠地瞪了陆毅一眼，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话：走就走，咱们走着瞧。武阳撂下那句狠话之后，便扭头就走，这可把一旁的钱老给急坏了。他之前光顾着和陆毅聊天，把要托付孙女的正事给忘了，谁知道一转眼的功夫，自己这好不容易才等来的第2个希望就这么跑了。他急忙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准备叫住武阳，挽回这最后的局面。可是他本就寿元将近，又遭到了天机反噬，身体早已是风中残烛。此刻情急之下，猛地起身，只觉得一阵气血攻心，眼前猛地一黑，身体摇摇欲坠，差点就这么直接晕了过去。爷爷，钱老！一旁的晴儿和陆毅见状，赶紧一左一右，及时扶住了他，才没让他摔倒在地。钱老，您老人家可千万别激动。陆毅在此刻适时的开口安慰道。武阳走了并不要紧，他看了一眼楼上，意有所指的说道：您陪我上去见一见那位琴师，他与武阳关系匪浅，相信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听陆毅这么一说，似乎事情还有转机，而且事已至此，再追出去也已是无用，他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随后3人便在那名侍女的指引下，一同来到了冷凝霜所在的顶层房间。师姑，陆毅率先开口喊了一声，这里毕竟还有外人在，多少还是要尊重一下冷凝霜的身份的，不能再像私下里那般没大没小。纱帘之后，冷凝霜淡淡的嗯了一声，他看向陆毅的眼神之中，此刻更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他之所以会同意陆毅上来，一方面固然是如同陆毅所想，
他确实想见一见这位能推演天机的神秘钱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将方才楼下发生的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听到了陆毅与武阳之间的那个赌注，并且他敏锐地认为陆毅这样做的原因也是在变相地为自己考虑。一开始他听到他们二人之间要打赌的时候，心里还有些犹豫，毕竟他现在对陆毅的观感很不错，而且他还是老祖的徒，而武阳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徒弟，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帮谁似乎都有些不合适。可是当他听到陆毅提出的那个赌约之后，他便毫不犹豫地在心中坚决地站了陆毅这边。实在是他这个徒弟武阳太能惹是生非了，偏偏他还特别喜欢到处闲逛，仗着自己国师亲传弟子的身份，在都城里招摇过市，每次出门都或多或少的会招惹一些麻烦回来。虽然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实力，那些人不敢拿武阳怎么样，但是这种嚣张跋扈、不知收敛的行为却是冷凝霜十分反感的。他也一直苦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武阳老老实实的待在国师府，好好静下心来修炼。谁知今天本是心中烦闷，来这里弹琴解闷的，陆毅却正好给了他这么一个天大的机会，因此他才会毫不犹豫地配合了陆毅的赌约。他意有所指的对着陆毅说了一句：“做得不错。”陆毅自然也知道他指的是自己让武阳滚回去修炼闭关的这件事，于是他挠了挠头，笑着表示：“这是应该的，帮师姑排忧解难，本就是我这个做师侄的荣幸，就像昨天晚上一样。”冷凝霜听到他又厚着脸皮提起了昨天晚上的事，便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今天一早楚芊芊那番关于双修的暴论，他的脸颊不由得微微一热，连忙轻咳了一声，强行转移了话题。他的目光转向了陆毅身旁那位气息奄奄的钱老，神情也恢复了威严。他严肃地询问道：“阁下费尽心机推演我徒儿的身世，并刻意接近他，到底是什么目的？”钱老听到眼前这位女子竟然就是武阳的师傅时，心中先是一喜，但感受到对方那明显收敛了的威压，他又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坦白事情的真相。毕竟以自己如今这副残躯，对方若是想来硬的，自己也没有半分反抗的余地，并且对方是武阳的师傅，想来将晴儿托付给他的话，平时距离武阳应该也会近一些，日后也好有个照应。国师大人容禀。随后他便将自己和孙女晴儿的来历，以及为何要寻找大气运之人的原因和盘托出。老朽与孙女晴儿乃是灵族之人，10余年前灵界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动乱，老朽迫不得已，只能带着晴儿通过一处残破的空间裂缝逃离了灵界，意外之中便来到了这天玄界。冷凝霜平日里一心沉迷于修炼，对于灵界与灵族并没有听说过，脸上露出了一丝疑惑。而一旁的陆毅在听到这两个词时，却表示出了极大的惊讶。他平日里在圣子殿闲来无事，便喜欢在太初圣地的藏书阁中翻看各种关于修仙界的奇闻异事与古籍记载，就当是看小说了。其中便有关于灵界与灵族的灵星记载。灵界是灵族主要的生存之地，灵族这个种族在一般情况下与普通的人类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他们天生对于天地灵气的感知比较常人要敏锐数倍。但是灵族的血脉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那便是灵族之人一旦离开了灵界，便会永远的失去成长的能力。这种成长不仅局限于修为境界的停滞，同时也包括身体的发育与心智的成熟。虽然停止成长，但是寿元却仍会正常消耗，除非他们能够通过吸收他人的气运来强行成长。陆毅在这一刻顿时就想明白了，为何钱老会如此执着于寻找林天和武阳这种天命之子，甚至不惜耗费寿元也要为孙女铺路的原因。同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忽然从他脑海中冒了出来，他急忙转过头看向那个一直躲在钱老身后，对着看起来十分娇小一脸胆怯的小姑娘晴儿开口询问道：“晴儿姑娘，冒昧问一句，你今年多少岁了？”晴儿被他这么一问，扭捏的低下了头，声音细若蚊那的回答道：“27。”陆毅心中一惊，27，那岂不是比自己还大3岁？陆毅顿时忍不住直接脱口而出：“这才是真正的合法萝莉吗？”听着陆毅脱口而出的话，钱老与冷凝霜都愣住了，冷凝霜更是疑惑地重复了一句：“什么叫合法萝莉？”可陆毅也意识到自己失言，连忙轻咳了一声，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尴尬。“没什么，我胡乱说的，别在意那么多。”钱老也没有精力去深究这个奇怪的词汇，他叹了口气，继续顺着方才的话题解释了起来。原因与陆毅心中所想的也几乎一般无二。钱老的声音充满了沧桑与无奈。灵族血脉特殊，一旦离开了灵界故土，便会永远的停止成长，无论是身体、灵智还是修为都会被禁锢。
唯一的破解之法便是吸收他人的气运，以此强行催动血脉的成长。他看了一眼身旁懵懂的晴儿，继续说道：也只有像武阳公子那等身怀大气运之人，才能经得住灵族的气运吸收。若是换作一般的修行者，恐怕在短短数月之内就会被榨干毕生气运，自此灾祸傍身，甚至当场暴毙。他用一种仿佛在自我辩解的语气说道：所以老朽不惜损耗本就无多的寿元去推演寻找天命之人，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晴儿好，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那些无辜的普通修行者好啊。听完了钱老的这番讲述，冷凝霜皱了皱眉，清冷地询问道：可这说到底不还是损人利己吗？国师大人误会了。钱老急忙摇了摇头，解释道：灵族吸收进去的气运并不会凭空消失，在我们的血脉彻底成熟之后，那些被吸收的气运最终都是会反哺给来源的，甚至会因为灵族血脉的提纯而变得更加精纯。只不过他的语气又沉重了下去，这个过程会十分的漫长，而被吸收气运的提供者在前期会经历一段极其难熬的气运亏空期，百事不顺，霉运缠身。一般的修行者多半都熬不过那段时日，便已经厄运缠身而死了。解释完了这一切，钱老再也支撑不住，他拉着晴儿扑通一声便直接跪倒在了冷凝霜的面前。国师大人，陆圣子。他老泪纵横，声音沙哑地恳求道：老朽自知时日不多，晴儿她是我在这世间唯一的念想了，老朽恳求二位无论如何收留下晴儿吧。冷凝霜看着眼前这白发苍苍气息奄奄的老者，又看了看他身旁那个正浑身发抖却依旧强忍着泪水不哭出来的清秀少女，他的心也不由得为之一软。陆毅也在此时适时地开口相劝：凝霜姐，我看钱老一番苦心也着实不易，不如你就将晴儿收为徒弟吧，也算是了却了老人家最后的心愿。听到陆毅都开口帮忙，钱老立刻向他投去了感激的目光。冷凝霜仔细地思量了片刻，他看着晴儿那副乖巧懂事的模样，终究还是叹了口气，答应了下来。罢了，钱老，您请起吧，我答应你。多谢国师大人，多谢国师大人。钱老闻言顿时喜极而泣，正要叩首道谢，不过还没等他磕下头去，冷凝霜便继续说道：收徒可以，但不是我收，而是他收。他伸出纤纤玉指，隔着纱帘径直指向了陆毅。陆毅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住了，他不敢置信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我没错。冷凝霜点了点头，语气不容置疑。这……钱老也是犹豫地看了一眼陆毅，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陆毅在心里不由得狠狠地吐槽了一句：冷凝霜这个女人，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等回头你落到我手里，我定要叫你好看。不过他仔细想了想，倒也不是不能接受，反正冷凝霜自己是早晚要拿下的。那晴儿留在他身边和留在自己身边差别其实也不大，剩下的问题便是要如何安抚眼前这位已经快要交代后事的钱老了。陆毅轻咳两声，挺起胸膛，换上了一副义正言辞的充满了自信的姿态。他对钱老表示道：钱老，请您放心，我师父太初老祖您想必也听说过，他老人家也精通天机推演之术。陆毅开始面不改色的胡诌起来。他曾为我推演过命格，说我此生十分不凡，乃是身负大气运之人，未来更是有大地之资。他拍了拍胸脯，自信说道：想来我的气运应该还是非常浑厚的，没有那么容易就被榨干的。再说了，到时候我若是真扛不住了，他指了指纱帘后的冷凝霜，我再把晴儿送到我师姑身边，让武阳帮忙分担一下，也不是不行。钱老若信得过我陆毅，便将晴儿交给我，我陆毅在此对天道发誓，定会好好照顾晴儿，绝不叫她受一点委屈。看着陆毅这副义正言辞、自信满满的姿态，又听到了那天道誓言，钱老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一半。他思虑再三之后，最终还是重重的点了点头。好，如此，老朽便将晴儿托付给陆圣子了。至此，陆毅便成功的收获了一个比自己还要大上3岁的合法萝莉徒弟。圣子，国师大人。钱老站起身来说道：老朽想在这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好好的再陪陪晴儿，等老朽大限将至之时，再来国师府寻你们。冷凝霜和陆毅点了点头，异口同声说道：好。随后钱老便在晴儿的搀扶之下离开了房间。等钱老的气息彻底消失之后，陆毅脸上的那副正人君子的表情瞬间便收了起来。他直接穿过了那层碍事的纱帘，来到了冷凝霜的面前，伸出手啪的一下拍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摆出了一副没大没小的姿态。凝霜姐，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让他拜我为师？冷凝霜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但很快便恢复了清冷。
他轻笑一声，端起茶杯，慢悠悠地说道：“我曾答应过武阳，此生只收他一个徒弟。”他抬眼看了看陆毅，继续说道：“我总得照顾一下他的心情，不是吗？所以就只能委屈你一下了。你倒是挺照顾他的心情的。”陆毅撇了撇嘴，话中有话地说道：“就怕他到时候不照顾你的心情。”冷凝霜疑惑地歪了歪头，询问道：“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陆毅摊了摊手，继续说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随后他也不再多留，直接道别一声：“我先回去了，就不打扰姐姐你弹琴了。”他便这么直接离开了，只留下了一脸茫然的冷凝霜。等冷凝霜从那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的奇怪话语中回过神来时，才发现陆毅的身影早已离开了房间。他微微蹙了蹙眉，没有继续多想，只当是陆毅又在随口胡说。随后他也准备动身返回国师府，他倒要亲眼去看看武阳有没有老老实实的遵守那个赌约，回去闭关修炼。他身形一闪，便离开了醉仙楼，片刻之后便返回了国师府。顺道路过陆毅所居住的院落时，他下意识地朝着里面瞥了一眼，陆毅似乎还没有回来。整个院内十分安静，只有他那个名叫灵儿的贴身侍女。他正一个人坐在石桌旁，手里捧着一卷不知道是什么的书轴，正看得津津有味。冷凝霜甚至还注意到那是女脸上的表情十分的怪异，时而皱眉，时而恍然大悟，时而又面红耳赤。冷凝霜对此也没有多问，便径直回到了自己居住的主院落。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一脚踏进自己的院子，一道火急火燎的身影便十分着急地从一旁冲了出来，来到了他的面前。正是武阳。师尊，你可算回来了。武阳看着冷凝霜，那神情仿佛已经在此等待了很久。看着他这副火急火燎的样子，又想了想陆毅与他之间的那个赌约，冷凝霜的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他用一种带着几分不悦的清冷语气询问道：“你现在难道不应该遵守赌约，在自己的房间里闭关修炼吗？跑来我这做什么？”武阳被师尊这突如其来的质问给当场问住了，他脸上露出了极为诧异的表情，反问道：“师尊，您是怎么知道我跟陆毅那家伙的赌约的？难不成当时师尊你也在醉仙楼？”冷凝霜被他这一问给问得心虚不已，他轻咳了两声，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嗨，我怎么知道的，你就不用管了。他强行板起脸，端起了师尊的架子，呵斥道：“现在的重点是，你既然赌输了，就应该遵守承诺，立刻回去闭关修炼。”说完，他便不再理会武阳，径直走到了院子的大厅之中坐了下来，随后便自顾自地倒上了一杯茶，稍稍抿了一口，以此来平复自己那稍微有些尴尬的情绪。武阳看着自己师尊那副严肃的表情，心中不由得暗自猜测，估计又是陆毅那个混蛋跟师尊告状，还说了些诋毁自己的话。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他越想越气，连忙跟进了大厅，对着冷凝霜急切地解释道：“师尊，您听我解释，我一定会遵守承诺，闭关修炼的。只是在这之前，我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先告诉师尊。”是关于那个陆毅的事情。冷凝霜一听是关于陆毅的事情，那端着茶杯的手也不由得微微一顿。他也表现出了几分好奇，随即便不动声色地询问道：“哦，你有什么关于陆毅的事情要向我说的？”武阳见师尊愿意听，心中一喜，当即便开始在冷凝霜的面前痛批陆毅，将他塑造成一个卑鄙无耻、四处沾花惹草的花花公子。然后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还提出了今天在醉仙楼打赌的事。师尊，既然您已经知道了我和他赌约的结果，那想来您也应该知道我们对赌的内容吧？冷凝霜闻言轻轻地点了点头，毕竟他们赌约的内容就是能不能见到自己。武阳见状更是来了精神，他开始了自己的合理分析。师尊，您想啊，他一个外人凭什么能让醉仙楼那位神秘的琴师打破惯例还主动相见？这其中定然有诈。随后他用一种笃定的语气开始批评道：“依图儿看，那个陆毅此刻肯定还在醉仙楼上跟那位所谓的琴师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呢？”冷凝霜听到他这番分析，那握着茶杯的手都不由得猛然一紧，指节都有些发白，但他还是强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皱着眉头故作疑惑地询问道：“武阳，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你又没有亲眼见到，你怎么会知道他们在做那种事？”武阳见师尊似乎还不太相信，便又拍了拍胸口，用一副我早已看穿一切的表情表示道：“师尊，这还用看吗？他们二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能干什么好事？”随后武阳便换上了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开始将矛头对准了那位琴师。徒儿真是没想到啊，那位平日里被都城中人传的神乎其神的琴师，
竟然也会做出此等不知廉耻之事。平日里装的一副清高模样，从不见任何外人，可偏偏在今日就单独接待了这陆毅。想来他也是看准了陆毅那太初圣子的身份。原本我还以为他是多么高风亮节的风雅之人，哼，没想到到头来也不过是个趋炎附势、爱慕虚荣、不知廉耻的下贱之人罢了。冷凝霜听着自己的徒弟当着自己的面一句又一句的痛骂自己不知廉耻、下贱之人，他气得浑身都在发抖，牙关都咬得咯咯作响。他手中那只可怜的茶杯再也承受不住这股恐怖的力道，咔嚓一声被他当场捏成了碎片。武阳看着冷凝霜那副怒不可遏、脸色铁青的模样，还以为他是终于认清了陆毅和那位情师的真面目，从而感到生气。他心中一喜，正准备上前附和着说上一句：“师尊，您现在总算看清他的本性了吧？”只是他没想到的是，下一秒迎接他的不是师尊的赞同，而是一记势大力沉灌住了冷凝霜滔天怒火的大嘴巴子。啪！一声清脆无比的巨响在大厅之中回荡，冷凝霜这含怒一巴掌是何等的力道，虽说有所收力，却还愣是将毫无防备的武阳给当场抽得倒飞了出去。武阳狠狠地撞在了大厅的柱子上，又摔落在地，他的半边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高高的肿了起来。武阳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懵了，脑子嗡嗡的，他的半边脸颊火辣辣的疼。他捂着脸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一脸的不敢置信，自己从小到大都没见师尊他发过那么大的火，而且以前就算师尊生自己的气，顶多也就是冷着脸严厉地训斥自己两句，什么时候会对自己下这么重的手？他捂着已经高高肿起的脸，因为疼痛和震惊连口齿都变得有些不清楚了。他茫然地看着冷凝霜，询问道：“师尊，您为什么打我？就算是打，也应该去打陆毅那个卑鄙小人啊！又不是我出去拈花惹草。师尊若是不相信我的话，大可以现在就去醉仙楼看一看，说不定还能将他们二人捉奸在床。”闭嘴！冷凝霜听着他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着那些污言秽语，本来他还在想自己刚才那一巴掌是不是下手太重了，可现在他顿时就改变了想法，果然还是下手太轻了。他大喝了一声，打断了武阳那不知死活的禁言，随即他身形一闪，便来到了武阳的面前，在他那惊恐的目光中，一把便拎住了他的后衣领。师尊，您要干什么？冷凝霜没有回答他，而是就这么一路将他从自己的主院大厅直接拎到了武阳自己居住的院子房门前。他猛地一甩手，便将武阳直接扔进了房间之中，随后他反手关上房门，并下了一道威力强大的禁制：“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房间里，给我闭关修炼。”冷凝霜站在门外，那清冷的声音中压抑着怒火：“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踏出房门半步。什么时候突破到了洞天境，什么时候再出来。同时也给我在里面好好的反省反省你自己的问题。”房间之内被扔到地上的武阳感觉自己是既委屈又懵逼。自己的问题？自己有什么问题？自己辛辛苦苦的将陆毅的真面目揭露给师尊看，不让他被那个花花公子所蒙骗，这难道也有错吗？师尊到底是被陆毅那家伙灌了什么迷魂药了，竟然宁可出手打自己，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话。他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不甘心。他从地上爬起，冲到门前，用力地拍打着房门，请求道：“师尊，您放我出去啊！您千万不要相信陆毅那家伙的话，他不是什么好人。”然而屋外的冷凝霜在听到他这执迷不悟的话语之后，只是冷哼了一声，便再也不想理会这个孽徒，扭头便走。而此刻怒气冲冲的冷凝霜一肚子火没处发，他刚一走出武阳的院子，便迎面撞上了刚刚从外面返回的陆毅。陆毅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冷凝霜，他看着他那副余怒未消、脸色铁青的模样，也有些意外，便下意识地笑着跟他打了声招呼：“凝霜姐，你这是咋了？谁惹你生那么大的气？”冷凝霜则是稍稍压了一下自己脸上的怒色，但语气依旧冰冷，冷声询问道：“你这是去哪儿了？怎么那么晚才回来？”陆毅被他这突如其来的质问给当场问得一愣，随后他抬头看了看天，现在不还是太阳当空照的大中午吗？怎么就晚了？而且自己从醉仙楼离开到返回国师府，前前后后也只是耽误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而已啊。但是看着冷凝霜那副明显还在气头上的模样，陆毅很识趣的没有去跟他计较这些，他只是如实的回答道：“哦，我刚才在回来的路上正好遇到了武明旭，便陪他多聊了2句，同时也跟他说了明月最近的状况。”然而正在气头上的冷凝霜哪里管得了那么多，他现在一看到陆毅这张脸，就想起武阳方才那些污言秽语，
心中便是一阵烦躁。他只是冷冷地扔下了一句：“以后没事就少出去瞎转悠。”然后他便扭过头，径直离开了，只留下了一个气冲冲的背影。陆毅站在原地，摸了摸鼻子，心中不由得感叹了一句：“这女人是吃枪药了吗？火气怎么突然这么大？”不过他也没有多想，便径直地返回了自己居住的那个院子。他没有告诉冷凝霜的是，他并不是遇到了武明旭，而是武明旭派人请他到皇宫一叙。当然主要也是武明熙为了打探一下明月最近的状况。同时陆毅也向武明旭询问了冷凝霜待在这里所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武明熙告诉他，那是一块名叫玄阴寒魄的宝物，是玄武国老祖当年游历时从一处极寒险地偶然所得。此物寒性极重，皇室中无人可以炼化，因此一直封存在皇宫之中。但对国师大人这种寒煞之体而言，却是梦寐以求的至宝。凭借此物可以压制他体内的寒气，并使他的体质更进一步。当年武长风便是凭借此物，加上对冷家的恩情，让他立下那10年国师之约。陆毅想了想，如果自己到时候可以解决他体质的问题，应该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得抓紧时间攻略它才行。他一边想着，很快他便返回了院子。一进院子，他便看到灵儿正乖巧地坐在石桌旁，聚精会神地研读着楚芊芊留下的那些功法秘籍。陆毅看着他那副好好学习的认真模样，不由得满意地点了点头。他悄悄地凑了过去，拿起了灵儿正在学习的那一卷书卷，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随即用一种充满了学究气息的口吻对着灵儿缓缓说道：“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灵儿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自家主人。陆毅则是对着他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走，咱们进屋，让我好好的检查一下，你今天这一下午都学习的怎么样了？”陆毅与灵儿回到房间，将房门关好。陆毅来到床边坐下，随后对着灵儿招了招手说道：“来吧，让我来好好检查一下你今天的学习成果。”夜色渐深，房间内的灯火却始终未曾熄灭。两人对楚芊芊留下的那些各式各样的高难度功法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学术研讨。第二天清晨，陆毅神清气爽地从房间内走了出来，而灵儿则还在补觉。陆毅不得不感叹，灵儿真是天资卓绝，悟性极佳，那一招一式学得当真是松紧有度，张弛有道。陆毅站在庭院之中，呼吸着清晨微凉的空气，回想起了昨日冷凝霜那副莫名其妙、火气极大的样子。他本以为冷凝霜很快便会主动上门来寻求根治之法，可谁知他的寒气爆发间隔竟然那么久，等到下次估计又得过上好久了。陆毅摇了摇头，他可没那么多时间在这里干耗着，等待他主动上门实在是太慢了，必须得主动出击，给他加点催化剂。他心中有了计较，便径直朝着楚芊芊所居住的那个院落走去。刚一进院门，他便看到楚芊芊正饶有兴致地捉弄着精神依旧有些萎靡的武明月。武明月一大早便又习惯性地来到了陆毅的院子外等候，却没见到人，不知怎么的便被楚芊芊给撞见了，拉到了他自己的院子里。小月月，告诉姐姐，你跟那个陆胜子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呀？牵手了，还是亲亲了？楚芊芊用手指勾着武明月的小下巴，笑得一脸暧昧。武明月被他问得满脸通红，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儿的摇头，也不说话。陆胜子，楚芊芊眼尖，一抬头便看到了走进来的陆毅，当即放过了武明月，如同花蝴蝶一般迎了上来。陆毅对着武明月温和地笑了笑，让他先回房休息，随即平退了他。待院中只剩下两人时，陆毅也不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便问楚芊芊：“你昨天提议的那个双修之法，我很感兴趣。”哦，楚芊芊媚眼如丝。陆毅随即话锋一转：“但是我师姑你也看到了，脸皮太薄，拉不下这个脸。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的那个寒气爆发得更频繁、更剧烈一点，帮我们推进推进？”楚芊芊听到这话，先是微微一愣，随即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趣事一般，那双妩媚的桃花眼中瞬间爆发出了一阵惊人的亮光。他上上下下地重新打量起了陆毅，兴奋地说道：“我本以为你最多也就是个表面谦和、内里闷骚的伪君子，却没想到你这骨子里竟然这么坏。”他伸出嫣红的舌尖舔了舔嘴唇说道：“办法自然是有的。”楚芊芊得意一笑，随即从自己的储物法宝中取出了一块通体冰蓝约莫巴掌大小、散发着悠悠寒气的美玉，此物名为寒髓宝玉。他将那块美玉托在掌心，解释道：“这块宝玉对我们这些常人而言并无害处，反而有静心凝神之效。”但是他的笑容变得狡黠起来，对寒煞之体的人来说，他
就是一剂强效的催化剂，只需将它放在身边，它便会源源不断的引动他体内的寒气，让他的爆发周期缩短到他自己都无法忍受的地步。陆毅闻言，眼中一亮，当即便伸手去拿，楚芊芊却手腕一翻，将宝玉收了回去。他娇笑着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这块宝玉可以给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到时候再帮我做一件事情。他伸出2根纤纤玉指，在陆毅面前晃了晃，算上之前的人情，你现在可就欠我2件事情喽。没问题，成交。陆毅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楚芊芊这才心满意足地将那块寒水宝玉交到了陆毅的手中。陆毅拿到了宝玉，转身便离开了楚芊芊的院子，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在离开的同时，他还将武明月也顺道带了回来。陆毅看着武明月，脸上的表情变得温柔无比。他意有所指地叹了口气，说道：我观国师大人昨日的心情似乎不佳，火气很大。武明月闻言立刻点头如捣蒜：是啊，国师他昨天确实很凶。陆毅微微一笑，随即取出那块冰蓝色的寒水宝玉，递到了武明月的手中。他柔声嘱咐道：这块宝玉有静心凝神的奇效，你替我将它送去给国师大人，就当是我为昨日惹他生气之事向他赔个礼，也让他好好的静静心。武明月能为陆毅做事，心中开心的不得了。他哪里会怀疑其中有诈，当即便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块宝玉，开开心心的便往冷凝霜的主院落走去。此刻冷凝霜正在自己的房中，为昨日迁怒陆毅的那件事感到稍微有些愧疚。他也觉得自己昨天实在是有些失态了。陆毅他毕竟是好心帮了自己，自己最后怎么能反倒把火气撒在了他的身上？就在他心中纠结是否该主动去找陆毅缓和一下关系时，门外传来了武明月的声音。当他听武明月说这是陆毅特地送来为昨日之事赔礼时，冷凝霜心中的那份愧疚瞬间便更深了。他接过那块宝玉，稍一用神识感知，只觉得入手一片冰凉，一股清凉之意顺着手臂蔓延开来，确实有几分静心凝神之效。他便没有多想，也未曾察觉到那股针对寒煞之体的催动作用。为了弥补自己昨日的无理取闹，也为了不辜负陆毅的这番好意，他收下了这份赔礼。他随手便将这块炸弹放在了自己卧房内的桌案之上。他甚至还在心中感叹了一句：武阳那个孽徒什么时候才能有陆毅一半的懂事和体贴呢？而在另一边，陆毅在自己的院中听着武明月回来汇报，说宝玉已经被冷凝霜收下了。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既滑通的微笑。他知道过不了多久，自己这位清冷孤傲的师姑就该主动来求自己了。接下来的半个月，国师府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冷凝霜将陆毅送来的那块寒水宝玉摆在了自己卧房的桌案之上。他本以为这块入手冰凉的美玉能如陆毅所说，帮助自己静心凝神，缓解一下进来的烦闷。然而事与愿违，他非但没有感觉到半分的静心凝神，反而体内那股本还算安分的寒气竟开始变得愈发躁动不安起来。仅仅5天之后，在他还未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寒气便迎来了第一次猛烈的爆发。冷凝霜虽感十分诧异，但他还是凭借着自己身后的修为，咬牙硬生生地顶了过去。只是他不明白，以往的爆发周期至少也是1月1次，这一次怎么那么快便来了？难不成是自己修行出了岔子？可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又过了5天，就在他元气尚未完全恢复之际，第2次寒气爆发如期而至。这一次的强度远超上次，让他几近虚脱。更让他感到惊恐的是，仅仅又过了4天，第3次爆发便再一次袭来。半个月内连续爆发3次，这让他终于意识到情况似乎已经有些失控了。他体内原本的平衡被打破了。惊恐之下，冷凝霜立刻入宫面见了新皇武明旭。他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那件皇室秘藏的至宝玄阴寒魄之上，希望能以此物来压制体内那失控的寒气。然而武明旭在听闻他的请求后，却露出了一副极为为难与愧疚的神情。国师大人，非是朕不愿帮你。他苦笑着继续说道，你也知道我那父皇去得太过突然，朕刚刚接临皇位，父皇他根本没有将皇室宝库的真正打开方式告知于我，朕这几日也在为此事发愁，恳请国师再给朕一些时间，待朕彻底掌控了皇权，定当第一时间为您取出寒魄。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挑不出半点毛病。冷凝霜闻言，心中猛地一沉，他也清楚武明旭所言非虚，皇位交替本就凶险万分，短时间内是指望不上他了。他只能压下心中的失望，告辞离去。从皇宫出来，冷凝霜只觉得天旋地转，连皇室这条路都被堵死了，他已然是走投无路。不，他忽然想起了另一个人，楚芊芊。那个妖女估计应该知道自己寒疾突然加剧的原因，他没有太多的犹豫，
他拉下了自己所有的脸面与高傲，主动找到了楚芊芊的院落。彼时，楚芊芊正悠闲地在院中修剪着一盆花卉。当他看到冷凝霜那张带着几分苍白与屈辱的脸时，他先是一愣，随即得意的掩嘴媚笑了起来。哎呀呀，这是哪阵风，把我们高高在上的国师大人给吹到我这小院子里来了？你……冷凝霜强忍着心中的不爽，开门见山问道：我那寒疾近来愈发频繁剧烈，你可知道是何原因？哦，我还以为国师大人你已经想通了呢。楚芊芊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才好心地为他解释了起来。国师大人，你以为你这寒气为何会突然失控啊？上次陆圣子为了救你，可是消耗了他不少的至阳本源之力。你这寒煞之体啊，最是霸道了。他一旦尝过一次那种纯阳之力的甜头，自然就会食髓知味，依赖上那股力量了。现在他不在你身边，满足不了你体内的渴求，你可不就爆发得更厉害了？楚芊芊摊了摊手，用一种看傻瓜的眼神看着他。我劝你啊，早日看开点吧，这双修才是唯一的王道。你现在还在这里扭扭捏捏，放不下你那点可怜的架子，等到寒气彻底攻心之时，怕是你想去求人家，人家都懒得理你了。你不知羞耻。冷凝霜被他这番充满了羞辱与嘲弄的话语气得浑身发抖，他再也无法忍受，怒斥一声，咬牙转身愤然离去。哎，别急着走呀。楚芊芊还在他身后意有所指地喊着，如果哪天真想通了，记得来找我哦，我可是很期待你下次再到来的样子呢，国师大人。冷凝霜回到自己的府中，心中是又气又恨。他下定决心，就算是寒气攻心而亡，也绝不向楚芊芊低头。他就不信凭借自己不灭尽的修为，还挺不过区区寒气。可是谁知当晚距离上次爆发仅仅过了3天，第4次寒气爆发，以前所未有的近乎毁灭性的恐怖烈度轰然袭来。冷凝霜只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乃至神魂都在这一瞬间被彻底冻结了，绝不低头。他咬碎了满口的银牙，拼尽了自己全部的修为与意志力，疯狂地抵抗着那股要将他彻底吞噬的极寒。卧房之内，一切的桌椅摆设都在瞬间化为了栩栩如生的冰雕。这一场惨烈的胜利足足持续了数个时辰，直到第2天清晨，天色微亮之时，那股恐怖的寒气才终于被他硬生生地重新压制了下去。冷凝霜再也支撑不住，整个人瘫倒在了那张同样结满了冰霜的床榻之上。他脸色惨白如纸，浑身虚脱，连一根手指都不想再动弹。他看着这满室的寒霜，心中第一次充满了后怕与无力。他意识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这一次是自己运气好，扛过去了。那下一次呢？他已经没有自信能再扛住下一次，那注定会更加猛烈的爆发了。在死亡面前，他那高傲的自尊最终还是向现实低了头。他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压下了心中所有的不甘、羞耻与屈辱。他缓缓地坐起身，整理好自己那凌乱的仪容，换来了门外的侍女。去！他的声音沙哑而又疲惫，把陆圣子叫过来，就说我有要事与他相商。陆毅早已得知了冷凝霜寒气爆发、几近失控的惨状，他心中早已有了计较，正盘算着该如何恰到好处的登场时，冷凝霜的贴身侍女便神色慌张地前来敲响了他的院门。陆圣子，国师大人，请您赶紧过去一趟。陆毅闻言立刻换上了一副惊讶的表情，随着侍女快步赶到了冷凝霜的卧房。他一进门便故坐镇惊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整间卧房都如同被冰封过一般，满室都残留着尚未散尽的寒霜，而床榻之上的冷凝霜那张清丽绝伦的脸庞，此刻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气息也显得虚弱无比。凝霜姐，你这是？陆毅故作惊讶地上前2步，满脸关切地询问道。你们都退下吧。冷凝霜示意那名带路的侍女关门退下。待房内只剩下2人时，他看着陆毅，那双清冷的眼眸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嘴唇嗫嚅了半天，终究还是没好意思将楚芊芊那套双修的理论直接说出口。他只能艰难地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开口道：我这几日身体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他将自己体内寒气爆发的频率从以往的1月1次急剧缩短到如今的3天1次的恐怖事实缓缓到来，也包括了他去皇宫求助武明旭，却被告知暂时无法拿到玄银寒魄的绝望经过。最后他用一种羞耻的语气复述了楚芊芊的那个诊断。楚芊芊说，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上次在秘境之中，你用着阳灵力帮我压制过寒气，我这寒煞之体开始依赖上你的力量了。陆毅听完他的这番叙述，立刻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什么？这怎么会？他一拳重重地砸在了自己的手心之上，脸上充满了懊恼与悔恨。这么说来，
我岂不是好心办了坏事？冷凝霜见他这副自责万分的模样，反倒有些过意不去了。毕竟人家当初也是舍命相救，一片好心。他急忙摇了摇头，反过来柔声宽慰道：这不怪你，你也不知道会引发这样的后果。我今日叫你来，也不是为了要怪你的。他的话音落下，两人之间陷入了一阵长久的沉默。冷凝霜心中愁苦，他正发愁，不知该如何开口。难道自己真的要拉下脸皮，用楚芊芊说的那种方法吗？就在这时，陆毅深吸了一口气，他仿佛是下定了什么重大的决心一般，脸上的懊恼与自责瞬间被一种不容置疑的担当所取代。我来负责。陆毅一脸严肃，义正言辞的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凝霜姐，你别说了，既然此事因我而起，那我便要负责到底。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继续说道，从今天起，你若是感觉到寒气再有爆发的迹象，便直接叫我来帮你运功解决。他眼中闪烁着坚毅的光芒，我就不信凭我们二人之力还压不住这区区寒气。冷凝霜彻底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陆毅。他本以为陆毅在听完楚芊芊的诊断之后，会顺水推舟提出那个让他羞耻无比的双修要求，却没想到他竟然主动提出要用运功疗伤这种最正派，也是对他自己消耗最大的方式来帮自己渡过难关。看着陆毅那一副义不容辞、光明磊落的样子，他心中既是感激又是动容。一时之间，他对陆毅的好感又多了几分。他压下心中那股异样的情绪，小声的回应道：那便辛苦你了。3天之后，当冷凝霜再次感觉到体内那股熟悉的即将爆发的寒意时，他毫不犹豫的便差人叫来了陆毅。陆毅也是二话不说，直接来到他的卧房，盘膝坐在了他的身后，双掌稳稳地贴上了他那冰冷光滑的后背，至阳至刚的星辰之力毫无保留地渡入了他的体内。冰冷的寒气与灼热的灵力再一次在他的经脉之中激烈的交织碰撞，大量蒸腾的白色水汽从两人的头顶升腾而起，很快便将整间卧房都笼罩在了一片朦胧的旖旎水雾之中。两人的衣衫也在这滚烫的水汽之下尽数被打湿，紧紧地贴在了各自的身上。疗伤结束之后，冷凝霜只感觉体内暖洋洋的，说不出的舒适，那股寒气也被彻底压了下去。但反观陆毅，他这次却是真的快被抽干了。冷凝霜再怎么说也是不灭境的强者，而他只是归一境，这一个大境界的差距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所谓的运功疗伤，更像是冷凝霜的身体在自动的吸收着陆毅那精纯的星辰灵力。呼，陆毅晃晃悠悠的从床榻上站起身来，他脸色惨白，毫无血色，感觉自己双腿发软，都有些站不稳了。你怎么样？冷凝霜见状大惊，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急忙上前一步扶住了他即将倒下的身体。他本想让陆毅干脆就在自己房里的偏榻上休息片刻，但这话到了嘴边又觉得有些不合适。无奈之下，他只好亲自搀扶着虚脱的陆毅，将他一路扶回了他自己的院落。灵儿听到敲门声，打开房门，便看到了自家主人竟是被国师大人给亲自扶着回来的，而且主人那一副脸色惨白被榨干了的虚脱模样更是让他大为震惊。冷凝霜将陆毅安顿在椅子上，随即对着一旁发愣的灵儿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嘱咐道：你家主人消耗过度，你记得给他好好补一补。说完，他才有些不自然地转身离开了。灵儿呆呆地看着自家主人那虚脱的模样，又看了看一旁虽然衣衫也有些潮湿，但气息平稳，甚至还带着几分红润的国师大人，他心中不由得感叹万分。没想到国师大人看起来冷冰冰的，竟然会这么萌吗？冷凝霜带着几分复杂的心绪离开了陆毅的院落，他刚一走，房门便被砰的一声关上。灵儿看着自家主人那副虚脱的模样，他心疼的赶紧上前，准备伺候他换上一身干爽的衣服。主人，您……谁知他的话还没说完，陆毅那只虚弱无力的手却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腕。灵儿一惊，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一股巨力带倒，随后整个人都跌落在了陆毅的床上，被他牢牢地压在了身下。方才还脸色惨白站都站不稳的陆毅，此刻哪里还有半分虚弱的模样，一双眼睛亮得惊人。主人。灵儿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她下意识地询问道：您没事呀？也不是完全没事。陆毅笑了笑，伸出手轻轻地刮了刮他那小巧的鼻子，就是灵力确实有些亏空罢了。他低下头凑到灵儿的耳边，用一种充满了暗示的语气低语道：需要你帮我补充补充。另一边，冷凝霜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他脑海中还在不断地回想着方才灵儿在自己临走前看自己时那敬佩又古怪的眼神，不由得面颊一阵发烫。但很快
他便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陆毅既然答应了会用运功的方式帮他，那自己体内这个最大的隐患总算是暂时解决了。他估算着，以今天陆毅那恐怖的消耗来看，下一次寒气爆发应该便是3天之后了。3天的时间，想来应该也足够他恢复了吧。他用自己的经验做出了预判。然而寒髓宝玉那恐怖的催化威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仅仅只过了2天半的时间，冷凝霜便惊恐地感觉到自己丹田之内的那股寒气竟然又一次有了即将爆发的迹象。无奈之下，他只能再次拉下脸皮将陆毅找了过来。这一次，当他看到陆毅那张恢复如初的脸时，他的心中带上了7分的担忧和3分的愧疚。他忍不住小声地询问道：你的身体没问题吧？还顶得住吗？陆毅则是挺起胸膛，重重地拍了拍，表示：凝霜姐放心，完全没问题。第2次疗伤如期而至，而这一次爆发之后，那间隔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不可控。从2天半到2天，再到1天半，最后甚至演变成了他几乎每一天的傍晚时分都必须来找陆毅进行这一次运功疗伤。冷凝霜明显地感觉到陆毅是真的有些精神萎靡了。他每次疗伤结束之后，那苍白的脸色都不再是伪装，而是真实的灵力巨额消耗。可他自己却对那股寒气被这阳灵力中和驱散，继而化为一股暖流游走全身的感觉，产生了一种难以启齿的上瘾。那是一种从地狱重返人间的舒适感，让他欲罢不能。他明知道陆毅正在为自己付出巨大的亏空，可他的身体却无法停止对他的召唤。就在冷凝霜陷入这种愧疚与上瘾的复杂情绪中时，国师府五阳那间被下了禁制的卧房之内。轰！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猛地从五阳的体内爆发开来。他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与狂喜。在这些天里，他心中那股对陆毅的嫉妒与愤怒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他。他将这股情绪全部转化为了修炼的动力，竟真的在机缘巧合之下冲破了瓶颈。洞天境成了。他感受到体内那比子府境时澎湃了数倍不止的灵力，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他走到房门前，看着那层冷凝霜随手布下的禁制，积蓄灵力，然后一拳轰出。砰！那层坚固的禁制应声而碎。随后他便打开房门，来到院子中，狠狠地吸了一口院子里的清新空气。他深呼吸一口气，决定立刻就去找师尊报喜。他要让师尊知道自己才是那个最值得他依靠的男人。他要当着师尊的面揭穿陆毅那个伪君子的真面目。武阳兴冲冲地一路来到了师尊的卧房门口，他正准备抬手敲门，却忽然听见房间里面传来了陆毅那略显虚弱且疲惫的声音：“不行了，凝霜姐，我真的不行了，灵力一点都没有了，我得回去休息了。”随后他便听到了自家师尊那充满了关切，还带着几分不好意思的声音：“你看你都站不稳了，这么晚了，外面风又大，我便不送你回去了，你便在这里休息吧。”冷凝霜只是觉得这大半夜的自己在扛着他回去，多少有些影响不好。可这话落到门外的武阳耳朵里可就不一样。听到这句话，武阳那只正伸向半空准备敲门的手瞬间僵住了。他整个人如同被施了石化法术一般，愣在了原地，脑海之中只剩下了师尊的那句话：“你便在这里休息吧，在这里休息吧，休息吧。”怎么会这样？武阳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观都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自己不就是被关禁闭了个关而已吗？这才几天，应该还没有1个月吧。他满怀着欣喜与激动，拼了命的修炼，在嫉妒与愤怒的驱使下，终于突破到了梦寐以求的洞天境。他以为自己出关之后就能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去揭穿陆毅的真面目，去拯救被蒙蔽的师尊。可他等来的就是这个，自己在这里卧薪尝胆，而那个混蛋竟然已经发展到了可以随意在师尊卧房留宿的地步了吗？他甚至都不敢去想，那句我真的不行了，一点都没有了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一股比之前被当众羞辱时还要强烈100倍的屈辱与背叛感瞬间淹没了他。卧房门口，武阳再也无法抑制心中那股即将喷薄而出的狂怒。轰！一声巨响，他没有敲门，而是将体内那刚刚突破的洞天境灵力毫无保留地凝聚在了右腿之上，狠狠地一脚踹开了冷凝霜的卧房大门。房门崩裂，木屑四溅，而眼前的这一幕更是让他目眦欲裂，血液倒流。只见房间之内雾气尚未完全散尽，他心中冰清玉洁的师尊冷凝霜正一脸关切地搀扶着陆毅的手臂，而陆毅那个畜生则虚弱地靠坐在师尊的床边。更重要的是，他们2人的衣衫都带着疗伤水汽蒸腾后的褶皱与狼狈，那副模样任谁看了
都会想入非非。上一次是这样也就算了，这一次竟然还这样，真当自己是好糊弄的吗？师尊！武阳的咆哮声几乎要震动整个国师府，他指着房内那不堪入目的两人，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颤抖扭曲。您怎么能做出此等不知羞耻之事？您难道还要告诉我这是在疗伤吗？冷凝霜完全没想到武阳竟然敢如此大逆不道，直接踹开了自己的房门，更没想到他一进门就会说出如此污秽、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他被气得浑身发抖，又羞又怒。那张本就因疗伤而带着几分红晕的脸颊，此刻更是涨得通红。武阳，你放肆！他厉声喝道：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师尊？然而此刻的武阳早已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他认定师尊是被陆毅这个淫贼所蒙蔽了，新突破的自信让他悍然出手。师尊，你让开！他咆哮着，我今天就要亲手杀了陆毅这个淫贼，为您清理门户。话音未落，他以裹挟着动天境的全力一击，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他无视了冷凝霜的呵斥，一拳直奔陆毅的胸口要害而去。不要！冷凝霜见状大惊失色，他心中清楚无比，陆毅此刻正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连续多日为自己消耗本源，早已是强弩之末，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武阳这含怒的全力一击。眼看那狂暴的拳风即将命中陆毅，冷凝霜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出手了，一股属于不灭境强者的恐怖至极的威压瞬间从他体内爆发，然后如同实质化的壁垒横挡在了陆毅的身前。砰！武阳那自信满满的攻击在不灭境的绝对威压面前，如同鸡蛋撞上了石头，简直是不堪一击。他整个人连带着那股狂暴的灵力，被一股更为恐怖的力量狠狠地倒震了回去，最后重重地撞在了庭院的院墙之上，震得整个院子都为之一颤。噗！武阳摔落在地，当场喷出了一大口鲜血。他只觉得右臂的经脉在方才那股恐怖的对撞之中已然有崩裂的迹象，然而身体的剧痛远不及他内心的万分之一。他难以置信地抬起头，看着那个依旧挡在陆毅身前正对着自己怒目而视的师尊，他惨然一笑，笑声中充满了绝望与悲凉。好啊，你竟然真的为了他对我出手，你竟然还护着他。就在这时，被冷凝霜护在身后的陆毅适时地伸出手，轻轻地拉了拉冷凝霜的衣角。他假装艰难地从床边站了起来，用一种虚弱却又充满了大度的语气开口说道：凝霜姐，别怪他，他只是太冲动了。嗨，他捂着胸口又咳嗽了2声，都是我的错，应该早些离开的。陆毅这番以德报怨的表演，在冷凝霜看来更是坐实了他受了天大的委屈，但在武阳听来，这就是胜利者最赤裸裸的炫耀。你！冷凝霜看着武阳那依旧执迷不悟、满是怨毒的眼神，他对自己这个徒弟感到失望到了极点。他心神俱疲，再也不想与他多说一句废话。他指着武阳，用尽全身的力气怒喝道：逆徒，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给我滚出国师府，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你再踏回来半步。这种被最尊敬的人亲口驱逐出府的惩罚，比任何禁闭都要更让武阳感到屈辱与绝望。他怨毒地深深地看了他们2人一眼，他心中还是坚信师尊一定是被陆毅这个混蛋给蒙蔽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握紧了拳头。当初真该拼命不让陆毅留宿在国师府，现在师尊正在气头上，自己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如今只能先行离开，再想办法把师尊从陆毅的手中给解救出来。随后他擦掉了嘴角的血迹，从地上踉跄着爬起，一言不发地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庭院，最终彻底消失在了国师府的大门外。而在冷凝霜的卧房之内，武阳走后，冷凝霜因那极致的愤怒与被最亲近徒弟背叛的感觉，气得浑身都在发抖。他心神大乱，怒火攻心之下，竟牵动了体内那刚刚才被压制下去的寒煞之气。他脸色猛地一白，身体控制不住的剧烈颤抖起来，机遇站立不稳。陆毅见状，心中暗笑，火候终于到了，立刻体贴地上前，一把扶住了他即将倒下的身体。凝霜姐，你怎么样？别为这种人生气，当心自己的身体啊！他义不容辞的半扶半抱着，将冷凝霜重新扶回了卧房的床榻之上。你先别走。冷凝霜抓住他的手，气息不稳地说道：我明白。陆毅一脸凝重地点了点头，我再帮你疗伤。又是一番水深火热的治疗，安慰好了心神俱疲的冷凝霜之后，陆毅假装虚脱地向他表示自己还是先离开吧，毕竟留在他这里也不是办法，万一再被谁给误会了怎么办？冷凝霜看着他那副比自己还要疲惫的背影，心中
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感。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徒弟的鲁莽而感到愧疚，另一方面是为他再一次舍身疗伤而感激。陆毅虚弱地回到了自己的院落，其实他消耗的那些灵力，在星辰仙体的自行运转之下，早已恢复得七七八八，远没有他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么虚弱。他推开房门，进屋之后便发现灵儿居然还坐在灯火下。他趴在桌案上，对着那堆积如山的书卷玉简苦学不辍。陆毅笑着摇了摇头，走上前去，用一种充满了欣慰的语气开口道：不错，看来为师不在的时候你也没有懈怠。他随即表示要亲自检查作业，看看他这几日对那些之前表现不好的高难度招式到底领悟了多少，同时他也不忘吩咐灵儿让他继续严密监视武阳那边的动向。虽然那家伙被冷凝霜又一次给打飞了出去，但陆毅断定以那家伙偏执的性格是绝不可能如此轻易就善罢甘休的。另一边，武阳含恨离开了国师府，整个人失魂落魄。他最终还是来到了醉仙楼，独自一人缩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疯狂地往嘴里灌着烈酒。他双目赤红，心中充满了对陆毅的滔天杀意，甚至对师尊冷凝霜都有了浓烈到几乎化为实质的怨念。就在他醉意朦胧、神志不清之时，一道带着香风的倩影偶遇了他，并径直坐到了他的对面。哟，这不是国师大人的高徒吗？楚芊芊那妩媚入骨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呀？怎么，这是失宠了？武阳抬起头，警惕地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妖女。楚芊芊也不在意他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他掩嘴媚笑道：别这么看着人家嘛，怎么样，想不想姐姐帮你一把，夺回你师尊的心？你……武阳嗤笑一声。楚芊芊也不废话，她玉指轻弹，一个精致的小瓷瓶便落在了武阳的酒桌之上。这叫真心丹，无色无味，入口即化。他凑近武阳，在他耳边低语道：男人嘛，想要什么就得靠自己去抢，你为他吃下这颗丹药，他自然就会知道谁才是那个对他最好的人了。武阳看着桌上那瓶丹药，心中剧烈地挣扎了起来。给师尊下药，这简直是大逆不道。他起初还在犹豫，但在楚芊芊那如同魔鬼般的蛊惑之下，难道你就真的想眼睁睁的看着你心中那冰清玉洁的师尊被陆毅彻底占有吗？哪怕只是得到身体，也终究是得到了呀，你说是不是？他心中那道名为理智的防线终于彻底崩塌了。他一把抓过了那个药瓶，将其死死地攥在了手心之中。拿到了丹药之后，武阳便开始了他的表演。第二天一早，他没有硬闯过师府，而是顶着一身的酒气以及脸上那尚未完全消退的红肿伤势，就这么直挺挺地长跪在了国师府的大门之外。他低着头，一言不发，摆出了一副诚心悔过的姿态。他这番举动很快便引来了都城内无数路人的驻足与指指点点。国师府的下人很快便将此事禀报给了冷凝霜。冷凝霜在这几天又享受了2次陆毅的疗伤，寒气被压制得很好，心情也随之稍缓。在听闻下人的回报，得知武阳竟然就这么长跪在府外，他的心终究还是软了。不管怎么说，那也是自己从小带到大的徒弟。他轻叹了一口气，最终还是同意让他进来。而在另一边，灵儿也第一时间将武阳跪求师尊原谅的这则消息告知了正在院中挑逗着武明月的陆毅。陆毅一听，立刻便来了兴趣。他当即决定也要恰好路过一下，去亲眼看一看这场师徒情深的和解大戏。国师府前厅，冷凝霜端坐在主位之上，面无表情地看着走进来的武阳。武阳一见到他，立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随后用一种充满了忏悔的语气痛哭流涕地说道：师尊，弟子知错了，弟子前几日是被嫉妒冲昏了头脑，才会一时糊涂冲撞了宁和和陆圣子，求师尊责罚。见冷凝霜的脸色似乎稍稍缓和了一些，并没有再呵斥自己。武阳心中一喜，立刻按照计划从一旁倒了一杯茶，然后悄无声息地将丹药融入其中，高高举过头顶。冷凝霜因为面对自己的徒弟也没有释放神识，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小动作。弟子知道师尊近日为弟子的事情操劳费心，定然是心火郁结。弟子亲手泡了您最爱喝的安神茶，希望能得到师尊的原谅。就在冷凝霜看着那杯熟悉的茶水，心中那最后一丝怒气也即将消散，准备伸手去接茶杯之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却恰好从院中传了进来。哎呀，武师弟这事想通了。陆毅背着手慢悠悠地从前厅外走了进来，他故作惊讶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凝霜姐，我没有打扰到你们师徒和解吧？陆毅的出现让武阳那刚刚才伪装好的悔过表情瞬间就僵住了，他心中的恨意几乎要爆棚而出。这家伙
怎么早不出现晚不出现，非得在这时候出现。但他必须强忍着，他必须继续扮演好这个悔过者的角色。而冷凝霜则因为陆毅的在场，更觉得要表态以显示自己的大度。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他为了在陆毅面前缓和这尴尬的气氛，欣慰地接过了武阳手中的那杯谢罪茶。起来吧。他在陆毅那带着笑意的以及武阳那充满了挣扎的共同注视之下，轻抿了一口。武阳低着头，死死地掩饰住自己眼中那难以抑制的冲动。成了，接下来只需要支走陆毅就行了。冷凝霜放下茶杯，刚想开口让武阳先退下，而武阳则率先表示希望能与师尊单独说一些重要的事情，话里话外暗示着让陆毅离开。武阳见冷凝霜喝下了茶，心中狂喜，他强行按捺住心中的激动，急忙趁热打铁，试图将这出戏演得更逼真一些。师尊，弟子这次是真的知错了。他继续跪在地上，用一种充满了悔意的语气说道：弟子还有一件事想单独和您谈谈，是关于陆胜子的。按照楚芊芊之前的描述，药效应该很快便会发作了，得赶紧把陆毅撵走才行。他之前也设想过陆毅前来搅局，他对此的计划很简单，等师尊喝下茶，药效发作，他便立刻以师尊身体不适为由，将陆毅这个碍眼的家伙赶出去。届时房内只剩下自己和师尊，大事可成。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一旁那个一直看戏的陆毅却笑着打断了他。哎呀，武师弟。陆毅故作惊讶地开口，真不巧啊，我也正准备和凝霜姐单独谈谈呢。武阳的心中猛地一咯噔，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陆毅没有理会他那瞬间变得难看的脸色，而是转向了正端着茶杯，还没来得及喝第二口的冷凝霜，表情也随之变得严肃了起来。凝霜姐，此事事关重大。他用一种郑重无比的语气说道，是关于我们后续修炼的问题，刻不容缓。他特意在修炼二字之上加重了读音。冷凝霜微微一愣，很快便反应了过来，他立刻就想到了楚芊芊提议的那个双修之法。陆毅今天来估计就是为了此事。其实他这几天也在考虑这件事情，毕竟一直靠陆毅给自己运功也不是个办法。再说了，之前楚芊芊也曾说过，不一定非得要靠做那种事情才行，尝试一下也未尝不可。想到这里，冷凝霜只感觉轰的一下，一股热气直冲头顶，他的脸颊上顿时飞上了两片动人的红霞，心中又羞又窘。他不好意思地轻咳了一声，下意识地移开了目光，不敢去看陆毅的眼睛。这暧昧无比的氛围让冷凝霜只想赶紧把武阳这个电灯泡给赶走。他立刻板起了那张清冷的脸，对着还跪在地上的武阳下达了逐客令。武阳，你既已知错，便先回去，好好巩固你刚刚突破的修为。我与陆胜子有要事相商。武阳本就对陆毅充满了嫉妒与恨意，此刻一听师尊竟然真的为了要和陆毅单独相处而要赶自己走，他心中的怒火更是蹭蹭的往上涨。他认定师尊一定是又被这家伙给蒙骗了。他梗着脖子，非但没有起身离开，反而愣是待在了原地不走，继续劝阻。师尊，弟子的话真的很重要，您千万不能被他这副伪善的面孔给蒙骗了。他必须在药效彻底发作之前，将陆毅这个最大的威胁给赶走才行。放肆！冷凝霜因为双修之事的羞耻与武阳的死缠烂打有些不悦，他正准备开口好好的训斥一下这个越来越不知分寸的逆徒，然而就在此时，他的身体忽然传来了一阵极其异样的感觉，一股难以言喻的燥热毫无征兆的从小腹丹田之处猛然升腾而起。这股燥热如同燎原的野火，瞬间便席卷了他的全身，让他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在这一刻沸腾了起来。冷凝霜的眼神在瞬间便开始变得迷离，呼吸也随之变得急促起来。他猛地低头看向手中那杯刚刚喝过的安神茶，随即用一种不敢置信的充满了震惊与愤怒的眼神看向了还跪在地上的武阳。他终于反应了过来，你在茶里下了药。师尊。武阳见状心中狂喜，药效终于发作了。他立刻装出了一副关切无比的模样，从地上一跃而起，试图上前去搀扶那摇摇欲坠的冷凝霜。师尊，您在说什么？您怎么了？您的脸色好差啊，弟子扶您去休息。然而在真心丹那恐怖的药效之下，冷凝霜所有的感官都被放大了数十倍。武阳的接近结合他的所作所为，让他从心底里感到了本能的难以遏制的排斥与厌恶。相反，那个正站在一旁惊讶地看着这一切的陆毅，他身上那股因为多日疗伤而变得无比熟悉的气息，在冷凝霜此刻那混乱的感知之中，就如同黑夜里的唯一一盏明灯，是他唯一渴望的热源，是他唯一的解药。滚开！
冷凝霜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一把推开了正要伸手上前的武阳。随即在武阳震惊的目光之中，他神志不清的，完全出于身体的本能，跌跌撞撞的扑向了陆毅。陆毅，他紧紧地抓住了陆毅的衣襟，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那双本该清冷如月的眼眸，此刻早已是水雾弥漫，充满了迷离的春意。他口中无意识地呢喃着：“帮我，我好热，好难受。”武阳彻底石化在了原地。他看着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大脑一片空白。他费尽了心机，不惜背上冲撞师尊、违逆师命的骂名。他不惜放下尊严去接受那个妖女的赠药。他不惜用苦肉计，跪在府外，只为求得一个下药的机会。可他换来的就是这个，换来的就是师尊毫不犹豫地投向了自己那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怀抱。这比当众杀了他还要让他感到难受。武师弟，陆毅故作为难地伸出手，搂住了那具几乎要贴在他身上不断扭动的柔软娇躯。他无奈地看向了早已石化的武阳，摊了摊手，随后用一种充满了无辜的语气进行了最后的补刀。这可不是我主动的，你师尊他好像不太舒服啊。陆毅这番充满了炫耀意味的话语和冷凝霜这堪称背叛的举动，让武阳那根名为理智的弦彻底崩断。他双目赤红，指着那紧紧相拥的两人发出了绝望的咆哮：“你快放开他！师尊，你抱错人了！”陆毅那句充满了无辜意味的补刀冷凝霜，那主动投怀送抱的背叛举动，这些让武阳彻底陷入了疯狂。他不再有任何伪装，也不再有任何顾忌。陆毅，我杀了你！他咆哮着，体内那刚刚才突破的洞天境灵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师尊是我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陆毅却只是假装艰难地将怀中那神志不清、媚态横生的冷凝霜稍稍推开了半分。他对着他用一种痛心疾首的语气沉声说道：“凝霜姐，你清醒一点，你徒弟他已经疯了。”或许是武阳那滔天的杀气刺激到了冷凝霜，他那迷离的意识猛地被拉扯了一下。然而这股强烈的精神刺激却让他体内那本就被点燃的燥热药力与那极寒的寒煞肢体寒气发生了前所未有、最为剧烈的冲突，冰火两重天。冷凝霜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一半被置于熔岩之中炙烤，一半被丢进了万年玄冰里冰冻。那股无法言喻的恐怖撕裂感让他连一声惨叫都无法发出，他只是闷哼一声便彻底的失去了所有意识，软软的朝着陆毅倒了下去。陆毅顺势接住了他，随即抬起头，用一种充满了失望与正义的眼神看着那已经冲到近前的武阳。武阳，他摇头叹息，朗声喝道：“你大逆不道，对师尊下药，如今还想行凶灭口，今日我便替凝霜姐清理门户。”话音落下，陆毅不再有丝毫的隐藏，归一境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他身形一闪，轻易的便躲过了武阳那裹挟着滔天怒火却也因此显得破绽百出的含恨一击。在武阳那充满了不甘与震惊的眼神之中，陆毅的手掌已经如同鬼魅一般轻飘飘的印在了他的丹田之上。轰！精纯的星辰仙力瞬间涌入，摧枯拉朽。武阳只觉得自己的丹田仿佛被一颗星辰撞击，他所有的经脉根基都在这一掌之下被彻底摧毁。他如同被抽走了所有骨头的死狗一般瘫倒在地，连动弹一下手指的力气都再也没有了。就在此时，一道娇媚的带着几分玩味的声音从庭院的门口传来。楚芊芊不知何时早已来到了院中，她正斜倚着门框，媚笑着轻轻地鼓起了掌。哎呀，真是好一出英雄救美的好戏啊！她的目光在陆毅和陆毅怀中那昏迷不醒的冷凝霜身上来回打量着。陆圣子，恭喜你啊，终于能够得偿所愿了。陆毅无视了他那充满了调侃意味的话语，他低头看了一眼地上那已经昏死过去的武阳，对着楚芊芊随意地吩咐了一句：“把他拖出去吧，怪碍眼的。”楚芊芊闻言撇了撇嘴，正准备上前动手将这个已经彻底沦为废物的武阳给丢出去。等等，陆毅却忽然又叫住了他：“还是把他留在这里吧。”楚芊芊愣了一下，但他随即便明白了陆毅话语之中的深层含义。他不禁掩嘴角笑了起来，笑得花枝乱颤地说道：“哥哥喽，陆圣子，你还真是恶趣味啊！这是想让这个可怜的徒弟亲耳观摩接下来的事情吗？”彼此。陆毅一猜便知，那丹药定然是他给的，淡淡的吐槽了一句。他不再多言，弯下腰，将那已经彻底昏迷、浑身时冷时热、媚态横生的冷凝霜横抱了起来。在走向那间刚刚才被武阳踹破了房门的卧房时，陆毅扭过头，对着还站在原地的楚芊芊说了一句：“怎么，
你这是不打算走了，还是说想一起跟过来学习学习？楚芊芊自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的嘴角不由得狠狠地抽了抽，他心里疯狂吐槽道：这家伙是故意的吧？怎么感觉他比我更像是我们合欢宗的人？他娇哼一声，抱着双臂，没好气地说道：我可没有这个兴趣。不过嘛，他的脸上又露出了那副玩味的笑容，好心提醒道：你可当心一点，我给那小子的药效可是很猛的，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猛？陆毅闻言不屑地笑了笑，能有多猛？他不再理会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妖女，抱着怀中的冷凝霜，在楚芊芊那玩味的目光之中径直走向了卧房。砰的一声，用脚将那破损的房门给重新关上了。庭院之中，楚芊芊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又扭头看了看地上那个如同死狗一般昏死过去的武阳，他撇了撇嘴，有些不满地嘀咕了一句：就这么晕过去了，那多没意思呀。他心里想着，便迈着妖娆的步子走上前去，像是拎小鸡一样，单手便将武阳给拎了起来。他将武阳一路拖到了那扇紧闭的卧房门前，将他调整了一个姿势，让他正对着房门靠墙坐好。随即他指尖轻点，一道灵力没入武阳的体内，下了一道定身术，确保他无法动弹。好戏开场，怎么能没有观众呢？做完这一切，他又屈指一弹，一道微弱的灵力刺激了一下武阳的神魂，将他从昏迷之中弄醒了。看着武阳那迷迷糊糊涣散的瞳孔以及还无法在第一时间聚焦的眼神，楚芊芊满意的笑了笑：嘿嘿，好戏开场了，你可得认真一点听哦。说罢，他的身形一闪，便彻底的消失在了这片狼藉的院落之中，只留下那被废了丹田定住了身形，意识正在逐渐清醒并即将亲耳观摩卧房之内那一切动静的武阳。武阳此刻神智还有些茫然，并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陆毅抱着因药物和寒气剧烈冲突而彻底昏迷过去的冷凝霜，一脚将卧房的房门关上，他走到床榻边，将他柔软的身体平放在了床榻之上。那张本该清冷如霜、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绝美脸庞，此刻却因为药力的作用泛着不正常的潮红，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陆毅看着眼前这副人均采撷的模样，心中也不由得感叹，楚芊芊这妮子的药还真是够劲。他正准备上手好好研究一下该如何开始解毒时，床榻之上本该彻底昏迷的冷凝霜眼睫毛却忽然颤抖了2下，竟悠悠地转醒了过来。他似乎是因为体内那股异常的燥热被强行唤醒了一丝神智，他的眼神迷离，无法聚焦，但还保留着那最后一丝属于强者的理智。陆毅，他本能地抓住了陆毅的手臂，那只手滚烫的吓人。他的呼吸急促，声音因为羞耻和药力的双重折磨而变得颤抖不已。我好难受，帮帮我。他本意是想让陆毅像前几次那样用他的灵力帮自己运功压制，求你用运功的方式。但话到了嘴边，那股源自身体本能的渴望却让他又发出了破碎的呢喃：不要。这句不要也不知是在拒绝这即将发生的一切，还是在哀求陆毅不要停下。就在此时，陆毅的脑海之中那道久违的却又恰到好处的系统提示音轰然响起：叮，检测到天命女主冷凝霜正处于特殊状态，并向你发出了请求，请做出你的选择。选择1，坐怀不乱，当即离去，任其自生自灭。奖励：傀儡术天阶。选择2，强行运功压制，耗费自身本源，助其压制药性。奖励：圣阶下品丹药清心丹 X1。选择3，顺水推舟，阴阳调和，助人为乐。奖励：修为境界提升，归一境后期，不灭境初期，星辰仙绝品阶提升，天阶准圣阶。陆毅看着每个选项的奖励，又低头看了看眼前这位媚态横生、正无意识地拉扯着自己衣襟的师姑，他笑了笑：凝霜姐，既然你都这么求我了，那我只好勉强帮你一把了。他俯下身，不再犹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与此同时，卧房门外那片狼藉的庭院之中，被楚芊芊定住身形靠墙而坐的武阳，他的意识也逐渐从丹田被废的剧痛与昏迷之中恢复了清醒。他缓缓地睁开双眼，起初还有些迷糊，但很快他便认清了自己身处的环境。他想动，却发现自己的身体被定住了，再加上当前他修为被废，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他想开口怒骂，却发现自己的喉咙也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无论如何用力，都只能从喉间发出呜呜的声响。丹田被废，手脚被缚，这一认知让他瞬间陷入了无边的绝望。然而真正的地狱才刚刚开始，他的听觉却在这一刻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他能清楚地听到
从眼前这扇紧闭的房门之内，逐渐传来了一些令他牙眦欲裂的声音。起初是师尊那压抑着的，仿佛正承受着巨大痛苦的呢喃，这让他心中一紧，以为是陆毅那个畜生正在对师尊用强的。可渐渐的开始不对劲了，那声音却从痛苦转变为了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带着几分欢愉的奇特腔调，那一声声被拉长了的变了调的呢喃，如同一柄柄烧红的烙铁，一下又一下狠狠地烙在了他的脑海之中。武阳的双目瞬间充血，变得赤红一片，他疯狂地挣扎着，尝试咆哮，尝试冲进去将那个正在玷污自己师尊的混蛋碎尸万段，可他什么都做不到，他只能像一个最卑微的观众，被强行定在这最佳的观赏位上，被迫的清晰地听着房间内那愈发不堪入耳的靡靡之音，这是比将他千刀万剐还要残忍的精神折磨。房间之内，陆毅本以为自己身为归一境的强者，有身怀星辰仙体，面对一个虽说比自己高了一个大境界，但是却中了药的女子，整个解读过程自己定然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地意识到楚芊芊那句药效很猛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冷凝霜在药力和体质的双重作用之下，那最后一丝理智早已被焚烧殆尽，他体内那被压抑了数十年的极寒与那霸道无比的燥热药力，在他至阳星辰仙力的调和之下，竟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他仿佛着魔一般，彻底的被身体的本能所支配，他完全不知疲倦，甚至到了后期竟然逐渐开始反客为主。死！陆毅在这一刻震惊地发现自己体内那雄厚的灵力竟然逐渐开始有了枯竭的趋势，那股吸力是如此的霸道，如此的蛮不讲理，他第一次在这种事情上感觉到了力不从心。这药确实是太猛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或许是第2天，又或许是第3天，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再次透过那扇破损的房门照射进这间凌乱不堪的卧房时，床榻之上的冷凝霜眼睫毛才微微颤动了一下，从沉睡之中悠悠转醒。他有些懵懵地从那凌乱的被褥之中坐起了身，他先是茫然地看了看四周，入目所及皆是一片狼藉，衣衫、纱裙、玉带七零八落地散落在了地板、桌椅，甚至是灯架之上，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古怪气息。他的大脑宕机了片刻，随即那些被药力所支配的疯狂而又羞耻的记忆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入了他的脑海。他想起来了，他想起了武阳的背叛，想起了那杯下了药的茶，想起了自己是如何在本能的驱使下与陆毅，以及那之后那持续了不知多久彻底失去了理智的索取我这时都干了些什么。冷凝霜的脸颊轰的一下瞬间涨红到了极点，他羞愤交加，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急忙扭头看向身旁，他已经做好了迎接陆毅那充满调侃与玩味的眼神的准备。然而他看到的却让他所有的羞愤都在一瞬间被一股更为强烈的恐慌所取代。身旁的陆毅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里，双目紧闭，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干裂，没有一丝血色，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极度萎靡的宛如风中残烛般的气息。陆毅，冷凝霜本以为会是一场尴尬对视的慌张，瞬间便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烟消云散。他慌了，他急忙伸出颤抖的手指探向陆毅的鼻息，还有呼吸。他又连忙将手腕搭在了陆毅的经脉之上，用神识探查。灵力枯竭，本源大亏。他这是把他给吸干了不成？不会的，应该不至于吧。冷凝霜彻底慌了神，他无法想象自己昨天竟然那么没有分寸的吗？他心急如焚，也顾不上穿戴整齐，只是胡乱地披上了一件外袍，便赤着脚冲出了房门。在冲出房门时，他径直地跨过了瘫倒在门口眼中还泛着血丝的武阳，他甚至都没有再多看这个罪魁祸首一眼。在他心中，这个逆徒早已与一个垃圾无异。楚芊芊，冷凝霜身形一闪，直接来到了楚芊芊的院落之外，一脚便踹开了他的房门。卧房之内，还在睡梦之中的楚芊芊被这声巨响惊醒，她睡眼惺忪地坐起身来，揉了揉眼，便看到冷凝霜正一脸煞白地站在自己的床前。哎呦，国师大人，您这大清早的怎么这么……他的话还没说完，冷凝霜便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随后便将他整个人都从被窝里拎了起来，二话不说便拖回了自己的卧房。楚芊芊被他这粗暴的动作弄得七荤八素，可当他一进屋，闻到了空气中那尚未散尽的暧昧无比的气息，他又低头看了看床榻之上陆毅那一副虚脱的样子时，他脸上的茫然与疑惑瞬间便被幸灾乐祸的媚笑所取代。哥，他掩嘴娇笑了起来。国师大人，
您还真是真人不露相啊，啧，真是厉害啊，这都被干躺了。少废话。冷凝霜此刻已是焦急万分，哪里还有心情听他的风凉话？他指着床上的陆毅，厉声喝道：他这是怎么了？我昏迷之前依稀听到了你的声音，别告诉我你不知情。楚芊芊本想说，那丹药虽然霸道，但也只是激发情欲。陆毅这情况，顶破天也就是脱离几天，还能有什么危险不成？但他转念一想，便决定要借此好好的整一整冷凝霜。他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他走上前，装模作样的给陆毅检查了一番，随即用一种极为凝重的语气摇了摇头说道：问题很严重啊。很严重。冷凝霜的心又沉下去了几分。是啊。楚芊芊好心的为他解释道：陆圣子他本就是至阳的星辰仙体，你又是极阴的寒煞之体，再加上那丹药的催化，这种事嘛，就如同修炼，必须得有来有回，有采有补，阴阳相济，才能长久。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冷凝霜的身上，啧啧称奇。可看现在这情况，分明就是你只顾着自己采，却忘了补，就凭你们之间的境界差距，他怎么经得住你这么个采法？这么下去的话，他假模假样的给出了最后的诊断。他本源大亏，根基虚浮，搞不好人就要彻底废掉了。那怎么办？冷凝霜闻言已是六神无主。楚芊芊看着他那副慌乱的模样，终于露出了狐狸般的媚笑。这还不简单？怎么采的就怎么补回去呗。冷凝霜先是一愣，但他很快便懂了楚芊芊话中的含义。那张本就惨白的脸瞬间又红了起来。难不成自己还要再来一次不成？可是他低头看了看床榻之上那个为了救自己而被自己吸干了的陆毅，心中那股滔天的愧疚与自责，最终还是压倒了所有的羞耻。他一咬牙，转过身对着楚芊芊直接伸出了手，并说道：把你之前说的那个霜功法拿来。哎呀，国师大人，你要是这个态度可就……楚芊芊本还想再调笑他两句，吭一声脆响，冷凝霜不知何时已经唤出了自己的佩剑。那柄散发着森然寒气的长剑，此刻正稳稳地架在了楚芊芊那白皙的脖颈之上。拿来。冷凝霜的声音冰冷的不带一丝情感。行，给你，真是怕了你了。楚芊芊见他是真的急了，也不敢再继续开玩笑。他撇了撇嘴，从储物戒中取出了一枚玉简，扔给了冷凝霜，并叮嘱道：你照着这个功法中补的那部分功法路线多来上几次应该就可以了。不过我可得事先提醒你，可要注意节制，这个功法可是……楚芊芊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冷凝霜便以为他又要调笑自己，便直接一掌将他请了出去。滚！砰！楚芊芊倒飞而出后，房门应声关闭。被请到屋外的楚芊芊揉着屁股站了起来，她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咬着牙嘀咕了一句：至于那么着急吗？哼，咱们走着瞧，到时候副作用发作有你好受的。随后他扭头便打算离开，临走之前还不忘满脸嫌恶地走上前，在那瘫倒在门口的武阳身上狠狠地踹了几脚。而卧房之内，冷凝霜看着手中那枚记载着功法的玉简，又抬头看了看床榻之上昏迷不醒、气息垂危的陆毅，他的内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挣扎与沉思。卧房之内，冷凝霜看着手中那枚功法玉简，又扭头看了看床榻之上那气息垂危、仿佛随时都会咽气的陆毅，他心中并没有犹豫太久，当务之急是先救人才行。楚芊芊那个妖女之前说得很清楚，若是耽搁久了，陆毅本源大亏，人可能就真的要废了。他立刻将自己的一缕神识探入了那枚玉简之中，玉简之中是一篇篇幅极长的功法，大量的文字图片信息瞬间涌入了他的脑海。功法的内容被清晰地分为了采与补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他的当务之急是救人，自然不是要学采的部分。他自动跳过了那繁复的采之法门，将所有的心神都集中在了后续补相关的法门之上。功法的开篇直接便是两套截然不同却又需要紧密结合的经脉运行路线。其经脉运行路线虽然繁复玄奥，但对于冷凝霜这等境界与悟性而言，理解起来倒也不算困难。他很快便将这功法的主要运行路线记了个七七八八。然而当他越往后看，他脸上的神情就越是变得不对劲。当他终于读到了那与补之法门相对应的招式图谱部分时，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此生以来最为强烈的精神震撼。这都是些什么东西？玉简之中不再是那些高深的理论，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幅活灵活现并且详细到了极致的动态图谱。更让他感到精神污染的是，功法中对每一招每一式所对应的注意事项、双方的发力方法、灵力在体内调用的特定技巧，乃至补给方该如何引导对方的介绍，都可以说极其详细。
冷凝霜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随后他整张脸颊乃至脖颈都瞬间红得快要滴出血来。不过为了救人，他也只好强行咬着牙，逼迫自己不去理会那些画面带来的羞耻感。等他真正开始学习整部功法所有的有关补的运行路线及招式技法时，他甚至感觉自己头顶都开始冒出了丝丝热气。不过他已经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将所有补之法门的内容强行记在了脑海之中。也不知过了多久，冷凝霜才精神恍惚地将神识从玉简中退了出来。随后他便深呼吸了一下，然后猛地抬起手，用冰凉的手掌狠狠地拍了拍自己滚烫的脸颊。他试图用这种方式强迫自己那已经快要宕机的理智重新冷静下来。毕竟现在可不是害臊的时候，得赶紧给陆毅补回去才行。他抬头看了看还躺在床上的陆毅，咬着牙深吸了一口气，仿佛是做出了某种重大的牺牲一般，缓缓地来到边上，正式准备开始施救。而与此同时，床榻之上本来因为脱力昏迷的陆毅，眼睫毛却忽然颤动了一下，然后便缓缓地从那无尽的虚弱感中苏醒了过来。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着了道，竟然会因为灵力亏空而脱力晕死过去了。他睁开双眼，视线从一片漆黑逐渐恢复了色彩。他心中不由得暗自吐槽了一句：归一境和不灭境，这境界的差距还是太明显了。抽个时间得赶紧领取奖励，不然的话，想想这2天的经历还有些脊背发凉呢。但是刚等他稍微清醒一点，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状况，他便忽然感觉到一阵凉意袭来。他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嘴里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死。紧接着他便看清了眼前的景象，冷凝霜正红着一张俏脸跨坐在那里。陆毅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大跳，他以为冷凝霜的药效还没过去，他下意识地便脱口而出，发出了一声充满了惊恐的询问：师姑，不是吧？还来？冷凝霜也没想到他会在这个刚开始的关键时刻就醒了，顿时被他这一嗓子吓得慌了手脚，施救的动作也瞬间僵在了原地。他心中难免有些疑惑，自己这才刚刚开始准备施救，还没有来得及运转功法，他人怎么就已经醒了呢？难不成是回光返照了？这可不行，楚芊芊说了，得抓紧时间才行。他强装镇定，但又很着急地用一种颤抖的声音询问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陆毅对他的询问有些不明所以，他下意识地老老实实地回了一句：感觉有点凉。凉？冷凝霜先是一愣，随即立刻便明白过来，他指的是自己身上的寒煞之气。他的脸颊更是红得快要爆炸了，羞恼地呸了一声：我是问你感觉你的身体怎么样？我的身体？陆毅仔细地感受了一下自己那空空如也的丹田和经脉，依旧老实地回答道：感觉有些空落落的。冷凝霜闻言点了点头，这和楚芊芊说的本源大亏应该是对上了。他立刻说道：你别动，我马上变运功给你补回来。你如果感受到什么异常，就直接告诉我。说完，他还不忘用一种细弱文奈的声音提醒了一句：还有，现在别叫我师姑了。不知为何，现在这种时候听陆毅喊他师姑，总感觉心里有些怪怪的。啊！陆毅先是愣了一下，虽然还是没搞懂这到底是在唱哪一出，但既然对方都这么主动要求了，他也只好点了点头。随后还没等他来得及多想，便感到一股与之前被疯狂吸走时截然相反的奇异能量，混合着一股冰凉而又精纯的灵力，顺着2人的经脉开始缓缓地倒灌回了自己的体内。这股能量虽然混合着冷凝霜寒煞之体独有的灵气，但是却没有半分的阴寒之感，反而令陆毅感觉自己全身上下都暖洋洋的。尤其是对于他本身已经空荡荡的经脉来说，仿佛是久旱逢甘霖一般，那叫一个舒服。修炼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间，窗外的天色已经从清晨的鱼肚白转为了傍晚的深沉暮色。陆毅躺着瞥了一眼窗外那已经开始闪烁的点点星光，又看了看眉宇间已经带着几分疲倦的冷凝霜，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是，凝霜姐，咱们要不先歇会儿？这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冷凝霜已经更换了好几次不同的运行路线了。陆毅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有些麻了。其实这也怨不得冷凝霜，主要是因为楚芊芊临走之前嘱咐的那句话实在是说的模棱两可了。楚芊芊的原话是：你照着这个功法中补的那部分功法路线多来上几次应该就可以了。多来几次，那到底是几次？冷凝霜也搞不清楚，但是他生怕补的不够，导致陆毅的本源亏空无法弥补，留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所以他只能本着宁滥勿缺的原则一遍又一遍地运转着，并且在每一次功法大周天运行完毕之后，他都会询问陆毅感觉如何。可是每次陆毅的回答都是感觉还是有些空落落的。
那还能怎么办？只能继续了呗。现在听到陆毅主动开口提出要休息一会儿，想必应该是已经补充完善了。冷凝霜闻言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他慢慢的逐渐减慢了功法运行的速度。其实何止是补充完善了，陆毅感觉自己现在都快要被撑爆了。毕竟那可是一个不灭境强者的精纯灵力，在毫无保留的朝着他的经脉体内倒灌啊！这整整一个大境界的恐怖差距就摆在那里。要不是因为他身具星辰仙体，经脉远比常人坚韧宽阔，恐怕早就被这股庞大的灵力给活活撑爆了。虽说陆毅本身倒是不介意多传几次的，可是奈何这经脉实在是扛不住了啊！他也愈发的感受到了提升自身实力的重要性。看来今晚回去之后便要立刻领取一下之前的系统奖励，提升一下实力了。很快，随着冷凝霜的灵气彻底从那条玄奥的经脉回路之中抽离了出来，陆毅感觉自己的经脉之中从未有过的充盈，想必这应该就是靠着冷凝霜从楚芊芊那里得来的功法吧。这合欢宗的功法果然是名不虚传，看来必须得跟楚芊芊走一遭合欢宗了。他从那张凌乱不堪的床榻之上站起了身，随意的披上了一件外袍。他握了握拳，感受了一下体内那澎湃汹涌的灵力，心中充满了满足感。随后他一扭头便看到冷凝霜已经不见了身影。就在他还有些疑惑人去哪里了的时候，一道清冷却又带着几分不自然的声音忽然从他的身后转了过来。你在看什么？他随即转过身去，便看到冷凝霜不知何时已经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他就那么板板正正地站在房间的中央，俏脸之上依旧是那副万年不变的冰山模样，就仿佛之前的荒唐与旖旎都只是一场梦境，醒了也不会很感动，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看着他这副样子，陆毅竟然感觉有些尴尬。他挠了挠头，干笑了两声，哼，没什么没什么。而冷凝霜似乎也感受到了他这份尴尬，他的耳根不易察觉的红了红。他轻咳了一声，用一种公事公办的清冷的语气开口说道，这是个意外，你救了我，我也救了你，咱们两清了。陆毅闻言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有被提上裤子不认人的这一天，他的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两下，但还是露出了一副我懂的笑容，然后故意阴阳怪气的拖长了语调回答道，是姑。他刻意在师姑二字之上加重了读音，这一下更是让冷凝霜感到无地自容，连那张冰山脸上都快要挂不住了。他只能强行板着脸下了逐客令，你可以走了，我要休息了。在陆毅即将走出房门的前一刻，他还不忘用一种充满了失望的语气补充了一句，对了，门口那个逆徒也一并带走吧，具体怎么处理随便你。陆毅听到这话倒是真的感到很意外，他本来还以为冷凝霜最多也就是将武阳逐出师门，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么一副任君处置的决绝态度，难怪他刚才能那么快地就表现出一副提上裤子不认人的架势。陆毅应了一声便走出了卧房，他关上房门之后便看到了那个依旧被定在门前，双目赤红，满眼血丝，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戾气的武阳。他蹲了下来，看着武阳那双充满了怨毒与绝望的眼睛，笑着询问道，武师弟，听的可还尽兴？可惜武阳现在不仅没有了修为，楚芊芊的定身术也还在生效之中，他愣是只能用那双快要喷火的眼睛死死地瞪着陆毅，却又不能拿他怎么样。而就在此时，一名国师府的侍女从外面匆匆地赶了过来，似乎是要汇报什么。当他看到陆毅以及地上那个形容枯槁状若疯魔的武阳时，不由得愣在了原地。陆毅缓缓站起身，替他解了围，开口问道，国师大人正在休息，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那侍女稍微愣了愣，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躬身回答道，回陆圣子的话，府外有一名自称晴儿的姑娘前来求见国师大人。晴儿？陆毅听到这个名字不由得感叹了一句，这可巧了不是？随后他扭过头看了看地上那个还瞪着自己的武阳，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只即将被送上实验台的小白鼠。他心里则是想着，武阳啊武阳，你这家伙就发挥一下你最后的余热吧，正好帮我做个实验。陆毅拎着那如同死狗一般的武阳从冷凝霜的院落中走了出来，回到了自己居住的院子中。他随手将武阳扔在了庭院的角落里，就像扔一件碍眼的垃圾，不再多看一眼。灵儿早已在院中等候多时，他看着武阳那丹田被废，双目赤红，神情痴傻的惨状，心中虽然有些发怵，但也没有多问。主人，您回来了。灵儿乖巧的上前，陆毅点了点头，对灵儿吩咐道，好好看着他，别让他跑了，也别让他自尽了，这家伙还有点用处。
我先出去一趟。是，主人。灵儿立刻应下。随后他搬了个小板凳，就坐在武阳的不远处，一边拿出了前几日尚未学完的功法卷轴继续苦读，一边尽职尽责地看守着这个犯人。陆毅整理了一下衣袍，这才不紧不慢地朝着国师府的大门口走去。正如那名侍女所言，一道娇小的身影正孤零零地站在府门之外，正是晴儿。她双手垂卧在身前，两只手的手指在不停地交织纠缠，看起来是如此的无助。她低着头，只是盯着自己的脚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或许是在为自己迷茫的未来而感到不安。陆毅随即来到她的面前，放缓了自己的声音，尽量用一种温和的语气打了声招呼：晴儿。听到陆毅的声音，晴儿那娇小的身体猛地一颤。陆毅继续询问道：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钱老呢？他没陪你一起来吗？爷爷，他……听到陆毅的问话，晴儿再也忍不住，泪水顺着那张清秀的脸颊滑落。她有些颤颤巍巍的从怀中掏出了一封已经有些褶皱的信，递给了陆毅。爷爷他今天一早留下一封信，便离开了。陆毅接过了信封，将其打开。信上的字迹起初还苍劲有力，但到了末尾却显得有些潦草。显然写信之人的心绪并不平静。信上的内容与他预想的也差不多。钱老在信中告诉晴儿，他知晓自己寿元将至，大限已到，他不想让孙女看到自己作画时那油尽灯枯的凄惨模样，徒增伤心，所以决定独自一人去寻一处清静之地，了却残生。他还嘱咐晴儿不要太过伤心，让他务必要来国师府寻求庇护，并且在信的最后他还千叮万嘱，让晴儿自此以后一定要好好听陆毅的话。陆毅读完信后也是轻叹了一口气，这钱老为了孙女的未来真可谓是耗尽了最后的心血。他忍不住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晴儿那还有些发抖的小脑袋，出声安慰了两句：你爷爷他也是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走吧，随我一同进府吧。晴儿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知道爷爷已经再也回不来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就这么一声不吭的紧紧跟在了陆毅的身后。两人一前一后，很快便来到了陆毅居住的院子中。刚一进门，陆毅便看到一道娇俏的鹅黄色身影正急匆匆地朝着自己这边跑了过来。来人正是武明月。武明月这几天一直都没有见到陆毅的人影，心情可谓是郁闷到了极点。他刚一听说陆毅回到了自己的院子，便立刻按捺不住，急匆匆准备来见他。可他一冲进院子，首先看到的却是灵儿正像看守犯人一样看守着那个倒在地上不知死活、形容枯槁的武阳。这令武明月有些懵，发生什么事了？武阳师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没等他来得及开口询问灵儿，他便看到了陆毅正从门外走了进来。他心中一喜，正迫不及待地准备上前询问一下陆毅这2天到底干什么去了。可是他想问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他便看到了在陆毅的身后还紧紧地跟着一个看起来比自己还要矮上一些的清秀可人的小姑娘。不知为何，武明月忽然感觉这个小姑娘给他一种莫名的强烈的威胁感。他立刻停下了脚步，目光越过陆毅，看着晴儿，然后用一种充满了警惕和敌意的眼神酸溜溜地询问道：他是谁？晴儿本就沉浸在失去唯一亲人的悲痛之中，此刻又被武明月这副充满了气势如同审问一般的模样给当场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便又往陆毅的身后躲了躲，然后伸出小手紧紧地抓住了陆毅的衣服下摆，仿佛陆毅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依靠了。陆毅仿佛也感受到了晴儿的小心翼翼与无助，他忍不住再次抬手安抚性地摸了摸他的脑袋，随即他才有些尴尬地转过头向武明月解释道：明月，你别吓着他，这位是我新收的徒弟晴儿。武明月闻言先是轻声地哦过了一声，原来是徒弟啊。可是紧接着他便猛地反应了过来，声音陡然拔高了8度，惊呼了一声：什么？徒弟？随他便扭过头，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死死地瞪着那个躲在陆毅身后的晴儿。惊得晴儿都忍不住又往陆毅的身后缩了缩。武明月也没有想到，怎么才几天不见，陆毅的身边怎么就又多了一个徒弟。他咬着牙，心里不由得泛起了一股浓浓的委屈和愤愤不平。可恶，明明是我先来的。武月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主要是因为在国师府的这几天他自己也想了很多。他亲眼目睹了自己那敬爱的皇兄武明旭是如何残忍的弑父，这在他的心里受到了难以磨灭的冲击，也让他难免跟武明旭产生了深深的隔阂。所以他现在很排斥回那个已经变得无比陌生的冷冰冰的皇宫去住，宁可一直赖在这国师府。而他之所以愿意留在国师府，
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陆毅也暂住在这里。武明月看着那个躲在陆毅身后紧紧抓着他衣角的晴儿，心中那股莫名的危机感与酸意几乎要溢了出来。通过这几天的了解，他很清楚陆毅暂住在这国师府只是因为太初老祖交付的某个任务，等到任务一完成，他便该启程返回那遥远的太初圣地了。说实话，武明月的心中10万分不舍得陆毅离开。在国师府的这几天，虽然陆毅时常会消失不见，但只要他一出现，便会耐心地陪着自己，关怀备至，逗自己开心。这份温柔让他在那颗因目睹了皇室惨剧而饱受冲击的心灵上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依恋感。他恨不得能天天都这样待在陆毅的身边，可是他也知道，等到陆毅的任务结束，自己便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于是这几天他一直在苦苦地着索着，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陆毅留下来，或者退而求其次，让自己能名正言顺地留在他的身边。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自认为绝妙的办法，那便是利用之前在天宝阁陆毅答应自己的那个条件。想要让陆毅留在这玄武国肯定是不现实的，那就只能是自己想办法跟着他走。而能够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留在他身边，最好的办法便是让他收自己为徒。本来武明月都已经在心中将说辞演练了无数遍了，他这次过来除了想见陆毅之外，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准备豁出去向陆毅提出这个请求。他心里本来还是十分纠结和忐忑的，毕竟他的修炼天赋自己心里有数，实在是不怎么样。而陆毅又是何等尊贵的太初圣地圣子，他所收的徒弟又怎么能是泛泛之辈？所以他很害怕陆毅会一口回绝自己的请求。可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这边还没有来得及提出拜师的请求，陆毅他竟然就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先拐回来了一个徒弟。武明月仔细的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下那个名叫晴儿的小姑娘，他估摸着这丫头片子也就13、14岁的样子，而且身上气息微弱，看上去修为也不咋地。凭什么他这种条件的都能被陆毅收为徒弟？他刚上来还为此感到有几分郁闷和不甘，但是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对啊，连他这种条件的都能被陆毅收为徒弟，那自己岂不是稳了？就在他脑中思绪急转的这段时间，陆毅已经领着晴儿来到了庭院中央。他看了一眼那个被灵儿看守着的武阳，正准备让晴儿上前试试看能不能吸收这家伙身上那残存的气运。而这时武明月却猛地深吸了一口气，鼓足了勇气，他直接一步拦在了他的身前，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坚毅的眼神。陆毅看着他这副如临大敌的架势，有些好奇地询问道：明月，你这是要干什么？武明月看着陆毅的眼睛，开口询问道：陆圣子，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在天宝阁你答应过我要满足我的一个需求？陆毅点了点头，表示当然记得。怎么，你想好了？武明月重重地点了点头，我想好了。他有些磕磕巴巴地，但还是鼓足了勇气，将那个在心中排练了无数遍的需求大声地说了出来。我的需求就是想让你收我为徒。等他把这句话一口气喊出来之后，整个院子的空气都仿佛安静了几秒钟。陆毅看着武明月那张因为紧张和期待而涨得通红的俏脸，有些诧异的反问道：收你为徒？你认真的？我认真的。武明月用期待的眼神看着陆毅，再次重重的点了点头。陆毅摸了摸下巴，开始思索了起来。他很奇怪，这小妮子怎么会突然有这么个想法？不过他也没有多想，兴许是之前的变故让他受到了刺激，太想进步了吧。他抬头看了看武明月那双充满了期待的水汪汪的大眼睛，这实在是不太好让人拒绝。再加上自己本身就答应了他要满足他一个需求，而且这个需求对自己而言也确实不是什么难事。好吧，陆毅点了点头，随后接着说道：如果你真的想好了的话，收你为徒也不是不行，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最好再多考虑一下吧。武明月听着他这松口的话，生怕他反悔似的，立刻兴奋地连连摇头：不用多考虑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陆毅也没想到他竟然会那么的决绝，便也随即答应了下来，说道：那好吧，从今往后你便是我的二弟子了。不，谁知道武明月在听到二弟子这3个字时，却想也不想的就直接开口反驳了：我要做大师姐。他随即转过头，用一种充满了大姐头气势的眼神看向了那个依旧躲在陆毅身后的晴儿。你看他那个样子，畏畏缩缩的，
也就才13、14岁吧。我今年可是都已经19了。武明月一边说着，一边骄傲地昂起了自己的小脑袋，双手叉腰，他觉得自己说的太有道理了。怎么排，也得是我来当这个大师姐吧。噗！殊不知，听到他这话，一旁的陆毅这可就给乐坏了。他强忍着笑意，清了清嗓子，对着武明月询问道：“明月啊，你可知道晴儿她今年多大了？”武明月听到陆毅的询问，下意识的便回答道：“她顶破天了，也就14、15岁吧。”晴儿，陆毅转过头，对着身后的晴儿说道：“告诉她你今年多大了。”晴儿又一次被问到了年龄，她低着头，红着脸，两只小手不自觉的又开始摆弄起了自己的衣角。她用那种细弱文纳的声音低声说道：“27。”等她说完，空气再一次安静了几秒钟，随后便传来了武明月那充满了震惊与不敢置信的，甚至都有些破了音的尖锐声音：“多少？27。”武明月那不敢置信的声音在整个庭院之中回荡，他感觉自己的认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震撼。他快步走到晴儿的身边，伸出手在晴儿的头顶上比量了一下。这个自称27岁的小姑娘，身高大概也就到自己鼻子的位置。紧接着他便开始更加仔细的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晴儿，那张稚嫩清秀，甚至还带着几分婴儿肥的脸蛋，那娇小玲珑还未完全长开的身躯，无论他怎么看，这都分明是一个13、14岁的小丫头片子，实在令武明月无法相信，这么一个小姑娘竟然已经27岁了。硬要说的话，似乎也就胸前那微微鼓起的弧度，看起来比自己大了那么一点点。呸呸呸！武明月急忙摇了摇自己的脑袋，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了出去。他看着陆毅，用一种极其笃定的语气表示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休想骗我。”陆毅看着他这副仿佛受到了欺骗的架势，不由得笑出声来。他也没有再继续逗他，而是开始耐心地向他解释起了晴儿是灵族之人，体质比较特殊，同时还告诉了他前老带着晴儿从灵界动乱中逃离出来的遭遇。晴儿的这段悲惨遭遇令武明月也不由得有些动容。她从小到大锦衣玉食，是玄武国最受宠爱的小公主，硬要说她经历过什么变故，那也就只有前几天在秘境之中亲眼目睹了武明熙弑父才能算得上是一次。可是她再仔细想了想晴儿这10几年来的遭遇，背井离乡，亲人离世，甚至还无法长大，相比之下，自己那点所谓的冲击似乎也就算不上什么了。她不由得轻咳了2声，收起了脸上那副不服气的表情。接着她用一种带着几分同情的眼神看了一眼晴儿，随即她才有些别扭的对着晴儿说道：“那好吧，那我就委屈一下，让她当这个师姐好了。”说完，她便大大方方的伸出了自己的手，表示：“师姐，以后请多指教了。”晴儿也没想到这位看起来气势汹汹的公主殿下态度会转变得这么快，她也颤颤巍巍地伸出了自己的小手，和武明月握在了一起，小声地回应道：“请多指教。”陆毅看到他们俩总算是能和睦相处了，也不由得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他便带着这2位刚刚才拜了码头的徒弟来到了庭院的角落里，那个依旧瘫倒在地的武阳面前，可不能把正事给忘了。晴儿，你过来一点。晴儿看着武阳那双目赤红充满戾气的模样，心中还是有些害怕，但他还是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靠近了一些。你现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陆毅开口询问道。晴儿感受了一会儿，随即有些呆呆地摇了摇头。没有。陆毅不由得又陷入了思考，难道说这灵族的血脉只能通过长时间的接触才能缓慢地吸收气运吗？可是自己总不能每一次都先把天命之子打个半死，然后再废掉修为，最后再像武阳这样绑在身边让晴儿天天吸吧，这也太麻烦了，效率也太低了。就在他还在思考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武阳身上的定身术时效到了，失去了静止的束缚，那股被压抑了许久的怨毒与仇恨瞬间便占据了他那早已崩溃的神智。他此刻的脑海中只剩下了眼前这个毁了自己一切的男人，他仿佛已经彻底忘记了自己一身的修为早已被废除。他就这么从地上一跃而起，朝着陆毅猛地扑了过来。陆毅本来还在思考该怎么继续进行这个实验，结果冷不防地注意到这个实验品竟然还敢主动攻击。此时武阳已经扑到了他的身前，陆毅出于本能的便直接一掌拍了出去。这一掌虽然他并未动用全力，但也裹挟着他那精纯无比的星辰之力，又岂是武阳这个丹田已碎的废人所能抵挡的？砰！一声闷响，武阳那前冲的身体都在这一掌之下被那霸道无比的星辰之力当场碾成了齑粉，连一丝血雾都未曾留下，
便已然形神俱灭。陆毅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他看着那随风飘散的尘埃，心里不由得吐槽了一句：这还没开始做实验呢，小白鼠竟然就自杀了，真是浪费。随即他便有些担心地看向了身后的两小指，自己当着他们的面把人给直接打没了，不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吧？武明月倒是还好，他只是感叹了一下陆毅的实力。然而晴儿此刻的反应却完全出乎了陆毅的预料，比起害怕，他此刻的脸上更多的是一种惊讶与错愕。他感觉到就在武阳身死之后，有一股无形的奇妙能量在即将逸散时被他的身体本能地吸收了过来，随即他的身上开始泛起了一层淡淡的微光。陆毅见此情景，急忙询问道：晴儿，你感觉如何？晴儿闭上眼睛仔细地感受了一会儿，随后才用一种带着几分新奇的语气回答道：感觉很奇妙，就仿佛与这个世界的割裂感少了一些。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还有就是感觉有点困。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他那娇小的身体便猛地一软，直接朝着陆毅的怀里倒了下去。陆毅连忙伸手将她接住，只见这小丫头鼻子轻轻地吸了两下，竟就这么在他的怀里直接睡过去了。陆毅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他急忙让一旁的灵儿将晴儿抱回房间好好休息。可是晴儿即便是已经睡着了，那两只小手却还死死地抱住陆毅的胳膊，怎么也不肯松手。无奈之下，陆毅只好亲自动手，将他打横抱起，返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只剩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武明月独自一个人傻愣愣地站在那庭院之中，在晚风中凌乱。陆毅抱着晴儿返回房间之后，便将她轻轻地放到了自己的床上，兴许是感受到了陆毅那熟悉的气息，这一次晴儿并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抗拒，很是顺从的便松开了那一直紧抱着陆毅的手臂。陆毅看着他那恬静的睡颜，感觉他似乎并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他随即抓起了晴儿那纤细的手腕，探查了一番。这一探查，他便惊讶地发现晴儿的经脉之中一股精纯的灵气正在自动高速地运行着，想来这应该就是吸收了武阳那庞大的气运之后所产生的奇效，这倒也省了他不少的麻烦。之后再遇到各种天命之人，便都可以通过晴儿这个气运转换器，让他们物尽其用，榨干所有的价值了。同时他心中暗自盘算着，气运的来源彻底消失之后，那股被灵族血脉提纯反补回来的气运，应该也都可以来到自己的身上吧。安顿好了晴儿之后，陆毅便准备接收一下自己那积攒了许久的系统奖励了。首先便是功法品阶的提升，功法品阶提升至准圣阶，虽说只是从天阶提升到了准圣阶，但是陆毅却能清晰地感觉到功法的玄奥与繁复程度，相较于之前同样是准圣阶的太初圣地根本功法高了不止1点半点。然后便是境界的提升，修为从归一境后期提升至不灭境初期。因为之前在冷凝霜疗伤的过程中，本就从冷凝霜那里被动地补了海量的精纯灵力，所以这一次的境界突破简直是水到渠成，没有遇到任何的瓶颈。伴随着他逐渐吸收完系统所提供的庞大灵力，窗外的天空也逐渐地泛起了一抹鱼肚白。终于当天色彻底亮起的那一刻，轰！一股强大无比的灵力与神魂波动，以陆毅为中心猛地朝着四周扩散开来。不灭境成了。陆毅缓缓睁开双眼，感受着体内那比之前充盈了数倍的澎湃力量。他握了握手，心中第一个想到的念头却是下一次绝对不会再输给师姑了，且看看到时候到底是谁把谁给干趴下。不过他很快便反应了过来，他急忙摇了摇头，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了脑海。他忍不住在心中吐槽了自己一句，真是有些着了魔了，怎么一突破自己先想到的竟然是这种事情，实在是罪过啊。就在他独自悔过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衣角被人轻轻地拽了2下，紧接着背后便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少女声音：世尊，我饿了。陆毅闻声下意识地回头往下看去，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回头看到的竟然是晴儿的脖子。随即他缓缓地将自己的目光往上移去，便看到了晴儿那张清秀的俏脸正仰着头，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正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他的嘴巴还微微地瘪着，一副饿坏了的委屈模样。这可把陆毅给当场整的有些懵了。他急忙伸出手在了晴儿的脑袋上，然后又比量了一下自己的肩膀。好家伙，这妮子就睡了一个晚上的功夫，竟然比昨天晚上直接高出了整整半个头，就这么立竿见影的吗？而令陆毅感觉变化更明显的是晴儿此刻的气质。硬要说的话，之前见到的晴儿更像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怯生生的孩童，
而现在，她看上去更像是和武明月一个年纪的、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少女。晴儿看着陆毅那一副呆住了的、傻傻的模样，她的脸颊也不由得微微一红。随即，她便直接伸出双手抓住了陆毅的胳膊。她一边轻轻地晃着，一边用一种带着几分不好意思的撒娇的语气说道：“师尊，我真的好饿啊！”陆毅这才回过神来，他看着晴儿这副自然而然撒娇的模样，实在难以相信，他和昨天那个说话都有些不利索，只会躲在自己身后的小姑娘会是同一个人。灵族啊，还是太神奇了。饿了是吧？陆毅揉了揉晴儿的脑袋，随即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大堆蕴含着精纯灵气的灵果、灵石，摆在了他的面前。想必他现在之所以会感到如此饥饿，应该也是因为这身体的突然长大所导致的，可得好好的补一补才行。谢谢师尊。晴儿欢呼一声，也不客气，立刻便抱着各式各样的灵石开始大快朵颐了起来。陆毅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模样，笑着摇了摇头，随即便推开房门走了出去。然而他一推开门，便见到冷凝霜和楚芊芊两人正站在自己的院门外，似乎是在等着自己。他们俩是因为之前陆毅突破时所引发的那股强大的灵力波动被吸引过来的。看到陆毅推门出来了，冷凝霜率先发声，他那双清冷的眼眸之中带着几分掩饰不住的惊讶与迟疑，询问道：“你这是突破到不灭境了？”只是还没等陆毅来得及回答，一旁的楚芊芊便先一步用一种充满了震惊的声音喊了出来：“什么？不灭境？”楚芊芊对此感到非常的震惊，毕竟她自己也算是天资卓越了。前几天她拼死拼活也才刚刚突破到了洞天境，她本来还为此有些沾沾自喜，可是没想到陆毅这家伙竟然都已经是不灭境了，这都已经能够在那些顶尖的宗门圣地之中当上长老了。他立刻便凑了上来，像是看什么怪物一般，绕着陆毅不停地转着圈，恨不得能把他给当场扒光了，好好看一看他究竟是怎么修炼的，怎么能那么快。陆毅没有理会楚芊芊的眼神，他转过头，意有所指的笑着对冷凝霜说道：“是啊，侥幸突破了。”他顿了顿，又用一种充满了暗示的语气继续说道：“说起来，这还多亏了师姑您啊。”冷凝霜刚想说你突破关我什么事，可是当他看到陆毅那意有所指的笑容时，他瞬间便意识到陆毅所指的恐怕是昨天的那件事，再结合他那句故意加重了读音的师姑，他心中不由尴尬万分。而一旁的楚芊芊听到他们二人的对话，也回过味来了，他停下了转圈的脚步，在陆毅和冷凝霜的身上来回的看了一看，然后他便开始在心里默默的嘀咕了起来。虽然知道这双修对修行大有好处，但是没想到好处竟然那么大的吗？要不自己也找个机会跟他试一试。就在楚芊芊还在心中暗自盘算着是否该与陆毅也来一场互惠互利的双修时，武明月那充满了活力的娇小身影一路小跑着来到了陆毅的院子之中。他一进门便看到陆毅、冷凝霜、楚芊芊三人正神色各异地站在庭院的中央。他忍不住好奇的开口问了一句：“咦，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发生什么事了？你们怎么都站在这里？”率先从思绪中回过神来的楚芊芊一见到武明月，脸上便立刻又挂上了那副大姐姐般的媚笑。她身形一闪，便来到了武明月的身前，随后便伸出双手开始蹂躏起了她那张可爱的脸蛋。“哎呀，我们这是在讨论一些大人的问题呢。小明月，你怎么也那么早就起来了？”“放开我！”武明月对他捏自己脸的行为表现的是十分抗拒，可是他的那点三脚猫修为在楚芊芊的面前根本就不够看，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无法逃出那双魔爪。他只能口齿不清地模糊地说道：“我是来找师姐的，想带她出去逛一逛国都。”“师姐。”听到这话的楚芊芊则是一脸的懵逼，这小丫头什么时候又莫名其妙的多出来了个师姐啊？而就在他感到困惑的时候，陆毅房间的房门被吱呀一声从内推开了，晴儿那道娇小的身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的手中还拿着一个没吃完的红色灵果，正小口小口的啃着。武明月一见到救星，立刻趁着楚芊芊一个不注意，猛地从她的魔爪之下逃了出来，然后嗖的一下便直接躲到了晴儿的身边。“师姐，我们出去逛一逛吧。”他松了一口气，随即便很是自然的准备拉着自己这位新任的师姐一起出去逛一逛。可是他邀请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完，便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他缓缓地抬起头看了看晴儿的头顶。“咦！”武明月发出了不敢置信的惊呼，明明昨天这个师姐还比自己要矮上半头的，
怎么才过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他就跟自己一样高了？自己唯一的优势竟然就这么没有了。随即他的目光便落在了晴儿手中那啃了一半的散发着浓郁灵气的果实之上，他心中瞬间了然，肯定是因为这个东西的原因。他当即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直接拽过了晴儿那只拿着果实的手，张开小嘴便在果实上狠狠地咬了一大口。而本就饿坏了的晴儿在看到自己的食物被抢之后，也像是被触动了什么开关一般，本能的便开始护食。两小只就这样在庭院之中开始了他们的夺食大战。看着眼前这幅颇为滑稽的场景，楚芊芊来到了陆毅的身前，他用胳膊肘轻轻地顶了顶他，然后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调侃道：哥哥，陆圣子，我可真是没看出来啊，你这连小姑娘都不放过啊。陆毅自然是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他无奈地朝他摆了摆手，解释道：你可不要污蔑我的清白，我们就是很单纯的纯洁的师徒关系而已。真的吗？楚芊芊眯着眼睛笑问道，脸上明晃晃的写着我不信3个大字。陆毅也懒得跟他去解释这种越描越黑的事情，他轻咳了2声，随即提高了音量，朗声说道：都静一静，人差不多也都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听到陆毅的话，庭院中那几女无论是正在打闹的还是正在看戏的，都纷纷停下了动作，抬起头将目光汇聚到了他的身上。陆毅则是告诉他们，我此行的任务已经算是圆满完成了，所以我准备明日便启程前往合欢宗。听到他这话，冷凝霜那清冷的脸庞之上率先露出了一丝疑惑，他询问道：完成了？你这几日也没怎么出过门啊，怎么就完成了？他顿了顿，又追问道：还有，你去合欢宗干什么？面对冷凝霜这接二连三的询问，陆毅还没来得及回答，一旁的楚芊芊便抢先一步，直接上前一把便抱住了陆毅的胳膊，随后将那柔软的娇躯都贴了上去，表现的是十分的亲昵。然后他才扭过头，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对着冷凝霜得意地说道：他去合欢宗当然是因为我了呀，你说对不对啊，陆郎？他一边说着，一边还故意用自己的身体蹭了蹭陆毅的胳膊。陆毅听到他这个肉麻到极致的称呼，身上都不由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干笑了2声，表示道：硬要这么说的话，倒也不是不行。冷凝霜看着他们2人那副亲昵无比的模样，不知为何心底竟然没来由的升起了一股酸溜溜的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吃味感。他几乎是下意识的便脱口而出：我也要一起去。这句话一说出口，连他自己都有些没反应过来，自己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要求。陆毅也是佯装出一副十分疑惑的模样，看着他询问道：凝霜姐，你跟我们去合欢宗干什么？冷凝霜被他这么一问，一时间哪里知道该找什么样的借口。我了半天，急中生智之下，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他板起脸，用一种长辈的口吻指了指那2个还在抢灵果的小丫头，说道：我是担心明月和晴儿随你一起去了合欢宗那种地方会被你给带坏了，我身为他们的长辈，有义务要保障他们的安全。陆毅听着他这个拙劣到了极点的借口，差点没笑出声来。他摊了摊手，表示：凝霜姐，你这可就误会了，我本来的打算是让灵儿把他们2人直接带回太初圣地的。冷凝霜这下是彻底哑口无言了。而就在这气氛有些尴尬的时候，武明月却蹦了出来，主动为冷凝霜解了围。他跑到陆毅的另一边，抓着他的胳膊，用一种撒娇的语气说道：师尊，我也想去合欢宗玩，您就带我一起去嘛。陆毅也没想到这小丫头竟然会主动跳出来解围。他看着武明月那副我也要去的架势，便板起脸，略显严肃地表示：合欢宗那种地方是你一个小姑娘该去的地方吗？你瞎凑什么热闹？听到他这话，武明月还没来得及回应，一旁的楚芊芊却是先不乐意了。他松开了抱住陆毅的手，双手叉腰，柳眉倒竖，对着陆毅不满地说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那种地方？你对我合欢宗的成见也太深了吧？就是。武明月见有人撑腰，也难得的赞同了楚芊芊的意见，然后他便继续拽住陆毅的胳膊，开始撒娇耍赖：师尊，我不管吗？我就要去，你就带我去吗？好不好吗？行了行了。陆毅被他们这一唱一和的弄得是一个头2个大，他摆了摆手，表示：怕了你们俩了，要去便一同前去吧。看到陆毅终于点头同意，冷凝霜竟不知为何在心底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可是还没等他这口气完全松下来，陆毅的目光便又转向了他。凝霜姐，他继续询问道：你这样突然跟我离开玄武国，岂不是违背了你当初与玄武国皇室的约定？冷凝霜也没想到
陆毅竟然还记着这件事。他摇了摇头，用一种颇为平淡的语气表示道：违背便违背了吧，那件宝物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了，毕竟那些宝物本身就是他用来解决自己身体寒症隐患的。而通过前几日的双修，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内那股盘踞了20多年的寒煞之气已经被陆毅那至阳的星辰之力给中和化解了大半。只是不知为何，他总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有哪里变得怪怪的，总是有种说不出的异样感。不过他也没有多想，只当这是根治了寒疾之后所留下的一点无伤大雅的后遗症罢了。陆毅对此也没有多问，随后他便表示让众人各自回去收拾一下，明日一早便启程出发。时间很快便来到了第二天，国师府的庭院之中，他们一行人都已收拾妥当，在此等候。陆毅也没有再耽搁，他心念一动，直接从储物戒中祭出了一座通体由不知名神木打造的仙辇。这座仙辇虽然看起来并算不上金碧辉煌，但其上雕刻的繁复阵纹以及那内敛而又古朴的气息，无一不在彰显着它的低调与奢华。这是冷凝霜在看到这座仙辇之后则是一惊，有些不敢置信地询问道：师兄，他竟然连他自己的座驾都给你了吗？反正他平日里也不怎么出来，留在他手里也是浪费。陆毅摊了摊手，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随后他们一行人便走进了仙辇之中。仙辇的内部自成一片空间，其宽敞与奢华的程度远超众人的想象。陆毅很自然的便来到了主位坐了下来，楚芊芊见状也是理所应当般地紧挨着他坐在了他的一侧，而陆毅的另一侧则被武明月与晴儿给牢牢占据了。如此一来，坐在他们对面的便只剩下了神情略显尴尬的冷凝霜和灵儿。随后陆毅便向楚芊芊询问了合欢宗的大致方向。他在仙辇的控制中枢上启动了阵法，设置好了方位，这种顶级的代步法器便可以自动驾驶，可以说是十分的方便。设置完之后，仙辇便在一阵轻微的嗡鸣声中缓缓启动，随后便穿过云层，朝着既定的方向急速飞去。武明月与晴儿还是第一次乘坐这种高级的仙辇，两人都趴在窗户旁，看着下方那飞速倒退的山川河流，显得十分新奇。而剩下的陆毅他们几人，彼此之间的气氛却略显生硬与尴尬。就在几人都沉默不语的时候，坐在陆毅身旁的楚芊芊则是用胳膊肘悄悄地抵了抵他，然后便用传音给他询问道：喂，昨天晚上他有没有去找你啊？陆毅被他这没头末尾的话问的是一个愣，然后也传音回问道：谁啊？还能是谁啊？楚芊芊朝着对面努了努嘴：坐你对面的那个呗。陆毅抬起头便看到了冷凝霜正闭目养神，但他那双好看的眉头却微微蹙着，似乎是在为什么事情而烦恼。他有些诧异的传音询问楚芊芊：没有啊？怎么了？你为什么会这么问？楚芊芊则故作神秘的娇笑了一声，表示：哥哥，没什么，我只是很好奇他到底能坚持多久，还有等到他坚持不住的时候又会用什么样滑稽的借口来找你办事，嘿嘿。办事？陆毅疑惑道。办什么事？楚芊芊则是又用胳膊肘抵了一下他，然后朝着他使出了一个极其暧昧的眼神。陆毅瞬间便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只是他有些想不明白楚芊芊为什么会如此笃定冷凝霜一定会来找自己，难不成他还留了什么后手？自己还真是有些小看这个妖女了，总能整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新花样。他这么一说，反倒整得陆毅自己也有些期待起来了。随后他们二人便都用一种充满了玩味的奇怪眼神齐刷刷地看向了对面那正闭目养神的冷凝霜。冷凝霜本就心神不宁，他自然是能感受到对面那两道毫不掩饰的目光。他睁开眼便看到陆毅和楚芊芊两人正眉来眼去的不知道在传音讨论些什么，而且在看到自己睁眼之后，两人还冷不丁的都用那种奇怪的眼神盯着自己，这让他整个人都感觉有些坐立难安了。他索性便再次闭上了双眼，眼不见为净，同时也借机运转功法修炼一下。只是不知为何，他总感觉今天的修炼似乎没有之前那么得心应手了，体内的灵力在运转之时也莫名的带上了一丝难以言喻的烦躁之感。仙辇之中那诡异而又暧昧的气氛持续了好一阵，冷凝霜自始至终都紧闭着双眼，仿佛真的入定了一般，只是那微微颤抖的眼睫毛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而陆毅和楚芊芊两人则依旧用那种充满了玩味的眼神欣赏着他那副强装镇定的模样。这份宁静终于在武明月的一声惊呼之中被彻底打破了。哇，快看那里，好多漂亮的宫殿啊，我们是不是快到了？他和晴儿两人几乎是脸贴着脸，
趴在仙辇那巨大的水晶悬窗旁，兴奋地指着窗外的景象。其他人闻声也忍不住朝着窗外的方向看去。只见在不远处的群山之中，云雾缭绕之间，一座座样式各异、色彩艳丽的宫殿此起彼伏，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各个山头之上。虽然论起宏伟壮观，比不上太初圣地那般大气磅礴，但也算得上是颇有气势，别有一番风情。楚芊芊看着窗外那既熟悉又似乎有些陌生的场景，那双妩媚的桃花眼中闪过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情绪。她只是淡淡的回应了一句：“是啊，快到了。”这平淡到近乎冷漠的语气，却让一旁的陆毅感到有些疑惑。先前在玄武国时，他为了维护合欢宗的名声，可是不惜与自己拌嘴。陆毅还以为他对自己的宗门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可现在真的回来了，他的反应却又如此的平淡。难不成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近乡情更怯了？仿佛是感受到了陆毅投来的那奇怪的目光，楚芊芊却只是扭过了头，看向了窗外的另一边，并没有要多做解释的意思。仙辇的速度缓缓放慢，很快便穿过了一层淡紫色的屏障，平稳地降落在了合欢宗那由紫色玉石铺就的接引广场之上。这等华丽而又庞大的仙辇降临，自然是难免地引起了广场之上那些来来往往的合欢宗弟子们的围观。很快，一名身穿执事长袍、看起来颇为干练的女长老便来到仙辇之前。她恭恭敬敬地快步来到了仙辇之外，躬身行礼，朗声询问道：“不知是何方贵客，大驾光临我合欢宗？”她的态度十分恭敬，毕竟眼前这座仙辇通体由万年神木打造，其上篆刻的阵法更是玄奥无比，一看便绝非是等闲之辈可以拿得出手的。只是令这位接引长老没想到的是，仙辇那光滑如镜的门缓缓划开之后，率先从里面冲出来的竟然是两个看起来不到20岁的小姑娘。其中一个身穿鹅黄色衣裙的显得十分活泼，一蹦一跳的拽着另一个看起来略显内向害羞的。她一下仙辇便开始好奇地打量着四周这完全不同的宗门风格，嘴里还不住地嘀咕着：“哇，这里就是合欢宗啊，看起来好像比国师府要好玩多了。”接引长老此刻的大脑正在飞速地运转着，这是什么情况？难不成是天玄界哪个隐世的超级大家族想要让族内的小辈前来宗内学习历练？可是就算是学习，那也应该去隔壁的瑶池圣地才对啊，毕竟他们合欢宗在外界的名声，他自己心里也还是有数的。难不成是走错路了，还是说是来找麻烦的？就在他还在那里头脑风暴猜测着各种可能性的时候，仙辇之内的其他人也陆续走了出来。楚芊芊、冷凝霜、陆毅和灵儿相继现身。当接引长老看到自家圣女竟然也在其中时，他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既然圣女与他们同行，那么想必至少应该不是来找麻烦的。随后他便听到了陆毅的自我介绍：“在下太初圣地圣子陆毅。”随即他又指了指身旁那气质清冷的冷凝霜，特意补充介绍道：“这位是冷凝霜，乃是我太初老祖的师妹，按辈分是我的是不。”他刻意在师姑二字之上加重了读音，旁人听来或许没有什么，但冷凝霜怎会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这引得一旁的冷凝霜不由得嘴角有些抽搐，暗暗地瞪了他一眼。而那名接引长老在听到来者的身份之后，更是心中一惊：太初圣地，还是圣子亲临？他旁边那个冰山美人，竟然还是太初老祖的师妹。这位接引长老可不敢有半分的怠慢，毕竟太初圣地那可是整个天玄界真正意义上的顶级霸主宗门，而来者一位是圣子，一位是辈分高的吓人的长老。这要是招待不好，惹出了什么大麻烦，那可不是他一个小小长老能担待得起的。仿佛是看出了接引长老那过度的紧张与惶恐，一旁的楚芊芊直接上前一步，淡淡的开口道：“行了，刘长老不必麻烦招待了，他们是我请来的。”他指了指陆毅一行人，吩咐道：“你直接把他们安排到我圣女殿的客房之中就行了。”随后他又转过头笑看着陆毅询问道：“陆圣子应该不会介意我那小小的圣女殿有些简陋吧？”陆毅摊了摊手表示：“无所谓，悉听尊便。”接引长老听着他们二人这熟络无比的对话，再看看他们那眉来眼去的架势，心中不由得又开始活络了起来。他们这是搞上了？难道说这位陆圣子就是自家圣女大人搬回来的救兵？哎呀，圣女大人啊，您可终于是开窍了。就在他还在胡思乱想之际，楚芊芊却表示：“刘长老，你先带圣子他们过去，我还要去找我师父，有要事相商。”随后他便对着陆毅抛了个媚眼，也不再多做解释，便直接飞身而起，朝着那最为高耸的宗门大殿的方向飞了过去。陆毅看着他那匆匆离去的背影，
也只好无奈地对着那名还愣在原地的接引长老说了句：“那就麻烦刘长老了。”那位刘长老倒也是个识趣之人，他很快便将陆毅一行人带到了楚芊芊的圣女殿中，然后他便开始给众人安排起了房间。武明月主动提出要跟自己的师姐晴儿住一间房，他心中可是还记挂着，一定要跟这位师姐好好的加深一下感情，顺便再仔细的请教一下，他一个晚上就变大了那么多，有什么感受？刘长老自然是无有不应。随后他便又给陆毅、冷凝霜和灵儿各自安排了一间上好的客房，只不过他别有深意的将陆毅的房间特地安排在了距离楚芊芊那座主寝宫最近的一间客房。这一番充满了暗示意味的安排，另一旁的冷凝霜难免有些微微的皱起了眉头，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客随主便，他也不好在这里挑剔什么。安排好了众人的住房之后，那位接引长老便躬身告退离开了。偌大的庭院之中只剩下了陆毅几人。楚芊芊让你来合欢宗，到底是为了什么？冷凝霜看着陆毅，终于还是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不知道啊。陆毅摊了摊手，一脸的无辜。冷凝霜显然也是没想到他会回答得如此光棍，他接着便皱起了秀眉，用一种长辈的充满了责备的语气厉声斥问道：“你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就敢直接跟着他来了？合欢宗是什么名声？你难道不清楚吗？你就不怕他对你图谋不轨吗？”听到冷凝霜这话，陆毅不由得觉得有些好笑。他看着冷凝霜那副担心的模样，开口调侃道：“图谋不轨？他图我什么？图我长得帅吗？还是馋我的身子？”你……冷凝霜也没想到陆毅的脸皮竟然能厚到这种地步，他被他这番话气得是一时失言，咬着牙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最终他只能从牙缝中挤出了几个字：“不可理喻。”随后他便再也不想理会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气冲冲地转身回到了方才接引长老给自己安排的那间客房，然后砰的一声用力地关上了房门。陆毅对此表示很无奈，随后他便看到武明月已经拉着晴儿准备出去好好的逛一逛。等等，陆毅赶紧拦住了他们。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了2块刻有自己神魂印记的玉佩，分别递给了他们2人。这玉佩你们要时常佩戴在身上，他继续嘱咐道，这样我便能随时感知到你们的位置，若是遇到了什么危急情况，便立刻捏碎它，玉佩中的阵法可以帮你们抵御一阵时间。哇，谢谢师尊。梁小芝急忙点头，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那玉佩给收好。去吧。陆毅挥了挥手，不过要切记不要瞎逛得太远，也别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小心别让人给拐跑了。不过这话也只是吓唬一下他们俩罢了，毕竟有自己这太初圣子的名头在，想来这合欢宗内也没几个不长眼的敢来招惹他们。知道了。武明月兴高采烈地拉着晴儿一蹦一跳地跑了出去，一时间这偌大的走廊之上便只剩下了陆毅与灵儿2人。灵儿见四下无人，这才瘪着小嘴走到了陆毅的身边，他伸出手拽着他的衣角，用一种充满了幽怨的撒娇的语气说道：“主人，您都好几天没有好好陪陪我了。”陆毅闻言伸出手弹了他一个脑瓜崩，随即若有其事地板起脸来训斥道：“怎么整天就想着这些事情？”他上下打量了一眼灵儿，继续说道：“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境界都困在这紫府境多久了？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是不灭境了，这境界的差距可是实打实的，现在的你可是真的顶不住哟。”毕竟对于这境界差距所带来的后果，陆毅可是有切身体会的。上一次自己和冷凝霜只差了那么一个大境界，自己就差点被当场榨干，而现在的灵儿和自己之间可是整整差了3个大境界，这要是真的放开手脚肆意妄为，这地早晚都得被耕坏了。听到陆毅的话，灵儿也是若有所思地低下了头，主人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他随即便狡辩道：“可是这双修也是修炼啊，主人您不也说了有助于修为提升吗？再说了。”他越到后来说的声音便越来越小，脸颊也飞上了2抹红晕。大不了到时候再找个人陪我一起受着嘛。虽然他说的声音很小，但这哪里能逃得过陆毅的耳朵。陆毅闻言不由得在心中感叹了一句：开窍了，这丫头终于是开窍了。这个口子一旦开了，那后面的事情可就好处理得多了。而就在这时，陆毅也敏锐地察觉到楚芊芊的那股气息，他正从主殿的方向急速地朝着圣女殿这边飞了回来，想必他应该是和他那位师傅谈完事情了。陆毅便决定先去找他，问一下把自己大老远的叫到这合欢宗来到底是要干什么，总不能
是真的让自己来这里观光旅游的吧。随后他便拍了拍灵儿的脑袋，告诉他，行了，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吧，今晚便去陪陪你。是，主人。灵儿一听这话，方才的幽怨瞬间一扫而空，然后兴高采烈地返回了自己的房间。而陆毅也朝着圣女殿的主殿方向走了过去。不过他刚一靠近主殿，便听到主殿之中传来了一阵乒乒乓乓的打砸东西的声音，紧接着便是楚芊芊那有些气急败坏的声音。可恶，气死我了，他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真当自己是天下无敌吗？拽什么拽。陆毅迈步跨过大殿的门槛，走进了圣女殿那宽敞的主殿之中。映入眼帘的首先便是一地狼藉，名贵的玉石花瓶被摔得粉碎，散落一地，几张由名贵木材打造的桌椅也被掀翻在地。而在这片狼藉的中央，楚芊芊正双手叉腰，胸口剧烈起伏着，一张俏脸被气得通红。她还在那里不停地跺着脚，嘴里骂骂咧咧的，显然是气得不轻。陆毅挑了挑眉，有些诧异地走上前去，询问道，这是怎么了？谁惹我们楚大圣女生这么大的气，连自己的大殿都快给拆了？楚芊芊听到陆毅的声音，这才稍稍收敛了一下那副要吃人的架势。她转过身看着陆毅，咬牙切齿地说道，还能有谁？当然是那个自以为是的楚倩倩。我刚从我师尊那里回来。他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平复自己那激动的心情，解释道，我刚得知此次我们和欢宗与瑶池圣地关于瑶池仙境进入名额的比试之中，楚倩倩那个女人竟然主动放弃了外援席位。放弃外援席位？陆毅有些不解地询问，那他那边的外援赛怎么打？直接认输吗？怎么可能？楚芊芊冷笑一声，继续说道，他是打算由他自己同时出战正赛与外援赛。说到这里，楚芊芊心中的怒火又蹭蹭地往上涨，他狠狠地一脚踢开了脚边的一块碎瓷片，怒道，他这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吧？还是说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和欢宗放在眼里？真当这世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他了吗？一人独占两场。听到这里，陆毅也不禁有些啧舌，这楚倩倩倒是有点意思，够狂也够傲。不过他也大概明白了，楚芊芊把自己大老远的拐来和欢宗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陆毅看着他询问道，你这次让我随你一同来到合欢宗，便是为了这个什么瑶池仙境名额比试的外援？对啊，楚芊芊理直气壮地回答了一声，随即他便猛地扭过头，用一种充满了警惕和紧张的眼神死死地盯着陆毅，询问道，你该不会是想反悔吧？你之前可是答应过我的。陆毅摊了摊手，一脸轻松地表示，怎么会呢？既然都答应你了，我这人一向说话算话。他顿了顿，又继续说道，不过既然我要帮你打比赛，那你总得先跟我说说这瑶池仙境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吧，值得你们两大宗门如此大动干戈。见陆毅没有反悔的意思，楚芊芊这才松了一口气。她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稍微冷静了一下，然后便开始向陆毅解释起关于瑶池仙境的事情。瑶池仙境原本是位于瑶池圣地附近的一处极其特殊的独立小世界，不过它并不是试炼秘境，准确的说，它更像是一处天然形成的温泉。瑶池圣地之所以会叫瑶池圣地，便是取自这仙境之中那最为核心的瑶池二字。楚芊芊的眼中流露出一丝向往，这瑶池仙境中的池水有着十分神奇的功效，修士浸泡其中，不仅可以洗涤经脉中的杂质，淬炼肉身体质，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有效地预防心魔的滋生，稳固道心。对于我们这些修行之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处绝佳的修炼宝地。但是他话锋一转，继续解释道，为了防止这仙境中的灵力被过度消耗导致枯竭，所以这仙境一般是50年才会开启一次，而下一次开启的时间便在1个月之后。听到这里，陆毅点了点头，表示了解，但这却令他心中升起了一丝好奇。他忍不住问道，可是你之前说进入仙境的名额是你们和欢宗与瑶池圣地进行争夺，这仙境既然就在瑶池圣地附近，甚至连人家的宗门名字都是因此而起，那按理说这应该是人家的私产才对吧？瑶池圣地难道就那么大方，还会把这么珍贵的名额分给你们和欢宗？听到陆毅的这个问题，楚芊芊的脸上忽然露出了一抹充满了得意与骄傲的笑容。她挺起了胸膛，用一种炫耀般的语气回答道，其实按理来说确实是轮不到我们和欢宗进入仙境的，毕竟那是人家的地盘。但是嘛，他神秘一笑，谁让我们和欢宗的前辈神通广大呢？这瑶池仙境有着瑶池圣地的老祖在飞升之前留下的强大禁制，想要打开禁制进入仙境，便需要2把特定的钥匙合二为一方能开启。
一般情况下，这2把钥匙都是由瑶池圣地的历代宗主亲自保存的。楚芊芊说到这里，忍不住笑出了声。可是就在数百年前，我们合欢宗的那位老宗主，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便凭借着他那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硬生生地把当时刚刚上任的瑶池圣地宗主给忽悠到手了。然后其中1把钥匙便被那位痴情的宗主当作定情信物送给了我们的老宗主，留在了合欢宗。他摊了摊手，继续说道：所以后来我们合欢宗便以此为要挟，与瑶池圣地达成了协议。每一次仙境开启，进入其中之人的名额便通过比试来分配。合欢宗与瑶池圣地每一方都有2个固定的保底名额，而剩下的那6个名额便按照双方比试的输赢结果来进行分配。听到这充满了狗血与传奇色彩的秘辛，陆毅也不由得有些感叹，这合欢宗的老宗主多少也是个人才啊，竟然还能把瑶池圣地的宗主都给泡到手了。据他所知，这瑶池圣地修炼的功法可是有些类似于无情道的路子，会使修炼者的情感变得日益淡薄。虽说还不至于到断情绝爱的地步，但是为人处事方面多少都会有些冷漠与疏离。而且对方还是一宗之主，定然是道心坚定之辈，这都能被泡到手，难不成……陆毅摸了摸下巴，心中恶趣味的联想着，难不成是用的什么日久生情的法子？不过陆毅并没有在那段风流韵事上纠结太久，毕竟那都是几百年前的陈年就是了。相比之下，此刻更令他感到好奇的是楚芊芊和楚倩倩的事情。这姐妹俩为何会分别拜入合欢宗与瑶池圣地这2个行事风格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互相看不顺眼的宗门呢？而且从楚芊芊之前的反应来看，她们姐妹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势同水火。陆毅看着正在一旁平复情绪的楚芊芊，忍不住开口询问道：说真的，我挺好奇的，你跟你姐姐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啊？听到他这话，原本已经稍微冷静了一些的楚芊芊瞬间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猛地转过头来。他咬牙切齿的死死盯着陆毅，一字一顿的纠正道：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才是姐。陆毅被他这副凶狠的模样吓了一跳，这才猛然回想起来，连忙举手投降。好，你是姐姐，所以身为姐姐的你和身为妹妹的她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楚芊芊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随后深吸了几口气，强行压下了心中的火气。他走到一旁坐下，眼神逐渐变得有些深邃和悠远，仿佛陷入了某段并不美好的回忆之中。良久，他才缓缓开口，讲述起了那段尘封的往事。其实我们姐妹2人出生在距离此地千里之外一座名为流云城的凡人城池之中。我们的家族楚家在当地也算是有几分薄产的富户。年幼时，我和她的关系其实是很好的。楚芊芊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苦涩的笑容。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形影不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一家人本可以平平淡淡的过完这一生。但是自从10几年前那个人来到了楚家之后，一切全都不一样了。陆毅适时的追问了一句：那个人是谁？如今瑶池圣地的宗主。楚芊芊冷冷的说道：那个自视甚高，满口大道理的老女人。她那天突然降临楚家，指名道姓提出要收楚倩倩为徒。据她所说，楚倩倩身上怀有惊人的大气运，是万中无一的修仙苗子。当时我们整个楚家都为她感到开心，毕竟那可是瑶池圣地啊，能被这种庞然大物收为徒弟，不仅对她个人是一步登天，也意味着我们楚家从此多了一道保障。所以父母很快便同意了，让他随那个女人一同前往瑶池圣地修炼。那后来呢？陆毅问道。后来，楚芊芊眼中闪过一丝寒芒。最开始那段时间，她还会偶尔托人给家里带信，可是越到后来，信件越少，直到离家3年之后，她便再也没有了一丝音讯，就仿佛她已经彻底斩断了尘缘。陆毅点了点头，这倒也符合瑶池圣地的修炼路子。楚芊芊继续说道：而就在她断了音讯之后不久，我们楚家便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故。流云城中一直与我们楚家敌对的那个家族，因为傍上了一个2流修仙门派，便开始对我们楚家进行极尽的打压和逼迫。楚家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家破人亡的风险。在那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身为长女的我无奈之下，只能独自一人跋山涉水前往瑶池圣地。我想要见一见我的妹妹，希望她能看在血脉亲情的份上，给家里提供哪怕一点点的庇护。可是楚芊芊的手指深深嵌入掌心，声音颤抖。我满怀希望的去了，结果竟然连瑶池圣地的山门都进不去。我在山门外苦苦哀求，只求通传一声。可是我等了1天1夜，最终换来的却只有他托人带来的一句话。陆毅沉声问道：什么话？楚芊芊抬起头，眼中满是屈辱与心寒。仙凡中有别，
听着这话，陆毅心中也不由得感到一阵寒意。是啊，先凡中有别，楚芊芊惨笑一声，无奈之下，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兴许是为了跟他置气，又或许是为了给家族寻找靠山，我转头便去了与瑶池圣地齐名，但名声却截然相反的合欢宗。本来我没抱太大希望，但出乎意料的是，我的体质竟然出奇的适合合欢宗。我顺利拜入宗门，并借助宗门的力量发了一道令箭，化解了家族的危机。随后我一路小心谨慎，勤奋修炼，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爬到了如今这个圣女的位置。楚芊芊脸上流露出一丝傲然，但随即又被恨意填满。我原本以为我已经到达了和她同等的地位，有了平等对话的资格，于是在前不久的一次盛会上，我主动去找她，想劝她有空回家一趟，哪怕只是见见年迈的父母。可是换来的却只有她那冰冷的拒绝以及毫不掩饰的奚落。她说我既然自甘堕落，入了合欢宗，那便不要再惺惺作态，还说我们之间早已无话可说，甚至她还骂我不知廉耻。砰！楚芊芊一掌拍碎了身旁的桌子。自那之后，我便发誓，我楚芊芊总有一天要将那个装模作样不近人情的家伙狠狠地踩在脚下。听完这一番讲述，陆毅总算是明白了她们姐妹之间矛盾的来源。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平时看起来有些不着调，甚至有些妖女做派的楚芊芊，竟然还是个如此重情重义的人。为了家族之身闯荡，为了尊严逆流而上，这故事还真是挺励志的。相比之下，楚倩倩未免也太冷血了一些。陆毅看着眼前这个眼眶微红却依旧倔强昂着头的楚芊芊，心中竟产生了一股认同感。他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楚芊芊的肩膀。放心吧，他的声音虽然平淡，却带着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这一次我会好好帮你一把的。陆毅的话让楚芊芊那双本还带着几分湿润的眼眸瞬间变亮了起来，他脸上的悲愤与不甘几乎是在一刹那间便收敛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狡黠的媚笑。他仿佛就等着陆毅说这句话一样，立刻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随后他主动凑到了陆毅的身边，用一种充满了兴奋的语气说道：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愿意帮我的。他顺势便再次挽住陆毅的胳膊，看着他这副姿态，让陆毅不由感叹，这家伙翻脸真是比翻书还快。陆毅有些无奈地开口道：说说你的计划吧。我的计划其实很简单。楚芊芊也不在意他的语气，他压低了声音，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们两个联手把楚倩倩那个女人给生情了。生情？陆毅闻言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他看着眼前这个似乎有些异想天开的女人，提醒道：楚芊芊，你是不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那再怎么说也是瑶池圣地，是天玄界的顶尖宗门，你要去他们的地盘上绑架他们的当代圣女，你当瑶池圣地的护山大阵和那些隐士长老都是摆设吗？陆毅可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好主意。谁知楚芊芊听到他这番谨慎的言论，却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也太高估瑶池圣地了。他用一种充满了不屑与自信的语气说道：别的我不敢说，但在渗透这方面，我们合欢宗若是称第二，可没人敢称第一。你以为这么些年来我们合欢宗就心甘情愿被他们压一头吗？他凑近陆毅，用一种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得意地说道：实话告诉你吧，这么些年来瑶池圣地上下早就被我们合欢宗给渗透成一个筛子了。陆毅的瞳孔猛地一缩，他一直以为合欢宗这种宗门最多也就是擅长一些魅惑之术，靠着双修功法走些歪门邪道，却没想到他们在情报与渗透方面竟然也有建树，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魔道宗门了。所以楚芊芊见他终于不再小觑自己，便继续说道：楚倩倩那个女人的一举一动，我可是把握得一清二楚。她自以为是天之娇女，行事隐秘，却不知她身边伺候她的那些贴身侍女早就有我们的人。楚芊芊开始向陆毅详细地讲述起了她那位好妹妹的每日动向。她这个人自视甚高，平日里除了修炼还是修炼，但她有一个小习惯，那便是每过一段时间便要独自一人离开瑶池圣地，去到一处位于圣地之外的隐秘山谷之中单独修炼。那个地方是他最大的秘密，也是他最大的破绽，也是我们最佳的捕获时机。陆毅也没想到楚芊芊竟然能将楚倩倩的生活习惯事无巨细地掌握到了这种程度，他心中对合欢宗的实力不由得又高看了几分。他随即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他下一次外出是什么时候？嘿嘿，楚芊芊的脸上露出了如同猎人锁定猎物般的笑容。今晚。陆毅也没想到竟然会这要巧。你该不会是打算今晚就执行计划吧？他确认道。当然了。楚芊芊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反问道。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怎么能错过？他那双妩媚的桃花眼紧紧地盯着陆毅。你就说干还是不干吧。陆毅闻言低头沉思了片刻，生擒瑶池圣女，这事儿听起来可真是挺刺激的。他缓缓地抬起头，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充满了玩味与兴奋的笑容。干！听到陆毅这干脆利落的回答，楚芊芊那张本就妩媚的俏脸之上瞬间爆发出了一阵惊人的神采。他兴奋地一拍手，凑上前几乎要贴在陆毅的身上。好，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畏首畏尾的男人。他似乎已经有些跃跃欲试，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自己那个好妹妹被生擒活捉、跪地求饶的场面了。好了，先别高兴得太早。陆毅打断了他的兴奋，他可没被冲昏头脑。说说具体的行动细节吧，比如那个山谷的具体位置，周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禁制？放心，这些我早就准备好了。楚芊芊立刻从那股兴奋感之中抽离了出来，恢复了她那精明算计的模样。她从储物戒中取出了一幅绘制的极为详细的地图，在陆毅面前的桌案上摊开。你看，她指着地图上的一处标记，这个山谷名为寒月谷，地处瑶池圣地西南方向300里之外，位置极为隐蔽。至于禁制，据我安插的眼线回报，只有楚芊芊自己布下的几道隐匿和防御阵法，对你来说问题不大。陆毅闻言点了点头，不灭境的他去对付归一境的楚芊芊，倒也不算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两人又凑在一起，仔仔细细地商讨了一番关于潜入、动手以及撤退路线等一系列的具体行动细节。最终，他们约定好了行动的时间，就在今夜夜半子时。好了，计划就这么定了。楚芊芊心满意足地收起了地图。我得去准备一些待会儿要用的好东西，确保今晚的行动万无一失。你可不许迟到哦。他朝着陆毅抛了个媚眼，随即便扭着那妖娆的腰肢要去准备他的道具去了。陆毅则是看了看天色，距离子时还有好几个时辰，自己总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吧，怎么也得找些事干吧。他忽然想起了之前在国师府时楚芊芊对自己许下的那个承诺，现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抓紧时间学习一下。于是他急忙叫住了那还没走的楚芊芊。等等。楚芊芊疑惑地回过头，怎么了？难道你觉得有什么不妥？陆毅则是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之前答应过我的，你们和欢宗的藏书阁在什么地方？哥。楚芊芊也没想到这家伙都到这种时候了，竟然还没忘记这一茬。他被陆毅这股执着的好学精神给彻底逗乐了。你还真是时时刻刻都想着学习啊。他娇笑了几声，随即还是从自己的腰间解下了一块紫色令牌，扔给了陆毅。诺，这是我的圣女令牌，你拿着它，宗门之内除了几处禁地，大部分地方皆可去得。他随手叫来了一名路过的侍女，开口吩咐道：带路圣子去藏书阁。在临走之前，楚芊芊还不忘扭过头，对着陆毅用一种意有所指的语气嘱咐道：藏书阁里的好东西可是很多的哦，你可千万别看得太入迷了，忘了今晚子时的正事。陆毅则是拍了拍胸口，表示让他放心。随后，陆毅在楚芊芊那名侍女的恭敬引导下，很快便来到了合欢宗的藏书阁。一踏入其中，陆毅便被眼前的景象给小小的惊讶了一下。他大致的扫视了一圈，发现这合欢宗的藏书阁规模虽然比不上太初圣地那般浩如烟海，但也绝对称得上是藏书颇丰了。而且其藏书的种类更是五花八门，不仅有他刻板印象之中那些记载着各种玄奥法门的双修功法玉简，甚至不少功法在旁边还极其贴心地配备了全套的图册详解。更离谱的是，陆毅还在藏书阁的深处找到了一个专门存放流影石的区域。陆毅随手拿起一枚流影石，神识探入其中，一幅生动的教学影像便立刻呈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陆毅收回神识，心中暗自感叹，不得不说，这合欢宗还是太先进了。随后的几个时辰里，陆毅便沉浸在了这片知识的海洋之中，认真地学习着。他秉持着批判性吸收的学术精神，将那些看起来颇有价值的双修功法都一一记下，准备带回去好好的丰富一下自己的理论知识。直到傍晚时分，夕阳西下，陆毅这才意犹未尽地从藏书阁中走了出来，返回了自己的住处。他看了看天色，距离和楚芊芊约定的子时还早得很，闲来无事，他便准备去找自己的贴身侍女灵儿，好好的实践一下自己今天下午刚刚才学习到的新知识。毕竟知识需要与实践相结合。中途他还路过了冷凝霜的房间，只见他房门紧闭，一丝丝若有若无的凉气正从门缝之中溢散出来，显然他还在房间内刻苦地修炼着。陆毅也没有去打扰他，而是径直地来到了隔壁灵儿的房间门前，
抬手敲响了房门。谁啊？房门打开，灵儿那张清纯可爱的脸蛋露了出来。当他看到门外站着的竟然是陆毅时，不由得有些疑惑。这才刚到傍晚，天都还没黑呢，主人怎么就……陆毅看着他那副呆萌的模样，故意板起了脸，说道：“怎么？看你这表情，是不欢迎我？那我走。”唉，别！灵儿一听他要走，急忙制止了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一把便将陆毅拉进了屋子里，随即又做贼心虚一般的探出头去，左右看了看，发现没人注意到这边，这才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隔壁冷凝霜的房间中，冷凝霜盘膝坐在床榻之上，正试图让自己进入修炼状态，但是不知为何，他今天却是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体内的灵力运转的也颇为晦涩，心中更是莫名的升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烦躁之感。唉，他缓缓地退出了修炼状态，轻叹了一口气。他认为兴许是这几日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导致自己心神不宁，有些累了。他起身伸了个懒腰，准备先休息一下，缓解一下情绪。可是就在这时，一阵若有若无的极其古怪的压抑着的声音却冷不丁的从隔壁的房间传了过来。起初他只是默默吐槽了一句，这客房的隔音效果难免有些太差了吧，但他毕竟是不灭境的强者，耳力何等敏锐，他仔细一听，那声音便愈发的清晰了起来。这是陆毅的侍女灵儿的声音，他这是在干什么？随即他便仔细听了听，然后等他反应过来那声音到底是什么之后，冷凝霜那张清冷的俏脸唰的一下便红了个通透。不知廉耻，他急忙在自己的房间之内布下了一道隔音阵法，试图将那些污言秽语彻底隔绝在外。他心中默默地啐了一口陆毅那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只是不知为何，他感觉自己也有些躁动了起来。天色逐渐变暗了，很快时间便来到了子时。合欢宗外某座偏僻的山崖之上，楚芊芊正抱着双臂，有些焦急地在原地来回踱步，同时他还时不时地便抬头看一眼夜空。这家伙怎么还不来？就在他耐心即将耗尽之时，一道流光终于从合欢宗的方向破空而来，最终稳稳地降落在了他的面前。你可终于来了。楚芊芊见状松了一口气，但还是忍不住抱怨道，我还以为你不打算来了呢。怎么会？陆毅淡淡一笑，很是坦然地表示，刚运动了一会儿，热了热身。楚芊芊被他这直白的话给噎了一下，他虽然心中有些无奈，但是眼下正事要紧，他也没有再想太多。行了，既然来了，那咱们就赶紧出发吧。陆毅也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好，出发。夜半子时，明月当空，两道模糊的身影如同黑夜中的鬼魅，悄无声息地穿梭在瑶池圣地的外围山林之中。这边，楚芊芊的声音通过传音清晰地传入陆毅的耳中，他的动作灵巧无比，对这里的地形乃是巡逻弟子的换防规律都了如指掌。两人几乎没有耗费任何力气，便轻松地绕过了数道明哨暗卡，十分顺利地穿过了瑶池圣地的外围驻地。因为到达寒月谷需要穿过瑶池圣地，陆毅本以为楚芊芊会选择绕道而行，但是没想到他竟然选择直接穿过圣地超近道。看来你之前说的瑶池圣地被你们渗透成了筛子，还真不是在吹牛。陆毅一边跟在他的身后，一边传音调侃道，哥。楚芊芊得意地娇笑了一声，为了对付我那个好妹妹，自然是要用尽一切手段。快跟我来吧，寒月谷就在前面了。两人又穿过了一片布满幻阵的密林，最终来到了一处极其隐蔽的山谷之前。就是这里了。两人隐匿住所有的气息，藏身于山谷入口处的密林巨石之后，刚一站定，陆毅的目光便穿过稀疏的树枝，落向了山谷的中央。只见那片山谷之中，月光如水银般倾泻而下，汇聚在一处散发着袅袅寒气的水潭之中。而在那片月光寒潭里，一道绝美的窈窕身影正背对着他们撩水沐浴，月光洒在他的肌肤之上，仿佛镀上了一层圣洁的光辉。陆毅见状，不由得在心中暗自吐槽了一句，这可真是来巧了不是，本想抓个人而已，竟然还附送了这等福利。他只是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他转过头看向身旁的楚芊芊，本以为他会立刻商议动手的时机，却发现楚芊芊此刻正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寒潭中的那幅美景，脸上还带着几分玩味的笑容，丝毫没有要动手的意思。陆毅的眉头微微一皱，他用传音催促道，人就在那，而且看起来毫无防备，不趁现在这个最佳时机出手吗？楚芊芊闻言，这才将目光从寒潭中收了回来。他回头冲着陆毅笑眯眯的传音反问道，急什么啊？他的目光在陆毅的身上打了个转，你不多看一会儿？
这种瑶池圣女沐浴的香艳场面可是不常见哦，错过了这次，可就不一定有下次了。偷看多没意思。陆毅摇了摇头，用一种充满了不屑的语气回应道：“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光明正大的看。”啊！楚芊芊被他这句莫名其妙的话给弄得一愣。什么叫光明正大的看？然而还没等他来得及去深思陆毅这句话里的含义，他便看到身旁的陆毅竟然就这么径直的从他们藏身的巨石之后大摇摆的走了出去。楚芊芊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家伙是疯了吗？他们来这里可是偷袭的，他怎么就这么走出去了？他就对自己那么自信的吗？还是在故意坏自己的好事？沙沙，陆毅的脚步踩在山谷的落叶之上，发出了清晰的沙沙声，在今夜这寂静的山谷中显得格外刺耳的声响。谁？寒潭之中那道绝美的身影被这突如其来的脚步声瞬间惊动，他猛地睁开双眼，大喝一声，那反应快到了极致。只见他猛地回过身，看也不看，便伸出那洁白如玉的手掌，朝着身前的水面狠狠的一拍。轰！一声巨响，整个寒潭的水面仿佛被投入了一颗炸弹，一阵冲天的水雾混合着冰冷的寒气轰然爆发开来，如同最浓郁的浓雾，瞬间便遮挡住了山谷中央的全部视线。待到那漫天的水雾缓缓散去，寒潭的水面之上早已不见了方才那具诱人的胴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身穿一袭纯白长裙，手持一柄散发着森然寒气的长剑，面若冰霜的绝色女子正凌空立于那寒潭之上。陆毅这时才真正看清了这位瑶池圣女的真容，他的眼中闪过了一丝难以掩饰的惊艳。楚芊芊的五官容貌与楚芊芊生的一般无二，同样是那种足以颠倒众生的角色，但两人的气质却是截然相反，判若两人。如果说楚芊芊是那盛开在暗夜之中引诱人堕落的妖艳玫瑰，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勾魂夺魄的魅意，那么眼前的楚芊芊便是那天山之巅万古不化的圣洁雪莲。她面若冰霜，肌肤胜雪，一双眼眸清冷到了极点，仿佛不带丝毫的人间烟火气。她就这么静静地立在那里，便自有一股出尘绝世、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让人在她面前甚至不敢生出半点亵渎之心。只不过因为是仓促之间换上的衣物，那身本该飘逸出尘的白色长裙此刻正紧紧地贴在她的身体之上，将那玲珑有致、曼妙起伏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反倒是别具一番风味。唉，陆毅看着眼前这一幕，不由得在心中默默地感叹了一句：这修仙之人穿衣服怎么都那么快的嘛？上次那个冷凝霜是这样，这个楚芊芊也是这样，真是可惜了。你是什么人？楚芊芊那冰冷刺骨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了陆毅的身上，她警惕地打量着这个突然闯入自己境地的陌生男人，她的心中此刻早已是杀意沸腾。呵呵。就在此时，一阵充满了戏谑与嘲弄的娇笑声从一旁的密林之中传了出来。楚芊芊扭动着那妖娆的腰肢，也笑着从藏身处缓缓走了出来。既然陆毅选择光明正大的偷袭，那自己也不能丢份啊。他斜斜地倚在了一棵大树之上，笑眯眯地看着寒潭上那位如临大敌的妹妹。我亲爱的妹妹，好久不见啊，有没有想姐姐我啊？寒月谷中气氛瞬间凝固，楚芊芊看着那个从阴影中缓缓走出，脸上挂着媚笑的自己的好姐姐，又看了看旁边那个气息内敛、面容英俊的陌生男子，她的眉头不由得紧紧锁了起来。她的心中没有半分姐妹重逢的喜悦，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警惕与不悦。她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目光，率先开口质问道：楚芊芊，你是如何知道我在这里的？随即她的目光又落在了陆毅的身上，语气变得更加不善。还有，你好大的胆子，竟还半夜三更带着个野男人前来。哥。楚芊芊并不在意他那高高在上的态度，反而掩嘴娇笑了起来。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就不必管了。他的笑容猛然一收，眼神变得充满了侵略性。你只需要知道，我今天是来抓你的就可以了。抓我？楚芊芊听了这话，不由得有些想不通。她这个天赋平平、修为低下的废柴姐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信了？难不成是因为……她的目光再次落在了陆毅的身上，她仔仔细细地将陆毅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长相嘛，确实是世所罕见的出众，甚至连她自己在第一眼看到时都微微地怔了一下。但气息内敛到了极点，根本看不出深浅，看年纪应该也跟自己差不多。于是他下意识便得出了判断，中看不中用的小白脸罢了。想通了这一点，楚芊芊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冰冷的讥讽，她冷笑一声，下意识的便开始嘲讽了起来。怎么，
自己没本事，打不过我，就从你们合欢宗带个男人来。难不成你是打算用美男计吗？随即，他那充满了轻蔑的眼神在陆毅和楚芊芊二人身上来回扫视着，随后用一种略显傲慢的语气继续说道：“楚芊芊，我劝你少以己夺人。你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像你一样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吗？”这番充满了人身攻击、刻薄到了极点的话语，精准无比地踩中了楚芊芊所有的雷点。你，楚芊芊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她那张本还带着媚笑的俏脸瞬间便涨得通红。楚芊芊，我看你这张嘴是真的欠抽！他怒吼一声，撸起袖子，当即便要催动灵力冲上去跟楚芊芊拼命。然而，一只强而有力的手臂却及时地伸出，拦住了他。冷静点！陆毅无奈地抓住了他的手腕，劝道：“你要是能打得过他，还叫我来这里干嘛？”被陆毅这么一拦，楚芊芊也稍稍冷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确实不是这个妹妹的对手。他虽然停下了脚步，但依旧气得浑身发抖。他咬牙切齿地指着寒潭之上那个一脸傲慢的楚芊芊，对着陆毅说道：“帮我擒住他，不必留手。”他用一种充满了狠辣的语气补充道：“只要别打死了，你怎么折腾都行。”唉，陆毅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上前一步走出了楚芊芊的遮挡。他看着对面那个一脸傲气、手持长剑，依旧用那种看小白脸一样的眼神看着自己的楚芊芊，很是礼貌地拱了拱手，然后说道：“既然如此，圣女大人得罪了。”话音未落，陆毅身上那股一直内敛着的气息陡然一变，一股恐怖的属于不灭境强者的威压，如同苏醒的远古凶兽一般轰然降临。他不再有丝毫的隐藏，身形如电，裹挟着那璀璨夺目的星辰之力，悍然出手，一掌直取寒潭之上的楚芊芊。楚芊芊原本还根本没有将陆毅这个小白脸放在眼里，但当他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让他连呼吸都为之一滞的恐怖威压时，他那张清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惊骇的表情。他瞳孔骤缩，失声惊呼：“不灭境！这怎么可能？”这股威压确实是实打实的不灭境。震惊归震惊，楚芊芊的反应却丝毫不慢。她毕竟是瑶池圣地倾尽资源培养的圣女，战斗经验亦是无比丰富。她娇喝一声，体内那半不归一境的灵力疯狂涌动，手中长剑挽起一道剑花，一道道冰晶屏障瞬间在身前凝结。轰！陆毅那看似随意的一掌与那冰晶屏障悍然相撞，冰晶屏障仅仅支撑了不到一息的时间，便咔嚓一声寸寸碎裂。楚芊芊整个人被那股霸道无比的掌力震得倒飞了出去，在寒潭的水面上踩出了10余道涟漪，才勉强稳住了身形。他只觉得体内气血一阵翻腾，握剑的手臂都在微微发麻。你到底是什么人？他强行压下心中的震撼，厉声质问道：“我瑶池圣地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与这妖女同流合污，与我瑶池圣地为敌？”陆毅摇了摇头，他淡淡的表示：“我只是受你姐姐所托，帮她的小忙而已。此事乃我个人行为，你大可不必上升到宗门派系。当然，如果你硬要上升我，也没办法。”话音未落，他的第二波攻击已然发动。这一次，他不再留手，漫天的星光仿佛受到了牵引，汇聚在他的拳锋之上，一拳轰出，整个寒月谷的空气仿佛都被抽空。楚芊芊见状，心中更是又惊又怒。惊的是对方的实力强悍到了他难以理解的地步，怒的是他那个不知廉耻的姐姐到底是从哪里勾搭来了这等恐怖的强者。他心中更是坐实了楚芊芊那不知检点的形象。面对陆毅这连绵不绝的攻势，楚芊芊只能咬紧牙关，将自身的修为催动到了极致。他身形飘忽，剑法凌厉，试图依靠瑶池圣地的精妙身法与陆毅周旋。然而在不灭境的绝对实力碾压之下，他的所有抵抗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任他如何拼命也改变不了被陆毅压着打的事实。寒月谷之中，灵力激荡，面对陆毅的恐怖实力，楚芊芊心中的震惊无以复加。他知道今日之事绝无善了的可能。楚芊芊手中那柄散发着森然寒气的长剑挽起一道道玄奥的剑花，他那半不归一境的灵力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刹那间，整个寒月谷的温度骤然下降，那本就冰冷的潭水以他为中心，瞬间凝结成了坚冰。无数道锋利无比的冰锥混合着他那凌厉的剑气，铺天盖地般地朝着陆毅席卷而来。然而面对这足以让同阶修士手忙脚乱的攻势，陆毅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波澜，他只是摇了摇头，轻叹了一句：“雕虫小技。”他甚至连脚步都未曾移动半分，只是随意的抬起了右手，一股比楚芊芊的寒气要霸到了千百倍的威压
轰然降临。那璀璨的星辰之力在他的掌心汇聚，仿佛化作了一片浓缩的星域，猛地向前一推。轰！没有丝毫的悬念，那些看起来声势浩大的冰锥与剑气，在接触到陆毅那星辰之力的瞬间，便如同烈日下的骄阳一般，被尽数碾碎蒸发。楚倩倩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从正面袭来，她手中的长剑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哀鸣，险些脱手而出。她整个人再次被这股余波震得倒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那坚硬的寒潭冰面之上，随后噗的一声喷出了一口嫣红的鲜血。败了，败得如此彻底，如此的毫无还手之力。他刚想催动护身玉符逃命，陆毅的身影却已经如鬼魅般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一指点出，精准地封住了他体内的数处大穴，让他再也无法调动起半分灵力。随即陆毅便伸手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将他按在冰面上制服在地。当然陆毅并没有下死手，毕竟他也能看得出楚芊芊之前那句不必留手多半也只是一时的气话，再加上他本身也是很怜香惜玉的，不至于真的对这等绝色美人痛下杀手。但是即便如此，楚倩倩也依然伤得不轻，这主要还是因为她方才抵抗的有些过于激烈了。可即便现在被陆毅死死地制服着，她依旧在不断地扭动着身体，试图挣脱那只如同铁钳一般的大手。放开我！她怒斥道。与此同时，一直在一旁看戏的楚芊芊这才迈着胜利者的步伐，缓缓地来到了二人的身前。她蹲下身来，笑眯眯地看着自己这位狼狈不堪的好妹妹。她伸出手来，用手指在楚倩倩那张沾染了些许尘土却依旧清丽绝伦的脸上挑衅般的拨弄着，嘴里则是用一种充满了快意的声音说道：楚倩倩，你终于落到我手里了。呸！楚倩倩使劲地别过脸，想要摆脱他那充满羞辱的挑弄，但是因为被陆毅死死地制服着，她根本无可奈何。她只能用那双冰冷刺骨的充满了杀意的眼神死死地瞪着楚芊芊，嘴里还不服输地说道：楚芊芊，有本事就放开我，咱们1对1单挑，请人来算什么本事？卑鄙无耻！哎呦，还挺嘴硬的嘛。楚芊芊对他的话丝毫不予理睬，反正结果令自己满意就可以了，过程什么的无所谓。他看着自己这个好妹妹那张还在喋喋不休口吐芬芳的小嘴，直接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个通体漆黑的不知是何材质的黑色圆球，然后他捏开了楚倩倩的下巴，在对方那惊恐的眼神中毫不客气的便将那圆球直接塞到了他的嘴里。闭嘴吧你！被堵住了嘴的楚倩倩只能发出一阵阵屈辱的意义不明的呜咽声。看到这熟悉的造型，一旁的陆毅不由得在心中感叹了一句：好家伙，这种专业的法器都有。咯。楚芊芊则笑了笑，表示这才哪到哪，姐姐我可是给她准备了许多好东西呢。只见她得意地站起身，又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捆通体金色还泛着阵阵流光的奇异绳索，随后她另一只手掐动法诀，口中念念有词，那捆绳索竟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嗖的一声直接朝着地上的楚倩倩飞了过去。3下5除2，在那金光的缠绕之下，楚倩倩便被捆了个结结实实，赫然是一个极其标准又充满了羞辱意味的绑法。行了，可以放开她了。楚芊芊满意的说道。陆毅闻言也松开了那一直制服着楚倩倩的手。陆毅刚一起身，楚倩倩便开始在地上拼了命的挣扎了起来。可是她越是挣扎，那金色的绳索就捆得越紧，越是捆得紧，就越是明显的勾勒出了她那玲珑曼妙、令人血脉奋张的窈窕身段。最终她只能无力的放弃了挣扎，但是她那双冰冷的眼眸之中所迸发出的杀意却仿佛要溢出来一般，恨不得将眼前的二人千刀万剐。陆毅在一旁欣赏着这幅美景，不禁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他心中想到：好法宝啊，这绳子必须得想办法弄到手。然后他便看到楚芊芊走上前去，他看着地上那如同待宰羔羊般的楚倩倩，脸上的笑容愈发的得意。他猛地抬起手，朝着楚倩倩的身后甩手就是一巴掌。啪！一声清脆无比的声响在寂静的寒月谷中回荡开来。楚倩倩被这突如其来的羞辱刺激的浑身一颤，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屈辱的呜咽。哼，让你再嘴硬！楚芊芊打完之后，便又开始在楚倩倩的身上仔细地摸索了起来。他将楚倩倩手指上的储物戒指、腰间的玉佩，乃至发髻中的一根玉簪之类的东西，全部都取了下来，扔到了地上。你这是？陆毅有些不解。以防万一，楚芊芊解释道。我可得防止他趁我们不备耍什么花样。
这要是把瑶池圣地的那些老怪物给招来了，那咱们可就真的不好收场了。把东西都拆下来之后，楚芊芊这才满意的拍了拍手，然后他转过头拍了拍陆毅的肩膀，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道：行了，货物打包完毕，之后就麻烦你把它扛回去了。陆毅闻言看了一眼地上那被捆得严严实实，正用杀人般的目光瞪着自己的楚芊芊，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不麻烦，乐意至极。然后他便弯下腰，在楚芊芊那不敢置信的目光中，一把便将她那娇柔的身躯如同扛麻袋一般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之上。陆毅将楚芊芊那具十分柔软却又因为愤怒而显得有些僵硬的身体毫不在意地扛在了肩膀上，两人便不再于这寒月谷中停留，准备返回合欢宗。走这边。楚芊芊指了一个与来时不同的方向，这一次两人走的便是一条稍微绕远一些的隐蔽路线了。毕竟多扛了这么一个大活人，还是瑶池圣地的圣女，潜伏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再走原路风险太大。因为距离本就遥远，再加上又刻意绕路的缘故，等他们二人悄无声息地重新潜回到合欢宗的圣女殿时，东方的天际已经泛起了一抹鱼肚白，天色渐亮了。两人刚在圣女殿前的空地之中落地，没想到他们才刚一站稳，客房所在区域的大门便被人从内推开了。武明月和晴儿、梁小芝正从里面走了出来。武明月揉着自己那惺忪的睡眼，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一副完全没睡醒的样子。显然他是被一旁精神抖擞的晴儿给硬生生从被窝里拽起来的。陆毅看着他们俩，有些疑惑地询问道：你们二人起这么早干什么去？师尊，还不是师姐了。武明月一见到陆毅，立刻便撅着小嘴上前来抱怨道：师尊，你也不管他，天都还没亮呢，他就把我给拽起来了，非要拉着我陪他一起去修炼。他一边抱怨着，一边又忍不住打了个哈欠。睡眠不足可是会长不高的。陆毅闻言看着他那副娇憨可爱的模样，也是鬼使神差的就来了一句：长不高其实也挺好的啊。武明月被他这句没头没尾的话给弄得一愣，硬是没有反应过来。陆毅也意识到自己似乎说了什么奇怪的话，随后他略显尴尬的轻咳了一声，强行转移了他们的注意。而就在这时，一旁的晴儿也终于注意到了陆毅肩膀上那个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身影，他好奇地凑近了一些，歪着小脑袋询问道：师尊，这个人是谁啊？他是犯了什么过错吗？怎么被捆成这个样子？咦？武明月闻言也立刻注意到了，陆毅的肩上竟然还扛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他那点仅存的困意瞬间便被这股熊熊燃烧的八卦之火给驱散得一干二净。梁小芝立刻便凑近了过来，开始好奇地围着陆毅打量起了他肩上的楚芊芊。哇，师尊，你这捆人的手法好别致啊。武明月一边感叹着，一边还伸出自己那罪恶的小手，忍不住的在那被金色绳索勒得紧紧的勾勒出诱人曲线的皮肤上戳了戳。呜呜！楚芊芊被他们二人如同观赏珍奇动物一般的围观，更是觉得羞耻到了极点。她拼命地扭动着身体，试图挣扎，口中也发出了愤怒的呜咽声。而一直围观的晴儿在凑近了之后，却忽然停下了动作。她的小鼻子在空气中轻轻地嗅了嗅，她感觉眼前这个被捆着的正在不断挣扎的姐姐身上似乎有种十分吸引自己的感觉，那是一种很奇妙的让她感觉很舒服很渴望的味道。于是她便凑得更近了一点，闭上眼睛又仔细地感受了一下之后，才用一种带着几分困惑的语气说了一句：这个姐姐身上好香啊。她无法形容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吸引力，只能将这种莫名的感觉简单地描述成了气味。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陆毅在听到晴儿这句话时，心中便瞬间了然了。看来这应该是晴儿在吸收了五阳的气运成长了之后，她本身对于气运本身的感知能力也随之更进了一步所带来的效果。他看着那个还在不断挣扎的楚芊芊，心中暗道：看来这位瑶池圣女也确实是个大气运之人啊。那么这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在瑶池圣地之中也同样存在着天命之人，或者说他本身就是另一位天命之人呢？不过还没等他来得及想太多，一旁的楚芊芊便已经不耐烦地走了过来。他可没兴趣看这两个小丫头在这里围观自己的战利品，他直接从陆毅的肩上接过了楚芊芊，然后便毫不客气地将她扔在了冰冷的地上。随后他才拍了拍手，对着陆毅露出了一个妩媚的笑容，说道：好了，陆大圣子，这一晚上也辛苦你了，你快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说不定之后还有你的专场呢。他顿了顿，低头看了一眼地上那正用杀人般的目光瞪着自己的好妹妹，他脸上的笑容变得愈发兴奋与期待。
接下来该轮到我和我这位好妹妹好好的算一算账了。陆毅看着他那副充满了兴奋与期待的眼神，硬是感觉自己的脊背都有些发凉了。估计楚倩倩接下来可有的受了。然后楚倩倩便被他就这么一路拖着，朝着圣女殿的深处，那座专门为他准备的惩戒室拖了过去。在接下来的几天之中，楚芊芊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露过面。陆毅猜想，他大概是正忙着去好好的招待他那位好妹妹了。这可让陆毅的心里感觉有些痒痒的，毕竟他还是十分好奇，楚芊芊到底能有什么新奇的花样来整一整那位高高在上的瑶池圣女。不过在这3天之中，他自己倒也没有闲着，合欢宗的藏书阁典藏可是非常丰富的。陆毅基本每天都会抽时间过去进行一番深入的学习，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全新的感悟和收获。只是这可就苦了灵儿了，这3天的时间里，他基本上就没怎么出过房门，每日都在尽职尽责地陪着自家主人实践那些刚刚才学到的新知识。这一天深夜，陆毅又与灵儿深入的交流完了今日的学习经验之后，看着那再次陷入了熟睡，脸上还带着几分疲惫的灵儿，陆毅不由得摇了摇头。他心中暗自感叹，看来还是得抓紧时间督促一下这妮子的修炼进度了。不灭境与子府境这3个大境界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他确实是有点跟不上自己的学习进度了。他轻手轻脚地帮灵儿盖好了被子，随即便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推门而出，准备返回自己的房间。夜色已深，圣女殿内一片寂静，而就在他路过隔壁冷凝霜所居住的房间时，却不由得感觉有些诧异。前2天的时候，陆毅路过此地都还能清晰地感应到冷凝霜正在房间之中闭关修炼。他身上那股属于不灭境强者的灵气波动，虽然平稳，却也时常溢散而出，甚至他还时不时的能感应到他体内那股灵气在运行时，不知为何会产生一丝丝紊乱的波动。然而不知为何，今天晚上他的房间里却变得格外宁静，连一丝一毫的灵力波动都感应不到了。陆毅对此也没有想太多，只当他是修炼结束了。随后他便径直地朝着自己所居住的那间主客房走了过去。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等他靠近自己房间的时候，却赫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他的房门前来回地徘徊着。那副模样似乎是心中有什么要事，犹豫着要不要敲门。正是冷凝霜。陆毅看着他那副犹豫不决的背影，心中一动，他立刻隐匿了自己的所有气息，如同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靠近到了他的身后。然后他便将头凑近到了他那白皙如玉的耳畔，压低了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师姑，这么晚了，这是有事要找我吗？呀！冷凝霜本就因为在想事情而心神不宁，根本没有注意到周围的动静，被陆毅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和耳边传来的那股温热吐息给当场吓了一大跳。他惊呼一声，急忙转过身来，后背砰的一声便紧紧地贴在了冰冷的门板之上。他看着眼前这张近在咫尺的带着几分戏谑笑意的英俊脸庞，嘴里则是结结巴巴地掩饰着自己的慌乱。你怎么走路没声音的？他随即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强行辩解道：我只是路过。你不在房间里啊？哦，路过啊。陆毅则笑眯眯地又向前逼近了半分。他看着冷凝霜那张因为紧张和羞耻而泛起了红晕的俏脸，开口调侃道：我刚从灵儿那边过来，帮他检查了一下学习成果，这2天不都是这样的吗？师姑，你难道不清楚？他的声音回荡在安静的走廊中。冷凝霜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真是急昏了头了。他竟然忘了这2天陆毅这家伙一到了晚上就会跑去自己隔壁跟那个侍女厮混。他那张本就泛红的脸颊此刻更是烫得吓人。他本想出声训诫一下陆毅，让他平时收敛一点，不要总是弄出各种奇怪的声音影响自己修炼。不过还没等他来得及从这股尴尬之中多做反应，陆毅便又继续明知故问一般的询问道：所以师姑，你这大半夜的不在房里休息，跑到我这门口来，到底是有什么事吗？我令陆毅都有些出乎预料的是，一向清冷果决的冷凝霜此刻竟然也变得支支吾吾了起来，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他那双清冷的眼眸也不敢与陆毅对视，只是飘忽不定的在四周游移着。最后他像是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一般，转移话题道：楚芊芊呢？他这几日去哪儿了？我有些事情想要问他。其实冷凝霜的这个借口倒也不能完全是借口，毕竟他之所以会大半夜的跑到陆毅的房门前来犹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找不到楚芊芊了。之所以要找楚芊芊，便是因为
自从那日与陆毅双修完成之后，随后的这几天里，虽说他体内的寒症确实是没有再爆发过了，他的体质似乎也趋于了完整，但是他在修炼的时候却总是感觉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怪异感在体内流窜，灵力运转之时也总是静不下心来。本来他对此事并没有怎么在意，毕竟只要不经历寒气爆发的痛苦，稍微有一些后遗症什么的也无所谓了。可是到了最近这2天，他就感觉愈发不对劲了。他发现自己就算是不修炼的时候，身体里也总是会没来由的升起一股莫名的躁动之感，任凭他再怎么心大，也多少感觉出来，这绝对是有些不对劲了，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他便着急的准备去找罪魁祸首楚芊芊，询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楚芊芊那个妖女也不知是跑到哪里去了，这几天竟然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了，而他体内那股莫名的躁动感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的强烈了起来。无奈之下，他只能来找陆毅了。毕竟陆毅是当事人，他想问问他有没有和自己一样的奇怪的感觉。陆毅看着冷凝霜那副急于寻找楚芊芊的模样，他自然也知道这绝不是他此行前来的真正目的。不过他还是顺着他的话回答了他的问题。陆毅摸了摸下巴，佯装出思考了一会儿的样子，然后才缓缓说道：楚芊芊啊，她最近应该还在忙着算账吧，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你应该是见不到她了。不过嘛，他估算了一下时间，师姑你也别太担心，最迟再过个10几20天，她应该就必然会出现的。毕竟到时候瑶池仙境的名额比试就要开始了。不过令陆毅也有些好奇的是，到时候楚芊芊到底会怎么处理楚芊芊呢？是就这么放她离开，还是有什么别的安排呢？陆毅还在心中暗自期待着后续的好戏，而听到他这个回答的冷凝霜则是愈发的着急了起来。他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惊呼：还要那么久吗？冷凝霜现在感觉自己每多等一天都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煎熬，他体内那股莫名的躁动之感每一天都在随时间加深，若是真的再等个10几20天，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实在是难以想象。陆毅看着他这副焦急万分甚至都有些失态了的模样，便询问道：怎么了？师姑，你找楚芊芊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冷凝霜被他这么一问又是一噎，他总不能说自己是因为身体出了问题才来找那个妖女的吧。他思索了一会儿，终于还是咬了咬牙。事到如今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只能拐弯抹角地向陆毅这个当事人询问一下情况了。随后他支支吾吾地用一种不自然的语气开口询问道：陆毅，我问你，就是上次我们那啥了之后，你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奇怪的感觉？陆毅听着他这模棱两可的问话，也立刻就明白过来，他问的是关于上次双修的事情。不过他还有一些纳闷，冷凝霜怎么突然这么在乎自己的感受了？难不成是良心发现，特地跑来做个事后调查，关心一下自己的用户体验？陆毅的脑海中立刻便浮现出了那场激战，他很是认真地回味了一番，然后抬起头看着冷凝霜那张正充满了紧张与期待的俏脸，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感觉吗？倒是挺好的。他顿了顿，继续点评道：就是感觉，师姑你的动作实在是太僵硬了，缺乏了那么几分灵动感，而且你还总是喜欢自己在上面。呸呸呸！冷凝霜本来还对他接下来的回答抱有一丝期待，想着他会不会也跟自己一样同病相怜，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混蛋竟然会当着自己的面如此一本正经地开始点评起了中途的那些感受。他瞬间就绷不住了，他急忙上前一步，伸出手死死地捂住了陆毅那张喋喋不休的嘴。你闭嘴！他红着一张俏脸又羞又怒地训斥道：谁问你这个感受了？我问的是你这几天身体上有没有感觉怪怪的？就比如有没有那种无法静心修炼之类的感觉？陆毅被他捂着嘴发出了2声意义不明的声音。冷凝霜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动作有些不妥，又急忙收回了手。陆毅这才回过味来：哦，原来你是问这个啊。他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我还以为你是对自己那天的表现不满意，特地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呢。你还说？冷凝霜气的又想抬手去打他。好了，不逗你了。陆毅见他真的快要炸毛了，也收起了那副调侃的嘴脸。他仔细的想了想，然后很是诚实的回答了冷凝霜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啊。他摊了摊手，继续说道：我这几天修炼起来感觉是神清气爽，一日千里。你看我都已经不灭境了。随后他更是反问道：
怎么，师姑你有什么奇怪的感觉吗？冷凝霜听到陆毅这干脆利落的回答，则是彻底陷入了沉思。他没有。那岂不是说真的是自己这边出了问题，还是说是楚芊芊给自己的那部功法有什么问题？随后他便猛地回想起了之前楚芊芊说过的那句话，这种事嘛，就如同修炼，必须得有来有回，有采有补，阴阳相济，才能长久。难不成是因为自己上次光顾着救人，只运行了那功法之中补的那一半法门，而自己这边却是只补不采，所以才导致了阴阳失调。冷凝霜觉得自己似乎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那该怎么办？难不成要再来一次？而且这一次还要把那采的法门也给一并。随即他便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了眼前的陆毅，陆毅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怪异的目光看得也是一脸懵逼。冷凝霜的心中陷入了天人交战，毕竟上一次那是情况紧急，为了救人纯属意外，自己也跟陆毅说他们已经两清了，那如果再来一次的话，自己又该怎么解释？难不成要自己主动开口告诉陆毅是自己想要了？不行，他急忙摇了摇头，将这个可怕的念头甩出了脑海。太不羞耻了，更何况自己也还没弄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原因。想到这里，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想法有些太激进了，还是得先弄清楚到底是不是因为那部功法的原因。对，先搞清楚功法的问题。他打定了主意，也不再犹豫，他一把便抓住了陆毅的胳膊，走，跟我进屋。随后也不管陆毅那一脸懵逼的表情，便拽着他走进了他的房间。砰的一声，房门被重重关上。还没等陆毅反应过来，冷凝霜便一把将他按在了房内的椅子上。他的神色慌乱而急促，一把抓起陆毅的手，命令道：快给我输送灵力。就像上次那样。陆毅虽然满头雾水，被这一连串的操作搞得有些发懵，但看着他那副火急火燎的样子，还是乖乖照做了。行，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陆毅心念一动，调动体内的星辰仙力，顺着掌心缓缓渡入冷凝霜的体内。随着那一丝丝至阳至刚的灵力入体，冷凝霜紧皱的眉头微微舒展。他感觉到体内那股如同猫抓般的莫名躁动，在星辰之力的安抚下，果然得到了一丝缓解。他在心中暗道一声，果然如此，看来真的是阴阳失调了。然而这种缓解仅仅持续了片刻，那股躁动感虽然减弱了一些，却依旧顽固地盘踞在丹田深处，甚至因为尝到了一些甜头，反弹得更加厉害了，并没有办法彻底根除。冷凝霜眉头紧锁，心中一沉，看来单纯的灵力输送只是治标不治本。正如楚芊芊那个妖女所言，想要彻底解决阴阳失调留下的隐患，必须完成灵力的循环。换句话说，上次是他补给了陆毅，这次必须轮到他采回来，也就是必须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双修才行。冷凝霜松开了陆毅的手，背过身去，他的胸口剧烈起伏，陷入了极大的心理挣扎。陆毅毕竟是他的师侄，而且上次那是情况危急，纯属意外，这次若是自己主动，那性质可就完全变了。那成什么了？羞耻感让他几乎想要夺门而逃，这简直是把自己作为师姑的尊严踩在脚底下。但是体内那股如同复古之躯般的躁动，又让他时刻处于煎熬之中。如果不解决，日后且不说修为进困难，搞不好还会走火入魔。他深吸一口气，开始疯狂地在心中进行自我攻略。我是为了解决隐患，我是为了修炼。没错，这一切都是为了修炼。修仙者不拘小节，何必在意世俗的眼光？对，都是为了修炼。最终他终于还是说服了自己。冷凝霜眼神一凝，那一瞬间，他仿佛将所有的羞耻心都封印了起来，整个人都切换到了求道者模式。他猛地转身，趁陆毅还在发愣，不知他在搞什么名堂的时候，他一把抓住了陆毅的衣领，凭借着不灭境巅峰的修为优势，手臂发力，直接将毫无防备的陆毅推倒在了身后的床榻之上。卧槽！陆毅被摔得七荤八素，刚想调侃两句，却突然感觉眼前一黑，一条冷凝霜不知从何处取出的丝带紧紧地蒙住了陆毅的双眼，还顺道在他的脑后打了个结。冷凝霜的手指微微颤抖，虽然他知道到了他们这个境界，神识一扫便知万物，蒙眼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这层薄薄的丝带至少能让他不用直视待会儿陆毅可想而知的眼神，这是他保留的最后的一丝遮羞布，仿佛只要陆毅看不见，这就不是他主动一样。随后陆毅便感觉到一阵凉风袭来，伴随着细微的摩擦声，某种束缚被解除了。
那股熟悉的带着淡淡冷香的气息，混合着些许因紧张而颤抖的体温，缓缓逼近，来到他的上方。耳边还传来了冷凝霜那强作镇定的支支吾吾声。你放心，这一次我会注意一点，避免出现上次那种状况。他是好意，是想表达自己会把握好分寸，但是这话听在陆毅耳朵里可就变了味儿了。什么叫避免出现上次的状况？这是在质疑他的实力吗？这是在看不起谁呢？上次那是境界差距太大，加上他毫无防备被偷袭，现在他可是堂堂不灭境强者，同阶一战，谁怕谁啊？陆毅的嘴角勾起了一抹不服输的笑容。既然师姑都这么主动了，还敢出言挑衅，那自己岂能示弱？现在大家都在不灭境，虽然有些小差距，但这一次可是公平竞争。师姑话可别说得太满。他也没有多说别的，他打算用行动回应冷凝霜的挑衅。你要战，我便战，战斗爽，实践出真知，今日定要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导者。随着两人气息的交融，修炼正式开始。冷凝霜强忍着那足以让他昏厥的羞耻感，按照记忆中楚芊芊所给的功法路线，开始生涩地引导着体内的灵力运行。这一次不再是单纯的补了，而是在两人的经脉之间构成了完整的大循环。功法刚一开始运转，冷凝霜便有些震惊地瞪大了眼睛。那股折磨了他数日，如同复古之躯般的躁动之感，在二人灵力交汇的瞬间，竟如同残雪遇骄阳般被迅速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前所未有的安宁。那种感觉对于被折磨的寝食难安的他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原本因躁动而滞涩的经脉瞬间通畅，灵气在体内奔腾欢呼。他感觉经脉中灵气的运转速度竟然比平日里苦修都快了几成，修为的瓶颈竟然在这一刻也有了松动的迹象。这么高效吗？冷凝霜心中那一丝仅存的理智防线，在巨大的修炼红利面前逐渐开始崩塌。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修仙者对此趋之若鹜了，也逐渐明白合欢宗这种宗门能屹立不倒的原因了。这种修炼方式简直就是在作弊。尝到了甜头，身体的本能开始逐渐压制了原本的羞耻。为了追求更极致的灵力冲刷，为了追求那种令灵魂都在颤抖的舒畅感，冷凝霜下意识地加快了功法的运行速度。这令陆毅也有些没有想到，一上来就整那么高强度的吗？这是想闹哪样？这一刻的冷凝霜仿佛化身为了一个贪婪的求道者。次日清晨，吱呀，房门被人从里面缓缓打开。陆毅一手扶着酸痛的老腰，一手扶着门框，脚步略显虚浮地走了出来。他深吸了一口清晨的新鲜空气，感觉双腿还有些发软。这一天2场高强度战斗，哪怕是不灭境的星辰仙体也顶不住啊！陆毅在心中暗暗感叹。他回头看了一眼屋内，床榻之上，冷凝霜还在沉睡。他那张清冷的脸庞上依旧带着未退的红晕，显然是昨晚真的累坏了。看着他这副毫无防备的模样，陆毅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胜利者的微笑。虽然过程极其艰难，还险些就在这阴沟里翻了船，但最终还是他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技巧，成功翻身做主，拿下了这场极其艰难的攻坚战的胜利。这波不亏。陆毅并没有叫醒冷凝霜，而是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房门，打算让他好好休息一番。关好门后，陆毅站在走廊上，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正准备去庭院里透透气，顺便恢复一下体力。然而他的眼角余光一扫，忽然看到走廊的深处正走来2道极其相似的身影，正是楚芊芊与楚倩倩姐妹俩。走在前面的楚芊芊此刻正昂首挺胸，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她的手里还牵着一根金光闪闪的绳子，而绳子的另一端则系在身后楚倩倩的手腕上，像牵着俘虏一样牵着她。陆毅定睛一看楚芊芊现在的模样，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只见这位平日里妖艳动人的合欢宗圣女，此刻却顶着2个巨大的黑眼圈，脸色苍白如纸，仿佛身体被掏空，但是她的精神却处于一种极其诡异的亢奋状态。那双桃花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副模样像极了在网吧里熬了几个通宵，刚刚打完 BOSS 爆出神装的网瘾少女。而在看跟在她后面的楚倩倩，那造型更是令人遐想连篇。她虽然已经换回了原本那身标志性的白色长裙，但那衣服此刻却是皱皱巴巴的，显然是胡乱套上去的。她那一头原本柔顺的长发，此刻也是凌乱不堪，如同鸡窝一般。原本高傲清冷的脸上写满了深深的疲惫与难以言喻的屈辱。她正死死地咬着牙盯着前方的楚芊芊，眼神如果能杀人，前面的楚芊芊恐怕已经被凌迟了800遍了。看着楚倩倩这副仿佛被玩坏了的凄惨造型，陆毅不由得开始脑补起这几天在密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2人很快便走到了近前，楚芊芊一看到陆毅，立刻兴奋地挥了挥手，
打起了招呼。哟，起这么早呀？他上下打量了陆毅一眼，随后便露出了那副标志性的坏笑。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脚步还有点虚，是不是昨晚累着了？陆毅没理会他的调侃，而是凑近了些，压低声音问道：你这是调教完了？哪有那么容易？楚芊芊摊了摊手，毫无形象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你想多了，这才哪到哪啊？他的骨头硬得很，嘴也硬得很，若是这么几天就屈服了，未免有些太小瞧他了。陆毅闻言有些疑惑，那你这是要带他去哪？游街示众？当然不是。楚芊芊摇了摇头，解释道：我是打算先把他放回去。放回去？陆毅更不解了，她毕竟是瑶池圣地的圣女，要是失踪太久，那帮老家伙肯定会起疑心的。楚芊芊虽然疯，但还没疯到失去理智，万一查到我们合欢宗头上，那麻烦可就大了，咱们以后也就没得玩了。那你这算不算半途而废？陆毅看了看楚芊芊，觉得有些可惜，费这么大劲抓回来，就这么放了？你能甘心？谁说我甘心了？楚芊芊神秘一笑，伸出手拍了拍陆毅的胸口。放心吧，我像是那种做亏本买卖的人吗？放他回去是为了以后能玩得更久。说罢，他也不再多解释。他转过身，松开了手中的捆仙绳，并示意陆毅上前：麻烦搭把手，帮他把经脉解开吧。毕竟是你封的，我解起来太费劲。陆毅依言照做。他走上前，伸出手指点在了楚芊芊的几处大穴之上。在他的指尖处碰到楚芊芊身体的那一刻，能明显感觉到对方的身体猛地一颤。随着陆毅收回灵力，楚芊芊体内的灵力开始重新流动。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不可置信地抬起头看着楚芊芊。他显然也没想到，这个疯女人竟然真的肯放自己走。看什么看？还不快滚！楚芊芊一脸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像赶苍蝇一样赶紧滚吧。要是敢乱说话，透露半个字，你知道后果的。楚芊芊眼神闪烁，虽然这几日的羞耻经历是她一生的噩梦，但她绝不会就此屈服。她在心中疯狂地咆哮着：放我走！楚芊芊，这是你这辈子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只要让我回到瑶池圣地，我看你还怎么抓我。这几天的屈辱，这笔账我迟早要100倍、1000倍的奉还给你们这对狗男女。虽然心中愿意滔天，但他表面上却没有多说一个字。他生怕自己多说一句，楚芊芊就会反悔。于是他二话不说，转身便运转起刚刚恢复的灵力，准备御空离去。哪怕1秒钟，他都不想在这个魔窟多待。然而就在他刚刚转身，脚尖刚刚离的准备起飞的时候，身后传来了楚芊芊那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我的好妹妹，可别忘了，记得7天回来一次哦，不然姐姐可不敢保证你的身体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楚芊芊脚下不停，心中却是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回去做梦去吧，只要我踏出这里一步，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来，别说7天，700年都不可能。他将灵力催动到极致，身形化作一道白虹，眼看就要飞出院墙。看着楚芊芊即将逃离的背影，陆毅有些担忧地看向楚芊芊：你就这么让他走了？万一他真不回来怎么办？却见楚芊芊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了一块紫色的玉佩，那玉佩上刻着诡异的花纹，散发着淡淡的光芒。他手指轻轻摩挲着玉佩，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嘴里开始轻声倒数：3、2、1，倒。随着那个清脆的倒字出口，半空之中刚飞身而起的楚芊芊脸色骤然一变，她忽然感觉小腹深处猛地窜起一股异样感，那感觉来得毫无征兆，却又猛烈无比，仿佛有1000万只蚂蚁在爬动。紧接着她全身刚刚凝聚起的灵力瞬间溃散。啊！她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双腿一软，扑通一声，她整个人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毫无形象地从半空中摔了下来。哎呀呀，好妹妹，你怎么还不走啊？是不舍得走了吗？楚芊芊得意地晃了晃手中的玉佩，随后她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到了趴在地上挣扎的楚芊芊面前。她蹲下身，看着满脸冷汗、痛苦不堪的妹妹，笑得像只偷腥成功的狐狸。你看，我就说你会舍不得姐姐我吧，这合欢是新谷的滋味，不错吧？随着楚芊芊将那块紫色的玉佩重新收回怀中，那一股异样感才终于如潮水般缓缓退去。楚芊芊趴在地上，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已经被冷汗浸透，身体还在因为刚才那异样感而微微抽搐着。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她艰难地用手撑起上半身，随后抬起头询问楚芊芊到底对自己干了什么。楚芊芊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就像是在欣赏一件自己亲手雕琢的作品。她晃了晃手中那块紫色的玉佩，脸上挂着那楚芊恨得牙痒痒的媚笑。没什么，只是姐姐怕妹妹你在外面玩野了心，忘了家里还有个姐姐在等你。
所以嘛，特地给你种下了一只合欢氏新骨而已。合欢氏新骨。楚倩倩闻言，瞳孔猛地一缩，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楚芊芊很满意她这副恐惧的表情，继续慢条斯理地解释着：这小东西啊，平时很乖的，只要你听话，它不仅无害，甚至还能帮你温养经脉。但是呢，它有个小毛病，就是每隔7日就会发作一次。若是没有我手中这块母骨玉佩进行压制和安抚，那你就会一直体验到刚才那种感觉。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有些冰冷，而且这种感觉会一次比一次强烈，直到你无法忍受为止。说完，他蹲下身，伸出一根手指，轻佻地挑起了楚倩倩那尖翘的下巴，语气温柔的，仿佛真的是在叮嘱离家的妹妹，却令人不寒而栗。所以啊，我的好妹妹，以后可要记得常回家看看哦。要是迟到了，姐姐可不保证你能扛得过去。楚倩倩死死地咬着嘴唇，直到口腔中尝到了一股铁锈般的血腥味。屈辱，前所未有的屈辱。她堂堂瑶池圣女，天之娇女，不仅被她捆在密室里受尽了羞辱，事到如今竟然连命都被这个她曾经最看不起的姐姐给拿捏在了手里。她很想有骨气的怒骂回去，很想大喊一声有种你就杀了我，可是那种柔筋蚀骨的余韵还在身体里回荡，让她连一句狠话都不敢再说出口。她知道自己这次是彻底栽了，现在放任何狠话都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她只能低下头，用沉默来掩饰自己眼底那快要溢出来的恨意与妥协。见她这副模样，楚芊芊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她站起身，像赶苍蝇一样大发慈悲地挥了挥手：行了，既然明白了，那就滚吧，别让你那个老不死的师尊等急了。要是他发现你失踪太久找上门来，那可就不好玩了。楚倩倩深吸了一口气，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和内心的屈辱，她踉跄着从地上爬了起来，甚至没敢再多看楚芊芊和一旁看戏的陆毅一眼。她直接架起盾光，身形有些歪歪扭扭的冲天而起，头也不回地朝着瑶池圣地的方向疾驰而去，那背影显得无比的狼狈与仓皇。陆毅站在一旁，目送着楚倩倩那仿佛逃命般离去的背影，不由得咂了咂嘴，感叹道：啧啧，真是姐妹情深啊。那是当然。楚芊芊得意地收起玉佩，转过头对着陆毅抛了个媚眼，毕竟血浓于水嘛，不过这蛊虫的作用可没那么简单哦。高空之上，楚倩倩驾驭着飞剑，将速度催动到了极致，凛冽的罡风在耳边呼啸，刮得她脸颊生疼，但她却仿佛毫无知觉。她现在心乱如麻，虽然逃出了那个魔窟，重新获得了自由，但她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快意。她只觉得自己脖子上仿佛被套上了一道无形的枷锁，那道枷锁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的收紧，让她感到一种沉重的窒息感。7天，只有7天，难道自己以后真的要每隔7天就去那个魔窟对着楚芊芊摇尾乞怜吗？不，绝不，一定会有办法的，师尊一定有办法解开这个蛊毒。怀着这样忐忑而又复杂的心情，经过数个时辰的全力飞行，他终于抵达了瑶池圣地的地界。看着眼前那熟悉的云雾缭绕、仙气飘飘的山门，以往那种回家的安心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做贼心虚般的惶恐。他刻意避开了正门那些守山弟子的视线，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属于自己的圣女峰上。然而他前脚才刚落地，还没来得及换下身上那件满是褶皱与尘土的衣服，洗去这一身的疲惫与屈辱，咻，一道流光便破空而来，悬停在了他的面前。那是一柄散发着森然寒气的传讯飞剑，剑柄上刻着独特的瑶池莲花纹路，那是师尊身边的贴身飞剑。楚倩倩的心中猛地一紧，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她颤抖着手点开了飞剑上的传讯禁制，一道冰冷、威严、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声音从飞剑中传出：速来瑶池大殿见我。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让楚倩倩如同坠入了冰窖。糟了，她暗道一声不好，师尊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自己回来了？难道自己失踪的事情已经暴露了？她根本来不及多想，甚至连衣服都顾不上换，只能简单的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便匆匆忙忙的架起盾光，朝着主峰的瑶池大殿赶去。瑶池大殿，宏伟的大殿内寒气逼人。此刻大殿正上方那张象征着至高权力的寒玉宝座之上，正端坐着一位身着华丽宫装的美妇人，她便是瑶池圣地当代的宗主洛倾城。她容貌绝美，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看起来不过30多岁，但她周身却散发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威严。那双眼眸深邃而冷漠，仿佛世间万物在她眼中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她修炼的乃是瑶池圣地最高深的无情道法断情绝爱，太上忘情，这也造就了她严厉苛责、近乎不近人情的性格。
在他的激威之下，整个瑶池圣地上下无人不惧。楚倩倩快步走进大殿，她甚至不敢抬头看一眼宝座上的师尊，便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大殿中央。弟子楚倩倩拜见师尊。哼！回应他的是一声冰冷的冷哼。随着这声冷哼，大殿内的温度仿佛瞬间下降了好几度，这更是令楚倩倩感觉大事不妙。洛倾城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地上的徒弟，目光如电，仿佛能直刺人心。这几日你去哪了？为何杳无音信？就连传讯玉简也联系不上你。楚倩倩跪在冰冷的地面上，冷汗止不住的从额头滑落。她张了张嘴，想要解释，可是话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她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了这几天在合欢宗地牢里发生的种种画面：被褪去衣衫，被捆在架子上，被楚芊芊那个疯女人各种羞辱，以及最后被种下那该死的合欢氏心骨。这些经历实在是太过羞耻，太过难以启齿了。一旦说出来，自己身为瑶池圣女，却被合欢宗的圣女像宠物一样抓去戏弄，不仅自己的圣女之位肯定保不住，甚至整个瑶池圣地都会因此蒙羞，成为整个修仙界的笑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小命现在还捏在楚芊芊的手里。那个蛊毒，师尊真的能解吗？若是解不了，或者楚芊芊察觉到了什么，直接催动蛊虫，那自己岂不是必死无疑？在这一瞬间，无数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闪过，最终他选择了沉默。他低下头，咬着牙编造了一个蹩脚的谎言：回禀师尊，弟子这几日外出历练，一时贪玩，误入了一处迷阵，被困其中，无法传讯，这才耽误了归期，还请师尊责罚。说完，他重重地将头磕在了地上，不敢抬起。洛倾城看着下方那个衣衫不整、头发凌乱、气息虚浮、一副魂不守舍模样的徒弟，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以他的阅历，自然一眼就能看出这番说辞漏洞百出。误入迷阵，以楚芊芊的修为和身上的法宝，什么天然迷阵能困住他好几天？而且看他这副狼狈的样子，分明就是被人给收拾了。但见徒弟一副死也不愿多说的样子，洛倾城便先入为主的以为他多半是在外面遇到了什么高手，吃了什么亏，觉得丢了面子，所以才不好意思开口。想到这里，他心中的怒气更甚。贪玩，误入迷阵。洛倾城猛地一拍扶手，厉声训斥道：不知进取！身为瑶池圣女，即将面临瑶池仙境的名额大比，在这等紧要关头，你竟然还有心思贪玩？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衣衫不整，气息虚浮，魂不守舍，哪里还有半点圣女的样子？简直是成何体统！楚芊芊跪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只能不断的磕头。弟子知错。洛倾城训斥了好一番，这才稍微平复了一下心中的怒火。他看着这个自己寄予厚望的徒弟，眼中闪过一丝恨铁不成钢的失望。罢了，他一挥衣袖，冷冷地说道：这次的瑶池仙境名额大比，关乎我瑶池圣地的颜面，绝不容失。尤其是对上合欢宗那个妖女请来的帮手，你必须要赢，还要赢得漂亮。你既已回来，便立刻给我滚回去闭关修炼，把你的状态给我调整回来。说到这里，洛倾城的眼中闪过一丝令人心悸的寒芒，下达了最后的通牒：若是在大比之中，你输给了你那个姐姐请来的帮手，你就自己去寒冰炼狱领罚吧。寒冰炼狱这4个字一出，楚芊芊的身体猛地一颤，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中充满了极度的恐惧。那可是瑶池圣地惩罚犯了大错弟子的地方，其中的寒风能吹散人的神魂，痛苦程度比死还要难受100倍。弟子遵命。他颤抖着声音应下，随后再次重重地磕了个头，这才踉踉跄跄地退出了大殿。走出大殿的那一刻，楚芊芊扶着冰冷的玉柱，望着远处合欢宗所在的方向，他的眼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恨意，以及深不见底的绝望。前有师尊那不容有失的严厉命令和寒冰炼狱的恐怖威胁，后有姐姐那随时可能发作，弄不好就要人命的合欢氏心骨，而且还要在比试中赢过上次抓住自己的那个家伙。且不说打赢他，自己现在可还被楚芊芊拿捏着，他难道会允许自己赢吗？我到底该怎么办？他喃喃自语，这一次可真是一根筋两头堵啊，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离开瑶池大殿后，楚芊芊并没有立刻回自己的洞府闭关。师尊的训斥，姐姐的蛊毒，以及即将到来的大比，像3块巨石一样死死地压在他的胸口，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现在心乱如麻，根本无法静下心来修炼。他鬼使神差地调转了方向，并没有回圣女峰，而是来到了一处位于瑶池圣地偏僻角落的灵湖静心湖。这里曾是他以前心烦意乱时最爱来的地方，湖水如镜，波澜不惊。往常这里因为地处偏僻，
灵气也不算最浓郁，所以鲜有人迹，是这偌大的圣地中难得的一处避风港。然而今日当他来到这里，想要寻找一丝宁静时，却意外地发现，在那湖边的一块岩石上，早已坐着一名身穿瑶池亲传弟子服饰的少女。看到有人占据了自己的秘密基地，楚倩倩的眉头本能地皱了起来。她下意识地便想开口驱赶：“你是哪一峰的弟子？不好好修炼。”话到了嘴边，却又被他咽了回去。他想到了自己前途未卜的处境，心中那股傲气竟在这一瞬间泄了大半，怎么也提不起来了。罢了，他在心中叹了口气，这里本就是公共区域，自己又有什么资格霸占呢？随他去吧。楚倩倩没有惊动那名弟子，而是想找个离得远些的角落，安静地坐一会儿，顺道整理一下自己那乱成一团麻的思绪。谁知他刚一靠近湖边，那名原本背对着他的女弟子却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般，猛地转过身来。呀，竟然是圣女师姐！那女弟子看到楚倩倩，脸上瞬间露出了极其夸张的惊喜表情，那双眼睛亮得吓人，仿佛那是饿狼看到了肉，给楚倩倩一种她在这里专门蹲守了自己许久的感觉。还没等楚倩倩开口询问，对方就已经自来熟地凑了上来，对着她恭敬地行了一礼，然后说道：“师姐好，真巧啊，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您。我叫慕云，是三长老座下新收的弟子，早就仰慕师姐大名了。”三长老？楚倩倩微微点了点头，眼中的戒备消散了一些。三长老在瑶池圣地里是个出了名的奇葩，平日里最爱云游四海，美其名曰寻找修仙苗子，实则是搜罗各种美貌的女弟子。他门下的女弟子众多，且良莠不齐，很多甚至连指导都没指导过。自己没见过这个叫慕云的，倒也正常。楚倩倩没有多理会他，只是冷淡地应了一声，随后便径直走到湖边的一块青石上坐下，双手抱膝，望着平静的湖面发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慕云竟然是个自来熟。他见楚倩倩坐下，竟然也毫不客气地挨着楚倩倩坐了下来。楚倩倩眉头一皱，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挪，但这慕云却像是块甩不掉的牛皮糖。他侧过头，用一种语气说是恭敬，不如说是带着某种探究意味的眼神，直勾勾地打量着他。圣女师姐，我看你眉头紧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随后慕云继续询问道：“难道是在为即将到来的仙境名额大比而烦恼吗？”被戳中了心事，楚倩倩心情更加低落。她懒得说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算作回应，希望这个聒噪的师妹能识趣离开。谁知慕云见状不仅没走，反而拍着胸脯安慰道：“哎呀，师姐你完全不必担心，这次大比我们瑶池赢定了。”她撇了撇嘴，一脸不屑地说道：“哼，合欢宗的人肯定都不是师姐你的对手，师姐你可是我们瑶池的骄傲。”楚倩倩听着这毫无营养的马屁，心中只觉得烦躁。那个人可是个不灭尽的怪物。慕云见楚倩倩没反应，继续在那喋喋不休地分析道：“而且我听说，在比试的规则下，大家的修为都会被压制到同一境界。就算对面的外援有点本事，到时候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顶多也就跟你打个平手，完全不用怕的。”外援这两个字再次刺痛了楚倩倩的神经。她转过头，狐疑地看着身边的慕云：“难道说你知道合欢宗请的外援是谁？”那个男人实力恐怖，连他这个当事人都不知道底细，只知道是不灭境。他怎么一副很了解的样子，还敢断言顶多打个平手？慕云被他这么一问，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他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当然。”话刚出口一半，慕云猛地意识到不对，他急忙伸出手，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随后他尴尬地摸了摸后脑勺，眼神飘忽，强行找补道：“当然不知道啦，我这不也是瞎猜的吗？只不过在我心里，师姐就是无敌的，谁来都不好使。”看着他这副傻乎乎的样子，楚倩倩眼中的狐疑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深深的失望和厌烦。他本以为对方或许真的知道些什么消息，但没想到他只是个只会溜须拍马的庸俗之辈，在这里听这种毫无营养的吹捧，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无知者无畏。楚倩倩冷冷地丢下这句话，便起身拍了拍裙摆上的灰尘，看都没再看慕云一眼。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不如回去闭关，哪怕是临时抱佛脚，也总强过无所作为。随即他便化作一道白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静心湖，只留下了那个叫慕云的女弟子独自一人在湖边，看着楚倩倩那逐渐远去的背影。原本一脸天真烂漫的慕云，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其外表不相符的深沉的神色。他缓缓地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浑身的骨骼发出一阵噼啪的脆响。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玩味的弧度，嘴里发出的竟然是有些低沉的男声：“哈，
还真是性情孤傲啊。随即他舔了舔嘴唇，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楚倩倩，咱们来日方长。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叫慕云的瑶池女弟子，她的真名叫云木，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人，更是一个带着前世记忆归来的众生者。上一世他本是一介籍籍无名的散修，无门无派，无依无靠，甚至连天赋都只能算是平平无奇，但他硬是凭借着惊人的毅力以及几次在生死边缘徘徊换来的机缘逆流而上，最终他站在了天玄界的顶峰，修炼到了令无数人仰望的通天境。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只可惜人力终有穷尽时，因为少年时期根基受损，体质一直是他最大的短板。在最后尝试渡飞升雷劫之时，他终究还是因为底蕴不足，肉身无法承受那恐怖的雷劫，最终在雷劫之下肉身崩溃，神魂俱灭，含恨而终。那一刻的不甘至今仍深深地刻在他的灵魂深处。然而上天竟然给了他一次重来的机会。当他再次睁开双眼时，发现自己竟然重生回到了少年时期，一切都回到了原点。这一世他发誓绝不再重蹈覆辙，他要弥补前世所有的遗憾，要将每一个境界都修炼到圆满无瑕，要铸就那传说中的无上仙机，是要飞升成仙，去看看那9天之上的风景。而想要逆天改命，摆在第一位的便是他那平庸且受损的体质。在他的记忆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机缘，便是即将开启的瑶池仙境。那传说中的瑶池圣水拥有着洗精伐髓、脱胎换骨的逆天功效，若是能浸泡其中，重塑根基，那他这一世的修仙之路将是一片坦途。计划很完美，但现实却很骨感。最大的障碍便是瑶池圣地只收女弟子，而且瑶池仙境的名额更是珍贵无比，从不对外开放。除了瑶池圣地和合欢宗，外人根本没有机会染指。若是换作旁人，面对这等铁律，恐怕早就知难而退了。但云木是谁？他是众生者，是掌握了未来修仙界走向的先知。为了这桩天大的机缘，他一咬牙祭出了自己上一世在一处上古遗迹中偶然获得的秘术千幻神诀。此术乃是上古幻魔所创，修炼到高深处，不仅可以改换形貌、气息，甚至连骨骼、血肉乃至性别特征都能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完美的伪装。哪怕是上界圣人境的强者当面，若是不仔细探查，也难以看穿。为了混入瑶池，他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凭借着前世丰富的修炼经验，再加上千幻神诀那近乎完美的伪装，轻而易举的便通过了瑶池圣地的入门考核。并且在选择师承时，他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特意选择了那位名声在外的三长老作为师尊。因为在前世的记忆中，这位三长老性格大大咧咧，最喜好收集美貌女弟子，却又疏于管教，常年云游在外。拜在他门下，不仅能获得真传弟子的身份便利，还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被发现破绽，简直就是为了他量身定做的最佳掩护伞。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无比正确。这一世有了前世记忆的加持，他少走了无数弯路。短短数年，他便将修为提升到了洞天境，并在瑶池内部的一众女弟子中脱颖而出，甚至被誉为圣女之下第一天才。更是凭借着境界，成功拿到了参与瑶池仙境大比的资格。只要在接下来的大比中胜出，他便能名正言顺地进入瑶池仙境，完成自己逆天改命的第一步。想到这里，云木的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的光芒。他之所以敢在刚才对楚倩倩说出“你一定能赢”那种话，并非全是奉承，而是基于他对历史的记忆。在他的记忆中，这一届的瑶池仙境大比，瑶池圣地确实是大圣合欢宗，虽然年年挑衅，但整体实力确实比不上瑶池圣地。虽说楚倩倩在外援战中跟自己后来的好兄弟武阳战了个平手，但除此之外的弟子比试均是瑶池圣地获胜。正因如此，他才有着绝对的自信。他站起身，走到湖边，看着湖面倒映出的自己那张娇俏可人的脸庞，他伸手摸了摸脸颊，心中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冷笑。不枉我煞费苦心，捏脸捏了那么长时间。而且这瑶池圣地可不仅仅只有瑶池这一个机缘啊。他的目光透过湖水，仿佛看到了整个瑶池圣地那莺莺燕燕、美女如云的景象。上一世他一心只顾着修炼，为了长生大道，断绝情欲，最终却落得个身死道消、孤独终老的下场。这一世既然老天让他重生，又让他混进了这瑶池圣地，他若是不干点什么，岂不是对不起这天大的机缘？尤其是刚才那个高傲冷艳的圣女楚倩倩，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山模样，不仅没有让他退缩，反而激起了他心中那股强烈的征服欲。呵，高高在上的圣女吗？云木舔了舔嘴唇，眼中闪烁着一种名为欲望的火焰。若是能将这种冰山美人征服，让她在我的身下婉转承欢，
看着他那从羞耻到不得不臣服的表情，那种场面光是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啊！这一世，他不仅要成仙，更要坐拥这天下角色。这瑶池圣地的天之娇女，未来都将是他云木后宫中的一员。根据他的记忆，楚倩倩在他崛起之前便已经飞升成功，估计是遇到了什么大的机缘。等着吧，楚倩倩，你和你的机缘都是我的。云木深吸一口气，重新调整了一下脸上的表情，瞬间那个深沉的众生者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天真烂漫、崇拜师姐的小师妹暮云，就连声音也重新变回了那种清脆悦耳的女声。早晚让你知道，谁才是你真正的大腿，到时候你就算想跑也跑不掉的。他自信满满的整理了一下衣裙，转身离开了静心湖，着手准备即将到来的大比。他坚信自己手握剧本，有着前世的经验，这个时代都将臣服于他的脚下。合欢宗一处清幽的偏殿之内，书案之上堆满了各式各样、散发着微弱灵光的玉简。陆毅惬意地坐在椅子上，手里端着一盏灵茶，时不时地轻抿一口。而在书案的另一侧，他的两位好徒弟此刻正充当着苦力。哎呀，这要看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武明月趴在桌子上，手里抓着一枚玉简，看也没看两眼，便将其随手扔到了一旁。他撅着小嘴，一脸的不情愿，一边翻看着，一边小声地嘟囔着：“好无聊啊，这里的字好多，看得我眼睛都花了。”他时不时地抬起头，用那种可怜巴巴的眼神偷瞄陆毅一眼，那眼神里明晃晃地写着：“师尊，我累了，想要休息。”只可惜陆毅对他的眼神视而不见，只是悠哉悠哉地吹着茶杯里的热气。与武明月的敷衍了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旁的晴儿，她乖巧地跪坐在案前，脊背挺得笔直，那双清澈的大眼睛里闪烁着专注的光芒。她一丝不苟地将神识探入每一枚玉简之中，仔细地筛选着其中的信息。陆毅给出的筛选标准是出身低微，毫无背景却突然崛起，遭遇重大人生变故后性情大变，或者入门时间极短但境界飙升速度极快的人。虽然不明白师尊为什么要找这种人，但既然是师尊的命令，那便只有照做的份儿。就在这时，一阵熟悉的香风，楚芊芊走进了偏殿。她随意地扫了一眼正在埋头苦干的两个小丫头，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随后她便径直走到了陆毅的身边，毫不客气地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哟，这就是你调教徒弟的方式吗？还真是别具一格呢。他侧过身，一只手撑着下巴，媚眼如丝地看着陆毅，似笑非笑地问道：“对了，怎么没见我们的国师大人？这个时辰了，还没起床吗？”听到这话，陆毅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他轻咳了两声，以此来掩饰那一瞬间的不自然。随后他放下了茶杯，一本正经地说道：“他这2天比较操劳，还在补觉呢。”说这话时，陆毅的脸上仍然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楚芊芊闻言，眼中的笑意更浓了，他伸出胳膊肘，轻轻地顶了顶陆毅的腰间，一脸戏谑地说道：“怎么样？我就说吧，他肯定会忍不住的，没骗你吧？”看着他这副得意的预言家模样，陆毅也是无奈地笑了笑。随即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趁机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询问道：“说起来，你到底在那功法里动了什么手脚？”他可忘不了这几日的疗伤过程中，冷凝霜那副完全被本能支配、不知疲倦的模样。楚芊芊闻言，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得意了。他笑眯眯地解释道：“这功法若只运行补自诀，而不运行采自诀，会导致体内的阴阳二气严重失衡。这种失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作一股难以忍受的欲火。想要解决这种痛苦，除了找你这个阳气源头，别无他法。”听着他这番解释，陆毅的眼皮忍不住跳了2下。就在两人这边还在低声交流心得的时候，一直跪坐在案前埋头苦干的晴儿忽然眼睛一亮，她猛地抬起头，手中紧紧攥着一枚青色的玉简，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她快步走到陆毅面前，双手将玉简呈上，然后一脸期待地说道：“师尊，师尊，您看这个人。”晴儿觉得他好像很特别，很符合师尊您说的那些条件。哦，陆毅闻言眉毛一挑，他接过晴儿手中的玉简，将神识探入其中。玉简之中记载的是一名瑶池圣地外门弟子的信息，姓名暮云，性别女，身份瑶池圣地3长老座下新收弟子。看着这些基本信息，陆毅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随着他继续往下看，嘴角逐渐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信息显示，此人来历成谜，查不出其具体的家族背景和过往经历，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一般。而且其入宗仅仅短短几年时间，便从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一路势如破竹，直接跨越了数个大境界，
飙升至了洞天境。更重要的是，此人深得那位性格古怪的三长老喜爱，在瑶池内部的几次小比中，更是屡次以弱胜强，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天赋。查无此人，背景神秘，升级神速，越级挑战，这不就是妥妥的主角模板吗？他几乎可以断定，这个暮云绝对是一条大鱼。做得好！陆毅心情大好，伸出手，毫不吝啬地在晴儿那柔顺的头发上揉了揉。晴儿真棒，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被师尊当众夸奖，还被摸了头。晴儿舒服地眯起了眼睛，小脸上满是受用和幸福的表情，像只被顺毛的小猫一样，还在陆毅的手掌心里蹭了蹭。这一幕看得一旁的武明月酸死了，可恶，居然又被他抢先了。陆毅将手中的玉简的给了一旁的楚芊芊，正色道：让人盯死这个暮云，无论他做什么，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我都要第一时间知道。我有预感，这会是一条大鱼。楚芊芊接过玉简，随意的扫了一眼，随即轻笑了一声，狡黠的说道：咱们手里不是正好有一个现成的，而且位置绝佳的棋子吗？既然把他拿捏住了，那自然是要物尽其用才对。陆毅也明白了他的意思。楚芊芊作为瑶池圣女，她在瑶池内部的地位和权限无疑是很高的，让她去盯着一个普通弟子，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但也绝对是最稳妥最隐蔽的办法。嗡！就在这时，楚芊芊忽然感觉腰间微微一震，她转过头看向殿外的天空，嘴角勾起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看来我们那位好妹妹还是很听话的嘛。合欢宗圣女殿外，一道清冷的身影缓缓从天而降。楚芊芊面色憔悴，眼窝深陷，眼神都有些暗淡无光。这几天对于她来说简直就是度日如年。自从回到瑶池圣地，她便发了疯似的翻遍了瑶池圣地藏书阁内所有关于蛊毒的古籍，甚至从丹药房取用了数种珍稀的解毒丹药。可是无论她尝试什么方法，吞下什么灵丹妙药，盘踞在她丹田深处的那只蛊虫都像是睡死过去了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反倒是随着7日之期的临近，那只蛊虫开始变得愈发躁动不安，每隔几个时辰便会轻轻颤动一下，仿佛是在进行倒计时一样。那种如坐针毡的感觉实在是太难熬了。他刚一走进大殿，便迎来楚芊芊刺耳的笑声：哟，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楚芊芊手里把玩着那块紫色的玉佩，看着略显狼狈的楚芊芊，笑道：怎么脸色这么差啊？啧，看这黑眼圈，是不是想姐姐想得连觉都睡不着了？楚芊芊死死地咬着牙，她没有接话，只是抬起头，用一种冰冷至极的目光冷冷地注视着高台之上的二人。令他感到悲哀的是，随着他踏入这座大殿，靠近了楚芊芊手中那块母蛊玉佩，他体内那只原本躁动不安的蛊虫竟然真的瞬间变得安分了下来，那种异样感也随之消散。这让他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心中又涌起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行了，别在那摆着一张死人脸了。楚芊芊见他不说话，也觉得有些无趣，他随手一挥，一枚刻录了信息的青色玉简便化作一道流光，径直飞向了楚芊芊。拿着。楚芊芊下意识地伸手接住玉简，皱眉问道：这是什么？楚芊芊懒洋洋地说道：给你找点事干，回去之后帮我好好查查这个人的底细，我要知道他进入瑶池以来所有的详细动向。查人。楚芊芊将神识探入玉简之中，下一刻她的脸上便露出了一丝错愕的神色。暮云。她愣住了，这个名字她倒是不陌生，不就是前几日在静心湖畔遇到的那个满嘴跑火车的弟子吗？他本能地皱起了眉头，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抗拒。一个弟子而已，有什么好查的？他抬起头，狐疑地看着楚芊芊和陆毅：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在策划什么阴谋？哪那么多废话？见他竟然还敢质疑，楚芊芊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眼神一冷，语气森寒地说道：让你查你就查，摆正你自己的位置。话音未落，楚芊芊手只轻轻在玉佩上一抹，心念随之一动。嗡！下一秒，楚芊芊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一股无法形容的感觉毫无征兆地从小腹处爆发开来，那种感觉就像是有无数只蚂蚁正在疯狂地抓挠着他。楚芊芊闷哼一声，双腿一软，踉跄着半跪在了地上，冷汗瞬间便浸湿了他的鬓角。他死死地捂着小腹，整个人蜷缩成一团，痛苦地颤抖着，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住手！我查就是了。听到他的求饶，楚芊芊这才满意的收回了灵力，停止了催动哼，早这样不就完了？楚芊芊把玩着玉佩，冷笑道：非得遭点罪才肯听话，何必呢？一直在一旁默默观摩全过程的陆毅，此刻正摸着下巴，目光紧紧地盯着楚芊芊手里的那块玉佩。
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名为感兴趣的光芒。陆毅若有所思地点评道：“这玩意儿跟遥控器似的，挺方便啊，只需轻轻一按，就能让一位高高在上的圣女瞬间失去反抗能力。这简直就是居家旅行控制反派的必备神器啊！”想到这里，陆毅转过头，对着楚芊芊伸出了手：“这玉佩还有多余的吗？给我一个。”楚芊芊看了他一眼，既然他是瑶池的内应，而我是主要策划人，那我手里没点控制权怎么行？陆毅理直气壮地说道：“万一哪天你不在，他又不听话了怎么办？”楚芊芊闻言，他二话没说，反手便从储物戒中又掏出了一块一模一样，只是颜色略浅的紫色玉佩，扔给了陆毅。接着，他随口解释道：“这个用来惩戒，效果是一样的。”陆毅一把接住玉佩，入手温润，还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一丝奇异波动。然而，跪在地上的楚芊芊听到这番对话，却是心中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绝望。自己的把柄落在楚芊芊手里，顶多就是被羞辱一番，可要是落在这个男人手里，他猛地抬起头，指着陆毅，咬牙切齿地喊道：“你怎么能？”没等楚芊芊把话说完，陆毅便怀着一种试试新玩具的好奇心态，直接往玉佩里输入了一丝灵力。嗡！玉佩微微一震，下一秒，楚芊芊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身子一歪，极其狼狈地摔倒在地上，剩下的话全部被硬生生地咽回了肚子里。陆毅看着在地上挣扎的楚芊芊，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他断开了灵力输出。不错。他像是在评价一款新入手的电子产品一样，赞叹道：“响应速度很快，也没有延迟，果然还是这个好使啊。”楚芊芊趴在冰冷的地面上，浑身被冷汗湿透，发丝凌乱的粘在脸颊上。他艰难地抬起头，正好对上了陆毅那副意犹未尽的表情。那一瞬间，他心中的绝望达到了顶峰。一个心狠手辣的魔鬼姐姐，一个恶趣味十足的变态男人，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楚芊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收敛了笑容，淡淡地说道：“行了，别装死了，赶紧回去查，要是查不到……”他晃了晃手中的玉佩，威胁意味十足地说道：“我可就不客气了。”瑶池圣地，圣女峰。楚芊芊狼狈地回到了自己的洞府，她瘫软在蒲团之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回想起刚才在合欢宗的遭遇，身体依旧止不住地微微颤抖，那种被人拿捏的感觉让她几乎崩溃。但是她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她不想听命于那对狗男女，但又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暮云，她咬着牙，从牙缝中挤出了这个名字。虽然不知道陆毅他们为何要盯着一个圣地弟子，但他别无选择。他立刻取出一枚金色的传讯符，打入了一道灵力。很快，几名对他忠心耿耿的亲信弟子便领命而去。他并没有直接下令抓捕或审问，而是以圣女关爱新晋弟子，欲考察其品性以便提拔为由，安排这几人全天候暗中监视暮云的一举一动。瑶池圣地外门一处亲传弟子房间中，云木正盘膝坐在床上，运转着那部前是令他纵横天玄界的功法。随着功法的运转，他周身的气息变得飘忽不定，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突然，他眉头微微一皱，缓缓睁开了双眼。作为前世的通天境大能，虽然如今修为尚浅，但他的神识强度和直觉依然远超同阶修士。他敏锐地察觉到，在这房间的四周，不知何时多出了几道若有若无的窥探视线。这是监视。云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甚至连姿势都没有变动一下。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那张经过千幻神诀完美伪装的娇俏脸蛋，心中暗自思忖，看来是我这段时间的表现太过耀眼了，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和注意啊。不过就凭这几只小喽啰也想看穿我的底细。他对自己的千幻神诀有着绝对的自信，这可是上古秘术，就算是圣人亲至，若不贴身探查，也绝难看出他这具女儿身下的男儿本色。所以他只当这是瑶池内部常见的派系斗争，或者是某些嫉妒他天赋的师姐师妹搞的小动作，并未将其放在心上，继续闭目修炼。然而没过多久，一道流光破空而来，悬停在他的面前，是一枚传讯符。云木伸手接住，神识探入其中，一道慵懒而又带着几分威严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徒儿，速来主峰一叙。”是自己的便宜师傅三长老。云木心中微微一动，这位便宜师尊平日里只顾着云游四海，除了入门时给了点见面礼，基本就是个甩手掌柜。今日怎么突然想起召见自己了？虽然心中疑惑，但他也不敢怠慢，整理了一下衣衫，便架起遁光朝着主峰飞去。三长老的主峰大殿内，一位身着华服风韵犹存的美妇人正端坐在主位上品着灵茶。
正是瑶池圣地的三长老。云木走进大殿，恭敬地行了一礼：“弟子慕云，拜见师尊。”“起来吧。”三长老放下茶杯，目光落在云木身上，他的眼神中少了几分往日的随意，多了几分审视的意味。就在半个时辰前，圣女楚倩倩的人隐晦地向他透露说，有人禀报着慕云来历不明，行迹鬼祟，让他多加注意。三长老虽然性格大大咧咧，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尤其是在涉及瑶池安危和自己面子的问题上，还是不敢马虎的。于是他才有了这次突如其来的召见。徒儿，三长老看似随意地问道：“为师记得你当初入门时填写的籍贯是凡俗界的云州。”“正是。”云木恭敬回答，心中却是一凛：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那你家中可还有什么长辈？修行的又是何种启蒙功法？为何短短数年修为进境如此之快？三长老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看似关心，实则步步紧逼，直指要害。云木心中警铃大作，但他面上却是丝毫不显，甚至还适时地露出了一抹悲戚之色。回禀师尊。他眼眶微红，声音哽咽，搬出了那套早已在心中演练了无数遍，可谓是滴水不漏的说辞。弟子本是云州穆家之后，奈何家道中落，父母双亡，幸得一位路过的散修前辈收留抚养，传授了一些粗浅的吐纳之法。后来那位前辈也不幸陨落，弟子流落江湖，偶得半卷残经，这才踏入仙途。至于修为进境，弟子也不知为何，只是每修炼，便觉灵气入体顺畅无比。他一边说着，一边还适时地挤出了几滴晶莹的泪珠，将一个身世凄惨却又天赋异禀、坚强求道的少女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三长老本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性子，见自己这徒弟哭得如此梨花带雨，心中的疑虑顿时消散了大半。再加上他用神识探查了一番，确实没在云木身上发现什么魔功的气息。好了好了，别哭了。三长老有些心软地摆了摆手，为师也只是随口问问，关心一下你的过往。既然入了瑶池，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回去好好修炼吧，莫要辜负了这一身天赋。是，多谢师尊关怀。云木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再次行了一礼，这才退出了大殿。然而就在他转身走出长老峰的那一刻，他脸上那副柔弱可怜的表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极度的凝重与阴沉。先是莫名其妙的监视，紧接着就是师尊这番突如其来的查户口般的盘问，这绝不是什么巧合啊！到底是谁在针对我？云木心中惊疑不定，难道是我哪里露出了马脚？不可能啊，千换神诀绝无破绽。还是说这是我重生带来的蝴蝶效应？这种敌在暗我在明的局势，让他这个掌控欲极强的众生者感到了一股强烈的不安。他原本的计划是按部就班的通过大比拿到进入瑶池仙境的名额，从而重塑根基。但现在的局势让他不得不重新评估风险，不行，不能再等了。云木眼中闪过一丝果决与狠辣，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必须提前止损。瑶池圣地内除了那个需要名额的仙境之外，还有几处前世我才知道的隐秘机缘。原本想等实力强点再徐徐图之，现在看来必须提前截胡了，先把能拿的好处拿到手再说。万一之后出了岔子不得不跑路，至少也不能空手而归。打定主意，云木不再犹豫，他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身形一转，朝着瑶池圣地后山一处人迹罕至的境地前行而去。是夜，月黑风高，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从外门偏僻的房间中悄然溜出。云木换上了一身毫不起眼的夜行衣，将全身的气息收敛到了极致，整个人融入黑暗中，随后熟练地避开了所有的巡逻路线，朝着圣地的深处前行而去。然而就在他刚刚离开不久，一道白色的身影也悄无声息地从暗处浮现，如同一缕青烟般远远地跟在了他的身后。此人正是楚倩倩。随着这一路跟踪下来，他心中的疑惑和好奇也逐渐压过了那一丝最开始的不情愿。因为这个叫慕云的家伙行进的路线实在是太诡异了，他不走正道，还穿夜行衣，也不去灵气浓郁的修炼宝地，专门往那些早已荒废了数百年的偏殿、杂草丛生的枯井，甚至是境地边缘那些鸟不拉屎的荒凉地带钻。这家伙大半夜的不睡觉，到底想干什么？楚倩倩皱着眉头，心中满是不解。很快云木便在一处早已荒废了不知多少年的杂役弟子院落前停了下来。这里断壁残垣，显然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他径直走到院落角落的一口枯井旁，左右看了看，确定四下无人后，便蹲下身子，直接伸手探入井底的淤泥之中，摸索了一阵。片刻后，他从井底摸出了一块满是泥垢、锈迹斑斑的黑铁片。他丝毫感受不到那铁片有什么特殊之处，材质也是最普通的矾铁，甚至已经锈蚀的快要烂掉了。这就是一块随处可见的垃圾啊！可
可那个暮云此刻却像是个捡到了绝世珍宝一样，他小心翼翼地擦去铁片上的泥垢，眼中闪烁着狂喜的光芒，然后郑重其事地将其贴身收好，放入了储物界的最深处。这家伙脑子有病吧？楚倩倩在心中吐槽道。然而他并不知道的是，此刻的云木内心早已激动得快要跳起来了。果然还在，这可是上古剑圣遗留的剑意残片啊！上一世这东西是被一名扫地的杂役弟子无意间摔碎，才暴露了其中蕴含的一缕无上剑意，引发了整个圣地的轰动。这一世这等机缘归我了。收好铁片后，云木没有停留，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往了下一个地点。紧接着他又来到了一处灵药园的角落，这里种植的都是些最低阶的灵草，平日里只有杂役弟子才会来打理，但他却在一株毫不起眼的狗尾巴草前蹲了下来。他拿出一柄小玉铲，小心翼翼地挖开了那株野草的根部，随着泥土被拨开，一颗只有米粒大小、散发着微弱金光的珠子显露了出来。这是……远处的楚倩倩瞳孔微微一缩，虽然隔着一段距离，但她依然能感受到那颗金色珠子上散发着一股极为精纯且古老的灵气波动。这绝对是好东西。可是她怎么知道的？为什么这个刚入门没几年的外门弟子对圣地内这些隐秘机缘如此了如指掌，连哪里藏着宝贝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此人混入瑶池绝不仅仅是为了修炼那么简单，他对瑶池的了解太可怕了，简直就像是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一样。难道他是哪个寿元将近的老怪物夺舍重修，还是敌对宗门安插了100年的卧底？就在楚倩倩胡思乱想的时候，收获颇丰的云木已经再次动身了。这一次他的目标更加大胆，他竟然直接摸向了瑶池圣地的后山。那里有一处天然的溶洞，虽然不属于禁地范围，但因为地处偏僻且灵气稀薄，平日里根本无人问津，甚至连巡逻弟子都懒得往那边去。这里也有东西。楚倩倩心中的疑惑更甚，紧紧地跟了上去。溶洞内漆黑一片，怪石嶙峋，云木轻车熟路地在复杂的溶洞中穿行，仿佛回到了自己家一样。很快他便来到了溶洞的最深处，在一面看似普通的石壁前停下了脚步。此时的云木因为连续2次得手，心中的警惕性难免稍微下降了一些。他站在石壁前，深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之色。这是他今晚最大的目标，也是他上一世记忆中瑶池圣地最大的遗珠。只要拿到这个，配合瑶池仙境的洗礼，我的根基将彻底圆满。他双手飞快地接出一个古老而复杂的法印，随后低喝一声开。随着法印打入石壁，只见原本严丝合缝普普通通的石壁竟然如同水面一般泛起了阵阵涟漪。紧接着一个暗格缓缓浮现而出，而在那暗格之中静静地躺着一卷散发着沧桑与古老气息的羊皮卷轴。当看到那卷轴的一瞬间，躲在溶洞入口阴影处的楚倩倩瞳孔骤然剧烈收缩。虽然没有看清内容，但那卷轴上散发出的独特气息她再熟悉不过了。那是瑶池圣地藏书阁顶层那几部核心功法才有的独特韵味，那是瑶池失传已久的核心秘法，怎么会在这里？极度的震惊让他一直完美收敛的气息出现了一瞬间的波动，他的身体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咔嚓一声极其细微的脆响，是脚下的一块碎石。在这死一般寂静的溶洞深处，这声脆响无异于一道惊雷。谁？石壁前正伸手准备去取卷轴的云木动作猛地一僵，他原本还在狂喜得意的脸上表情瞬间凝固。那一瞬间他猛地收起卷轴，身形如猎豹般骤然转身，他的目光如利剑一般刺向了楚倩倩藏身的黑暗处，厉声喝道：谁在那里？滚出来！溶洞深处气氛剑拔弩张，面对楚倩倩的逼视，云木眼底划过一抹杀机，却又在瞬间褪去。他迅速冷静了下来，这里毕竟是瑶池圣地的腹地，若是真的动起手来，杀人灭口或许不难，但闹出的动静绝对瞒不过那些老怪物，到时候自己的潜伏计划可就泡汤了。可云木调整了一下声带，发出那清脆悦耳带着几分颤抖的少女声音：哎呀，原来是圣女师姐呀！他转过身拍着胸口，一脸后怕的无辜模样说道：吓死师妹了，师妹还以为是什么潜入宗门的贼人呢。他眨巴着大眼睛，一脸天真的解释道：那个师姐别误会，我就是晚上睡不着，出来散散步，迷路走到了这里，恰好捡到了这些东西。散步。楚倩倩从阴影中走出，手中的长剑散发着森然寒气，她并没有因为这番表演而放下戒备。她冷冷地看着云木，眼神中充满了嘲弄：你当我是傻子吗？散步能散到这荒无人烟的后山溶洞里来，散步能恰好破开那上古遗留的禁制，
能恰好挖出埋藏了100年的宝物。他剑尖一挑，直指云木的眉心，语气冰冷刺骨：“收起你那套骗人的把戏吧！深夜前行，盗取宗门秘宝，行踪鬼祟，身法诡异。暮云，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其他宗门的奸细。你是自己乖乖束手就擒，跟我去执法堂走一趟，还是让我把你拖过去？”看着眼前这个油盐不进的女人，云木心中暗骂了一声麻烦。他并不想在这个时候暴露底牌，那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麻烦。就在这僵持不下的关头，他的大脑飞速运转。与此同时，他那属于前世通天境大能的强大残魂神识悄无声息地探出，试图寻找破局之法。然而这一扫却让他有了一个意外的惊天发现。云木的眉头微微一挑，在他的神识感知中，在楚倩倩的丹田深处竟然盘踞着一只只有指甲盖大小、散发着诡异粉色光芒的蛊虫。那蛊虫长相狰狞，随着他的呼吸一张一合，散发着邪恶气息。凭借前世那渊博的阅历，云木几乎是一眼便认出了此物的来历。合欢是心蛊。他在心中惊呼一声，这可是合欢宗用来控制炉鼎的蛊毒。堂堂瑶池圣女，体内竟然被人种下了这种的蛊。看来他失踪的那几天发生的故事很精彩啊。云木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玩味的弧度，攻守之势瞬间一行，找到了对方的死穴，云木瞬间就有了底气。他不再装作那副唯唯诺诺、受惊过度的样子，他缓缓挺直了腰杆，脸上的无辜与惊慌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他无视了指在眉心的长剑，上前一步，直视着楚倩倩的眼睛，淡淡的说道：“师姐，执法堂，我们恐怕是去不了了。”“你什么意思啊？”楚倩倩眉头一皱，握剑的手紧了紧。因为云木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楚倩倩的小腹位置，一字一顿的说道：“师姐，你有病，而且病得不轻，得治。”胡言乱语。被戳中了痛处的楚倩倩脸色骤变，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厉声喝道：“你在找死！”说着，他身上灵力涌动，就要动手。每隔7日蛊毒发作一次。云木却是不慌不忙，语速平稳的开口道：“发作之时，如万虫噬心，奇痒难耐，生不如死。师姐，我说的可对？”嗡！楚倩倩手中的长剑停在了距离云木眉心只有3寸的地方，她的瞳孔剧烈收缩，一脸惊骇地看着眼前这个印象中只会溜须拍马的师妹，声音都在颤抖：“你怎么会知道？”这是他最大的秘密，也是他最大的耻辱。剑彻底镇住了对方，云木背起双手，开始了他的忽悠大业。他收起了笑容，神情变得无比严肃，仿佛一位得道高人。此乃上古奇蛊，名为合欢氏心蛊，凶险异常。一旦入体，此蛊便会与宿主的神魂血脉相连，同生共死。师姐若是想靠宗门长辈强行拔除，哪怕是通天境的强者出手，稍有不慎也会引爆蛊虫，落得个神魂俱灭的下场。他这番话说得极其严重，把后果夸大了10倍不止。其实在他心里，这玩意儿虽然霸道，但也并非无解。只要楚倩倩能突破到不灭境，用更强的灵力应魔，或者找个至阳之体双修一下，中和蛊毒，甚至直接去求那个冷面宗主号沸点本源，都能解开。只不过看他这副遮遮掩掩、宁死也不敢说的样子，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敢让宗门知道。那就是他在自己吓自己了。而楚倩倩本就对这蛊毒恐惧万分，又因为之前的经历根本不敢去赌。如今听到云木这番专业且恐怖的诊断，他好不容易筑起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看着他呆住的样子，云木便知道鱼儿上钩了。云木心中暗笑，面上却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自信地点了点头。虽然我现在修为尚浅，无法直接根除，但我家传有一门上古秘法，专门克制此类阴毒蛊虫。只要能进入瑶池仙境，借助其中至纯至净的瑶池圣水洗涤经脉，配合我的秘法，他伸出一只手，在楚倩倩面前晃了晃，我有90%把握能助师姐压制此蛊，甚至慢慢将其炼化。90%！楚倩倩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希冀光芒。师姐，云木看着她，抛出了最后的诱饵：只要你答应，不阻挠我进入瑶池仙境，我便帮你解毒，助你摆脱控制。这是双赢，如何？他看着楚倩倩那动摇的眼神，心中却在暗自盘算：哼，先把你稳住再说，等进了仙境，拿到了好处，再让你欠我个救命之恩，到时候人财两得，岂不美哉？溶洞深处寂静无声，楚倩倩紧紧握着手中的长剑，因为用力过猛，指节都微微泛白。她的内心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天人交战。眼前这个来历不明、满嘴跑火车的师妹暮云，虽然看起来人畜无害，但话语中却处处透着诡异。她不仅一眼看穿了自己身体的问题，
甚至还知道合欢氏心骨如何破解。李治告诉他，应该立刻拿下此人，严刑拷打，逼问出他的真实身份和目的。可是楚倩倩握剑的手不由得颤抖了起来，他不敢赌，他输不起。如果真的闹大了，自己的秘密暴露，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相比之下，眼前这个慕云提出的交易，虽然充满了风险，却也让他看到了摆脱控制的希望。呼，良久，楚倩倩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枪！他收剑归鞘，清冷的目光如刀锋般刮过云木的脸庞，声音低沉而充满警告。好，我信你一次，我不会阻挠你入瑶池仙境。但是他上前一步，身上那股属于半步归一境的威压骤然释放，死死地笼罩住云木。如果你敢骗我，或者到时候解不了我的蛊，我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面对这赤裸裸的威胁，云木心中暗喜，成了，这次仙境之行稳了。他面上却是一副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模样，连忙躬身行礼，语气恭敬无比。师姐放心，我也只是想求个机缘，重塑根基，怎敢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欺骗师姐。只要进了仙境，师弟定当竭尽全力助师姐解毒。合作愉快。楚倩倩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再多说什么。既然交易达成，云木也不想多留，免得夜长梦多。他拱了拱手，正准备转身离开，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今晚的收获，消化那卷核心秘法。等等，就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了楚倩倩那毫无感情的声音。云木脚步一顿，疑惑地回过头，师姐还有何吩咐？只见楚倩倩面无表情地向他伸出了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那手掌摊开在他的面前，纹丝不动。虽然我答应带你进仙境，那是我们私下的交易。楚倩倩的语气平静的可怕，就像是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但是你今晚从圣地各处搜刮来的那些机缘，必须全部上交。哈！云木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差点没绷住。他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楚倩倩，声音都变了调。凭什么？师姐，这都是师弟我凭运气，辛辛苦苦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破烂。破烂！楚倩倩不为所动，甚至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报复的快感。她义正言辞地说道，无论是不是破烂，只要是在瑶池圣地范围内出土的东西，那就是瑶池圣地的资产。身为瑶池弟子，私吞公物，按律当废除修为，逐出师门。他晃了晃那只摊开的手掌，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你若是不交，那我们的交易就此作废。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执法长老，让他老人家来评评理，看看你这些破烂到底该归谁。云木只觉得胸口一闷，一口老血差点没直接喷出来。太无耻了，简直太无耻了。我辛辛苦苦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宝贝，合着全是给你打白工了，还要不要脸了？他死死地盯着楚倩倩那张绝美却冷酷的脸庞，心中那是万马奔腾。但是愤怒归愤怒，理智告诉他，现在绝不能翻脸。比起这些身外之物，瑶池仙境的名额和隐藏身份才是重中之重。权衡利弊之后，云木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给你，都给你。他一脸肉痛地掏出了今晚的所得，脸上还要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师姐说的对，这些都是圣地资产，师弟我绝不敢私藏。师姐真是大公无私，师弟佩服佩服。看着手中这些散发着不凡气息的宝物，楚倩倩的心情莫名好了许多。被那个变态姐姐和陆毅欺压了这么久，今天终于也让别人吃瘪了一次，这种感觉真爽。她毫不客气地将东西全部收入囊中，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算你识相，回去老实待着，别再到处乱跑，否则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说完，他再也不看云木一眼，身形一闪，飘然离去，只留下云木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溶洞里，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心，欲哭无泪。我的剑意残片，我的灵珠，我的秘法，楚倩倩，你给我等着，这笔账我迟早要在你身上讨回来，连本带利。他在心中疯狂咒骂了一番，最后只能灰溜溜地潜回了自己的住处。瑶池圣地，圣女峰。回到洞府后，楚倩倩坐在桌前，看着从云木那里缴获来的几样宝物，神色复杂。犹豫再三，她还是从怀中取出了那枚粉色的传音玉简，灵力注入，玉简微微震动。远在合欢宗的陆毅第一时间收到了传讯。听完了他的汇报后，陆毅对传音玉简淡淡的回道：做得不错，那些东西你自己先留着吧，下次一并带过来，继续监视他，不要打草惊蛇。说完，他便切断了联系。一旁的楚芊芊好奇地凑了过来，怎么了？那个叫慕云的小弟子到底什么来头？他眨巴着眼睛猜测道，难道真的是哪个不世出的老怪物夺舍重生，或者是哪个隐世宗门的传人？陆毅摇了摇头，轻笑道，不，
那种老古董可没这么全知全能，对机缘了如指掌，知道未来的走向，还能在关键时刻拿出针对性的破解之法，这味儿实在是太冲了。陆毅在心中自语道：这哪里是什么夺舍，这分明就是个众生者啊！不管他是什么来路，既然他想进仙境，那我们就如他所愿。陆毅笑了笑，转头对楚芊芊说道：毕竟我对这种未卜先知的人的记忆可是非常感兴趣的。合欢宗偏殿之外，陆毅与楚芊芊刚刚结束了关于暮云的讨论，正并肩从殿内走出。两人还没走出多远，迎面便撞上了一道刚刚推门而出，似乎是刚睡醒的倩影，正是冷凝霜。经过这几日高强度的灵力互补，他感觉已经好多了。冷凝霜那张清丽绝伦的脸庞上，此刻正泛着健康的红润光泽，肌肤白里透红，宛如初绽的桃花，娇艳欲滴。他周身的气息也变得比以往更加圆融深厚，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舒展与惬意。显然，那困扰了他多年的隐患和功法副作用，在陆毅的努力下，已经暂时得到了完美的解决。这副容光焕发，仿佛年轻了10岁的模样，想让人注意不到都难。楚芊芊眼尖，只一眼，那双妩媚的桃花眼中便闪过了一丝戏谑的光芒。他停下脚步，上下打量着冷凝霜，随后掩嘴娇笑了起来，声音里满是阴阳怪气：哟，这不是我们的国师大人吗？啧，这一觉睡醒，气色真是不错啊。他意有所指地瞥了一眼身旁的陆毅，又看向冷凝霜，调侃道：看来还是我们合欢宗的风水养人啊，或者是某人的医术实在是太过高明，让人如沐春风，滋润得很啊。冷凝霜本就因为这几日的荒唐而感到羞耻不已，此刻被楚芊芊当面戳破，还用这种暧昧不清的话语调侃，他那刚刚恢复红润的脸颊瞬间便飞上了2朵更为鲜艳的红云，一直蔓延到了耳根。他下意识地狠狠瞪了陆毅一眼，陆毅则是无辜地摸了摸鼻子，心想这也能赖我。不过冷凝霜毕竟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尴尬与羞窘，他迅速调整了状态，决定转守为攻，先发制人。他深吸一口气，强行板起脸，恢复了往日的高冷威严。他直视着楚芊芊，语气冰冷地质问道：楚芊芊，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我且问你，那天你给我的那卷功法，你是不是在里面动了什么手脚？想到那几日身体里那股莫名其妙令人难以启齿的躁动，冷凝霜就气不打一处来。为何那功法修炼之后会有那般副作用？若不是那个副作用，他又怎会再次去找陆毅，还发生了那种事？面对冷凝霜的兴师问罪，楚芊芊却是丝毫不慌。他摊了摊手，眨巴着大眼睛，露出了一副比窦娥还冤的无辜表情。冤枉啊，国师大人，这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啊。他据理力争道：我当时把功法给你的时候，是不是要继续跟你说过一句话？可是你没听啊。冷凝霜闻言一滞，他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那天。当时的场景是，楚芊芊刚拿出玉简，嘴里刚说了半句，然后自己就一脚把他踹出了房门，让他滚。想起来了。看着冷凝霜那变幻莫测的表情，楚芊芊乘胜追击，委屈巴巴地说道：你看，我想告诉你，必须阴阳同修，有采有补，才能避免阳气积压导致的躁动。可是呢，你根本没让我说完呀！你不仅拿剑指着我，还一脚把我踹出去了。楚芊芊两手一摊，一脸无奈：我都滚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告诉你？难不成我还要趴在窗户上喊吗？这也能怪我？冷凝霜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竟然无言以对。搞了半天，原来是自己当时太急躁，亲手把说明书给扔了。这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被对得哑口无言，只能咬着牙，伸手指着楚芊芊，半天憋出了一个字：你。最后他只能愤愤地甩了一下袖子，将头扭到一边，不再理会这个伶牙俐齿的妖女。既然斗嘴斗不过，那就眼不见为净。他深吸2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转头看向了一直在旁边看戏的陆毅。陆毅，他语气生硬地问道：你在这里还没待够吗？打算什么时候回太初圣地？虽然他嘴上这么问，但心里其实隐隐有些希望陆毅能早点走，毕竟天天面对这2个人，他实在是有心理压力。回圣地？陆毅摇了摇头，坦诚相告：暂时还回不去，我答应了芊芊，要去参加不久后的瑶池仙境名额争夺战，作为外援，帮合欢宗赢下这场比试。什么？冷凝霜闻言微微一惊，眉头瞬间皱了起来。你要去帮合欢宗打瑶池圣地？他虽然知道陆毅行事向来随性，不按常理出牌，但没想到他竟然会为了合欢宗去对抗瑶池圣地。你可想清楚了？冷凝霜神情严肃地提醒道。瑶池圣地的宗主洛倾城，那个女人性格孤傲，极其护短，而且实力深不可测，
据说距离通天境也只差临门一脚。你若是为了帮这个妖女得罪了瑶池圣地，值得吗？他虽然与瑶池圣地有些交情，也不喜合欢宗的作风，但归根结底，他还是更担心陆毅的安危。值得不值得，另说。陆毅笑了笑，脸上露出一抹自信的神色。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况且我对那传说中的瑶池仙境也确实挺感兴趣的，正好借此机会进去逛逛。还有半句话他没说，那里可还有个野生的众生者等着我去收割呢。冷凝霜看着他那副淡定从容的样子，沉默了片刻。他知道陆毅既然决定了，便不会轻易更改，而且看样子楚芊芊确实有本事请动他，自己若是再阻挠，反而显得有些不知趣了。罢了，他叹了口气，不再多言。他深深地看了陆毅一眼，留下了一句：随你便吧，到时候若是惹了祸，可别指望我会出手帮你，你好自为之。说罢，他似乎是为了避免再被一旁的楚芊芊找到机会调侃，直接一转身，裙摆飞扬，快步离开了现场，只留下了一个清冷决绝的背影。冷凝霜离开后，陆毅与楚芊芊两人并肩漫步在回廊之中。啧啧，看国师大人刚才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楚芊芊笑得花枝乱颤，看来这几天的疗伤效果是相当显著啊。陆毅瞥了他一眼，没有接话。这妖女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不知不觉间便来到了一处风景秀丽的花园。咦，那是……陆毅忽然停下了脚步，目光投向了前方不远处。只见在那花丛掩映的小径上，两道娇小的身影正朝着这边走来，正是陆毅那两位好徒弟晴儿与武明月。不过此刻这两人却并没有注意到站在不远处的师尊。晴儿走在前面，手里正捧着一本略显陈旧的书册。此刻的他正低着头，一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书页，看得那是聚精会神，如痴如醉，连脚下的路都顾不上看了，全凭着身体的本能在往前挪动。而那一向活泼好动的武明月，此刻却像是一只好奇心爆棚的小猫，他垫着脚尖，整个人都快挂在晴儿的身上了。一双小手爬着晴儿的手臂，探头探脑的想要去抢那本书看，嘴里还急切地念叨着：师姐，好师姐，就给我看一眼嘛，刚才那个情节还没看完呢，到底亲没亲下去啊？你别急我，正看到关键时刻呢。晴儿一边躲闪着武明月的魔爪，一边护着手里的书，小脸蛋红扑扑的，也不知道是被武明月挤的，还是因为书里的内容太过刺激。对此陆毅心中颇感意外，这是在看什么呢？这么入迷。他玩心大起，并没有出声喊住他们，而是身形一闪，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两人前进的必经之路上。快点快点，往后翻一页。哎呀，你别动。两小只一个看书看得入迷，一个忙着抢书，完全没有注意到前方突然出现的障碍物。于是乎，砰，两人齐齐地撞进了陆毅的怀里。哎呀，谁啊？走路不看啊！两人被撞得向后踉跄了几步，揉着被撞疼的额头，刚想开口抱怨，一抬头便看清了面前那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脸。师尊！两声惊呼几乎同时响起，两人瞬间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精彩，慌乱、心虚、惊恐。晴儿的反应最快，或者说这是身为护使者的条件反射。唰的一下，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手中的那本书藏到了身后，然后迅速低下头，那张清秀的小脸瞬间红得像个熟透了的红苹果，连耳朵根都红透了。而一旁的武明月也顾不上抢书看剧情了，他立刻背着手仰起头，在那吹着蹩脚的口哨，眼神飘忽地看着天上的云彩，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路过看风景的无辜模样。看着这两个做贼心虚的小丫头，陆毅故作严厉地训斥道：走路不看路，成何体统？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晴儿身上，伸出手勾了勾。还有，藏什么呢？拿出来让为师看看，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让你们两个连路都不看了？没什么。晴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支支吾吾地掩饰道：师尊，是功法。对，我们在探讨修炼心得呢。一旁的武明月也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在旁边疯狂点头附和。对，师尊，我们真的在学习，可认真了。功法？陆毅眉头微挑，显然是不信。这两丫头要是能有这么好学，母猪都能上树了。其实陆毅不知道的是，那本书还真是这几天他们与合欢宗的女弟子们混熟之后，被那些热情的师姐们强行安利的。合欢宗的女弟子们平日里除了修炼，最大的爱好就是看这种画本子，以此为乐。见来了两个单纯可爱的小妹妹，
便坏心眼地塞给了他们一本名为《霸道师尊爱上我》的珍藏版画本。起初，两人一看这羞耻度爆表的标题，内心是拒绝的，这看着就不正经啊。但在那些师姐们绘声绘色的怂恿下，再加上这几日确实无聊，便忍不住翻了几页。这一看不要紧，直接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里面那跌宕起伏的狗血剧情，加上那些描写的细腻入微，让人面红耳赤的互动情节，直接让这两个涉世未深、情窦初开的少女彻底上头了。真香定律，诚不欺我。师尊，我们还要回去修炼，先走了。他大喊一声，也不管什么礼数了，一把拉起身边的武明月。两人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头也不回的从陆毅身边窜了过去，一溜烟跑没影了。唉，跑什么？我也没说要没收啊。就在这时，身旁一直没说话的楚芊芊终于忍不住发出了咯咯的娇笑声。刚才他们转身那一瞬间，他可是清清楚楚的瞥见了那本书封面上那几个烫金的大字。啧。楚芊芊走上前，伸出手意味深长的拍了拍陆毅的肩膀，一脸戏谑的说道：陆圣子，你可真是教徒有方啊，连徒弟的课外读物都挑选的这么出乎意料。他不明白楚芊芊话里那种暧昧的暗示，只觉得头大如斗。这锅我不背。陆毅无奈地摊了摊手，我可是正经师尊。是，正经师尊。楚芊芊笑得花枝乱颤，显然一个字都不信。陆毅懒得再跟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妖女扯皮，摆了摆手，转身便朝着自己的院落走去。这几天自己忙着去抓楚倩倩，回来又忙着给冷凝霜治病，把灵儿一个人扔在房间里苦学那些晦涩难懂的功法，确实是有些冷落她了。今晚必须得好好补偿一下她。他轻轻推开房门，看着屋内那听到动静后猛然抬起头，眼中瞬间迸发出惊喜光芒的少女，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夜深人静，明月高悬于瑶池圣地上空，为这座古老宗门披上了一层轻纱。此时此刻，万籁俱寂，只有山间的风声偶尔掠过。然而在圣女殿的寝宫之内，楚倩倩却睡得极不安稳。她躺在寒玉床上，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在那光洁饱满的额头上，此刻却布满了细密的汗珠。她的双手死死地抓着身下的颈背，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身体也在微微地颤抖着，仿佛正在经历着某种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梦境之中，这是一片虚无缥缈、浩瀚无垠的云海，四周白茫茫的一片，没有天，没有地，只有脚下翻涌不息的云雾。这已经是他从合欢宗狼狈逃回后连续数日做的同一个噩梦了。起初他还以为是因为受了楚芊芊的折磨，导致心神不宁才会有所梦魇，但随着次数的增多，这个梦境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愈发清晰，愈发真实。在那云海之巅，始终伫立着一道绝美的白色身影，那身影背对着他，衣袂飘飘，长发如瀑。虽然看不清面容，但仅仅是一个背影，便透着一股睥睨天下却又清冷孤傲到了极点的气息。那种高高在上、漠视苍生的气势，让楚倩倩感到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战栗。你是谁？梦中的楚倩倩试图大声呼喊，想要质问对方的身份，可是无论她如何用力，喉咙里却发不出一丝一毫的声音。而每当那个背影缓缓转过身时，楚倩倩便会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至极的吸力猛地从那个身影身上爆发出来。嗡！那一瞬间，她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要被强行剥离出身体，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漂浮起来，身不由己地向着那个白色的身影飘去。那种感觉太可怕了，就仿佛她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自己，而是成为了某种等待被填充的容器，而那个身影正张开怀抱，等待着归位。不要！他在心中疯狂地呐喊，拼命地想要挣扎，想要逃离，但那股吸力却越来越强，那个背影也离他越来越近。就在他即将触碰到那个身影的瞬间，那种灵魂即将被吞噬的窒息感猛然达到了顶峰。啊！现实中，楚倩倩猛地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惊呼，整个人从床上弹坐而起。呼呼呼！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眼神中充满了惊恐与涣散。那一身薄薄的亵衣此刻早已被冷汗彻底浸透，紧紧地贴在身上。窗外的微风划过紧贴的亵衣，带来一阵阵刺骨的凉意。他惊魂未定地伸出手，抚摸着自己满是汗水的额头。又是这个梦，他喃喃自语，声音沙哑而颤抖。到了他这个境界，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往往是某种预兆，或者是某种外力入侵的征兆。他能清晰地感知到，那种在梦中被牵引、被剥离的感觉绝不是虚幻的，那是一种源自神魂深处的召唤，或者说是侵蚀。相比于姐姐手中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合欢式心骨，这种来源于未知
仿佛要将他彻底夺舍般的诡异梦境，让他感到了另一种更深层次的恐惧。蛊毒只是想要他的命，或者控制他的人，但这个梦似乎是想要彻底抹去他的存在，取代他的一切。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是我修炼的心法出了岔子，走火入魔了？还是说，这是什么我不曾知晓的神秘力量？稍微平复了一下心绪后，楚倩倩用力地摇了摇头，试图将脑海中那个挥之不去的孤傲背影给甩出去，但那个背影就像是在她脑子里扎了根一样，无论如何也无法驱散。不行，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她眼神一凝，心中有了决断，她必须找到答案。她转头看了一眼窗外，此时虽已是深夜，月上中天，但她却没有丝毫的睡意。藏书阁，她想到了瑶池圣地的藏书阁，那里收藏着瑶池圣地自立派以来数万年间所有的典籍秘辛，甚至还有许多连长老们都未曾翻阅过的古本，或许能从中找到关于这种诡异梦境的记载，哪怕只是一鳞半爪也好。想到这里，他不再犹豫，他迅速起身，简单的除去了一身的冷汗，随后他换上了一袭干净的白色长裙，坐在铜镜前仔细的整理了一下仪容。无论何时，她都是瑶池的圣女，绝不能让人看出她的虚弱与狼狈。做完这一切，他推开窗户，身形化作一道流光，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朝着圣地深处藏书阁的方向飞去。夜色深沉，瑶池圣地的藏书阁巍峨耸立。作为圣地传承的重地，藏书阁外常年有长老轮值驻守，更有强大的阵法笼罩，可谓是戒备森严。楚倩倩此行是为了调查那诡异梦境的线索，并不想引人注目。她来到阁楼门前，向守阁长老出示了代表圣女身份的令牌。长老神识扫过，微微颔首，并未多言，便放行让他通过了禁制。瑶池藏书阁共分9层，下3层收录的是基础功法与杂技，对所有内门弟子开放；中3层则是进阶秘籍，需有长老手谕或足够的宗门贡献点方可进入。而楚倩倩此行的目的地是只对亲传弟子及以上级别开放，记载着宗门秘辛与高深典籍的上3层。她轻车熟路地顺着楼梯盘旋而上，因为已是深夜，加上极高的权限门槛，这上面的几层显得格外空旷与寂静，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纸张与特制防蛀香料混合的味道，只有她轻微的脚步声在回荡。楚倩倩并没有在6层和7层停留，而是径直来到了第8层。这一层主要收录的是关于神魂、意志以及一些上古流传下来的残篇古本，她想在这里找到关于那个不断重复的诡异梦境的蛛丝马迹。然而就在她刚刚踏入第8层，路过一排高大的书架时，她的眼角余光却忽然扫到了一道略显熟悉的身影。楚倩倩脚步一顿，下意识地隐匿了自己的气息，闪身躲到了一根立柱之后。她透过书架的缝隙凝神望去，只见在书架的深处，昏黄的长明灯下正蹲着一个身穿亲传弟子服饰的少女。那少女正撅着屁股，在一堆散乱的古籍中极其没有形象地翻找着什么。她动作很轻，甚至显得有些鬼鬼祟祟的。虽然只有一个背影，但楚倩倩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怎么又是她？楚倩倩眉头微蹙，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烦躁。此人正是前几日刚被自己逮个正着的慕云。与此同时，正在书堆里奋战的云木，心情简直比这满是灰尘的古籍还要糟糕。该死的，到底在哪儿呢？云木一边翻找，一边在心里疯狂咒骂。自从上次那个月黑风高夜被楚倩倩打劫之后，他就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周围多了不少尾巴。无论是在住所，还是去演武场，甚至连去吃个饭，都总能感觉到几道若有若无的视线粘在自己身上。这种被监视的感觉，让他这个曾经的通天境大能感到无比的憋屈与烦躁。他原本还打算在自己的住处偷偷修炼几门前世记忆中的特殊功法，用来作为大比时的底牌，可现在在这全天候无死角的监视下，他根本不敢轻举妄动，生怕暴露出什么破绽，被人当成妖孽给切骗了。思来想去，他想到了这个绝妙的避难所藏书阁。那些负责监视他的普通弟子根本没有权限上来，而且这里有阵法阁绝神石探查，可谓是目前整个瑶池圣地内对他来说最安全最清静的净土。于是他便借着自己如今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躲了进来。当然，作为一名合格的众生者，既然来了宝山，自然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他依稀记得，在前世的一次闲聊中，曾听一位瑶池的长老提起过，在这藏书阁第8层的某个书架夹缝中，意外发现过一页残缺的上古丹方。那丹方虽然残缺不全，但记载的一种名为凝魂液的炼制方法却是完整的。这种灵液对于滋养神魂有着奇效，正是他目前壮大神识所急需的辅助品。虽然这玩意的价值跟之前被楚倩倩抢走的那些上古剑意、天地灵珠比起来，简直就是苍蝇腿，但在如今这个处处受制、诸事不顺的节骨眼上，
苍蝇腿再小也是肉啊。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这里的藏书浩如烟海，加上数百年岁月的变迁，许多书籍的位置早已发生了变动，甚至连书架都换了好几批。他在这里像只无头苍蝇一样翻找了大半个晚上，眼睛都快看花了，吃了一嘴的灰，却连那叶丹芳的影子都没见到。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重生回来怎么就诸事不顺呢？云木郁闷地将手里的一本灵兽繁育指南随手扔回书架，心中愤愤不平。先是被那个疯女人抢劫，现在连捡个漏都捡不到，难道是因为重生导致的时空错乱，把我的气运给压制了？还是说这瑶池圣地跟我八字不合？就在他拿起另一本破破烂烂的古籍，正准备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清冷、熟悉且带着几分审视意味的声音：你在这里干什么？这声音在寂静的藏书阁中显得格外突兀，就像是午夜凶铃一般。卧槽！云木吓得手一抖，手里的书差点没拿稳掉在地上。但他毕竟是两世为人的老油条，心理素质极佳，几乎是在听到声音的瞬间，他脸上那副苦大仇深的表情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受到了惊吓却又带着几分天真无邪的少女模样。他拍着胸口，转过身，一脸惊喜地看着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的楚倩倩。呀，是圣女师姐。她眨巴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声音清脆悦耳，透着一股子见到偶像的欣喜。好巧啊，师姐你也睡不着，来这里看书吗？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师姐，我们还真是有缘分呢。如果是换做其他人，看到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师妹对自己如此崇拜，恐怕早就心软了。但楚倩倩是谁？自然不会因为她装傻放松分毫，相反，她的目光变得更加犀利和审视。深夜，藏书阁高层鬼鬼祟祟的翻找，这一切的要素加在一起，实在是太可疑了。尤其是联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这让他心中的怀疑瞬间攀升到了顶点。巧吗？楚倩倩冷笑一声，不但没有回应他的热情，反而逼近了一步。他目光如炬，扫视了一眼云木身后那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书架，冷冷地说道：这第8层收藏的多是关于神魂修炼、上古阵法以及一些晦涩难懂的偏门典籍。你不在洞府好好巩固修为，深更半夜跑来这里，又想干什么？他的声音咄咄逼人，继续问道：难道说你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云木被他问得心里咯噔一下，他在心中疯狂吐槽：真倒霉，怎么走到哪儿都有这个女人来妨碍我？这女人是属狗皮膏药的吗？怎么甩都甩不掉，早知道那天晚上就该冒点险，直接把她给办了，省得现在这么多事。虽然心里把楚倩倩骂了个狗血淋头，但她表面上却依旧维持着那副无辜小白兔的形象。她有些委屈地绞着手指，小声辩解道：师姐误会了，我只是因为刚刚突破，境界有些不稳，神魂时常感到躁动，多生梦魇，有些难以入眠。听师尊说这藏书阁有些关于神魂温养的古籍，我便想结合我的医术经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解决的办法。真的只是随便翻翻，没有找什么特别的东西。说着，他还适时地露出了一抹因为被误解而感到的难过的表情。然而楚倩倩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的疑虑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更深了。神魂躁动，多生梦魇，难以入眠，这症状怎么听起来和自己的反应那么像？楚倩倩看着眼前这个信誓旦旦的小师妹，心中充满了犹豫。但正如溺水之人会抓住哪怕一根稻草一样，在那个诡异梦境的折磨下，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那个在云端俯瞰他的背影，那种灵魂被强行剥离的窒息感，让他每一夜都寝食难安。他咬了咬牙，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终于还是开口问道：暮云师妹，若是经常做同一个噩梦？他顿了顿，眼神有些飘忽，似乎是在组织语言。梦见自己身处云端，被另一个强大的意识牵引，甚至感觉身体都要不受控制地飞向对方。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看法？听着他的描述，云木的眼神微微一凝，他心中暗道一声，果然，这症状听起来简直太耳熟了。他表面上收起了那副嬉皮笑脸的模样，故作深沉地摸了摸下巴，开始循循善诱地套话那个意识，是不是给你一种很古老、很威严，甚至有些熟悉的感觉？是不是每次梦醒之后，你都会感觉自己的某些记忆变得模糊，或者多了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记忆片段？楚倩倩闻言，瞳孔猛地一缩，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她急切地点了点头，没错，正是如此。你怎么知道？云木没有立刻回答，但他心中此刻却很是惊讶。结合前世的记忆，他瞬间便想通了一切。上一世，楚倩倩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年之内修为如同坐火箭一般暴涨，最终飞升上界，成为一代传奇，外界都传言她是天赋异禀，
是瑶池万年不出的绝世天才，但现在看来，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天赋，那是传承记忆觉醒，甚至说得更直白一点，那就是有人留下的一缕残魂，正在潜移默化的吞噬、融合楚倩倩的神魂。所谓的觉醒，不过是一场漫长的夺舍罢了。一旦融合成功，现在的楚倩倩虽说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却会性情大变，基本上和换了一个人没什么区别。云木在心中毫无同情心地感叹了一句，不过他很快便压下了这点微不足道的怜悯。他看着眼前焦虑不安的楚倩倩，心中开始飞速权衡利弊，告诉他真相。不，那太麻烦了，不仅解释起来费劲，还容易把自己给暴露了。而且，如果那个记忆能提前醒来，也未必是件坏事。浑水才好摸鱼啊！想到这里，云木的心中瞬间有了一个计划。他推波助澜地说道：“师姐，依我看，这多半是你最近修炼压力太大，导致神魂衰弱，产生了心魔幻象。”他一本正经地胡扯道：“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太渴望变强了，所以才会梦见那种强大的存在。只要壮大神魂，稳固本心，这种症状自然就会消失。神魂衰弱。”楚倩倩对此将信将疑，但相比于那个仿佛要将她吞噬的恐怖猜想，神魂衰弱这个解释显然要容易接受得多，也让她感到了一丝安心。那该如何壮大神魂？她急忙追问道。巧了，云木一拍大腿，指着周围的书架说道：“我正如刚才所说，也是因为神魂不稳才来此寻找方法的。据我所知，这藏书阁第8层藏有一张名为凝魂液的残缺丹方。此药液虽然是上古残方，但专治神魂虚弱，有奇效。师姐不如帮我一起找找，若是能找到并炼制出来，对你的症状绝对是大有裨益。这倒不是假话，凝魂液确实能壮大神魂，但对于正处于被夺舍边缘的楚倩倩来说，壮大神魂只会让那个记忆苏醒得更快，这简直就是催命符。但楚倩倩哪里知道这些，她只当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刻点头答应了下来。好，那便找找看。于是两人便在这空旷的第8层开始了地毯式搜索。云木在这一排排书架间翻箱倒柜，怎么没有呢？他累得满头大汗，灰头土脸，一本本古籍翻过去，眼睛都快看瞎了，却始终一无所获。该死，难道是被谁借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木的心态逐渐有些崩了。重生回来之后，他的运气似乎一直都不怎么好。这种明明知道宝山就在眼前，却怎么也找不到入口的感觉，实在是太折磨人了。就在他即将放弃，准备骂娘的时候，一直在一旁漫不经心翻找的楚倩倩忽然停下了脚步。她似乎是有些累了，随意地靠在一个布满灰尘的书架角落。她的目光在书架上扫了一圈，随手抽出了一本看起来毫不起眼、落满了灰尘的《东海游记》。这种游记怎么会放在第8层？她皱了皱眉，随手抖了抖书上的灰尘。哗啦！随着她的动作，一张泛黄的如同枯树叶般的书签从书中悠悠地飘落了下来，正好落在了她的脚边。楚倩倩愣了一下，弯腰将其捡起。她借着灯光看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的古文，眼中闪过一丝困惑。随即她转过身，对着还在那边灰头土脸刨书堆的云木喊道：“喂，暮云师妹，你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云木听到声音，猛地回过头，他3步并作2步冲了过来，一把夺过楚倩倩手中的那片树叶，定睛一看，只见那枯黄的叶片上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药材的配比和炼制手法，其中一部分赫然写着3个古朴的大字“凝魂液”。云木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他看了看手中那张苦寻不得的丹方，又看了看对面一脸无辜，仿佛只是随手捡了张废纸的楚倩倩，再看看自己这一身灰尘、满头大汗的狼狈模样，他仿佛听到了自己心态碎裂的声音。他在这一层翻了整整2个时辰，翻了几千本书，累得跟狗一样。结果人家呢，随便抽了一本游记，抖了一抖，东西就自己掉出来了。人比人，气死人啊！云木双手颤抖地捧着那片泛黄的树叶，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看了好几遍，甚至还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确定这不是在做梦。没错，这就是凝魂液的配方，而且还是完整版。这一试，他处心积虑，早早地潜入藏书阁，翻箱倒柜找了好几天，弄得灰头土脸，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可人家楚倩倩呢，随手抽了一本书，抖了抖，东西就自己掉出来了。这气运未免也太逆天了吧！云木在心中疯狂咆哮，极度的质壁分离。暮云师妹，你怎么了？楚倩倩看着云木那扭曲的表情，有些疑惑地问道：“难道这不是你要找的东西？”啊！
不是，就是这个。云木猛地回过神来，强行压下心中那股想要吐血的冲动和酸楚。他深吸了一口气，利用那堪比影帝的演技，瞬间换上了一副感激涕零，几乎要哭出来的表情。师姐，这正是师妹苦寻不得的凝魂液丹方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师姐，你简直就是我的福星啊！他眼中闪烁着真诚的泪花。师姐放心，为了报答师姐的恩情，师妹回去之后便立刻开颅炼制，一旦成丹，定会在第一时间给师姐送去，希望能助师姐缓解噩梦，早日恢复神魂安宁。那就麻烦师妹了。楚倩倩虽然觉得她有点过于激动了，但毕竟这东西能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便也没有推辞。然而她哪里知道，此刻云木那副感激涕零的面孔下，正藏着怎样一颗阴暗冷笑的心。哼，凝魂液确实是好东西，能壮大神魂，让你睡个好觉。云木在心中冷冷地想到。但是师姐啊师姐，这可不是什么良药，这是我亲手送你的催命符啊，你就好好享受这最后的安宁吧。告别了楚倩倩之后，云木带着丹方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虽然嫉妒楚倩倩的运气，但正事还是不能耽误的，这凝魂液对他自己也有大用。接下来的几天里，云木闭门谢客，一头扎进了炼丹房。凭借着前世的炼丹造诣，在炸了2次炉之后，终于成功炼制出了一瓶色泽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清香的凝魂液。看着玉瓶中那宛如琥珀般的液体，云木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也没有食言，立刻便派遣人将此药献宝送到了圣女峰。圣女峰洞府内，楚倩倩看着手中那瓶精致的玉瓶，眼中却闪过了一丝犹豫。虽然她很想摆脱那个噩梦，但自从在合欢宗中了招之后，她现在就像是惊弓之鸟，对于任何入口的东西都抱有极大的戒心。更何况这还是那个来历神秘、满嘴跑火车的暮云给的，防人之心不可无。楚倩倩想了想，并没有立刻服用。她带着药液悄悄地离开了圣女峰，去拜访了瑶池内一位精通丹道、早已隐世不出的太上长老。这位长老德高望重，且与世无争，是他目前最信任的人之一。他谎称这是自己在一处上古遗迹中偶然所得，不知药性如何，特来请长老长眼。那位太上长老接过玉瓶，打开瓶塞，轻轻嗅了嗅，又倒出一滴，在指尖仔细查验了一番。随即他那原本浑浊的老眼中猛地爆发出了一阵金光。好药，绝世良药啊！长老赞不绝口，激动的胡子都在颤抖。此乃上古失传已久的温养神魂之圣药炼制手法，更是精妙绝伦，药性温和纯正，无毒无害，对于神魂受损、心神不宁者，简直有着起死回生之效。倩倩啊，你这是机缘不浅啊，竟然能得到如此宝药。听着长老那毫无保留的赞美，楚倩倩心中最后的一丝顾虑也终于烟消云散。看来那个暮云虽然人怪了点，但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骗自己。当晚回到洞府后，楚倩倩便迫不及待地服下了一滴凝魂液，并开始打坐炼化。药液入体，瞬间化作一股清凉的气流，顺着经脉直冲识海。轰！原本因为噩梦而躁动不安，仿佛随时都会撕裂的灵魂，在这股清流的滋润下，瞬间平复了下来。那种灵魂被撕裂的焦躁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与宁静，就像是干涸已久的土地终于迎来了甘霖的滋润。那一晚他睡得格外安稳，久违地没有做那个恐怖的噩梦。梦境中那片翻涌的云海变得平静如镜，虽然那个白色的背影依旧伫立在云端，但那种强行牵引灵魂要将它吞噬的痛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以及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融合的渴望。接下来的几天，楚倩倩每日按时服用凝魂液，效果立竿见影，她的气色越来越好，原本憔悴的脸庞重新焕发出了光彩，甚至连停滞已久的修为都有了精进的迹象，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她自己没有察觉到的是，在这潜移默化之中，她的一些小习惯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她开始变得更加喜静，原本只是身为圣女的高傲，现在却多了一丝视万物为刍狗的淡漠。她看人的眼神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带着少女的傲气与锐利，而是变得深邃沧桑，仿佛一眼就能看穿世间沧桑，宛如一位俯瞰众生的神奇。某日清晨，楚倩倩站在圣女峰的最高处，迎着初升的朝阳，金色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为她镀上了一层神圣的金边。她下意识地抬起手，摆出了一个从未学过却又无比自然的古老手印。嗡！随着手印的结成，她周身的气息瞬间变得飘渺难测，仿佛与这天地融为了一体。瑶池圣地，圣女峰顶，楚倩倩静静地伫立在崖边，那一袭白衣在晨风中猎猎作响。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双纤细白皙的手掌，
就在刚才，他下意识地毫无征兆地接触了一个极其古老而繁复的手印。那个手印他从未学过，甚至在瑶池现存的所有典籍中都未曾见过。可就在刚才那一瞬间，他的身体仿佛不受控制一般，行云流水地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就像是这已经是他刻在骨子里演练了千百遍的本能。这是什么？他喃喃自语，眼神中出现了一瞬间的茫然与恍惚。他试图去回想刚才那个动作的含义，以及那个手印所引动的那股仿佛来自远古的苍茫气息。然而这一想，他的脑海中却像是炸开了一般，无数碎片化的陌生的记忆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强行挤进了他的识海。那些记忆里有晦涩难懂的功法口诀，有尸山血海的宏大上古战场，有天地崩塌的恐怖景象，更有一种仿佛伫立于云端之上，俯瞰芸芸众生皆如蝼蚁般的淡漠心境。这种心境绝对不属于20岁还有些骄纵傲气的楚倩倩，但此刻这些东西却正在强行融合进他的灵魂，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就在他还在努力整理这些纷乱的思绪，试图分清现实与记忆的边界时，一阵熟悉的异样感忽然从他的小腹深处传来。嗡，那是合欢氏心蛊即将发作的前兆。算算时间，距离上次去合欢宗刚好过去了7天。若是换作以前，感受到这股催命符般的动静，楚倩倩定会瞬间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屈辱、恐惧和愤怒。可是在这一刻，当那股熟悉的异样感袭来时，她的内心竟然毫无波澜，平静的就像是一潭死水。那种足以让人发疯的恐惧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冷漠的理性。时间到了吗？她在心中淡淡的想到，仿佛身体传来的异样感仅仅是一个提醒她该去完成某项任务的无关紧要的讯号。她神色平静地整理了一下有些被风吹乱的衣衫，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洞府里纠结许久，做无数遍的心理建设，甚至不需要去压抑内心的羞耻。她直接架起遁光，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合欢宗的方向飞去。这一路上的飞行，她不再有那种做贼般的惶恐，也不再担心被人发现。她的眼神空洞而深邃，冷静得让人感到可怕。合欢宗圣女殿，今日阳光明媚，楚芊芊的心情似乎也不错。算算时间，她那个好妹妹也该来报道了。咻！果然，没过多久，一道白色的遁光便破空而来，稳稳地降落在了殿前的广场上。看着楚芊芊那熟悉的身影，楚芊芊立刻站了起来。她的脸上挂着那副标志性的、充满了戏谑与恶意的笑容，扭着腰肢迎了上去。她已经准备好了今天的台词，准备像往常一样，先好好的嘲讽羞辱一番，再欣赏妹妹那屈辱又无奈的表情。哟，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楚芊芊阴阳怪气的开口道：“这次来的挺准时呀，看来是真的很想姐。”然而，她的话只说了一半，声音硬生生的卡在了喉咙里。原本脸上那得意的笑容也瞬间凝固了，因为她发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无论她怎么阴阳怪气，无论她怎么挑衅，站在她面前的楚倩倩都只是静静的站在那里，静静的看着她。那张绝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羞耻，没有恐惧，甚至没有她这个姐姐。那双眸子深邃如古井，漆黑一片，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清冷与死寂。那眼神根本不像是在看一个活人，更不像是在看自己的仇人，而像是在看一块石头、一棵树，或者一件没有任何生命的死物。你被这种毫无感情色彩的眼神盯着，楚芊芊只觉得背后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她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那种本能的畏惧感让她脸上的笑容彻底挂不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就在气氛凝固，楚芊芊有些不知所措之时，哒哒哒，一阵脚步声从殿内传来。陆毅手里拿着2个刚洗好的灵果，一边啃着，一边悠哉悠哉地走了出来。怎么了？站在门口不进去当门神呢？看到陆毅出现，楚芊芊仿佛看到了救星，她一把冲过去，将陆毅拉到了一旁，背对着楚倩倩，压低了声音，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惊疑：“喂，陆毅，你快看看他，是不是我的骨下梦了？还是出了什么岔子？这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变了个人？”陆毅闻言有些诧异地挑了挑眉，他转过身，将目光投向了站在广场中央的楚倩倩。只一眼，陆毅便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同。以前的楚倩倩虽然也是一副清冷高傲的模样，但那种傲是带着少女的骄纵，带着身为圣女的优越感，是有烟火气的。被欺负了会生气，被羞辱了会脸红，被威胁了会害怕。但现在的楚倩倩，那是冷，一种彻头彻尾的超脱外物、高高在上的冷。她站在那里，却仿佛与整个世界都格格不入，仿佛随时都会乘风归去。有点意思。这种诡异的变化不仅没有让陆毅感到恐惧，
反而让他感到十分新奇。面对两人肆无忌惮的注视和打量，楚倩倩依旧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任何波澜。过了良久，她才淡淡的开口，声音平淡的就像是在问今天吃了吗一样随意。看够了吗？这简单的4个字却让楚芊芊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陆毅却是挑了挑眉，将手中的灵果3、2口吃完，拍了拍手，点了点头。当然没有。楚芊芊也站在原地，看着那陌生的妹妹，心中莫名有些发毛。这家伙到底是怎么了？楚芊芊很快便帮自己这位妹妹压制了蛊虫的躁动，楚倩倩则是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那双深邃的眼眸平静如水，仿佛因为蛊毒反应而略显狼狈的身体根本就不是她自己的一样。这种极度的配合与冷漠，反而让原本抱着几分调教心思的陆毅感到了一丝索然无味。好了，楚倩倩收回灵力，将玉佩在手中抛了抛，淡淡的说道。随着蛊毒被压制，楚倩倩体内的躁动迅速平息，她神色平静地整理好有些凌乱的衣衫，动作行云流水。随后她抬起头看向陆毅，声音清冷的开口汇报那个叫慕云的弟子，我已经查过了。说。陆毅则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楚倩倩语气平稳，机械地叙述道，几日前深夜，我在藏书阁第8层偶遇了他，他当时行踪鬼祟，正在翻找关于神魂类的古籍，被我发现后，他声称自己神魂不稳，需要寻找治疗之法。随后他一眼便看出了我神魂有异，并准确地说出了我被噩梦缠身，神魂被牵引的症状，诊断其为神魂衰弱。之后他似乎对藏书阁极为熟悉，在我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张失传已久的名为凝魂液的上古丹方。就在昨日，他炼制出了凝魂液，并送到了圣女峰，称此药可解我不受噩梦侵扰之苦。楚倩倩的汇报简洁明了，没有任何个人的情绪色彩，就像是在宣读一份毫无感情的公文。然而听完这番话，陆毅眼中的笑意却越来越浓了，一眼就能看出楚倩倩体内那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的异常，还能在浩如烟海的藏书阁里精准地找到那张失传的丹方，再加上之前他那莫名其妙的崛起速度，以及对瑶池圣地各种隐秘机缘的了如指掌，实锤了。这要不是个带着前世记忆回来的众生者，陆毅愿意当场把面前这张桌子给吃了。有意思，真有意思。陆毅手指轻轻敲击着床沿，心中暗自盘算，看来这家伙前世混得不错啊。只不过他这诊断神魂衰弱，还送上壮大神魂的凝魂液。陆毅看向楚倩倩的目光中不由得多了一丝古怪，这女人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所以陆毅突然开口问道，你吃了那个凝魂液？楚倩倩点了点头，理所当然地回答道，我找太上长老鉴定过，此药无毒，且药性温和纯正，确实对神魂大有裨益，为了摆脱噩梦，我便服用了。陆毅挑了挑眉，他并没有拆穿慕云的阴谋，也没有告诉楚倩倩真相。对他来说，无论是原本那个高傲的楚倩倩，还是那个即将觉醒的记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只不过是他棋盘上的棋子，是他眼中的猎物罢了。甚至如果记忆觉醒了，或许还会更有趣一些。他站起身，缓步走到楚倩倩面前，他伸出一只手，轻轻挑起楚倩倩的下巴，强迫她与自己对视。那你觉得自己最近有什么变化吗？他意有所指地问道，试图从中看出一丝端倪。楚倩倩被迫仰着头，她的眼神微微波动了一下，似乎有一瞬间的迷茫与思索，但很快那抹迷茫便被那种如同万年寒冰般的清冷所覆盖，并未有何不妥。他淡淡的回答道，声音平稳的没有一丝起伏，只是觉得心静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被外物所扰，更能专注于修炼。以前许多想不通的功法关爱，如今都迎刃而解。是吗？陆毅轻笑一声，手指在他细腻的肌肤上轻轻摩挲着。他没有再继续深究，因为他已经得到了答案。这哪里是心境了，这分明就是正在被同化，正在逐渐失去属于楚倩倩的人格与情感。现在的楚倩倩身上散发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宏大气息。如果说以前的楚倩倩是一朵带刺的红玫瑰，虽然扎手，但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让人忍不住想要摘下占为己有，那么现在的她就是一朵盛开在雪山之巅的高岭之花，神圣孤傲，漠视苍生。她就站在那里，却仿佛与整个世界都隔绝开来，让人只能仰望，不敢亵渎。但是对于陆毅这种反派来说，这种高高在上，视万物为刍狗的神性姿态，不仅没有让他感到敬畏，反而像是一剂最猛烈的烈药，瞬间点燃了他心中那隐藏极深的暴虐与征服欲。陆毅在心中暗自感叹，这股子高冷劲儿，甚至比冷凝霜还要冲啊！若是能把这种状态下的他从那高高的神坛上狠狠地拽下来，
看着那张冷漠无情的脸上露出凡人那种羞耻、崩溃、求饶的表情，那种滋味恐怕会比之前更加美妙百倍吧。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兴奋的征服欲在他的胸腔中疯狂升腾，他的目光变得愈发灼热，在楚倩倩的脸上和身上肆意游走。然而面对他这般放肆的审视，楚倩倩却依旧面无表情，眼神古井无波，仿佛陆毅看的不是他，而是一截木头。没劲。见他这副反应，陆毅强行压下了心中的躁动。现在的火候还不够，等到了瑶池仙境，等那出好戏真正开场的时候，行了，你可以走了。陆毅松开手，意兴阑珊地摆了摆手。楚倩倩也没有多留一秒，那白色的背影决绝而孤傲，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清冷与疏离。楚倩倩走后没多久，楚芊芊看着妹妹离去的方向，咂舌道：啧，这丫头现在怎么变成这副德行了？以前虽然也傲，但好歹还是个人样，现在这副死人脸，看得我都想揍她了，太能装了。楚芊芊撇了撇嘴，一脸的嫌弃与看不惯。陆毅笑了笑，转头看向他：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我们也该准备动身了。两人对视一眼，眼中都闪烁着唯恐天下不乱的金光。再过几日就是瑶池仙境开启之日。次日清晨，合欢宗的接引广场之上，一艘体型庞大、装饰的极尽奢华的灵舟正悬停在半空之中，整装待发。这艘灵舟乃是合欢宗的门面担当，平日里极少动用，只有在参加像瑶池仙境开启这种修仙界盛事的时候，才会拉出来撑撑场面。灵舟之下，合欢宗的一众弟子早已集结完毕，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而在队伍的最前方站着的正是此次合欢宗领队的核心人物，作为强力外援的太初圣子陆毅，以及合欢宗的门面担当圣女楚芊芊。此时的陆毅虽然依旧是一袭白衣胜雪，风度翩翩，但他脸上的表情却多少显得有些无奈。他低下头看了看正如两只树袋熊一样一左一右死死抱着自己胳膊不撒手的武明月和晴儿，这两个小丫头一副你去哪我们就去哪，别想甩掉我们的架势。师尊，我们也要去给您加油助威啊。武明月仰着头理直气壮地说道。是呀，师尊去哪里，晴儿就去哪里。晴儿也在一旁乖巧地点头附和。陆毅无奈地叹了口气，罢了，带上就带上吧，反正也就是去凑个热闹，也费不了多大劲。就在众人准备登船之际，一道清冷而熟悉的身影忽然出现在了广场的边缘。冷凝霜依旧是一袭标志性的素白长裙，气质高冷，宛如九天玄女下凡。她缓步走来，楚芊芊看到她，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容，故意高声问道：哟，国师大人，您这是来给我们送行的？冷凝霜走到近前，目光在陆毅身上停留了一瞬，随即迅速移开。他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不放心，我是陆毅的长辈，既然他在我这里暂住，我就有义务看好他。他瞥了一眼陆毅，语气严肃地说道：瑶池圣地规矩森严，不像你们合欢宗这般散漫，万一到时候他给太初圣地惹了什么麻烦，我也好及时制止，免得让圣地蒙羞。这番话说的那叫一个大义凛然，冠冕堂皇，仿佛他真的是为了太初圣地的名誉才不得不勉为其难的跟着一起去的一样。然而谁还不知道他那点小心思。陆毅和楚芊芊对视一眼，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那毫不掩饰的笑意。什么监督，什么长辈，说白了不就是食髓之味，身体离不开陆毅这个人形解药吗？这要是离得远了，万一体内的寒气或者那股躁动又上来了，找谁哭去？不过看破不说破，为了照顾他的面子，两人都很默契的没有拆穿他。那就劳烦师姑费心了。陆毅忍着笑，恭恭敬敬的做了个请的手势。师姑请上船。冷凝霜微微颔首，维持着那副高冷的姿态，率先登上了灵舟。随着所有人员登船完毕，这艘庞大的灵舟在一阵轰鸣声中缓缓升空，化作一道流光，朝着瑶池圣地的方向疾驰而去。与此同时，瑶池圣地迎客广场作为此次瑶池仙境开启的主场，今日的瑶池圣地可谓是热闹非凡。虽然仙境的核心名额只有瑶池与合欢宗两家争夺，但这并不妨碍其他宗门派人前来观礼。广场之上早已是人山人海，而在瑶池圣地等待入场的弟子队列之中，云木正安静地站在人群的后方。他虽然看似平静，正在闭目养神，但实际上他那藏在袖中的双手却因为激动而在微微颤抖。他深吸了一口带着花香的空气，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和状态。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光芒。这份兴奋并非源于即将到来的比试，也不是为了那仙境中的机缘，而是因为就在今天，他前世那位生死与共可以托付后辈的异姓好兄弟武阳也会跟随合欢宗的队伍前来，并作为外援登场。终于要见面了吗？云木的心中
涌起了一股浓浓的怀念。前世他与武阳的相识是在一场意外之中，因为一场误会，两人大打出手，最后却打出了交情，惺惺相惜，结为异姓兄弟。武阳虽然出身卑微，是王府庶子，但天赋异禀，性格坚韧。更重要的是，他对他的师尊冷凝霜，那真可谓是一片痴情，感天动地。只可惜前世的武阳因为自卑和种种顾虑，直到飞升之前才向他的师尊表露心迹。唉，想到这里，云木不由得在心中叹了口气。算算时间，现在的武阳应该还处于那种暗恋师尊却又不敢表白的自卑阶段吧。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自信而又温暖的笑容。好兄弟，你放心，这一世既然大哥我重生回来了，就绝不会让你再留遗憾，我定会帮你捅破这层窗户纸，让你抱得美人归。咱们兄弟联手，再加上我对未来的先知先觉，这修仙界还不任由我们横着走。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当自己向武阳展示实力，并帮助他追到师尊时，武阳那感激涕零的表情了，那一定很有趣。来了！就在这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云木猛地抬头朝着天边望去，只见远处的天际，一艘巨大的灵舟破开云层，带着一股强悍的威压缓缓驶来。那是合欢宗的灵舟。云木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他不禁踮起了脚尖，伸长了脖子。他那热切的目光穿过人群，在那逐渐靠近的灵舟甲板上疯狂地搜寻着。他在寻找那张熟悉的面孔，寻找那个虽然有些木讷但眼神坚毅的少年。他在脑海中甚至已经预演好了无数种感人至深的出狱开场白。灵舟缓缓降落，带起的巨大气流吹乱了广场上众人的发丝，也吹动了云木那颗火热的心。他看着灵舟逐渐打开的舱门，眼中满是期待，嘴唇微动，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喃喃自语道：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好久不见，这一世大哥带你飞。轰隆隆，伴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合欢宗的灵舟在瑶池圣地负责接待的长老指引下，缓缓降落在了迎客广场的中央。灵舟落地，吸引了广场上无数修士的目光。毕竟合欢宗作为此次盛会的主角之一，再加上其平日里那行事乖张的作风，想不引人注目都难。舱门打开，合欢宗的众弟子在几位长老的带领下鱼贯而出。走在最前方的自然是此次的领队合欢宗圣女楚芊芊，以及那位被请来当作强力外援的太初圣子陆毅。两人一个妖媚动人，一颦一笑间皆是风情，一个白衣胜雪，气度不凡，宛如谪仙凌尘。站在一起，竟然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和谐感，瞬间便成为了全场的焦点。而在人群的后方，那个伪装成女弟子暮云的众生者云木，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在那缓缓走下的合欢宗队伍里来来回回地扫视了整整3遍。然而随着最后一名合欢宗弟子走出灵舟，云木脸上的期待之色逐渐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错愕与不解。没人？怎么会没人呢？他不死心的又扫了一遍，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那个熟悉的身影武阳竟然真的不在队伍之中。云木的心中瞬间涌起了一股巨大的疑惑，怎么回事？这剧情不对啊！按照前世的轨迹，武阳明明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一同前来的，难道……他眉头紧锁，心中暗自揣测，难道是因为我重生导致某些细节发生了偏差？不应该啊，这可是他人生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他扬名立万的起点啊！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否出现了偏差时，他的目光在扫过陆毅身后时忽然猛地凝固了。他没有看到心心念念的好兄弟武阳，但是他却看到了武阳的师尊玄武国国师冷凝霜。国师来了，那武阳怎么没来？云木心中的疑惑更甚，同时他也注意到陆毅，而且这男人是谁？云木的心中警铃大作，前世的记忆里可从来没听说过冷凝霜身边有这么一号人物。难道武阳没来跟这个男人有关？出于众生者的谨慎以及对未知变量的本能探究，云木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悄悄运转起前世修习的一门高深探查秘术。然而就在他的目光触及到陆毅身体的那一瞬间，原本正微笑着与瑶池长老寒暄的陆毅仿佛是有所感应一般，他没有任何征兆地猛地转过头，目光直接看向了站在角落里的云木。两人的目光在空中毫无花哨地碰撞在了一起。那一瞬间，云木只觉得头皮发麻。陆毅的那双眼睛深邃如渊，嘴角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那眼神中带着一种仿佛能看穿一切伪装的戏谑，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就好像自己在他面前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小丑。最让云木感到心悸的是，在他的灵魂深处猛地升起了一股强烈到极致的威胁感。此人危险！云木的心跳漏了一拍，在这股强烈的压迫感下，
他下意识地避开了陆毅的视线，低下了头，不再与其对视，背后已是一片冷汗。远处的陆毅看着那个像受惊的鹌鹑一样缩回去的女弟子，收回了目光。他嘴角的笑意愈发玩味。呵，找到了。他在心中轻笑了一声。那个鬼鬼祟祟躲在人群后面的女弟子，虽然伪装得很好，而且刚才那道窥探的神识肯定是来自他的，没跑了，应该就是那个的众生者。此时两宗的高层已经开始进行例行的寒暄与交流，场面变得有些嘈杂。陆毅作为太初圣子，身份尊贵，自然成为了瑶池一众长老和女弟子们关注的焦点，很快便被围在了中间。而冷凝霜似乎并不想参与这种应酬，也可能是为了避嫌，他并没有跟在陆毅身边，而是独自一人清冷地站在了广场边缘的一棵古树下。云木躲在人群中，平复了一下刚才受到惊吓的心情，正好看到这落单的一幕，他的眼睛顿时一亮。机会，他心中暗道，既然找不到武阳，那就直接从他师尊这里下手，只要能跟冷凝霜搭上话，套出武阳的下落，或者借着武阳的名头拉近关系，等日后武阳来了，自己这大哥的身份不就坐实了吗？想到这里，云木整理了一下衣衫，深吸一口气，他再次挂上了那副乖巧懂事、人畜无害的女弟子面孔，然后趁着没人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人群，凑到了冷凝霜的身边。弟子暮云，见过前辈。冷凝霜原本正看着被人群包围的陆毅，心中多少有些微酸和不悦。听到有人搭讪，他转过头来，虽然不认识对方，但出于礼貌，他淡淡的点了点头，语气疏离。你是瑶池的弟子，找我有何事？见冷凝霜回应了，云木心中一喜，有戏。他连忙抬起头，露出了一个自认为最真诚、最友善的笑容，开始攀起了交情。回禀前辈，晚辈之前在外游历时，曾有幸与令徒武阳兄有过数面之缘。他一边观察着冷凝霜的表情，一边胡编乱造道：我与武阳兄可谓是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交情匪浅，甚至还曾结伴探险。武阳兄常提起前辈，说前辈对他恩重如山。铺垫的差不多了，云木话锋一转，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今日见前辈前来，晚辈心中欢喜，本想找武阳兄叙旧，却在队伍中不见武阳兄的身影，不知他为何没有随前辈一同前来。云木本以为提起武阳这个爱徒，定能拉近与冷凝霜的关系，甚至还能得到对方的赏识。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武阳这两个字刚一出口，周围原本还算平和的空气瞬间便降至了冰点。冷凝霜眯起眼睛，重新打量了一眼面前这个自称与武阳交情匪浅的女弟子，眼中的冷意更甚。他在心中冷哼一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跟那个大逆不道的逆徒一见如故，交情匪浅的，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直接厌恶地扭过头去，不再看云木一眼，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他死了。轰！这简简单单的3个字，对于云木来说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大脑更是一片空白，仿佛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死了。听到冷凝霜那句冷冰冰的他死了3个字，云木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嗡的一下。死了，武阳死了，那个前世与他并肩作战的好兄弟就这么没了，这怎么可能？他在心中疯狂呐喊，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但毕竟是两世为人的老怪，云木的心理素质远非寻常弟子可比。在短暂的失神过后，他强行按捺住内心的惊异，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假死，他在心中强行给自己找补，这绝对是假死。这一世的变数太大了，不过变数大就意味着机缘也会更多。只要我能拿下瑶池仙境的名额，重塑根基，飞升成仙，到时候死个把兄弟算什么？大不了以后多给他烧点纸钱就是了。这么一想，他心里的憋屈感稍微减轻了一些。弟子身体不适，先行告退。他不敢再在冷凝霜面前多待，生怕露出什么破绽，连忙找了个借口，匆匆行礼后便迅速躲回了瑶池弟子的队伍中。就在此时，轰！一股浩瀚而冰冷的威压毫无征兆地从瑶池大殿的方向席卷而来，瞬间笼罩了整个广场。原本还有些嘈杂的人群，在这股威压之下瞬间变得鸦雀无声。只见数道流光从大殿方向飞掠而至，落在了广场的高台之上。为首一人身着华丽繁复的宫装，头戴凤冠，容貌绝美却冷若冰霜。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便如同9天之上的神女，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威严。正是瑶池圣地的当代宗主洛倾城，在他身后跟着数位气息强大的长老。哼！洛倾城的目光扫过合欢宗的队伍，最后落在了楚芊芊的身上。他冷哼一声，楚芊芊也不禁皱了皱眉，狠狠瞪了一眼他。而一旁的陆毅却也没闲着，
他的目光精准地锁定在了那个刚刚躲回人群，正低着头努力降低存在感的暮云身上。看着云木那副明明心里慌的一批，却还要强装镇定的样子，陆毅心中的恶趣味顿时就上来了，心态调整得挺快嘛。想到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陆毅竟然径直走向了瑶池弟子的阵营。他的目标明确，直指暮云。云木此时正低着头，在心中盘算着接下来该如何在大比中脱颖而出。忽然，他感觉眼前一暗，一道阴影投射了下来。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只见一张让他本能感到厌恶的英俊脸庞，不知何时已经凑到了他的面前。陆毅脸上挂着那种风流浪子标志性的笑容，他看着云木，温润如玉地开口道：“这位师妹，在下看你面善得很，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那一瞬间，云木只感觉一股恶寒直冲天灵盖，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夹着嗓子，用一种羞涩中带着几分惊恐的尾声说道：“公子说笑了，暮云从未出过圣地，怎么可能见过公子？”然而，陆毅并没有就此收手，他意味深长地说道：“是吗？可我总觉得师妹身上的味道很熟悉啊。”这当然不是在说什么体香，而是指云木身上那浓郁的气韵。毕竟刚才的时候，晴儿就已经告诉他了，这也更加验证了陆毅的猜想。同时看到暮云的反应，他也大致猜到了，他应该是男扮女装。这一幕被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瞬间全场焦点。瑶池的女弟子们窃窃私语，有的羡慕暮云竟然能被太初圣子看中，有的则是一脸鄙夷，觉得和欢宗的人果然都是轻浮浪子。不远处的冷凝霜看着陆毅当众调戏女弟子，虽然知道他行事古怪，可能别有深意，但心里那股酸溜溜的感觉还是止不住地往上冒。他忍不住冷哼一声，别过头去，眼不见为净。高台之上的楚倩倩眼神则变得十分古怪，他是知道暮云肯定隐藏着什么，但是没想到陆毅竟然就这么直勾勾当面打探起来了。而作为主人的洛倾城此刻眉头已经紧紧地锁了起来，在他的地盘调戏他的弟子，这简直就是没把他放在眼里。肃静！他厉声喝道，声音中夹杂着直逼通天境的威压。大比即将开始，闲杂人等退下，不得喧哗。听到洛倾城的呵斥，陆毅也不恼，他耸了耸肩，顺坡下驴。在离开前，他还不忘对着云木眨了眨眼，留下了一句让云木如坠冰窟的话：“师妹，别急，咱们以后有的是时间。”说完，在云木那一副像吞了苍蝇般难受的表情中，他潇洒地转身回到了合欢宗的阵营。洛倾城见状也不再废话，他挥手打出一道灵光，在广场中央升起了一座巨大的结界擂台。随即他朗声宣布规则：此次大比，双方各派6人，每一人都需要与对方所派的5人轮流交战，最后按胜场数排名，排名前6者获得进入秘境的资格。因为我瑶池圣地没有外援，所以圣女如果获取额外的资格，将可以自行指定一名弟子进入。话音刚落，瑶池一方一名气息沉稳、手持长剑的核心女弟子便率先跃上了擂台。她剑指合欢宗方向，英姿飒爽地喝道：“瑶池弟子柳眉，请赐教。”楚芊芊转头看向陆毅，问道：“谁先上？”陆毅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武明月和晴儿正凑在一起吃瓜看戏，显然是来旅游的，指望不上。而他自己作为压轴的大佬，自然不能一开始就上场。他笑了笑，并没有立刻安排合欢宗的弟子上去，而是将目光再次投向了瑶池弟子阵营中的云木。他提高音量，高声说道：“哎呀，这位师姐何必如此着急？你这架势把我们这边弟子吓住了怎么办？不如……”他伸出手指，精准地指向了那个正准备缩回人群狗到最后的云木，让那位看起来挺面善的暮云师妹先上来，陪我们玩玩如何？被当众点名的云木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一片。他本想狗到靠后的时候出场，正好让其他人先消耗一下对方，没想到陆毅这厮竟然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把他架在火上烤。感受着全场瞬间聚焦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云木只觉得心中有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上还是不上？